小叶，这是收据，你收好了呀？我就不上去了。一名中年妇女拿着一张收据递给叶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叶云将手中的收据随意地揣进兜里，然后拖着行李箱走进了这栋10几层高的破旧大楼。这就是他重生之后往后的居所了。虽然和周围的摩天大楼显得有些寒酸，但是胜在价格美丽。开门，将自己的行李往卧室一扔，然后坐在客厅破旧的沙发上，右手轻轻地摩挲着戴在左手食指上的戒指，眼神有些迷茫。今天叶云醒来后直接从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对于有过前世经历的他而言，他太清楚自己后面将要面对的生活，要么等死，要么拼命的去活。自从自己被诊断为癌晚期以后，在女友慕孕的鼓励之下，为了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高昂的特效药，将父母就给自己所有的资产便宜贱卖了，就是自己唯一的房子也让自己的女友一并帮忙卖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个自己满以为是真爱的女友，在自己签字后将自己卖房的钱直接卷跑了，使得自己被医院直接赶了出来，让只剩下不到半年寿命的自己自生自灭。住院2个月来，叶云可以说看透的这个社会的人心。你悲惨的遭遇可以博得无数人的同情，但是也仅仅只是同情而已。你们都以为我只有半年可活，但是你们却漏算了有这个天道吧。前世因为实力不够，只活了3年，没能再见你们这对狗男女，这是希望你们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叶云摩挲着手上的戒指，脸色平淡如水。天道是一款地球上所有国家联合开发的一款游戏，不仅仅是解决地球上因为科技发展而造成的几十亿的失业人口问题，更是一次财富的再次分配模式，同时也是整个地球金融体系的一次革命，利用游戏中的金币逐渐取代现实中种类繁杂的币种。所以他们这群食物链顶端的人创造了这款游戏，而天道便是这款游戏的自主意识主脑。他按照100多个国家的共识掌管着整个虚拟世界的运行，每个国家都掌握着一个修改游戏规则密码中的一个数字、字母或者是特殊符号。为此，为了这场全球盛大的改革，全球都为天道这款游戏铺天盖地的宣传，大到将要入土为安的老者，小到还在这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知道了天道的存在。他们绝对想不到，天道一旦放开便会脱离他们的束缚，更不会想到游戏在天道的运行下给现实当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直接推翻了科技文明。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叶云清楚地记得，原本只剩下半年可活的他，就莫名其妙地继续活着。直到3年后，天火而来，万物而清，叶云实力低下，没有撑过那一劫。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牺牲时，全球100亿人口仅仅剩下不足2亿。想到这，叶云抬头看了看窗外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再看时间，嘴角露出了一丝冷冷的笑意。前世自己在天道中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玩家，在世界近100亿人中排行榜中排行2亿8000多万名后，这一世自己知道游戏前期3年的各种隐藏副本和攻略，自己的实力比之前世只会更强，所以到时候自己具象的实力只会比前世更强，寿命也会更久，不需要再担心这该死的肝癌随时威胁自己的性命了。还有黄龙会，这次该是你们的末日了。叮咚，门铃适时的响起，打断了叶云的思绪。只见一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俏生生地站在自己门口。你是？叶云看着眼前的女孩，有些惊讶地问道。前世叶云从被医院赶出来后，为了省钱买止痛药，所以是住在贫民区。而这次重生，虽然租住的这栋10几层的楼房，但是也就比贫民窟好点。像这种漂亮的女孩子会在这里出现，实在太稀有了。你好，我是住在隔壁的邻居，我叫丁怡。丁怡看着瘦弱的有些猥琐的叶云一愣，而后微微笑道，心里却是直发毛。莫不是碰到喜欢收集某种衣物嗜好的邻居了吧？长时间的卧床，加上没人照顾，叶云的身子骨可以说是真正的弱不禁风，皮包瘦骨，现在那里浑身就散发着一股猥琐之气，哪怕宽大的 T 恤也掩盖不住。加上因为患癌，走起路来看上去更像是个小偷，怎么看都不像个好人。你好，有事吗？叶云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孩，冷冷地问道。没事，就是看隔壁有灯光，过来打个招呼。丁怡看着叶云说道。直男，而且还是带癌的。听到叶云的话，丁怡就直接在心里给他贴上了直男癌的标签。好，没事的话就这样吧。叶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然后直接关上了大门。对于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来说，已经习惯了对每个人都保留一份警惕与冷漠。就这样，丁怡看着紧闭的房门，满脸问号。这种直男癌已经是无药可救的了吗？作为一个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美女，第一次感受到了碰壁的滋味。难道这家伙是那种脑补型的宅男？丁怡这般想着就回去了。晚上8点，原本黑暗的夜空突然亮如白昼，一张巨大的网散发着光芒，似乎上面充斥着雷电。这场巨大光幕的出现顿时引起了全球人类的欢呼，经过媒体近乎大半年的宣传，
他们知道这是天道将要开启的征兆。终于要开始激活了吗？叶云走到阳台，看着夜空中的虚拟网，激动不已。而后听到从各个大楼内传出兴奋的吼叫，不由得冷笑。没过多久，天空中雷电交织的网在某刻间崩裂，无数的光点如同蒲公英那般飘散而下，又慢变快，穿过各种障碍物，直接射入各种游戏媒介。一道米粒大小的光芒快速地划过叶云的眼帘，进入手指上的戒指之中。瞬间戒指银光流转，一道信息直接在叶云脑中响起：天道有轮回，万法皆回归。天道游戏将在半小时后正式开启，请需要进入的玩家寻找个安全的地方进入游戏。叶云看着楼下街道上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的车流，微微一笑，转身进入了卧室，安静地躺在铺好的床上，等待着天道的开启。叮，天道正在提取你的血样基因，创建人物。叮，天道正在读取你的金融现金，绑定你的银行资产，检测到玩家存款余额1663427元。前世自己登录游戏的时候，自己的总共存款可没那么多啊。难道慕云那货现在还没有将自己的卖房款转移？是了，自己前世进入游戏的时间是迟了几天，那时候自己的存款只有不到1万。既然现在还没有转移，呵呵。游戏5分钟之后开启，是否进入等待？一阵叮叮当当的提示之后，游戏终于要开始了。叶云直接进入游戏等待，顺便先查看自己生成的人物。天道和别的游戏不同，天道的游戏人物和职业的创建都是根据个人的身体数据和基因来生成的，当然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没得选择。像前世，叶云的职业是法师，虽然属于脆皮，但也算是个高输出职业。卧槽，这差别也太大了吧？难道我现在的身体条件比前世都差？叶云进入游戏等待界面，看着自己的游戏人物职业和属性，顿时有些不知所措。等级1，职业牧师，命寿黑蚁物，生命值30，真气值30，法攻2，物防2，法防2，天赋地级，自由属性点3，天赋技能点金，全符为1，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金1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CD-EH。备注：每次使用后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高于自身等级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一治疗术，初级，为一名盟友恢复生命值 3S， 持续 5S， 真气值消耗3 CD 10S。垃圾，垃圾中的垃圾。牧师的战斗力只要是个人都清楚，偏偏属性还那么低，就算给自己配个命兽也没用啊，毕竟命兽它是没有等级的，它的实力和主人本身的属性息息相关。按照牧师的属性加点系数，生命值系数10，真气值系数5，法攻系数 0.8， 物防系数 0.8， 法防系数1。比如加一点法攻的自由属性点，才 0.8 的实际攻击，和法师的 1.2 系数相比，简直就是相差太多了。命兽黑蚁物，生命值45，物攻1，物防1，法防1，技能无。叶云表示相当的无助。这命兽更是如此，除了生命值是自己的 1.5 倍之外，所有的属性只有自己的 0.8 系数，也就是80%。这角色是天道自动生成的，没办法更换，所以叶云哪怕嘴里骂着三字经，但是想到这游戏是自己目前活下去唯一的希望，也只能硬着头皮看下去。装备：新手遮羞套装一套，除了遮羞外似乎没有任何作用的装备，请玩家为自己的角色命名。借命。第2章，一个不得不氪金的游戏。初始属性点低，叶云还可以接受，因为天道可以直接使用现实货币购买自身的属性点，只是那个价格有点吓人，一点自由属性点足足需要10万大洋。至于天赋，大家都是 D 级，想要提升也必须花钱提升，像 D 级提升到 C 级只要1万大洋，但是提升后升级可以获得6点自由属性点，是 D 级的2倍。不过想要从 C 级提升到 B 级，那需要花费的钱就恐怖了，足足是前一次提升资金的20倍，以此类推。刚开始有人还怀疑这是游戏的圈钱行为，因为这种模式实在是太吓人了。直到各国中央出来说明，只要往游戏里面充值多少钱，那么游戏里面就会产生多少的金币，这个金币会分摊到各个领域，包括各种野怪的爆率等等，这才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毕竟整个世界几百个国家都在背书。叶云沉吟了一下，然后看着自己的天赋神通，特别是后面那个全服唯一4个字，想想也知道肯定很屌，这也算是安抚了叶云那颗躁动的心了。前世自己的天赋神通是传说级别的物防翻倍，虽然是脆皮法师，但是对于一些普通的战士，自己都可以站撸。而像点金这种的天赋神通，叶云哪怕有过前世3年的经历，也是听都没听过。这是一个前期的神技，到后期几乎就成鸡肋了，
因为 CD 值太长了。不过可以击杀大于自身10级的怪物来介绍 CD 值，这几乎可以放弃了。新手村最高等级的怪物也只是10级，而玩家没达到10级又不能离开新手村，而到了乡镇区域也是一个理。除非……叶云想到了前世的一个活动。叮，游戏正式开始，请问是否进入？进入。叶云顿时觉得眼前一黑，然后出现在一个破败的小山村之中。此时上万道白光亮起，原本安静的小山村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天道，我要充值，将我农业很行的卡内余额都充值成金币。一进入游戏，叶云第一件事就是将那张留在木运身上那张卡内的钱全部充值了。虽然可以去银行补办和挂失，但是排队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特别是现在天道与现实金融融合，银行早就挤满了一些不放心的人。叮，充值成功，166万金币已经到账。不到2秒，自己的包裹中就多了166万的金币，这让叶云轻轻地吐了口气。166万金币看着很多，但是也仅仅只够购买16点自由属性点，这对于本就只有1点属性的叶云来说，至少能让自己的实力提升不少。但是有点金这种天赋神通的叶云，傻了才会全部买属性点呢。提升天赋，叮，扣除1万金币，天赋提升到 C 级。当前每升1级获得自由属性点6点。叮，扣除20万金币，天赋提升到 B 级。当前每升1级获得自由属性点12点。一瞬间天赋提升了2级，将剩下的金币直接再次购买了14个自由属性点后，叶云再次看向自己的天赋神通，咧嘴笑了。恭喜玩家使用天赋神通将天赋提升到 A 级，当前每升1级获得自由属性点24点。点金技能冷却时间 1H。 听着系统的提示，叶云顿时眼睛一亮。本来以为这么变态的天赋神通，他的 CD 时间一定很长，没想到初始时间仅仅只是1小时。这特么叫别人怎么玩？我能告诉他们，我只要玩着玩着天赋就可以升级，他们心态不崩溃才怪。要知道天赋从 D 级到 A 级足足需要421万金币，更重要的是1个小时后自己的天赋可以再次升级，直接达到 S 级别，直接达到前世的巅峰天赋值。 S 级的天赋是什么概念？那可是8000多万的金币啊！就前期来说，还没有哪个大佬敢真正这样如此提升天赋的。这般想着，叶云也就不急了。A 级天赋每一次升级可以获得24点自由属性点，而 S 级天赋每一级可以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可是有48点，叶云可不会白白的错过，相差了240万大洋啊！卧槽，这游戏太坑了吧！新手村一只普通的1级乖乖兔，竟然要10几次攻击才能杀死我一个3人队伍，杀一只1级的乖乖兔，竟然还被他反杀一个！你们告诉我，这乖乖兔他哪里乖了？谁说不是？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游戏就是要我们充钱。充钱没问题啊，有问题的是我所有资产加起来也买不起一个属性点。原本还以为可以进来赚点钱，改善生活，这下可好了，这个星期的肉钱都没了。你家吃的龙肉啊，要10万块钱。叶云还在自嗨，无数的玩家却是在不停的吐槽，几亿的玩家直接涌入官网的论坛上口吐芬芳，但是却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回复，因为在天道启动之后，天道就已经接管了游戏和论坛。新手的攻击普遍在10点上下，而1级野怪的血量就达到了100点，加上3到5点的防御，2人队伍根本就是刷不动。所以玩家除了充钱买属性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多人组队，而想要没有伤亡的刷一只乖乖兔，最少需要5人以上的队伍。叶云坐在村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满脸笑意。不管是现实还是虚拟，有钱的都是大爷，更何况这个游戏还是现实的折射，毕竟和现实的金融相融，以后游戏内的金币就会成为现实中的电子货币，所以天道一开启就吸引了一众大佬的注意，甚至很多大佬都在抽调资金，征召人手直接进驻。叶云看着自己的属性，想了想，直接加了7点属性点到生命值上，剩下10点全加到攻击上，这样他的生命值直接就达到了100点，攻击加上原本的2点也达到了10。而因为自身属性的提升，自己的命兽黑蚁的生命值也突破到了150点，不过物理攻击却是只有8点，虽然攻击和1级野怪差了几点，不过血量却是远远超过了。这命兽也是相当的尴尬，生命值的增幅是主人的 1.5 倍，攻击是主人法攻的 0.8 倍，摆明了不会让主人闲着。可是作为重生者，作为拥有点金神技的叶云会甘心当一个奶妈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半个小时后，此时新手村野外简直就是人满为患，往往一只乖乖兔才刚刚刷新就被好几个队伍直接轰爆，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喂，哥们，你什么职业啊？组队不？村口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突然一人突然站在叶云身前，看着叶云一人，不由得问道。叶云看了看人挤人的野外，笑了笑拒绝了。开玩笑，几百上千人抢一只野怪，
就算抢到了，也就只能获得1点的经验值。而从1级到2级，足足需要100点经验值。按照目前的程度来说，5个小时能升1级就不错了。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直接就往2级野怪区而去，甚至有些都往5级野区而去。这些人要不是傻子，就是传说中的砸钱大神，直接充值将自己的属性堆得高高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先人一步。前世自己出生的新手村有一个直接开始就敢单刷8级野区的牛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国家队中的一员，初始资金就充值了1个亿。扣除提升3次的天赋外，其余都用来购买950多点的属性，那种实力可见一斑。在叶云无聊的等待中，1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站在村口，努力地回想着新手村某些高端的任务或者副本 BOSS 之类的。恭喜玩家使用天赋神通，将天赋提升到 S 级，技能冷却时间 2H。看着 CD 值，叶云简直不要太惊喜。叶云会满足吗？怎么可能，不就是2个小时吗？哥还有半年好活，哥等得起。这般想着，叶云直接挂机，设置好闹钟，然后闭眼休息。这是一个不得不氪金的游戏，前世的叶云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剩余的都用来提升实力了。第3章传说级隐藏任务。第2天8点，叶云精神充足的吃过早餐，然后心满意足的躺在他那张破旧的大床上登录游戏。角色剑命，等级1，职业牧师，命寿黑蚁物，生命值100，真气值30，法攻10，物防2，法防2，天赋 SSS 级，自由属性点0，天赋技能点金，全符为1，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金1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剩余 CD 5.1H。备注：每次使用后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高于自身等级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1，治疗术，初级，为一名盟友，恢复生命值 3S， 持续 5S， 真气值消耗3 CD 10S。一晚上的时间，中途起来2次。叶云通过点点金这个天赋技能，将自己的天赋等级提升到了 SSS 级别，这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要仰望的存在。按照官网的数据，这个级别的天赋每升1个等级就可以获得恐怖的192点属性。如果要用金币提升到这个级别，足足需要300多亿。对个人玩家甚至大部分的财团来说，这几乎是整个游戏的天花板了。但是值得吗？绝对值得。作为一个过来人，叶云知道天赋可不仅仅只是这功能，要不别人用几亿10几亿来购买属性点不香吗？天赋在第1次升级之后就会激活攻击的隐藏加成属性，像第1次提升到 C 级有 5%，B 级 10%，A 级 20%， 以此类推。而这加成却是要等到玩家达到30级才会在自己的属性面板上看到，这让前期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属性点的大佬们后悔莫及。前期大部分人都觉得花那么大的价钱来提升天赋，都感觉还不如直接购买属性点来的划算。等到后面大家知道了这个隐藏属性后，全都哭天抢地的后悔的要死。而前世的叶云就是其中一个。经过1夜的奋战，此时新手村的野外的拥挤程度确实丝毫不减。想想也是，作为全球性的游戏，整个世界的新手村也不过1万之数，每个新手村容纳的人数都达到了恐怖的20万之数。而华夏地区由于人口密集等原因，一些地区新手村容纳的新手更是突破了30万大关。别说第2天，就是未来1周，估计新手村村口的低级野怪区域都是人满为患。当然，这不代表就没人能够快速突破10级，离开新手村。在前世，游戏进行30几个小时就会有人突破10级关卡，据说那是一个充值了200亿的大佬，据说隶属于国家某个重要部门的首领，从一开始就能刷10级野怪，到第3天凌晨就走出新手村前往主城了。充值200亿，可想而知这家伙购买属性后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大了。不说可以在新手村内横着走，哪怕在主城20级的野怪区也毫无压力啊。想到这里，叶云顿时倍感压力。想了想，叶云还是先去村里的医馆购买了500瓶的安神剂和500粒的气血丸。安神剂一次性回复5点真气值 ，CD 5S， 售价1金币；气血丸一次性回复20点生命值 ，CD 10S， 售价2金币。说它贵，确实贵的离谱；说它不贵，也就是一瓶纯净水的价格。这游戏就是那么让人左右为难，又爱又气。新手村的设置非常蛋疼，整个村子简陋不说，就是连 NPC 也就2个人，一个村长王大爷，一个是医药馆的李大娘。这游戏里面的 NPC 具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就比如现在这老王村长就闲着没事跑到李大娘的药剂店铺内帮忙，偶尔的还会调戏李大娘几句。小伙子，我看你一下买那么多药剂，这是想要去野外大展身手啊？王大爷把药剂递给叶云，笑呵呵地问道。
看着满脸微笑的村长，叶云突然想起前世的一个隐藏任务。既然是隐藏任务，那么这里面的歪歪道道就多了。如果这个时候回答是或不是，一般只能接到普通任务。但是在前世，有个二逼文青，愣是在新手村村长那里接到游戏新手村的唯一隐藏任务，获得的奖励之丰厚，足以影响一个人长久的发展。这隐藏任务并不是每个新手村都有的，它的前置条件就是这个新手村足够破败，土著太少。天道中所有的装备都需要玩家自己击杀野怪或者 BOSS 获取，以天道中装备的爆率，第一天有装备的人可以说万中无一，这和全球性玩家的充值是相连的。充值的金额和数量越多，爆率越高。前世这个隐藏的任务是在游戏开启半个月后才被发现，据说那玩家足足耗费了5天时间才把这个隐藏的任务完成。而今晚就会有人开始陆陆续续的离开新手村了。想到主城中的隐藏任务和 BOSS， 叶云不得不急。哎，村长，你看看我们丰乐村，名字好听，但是太过破败了。偏偏我们村子的艺人还特别多，野外哪里看得到野怪的影子啊？我打算多买点药水，去高等级的地方看看。没错，就是那么废话。哦，没想到少侠有如此胆量。但是少侠，我不容你如此贬低我丰乐村。想我丰乐村原本是上古世纪10大神城，可惜我因为一些原因遭受到诸神的诅咒，一年一年的没落到如此贫瘠之境。10大神城？可是我看史籍上的资料，神城好像只有9座才对啊。他们坐落9天之上，据说可以俯瞰10方天地。怎么会？这村长话里的内容，叶云大惊，这明显与前世那个隐藏副本攻略完全不一样啊！神城，何等等级的存在啊！哪怕前世3年，全球玩家也没一个人达到过神城，因为那已经脱离了地球人类的认知范畴。放屁！那是因为我们丰乐神城因为得罪了西方2大神殿和极乐3界，被他们打落凡间，5大神城共同下了诅咒。村长听到叶云的话，顿时怒火而起。哦，没有想到我们村曾经如此辉煌。村长，这个诅咒有办法解除吗？叶云眉头一皱，办法是有，但是太难了，几乎看不到希望。村长唏嘘不已。村长，不如让我试试。虽为一人，但是这个村长不异于我的第2故乡。任务难度越高，意味着奖励越大。好，不愧为第一个天赋达到 SSS 级别的艺人，那就拜托少侠了。村长听到叶云的话，眼睛一亮，然后从怀中拿出了一卷竹简，递给叶云。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接受传说级隐藏连环任务神城复苏。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接受传说级隐藏连环任务神城复苏。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接受传说级隐藏连环任务神城复苏。这么随意的吗？这么霸道的吗？我都还没说接受或者不接受呢。第4章，市值1000亿的攻略文件。神城复苏任务1：前往丰乐村诅咒秘境，猎杀诅咒秘境中第1层怪物，数量5001只，任务时限5小时，进入秘境开始计时，可进入次数1。特别提示：秘境内怪物实力强横，玩家自主评估。任务失败，任务永久取消。完成奖励：1. 丰乐村收入 5%， 每日24点过后自动发到玩家邮件中。2. 丰乐村随机商业建筑和非商业建筑各1座。3. 秘境第1层控制权限，任务不需提交，完成自动获取。卧槽，不愧是传说级别的任务啊！第1个任务奖励就那么给力。叶云表示惊呆了。5% 的新手村收入啊，以10万人的新手村来说，每天单药水销售的利润就多得吓人，更别提还有别的。难怪前世那屌丝可以混得那么好，有这收入混得不好才怪。而自己这个比他那任务更高级，可是可以直接成长成神城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我特么一个战五渣渣怎么完成这个任务？野外升级了再去，但是那人山人海的，自己一天都不知道能不能升到2级。么么的，要是老子也是土豪，直接就充值个几10亿，不管什么游戏 ，RMB 3个字代表了一切。这可是老史创造，老马发扬的，怎么搞钱呢？叶云拜别的村长，再次来到村口，看着热火朝天的野区，愁眉不展。算了，自己有点精这个逆天天赋，自己只要努力提升属性就行。重生一次，叶云的性格比之过去铁血了很多。牧师虽然被奉为奶妈职业，但是叶云相信，哪怕是奶妈，在自己这天赋之下，也足以令人闻风丧胆。他这次的世界排名目标原本还只是前5000万名，因为自己天赋技能的原因，可以说是无限的膨胀了。叶云想到就做，直切换到天道论坛，开始根据前世的主城任务编写攻略。写完之后，直接设置成一个加密文本，而后再次编写了这个隐藏任务相关的简单介绍和大致的发展潜力。虽然字数不多，但是为了这个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叶云硬是花费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修改几次才算定稿，发了出去。
这可比网络写小说难多了，太费脑细胞了。主城任务和神城任务完全不同，但是前置条件一样。全世界有100座破败的新手村，这些隐藏任务就在这些破败新手村村长的普通任务里。村长发出的第一个普通任务是击杀10只1级乖乖兔，但是只要玩家在2小时内击杀100只兔，就可以触发主城的隐藏任务。前提是你击杀的数量刚刚好是100只，不能多，也不能少。看似简单，但是如同藏在裤裆的山洞，藏得不知深浅。更何况要在人山人海的新手村2个小时内独自猎杀100只野怪，更是难上加难。帖子发出去后，叶云设置一番，也就不再理会了，直接挂机，跑到楼下的超市大肆的采购一番，然后美美的吃了一顿稀粥。别人还在游戏里为了升级累死累活的，而他却是悠哉悠哉的东逛西逛。无他，只因为点金的 CD 值只剩下不到2小时了，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一个全职的玩家玩了10几个小时的游戏，等级还是为1，经验还是为0。2个小时后，叶云回到出租屋，再次登录了论坛。果然，自己发的帖子占据了版面第一。标题：传奇任务背后的99个史诗任务，藏着亿万财富的密码。评论数2个小时内就达到了10万，浏览量更是达到了300多万。1楼，我感觉被骗了，点赞数量竟然高达100万。3个人有1个人感觉自被骗了。2楼，楼主估计是个骗子，穷疯了，进来浏览你这个任务介绍，还特么要花钱，又不是攻略。3楼，这个帖子字数我数过了，一共2766个数字，截止今天本人浏览时的浏览量计算，这家伙竟然直接达到了一字千金的地步，本人网文大神一休哥5只投地拜服。4楼，2楼的1块钱的浏览费就别计较了，你没看到人家的攻略文件直接拍卖10亿现金的起步价啊？人家结尾都说了，他这份攻略是用99个新手村，市值上看1000亿呢。5楼，楼主是患有神经病的标题党，鉴定完毕。5楼，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评论区中10个有9个是在骂人的，毕竟很多人都是冲着标题来的，没想到浏览一个帖子还特么要收费，收费就收费吧，还特么一无所获。300多万的浏览无数，但是那份只能下载一次的攻略文件依旧还在那里，无人出价。叶云也无所谓，单单这个帖子收费浏览的费用就已经给叶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而且这个浏览量还在快速提升。而那攻略文档叶云设置的竞拍时长是10个小时，现在才过去2小时不到嘛。果然赚钱还是得靠脑子啊。叶云一脸沧桑地感叹道。一个收费帖子达到这个浏览量，主要还是玩家数量太过庞大了，而且这个标题也确实足够吸引人，收费也不高。这种收费浏览的帖子经过叶云的首次亮相，无数玩家打着各种名号的变相集资的帖子层出不穷。但是大家很快的发现，这种经过天道判定为虚假不实的帖子几乎秒删，而发帖人一律处以金钱罚款或者关小黑屋1个月。这就侧面的证实了叶云这个帖子的真实性。终于1个小时后，有了第一个人竞拍，而后接二连三的有人跟上。华国匿名玩家1出价10亿，米国 Rose 出价12亿，华国匿名玩家2出价13亿，英国柴尔出价14亿。我操，我是华国的，谁能告诉我这都什么大佬？每次出价的1、2亿的往上跟的。我阿三国，我觉得这次的竞拍最后肯定花落我家，你们就不要继续跟了，跟不赢的。楼上的别大惊小怪，这种事都是随操，国家队还没出手呢。阿三国民好像也是我们大韩帝国后裔，就是混得有点差。竞拍一开始顿时就引起了论坛的轰动，帖子的浏览量瞬间再次攀高到一个新的顶点。而这些叶云却没去管，登录游戏后看着自己包裹中的300多万金币，兴奋不已。什么骗子，什么标题党，随你们怎么骂，老子都只有半年好活了，还在意这个？实力为王，知道吧？第5章诅咒秘境。300万的金币看着挺多的，但是现在却连提升叶云天赋的零头都不够。按照这坑爹的游戏，现在叶云提升天赋所需要的金币达到了恐怖的6400个亿，所以叶云一口气砸了300万金币购买了30点自由属性点，而后加了20点到攻击上，剩余10点则加到生命值上。这样一来，叶云的实力也大大的得到了提升。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命寿生命值直接达到了300。一套1线城市的房啊，就特么换了游戏里面30个自由属性点，而且特么让自己还没有安全感。再次看了眼点金剩余的 CD 值，叶云深深的吐了口气。恭喜玩家使用天赋神通将天赋提升到 X 级，技能冷却时间 16H。 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诫命第一个将天赋提升到 X 级别，奖励自由属性点100点。系统将进行全服公告，请问玩家是否隐藏姓名？隐藏。叶云愣了下才反应过来。上午11点整，天道游戏内第1天全服公告响彻世界。
系统公告：华国玩家 XXXXXX 天赋天下无双，第一个将天赋等级提升到 X 级别，奖励自由属性点100点，以资鼓励。一连3次的红色文字和语音系统公告，瞬间点燃了天道中每个玩家的情绪。大部分玩家还没从论坛中叶云那篇神贴中回过神来，就再次被这个消息雷得懵逼。华国，我大爷的，这家伙是抢了银行吧？可是谁能告诉我哪家银行那么有钱？系统啊，你就告诉我这大神是哪个爸爸就好。我心脏强大，没事的。哎，我花费了10年的积蓄，还偷偷将我的婚戒给当了，才买了最低等的游戏戒指。刚刚我老婆问我为什么跪着舔那么贵的戒指，怕口水会把游戏戒指给腐蚀了。楼上的拉倒吧你，游戏戒指特么的不到10块钱，你他妈1年1块钱的私房钱也存够了。外国为什么不是我们米国？我们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啊！世界富豪榜哪个不是我们米国的？米国大，我记得富豪榜的首位好像有我们大韩血统，只是长得比较洋气思密达。我对米国盟友说一句，八嘎，天赋提升到 X 级别，你觉得个人有那么庞大的资金吗？一定是华国的国家队不顾民生直接出手了。我阿三先给华国未来的难民们默哀1分钟，希望我们国家的军队能守好我们的边境。各个国家的各种社交平台瞬间就被这个话题给关爆了，就连每个国家的军政高层都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但是天道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就连各大金融体系的资金去向都无从查起。好在他们都知道，这个第一个达到 X 级天赋的人是个华国人，这让大家的目光都投放在华国的诸多玩家之中，企图发现点蛛丝马迹。在华国魔都，一座占地30几亩、层高68层的大楼露台，120名身着迷彩短袖的青年神色肃穆地看着他们的首领。这些人一看就是军人，他们没有军衔，没有编号，但是可以出现在这个大厦顶端50层，就说明了他们的特殊身份。因为这栋大楼已经成为国家特殊部门龙宫大队的驻地。天道中刚刚的公告，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这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都有，你们每个人都有5名下属人员，我要你们尽可能的查出这个人是谁，尽一切的可能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听明白了吗？明白。如果叶云知道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龙宫大队正式成员120人，设1名大队长，旗下还有600名的预备队员，专门为正式成员服务。虽然不知道哪些正式成员的初始资金，但是这些预备队员的初始资金却是达到了1亿。预备队员就有1个亿的初始资金，可想而知，这些正式成员和首领的会是多少。最重要的是，这些资金还只是他们第1个月的投入，后面虽然会有所缩减，但是也不会太低。这些数据是前世国防官网公布的资料，但是正式成员的初始资金却是对外保密。具体如何，叶云也不得而知，毕竟前世每分每秒都在为自己的性命而奔波。但是整个龙宫现在所有的资金也上不了 X 级别的天赋啊！前世天赋突破 SSS 达到 X 级别的玩家，全球不过5指之数，每一个几乎都是5常国倾国之力培养出来的。而只要天赋达到 X 级别，就会得到100点的属性奖励，同时进行全球公告。而在高级别的天赋，哪怕华国和米国也没办法，那数字都相当于他们国家1年的 GDP 了。如果动用那么大笔资金，就会伤及国本了。毕竟一个国家不仅仅只是培养1个人而已。不过当时也传出了不少小道消息，2大帝国都在暗中积蓄更为庞大的资金，然后在几年之后冲击更高级别的天赋。100点的自由属性点就像是及时雨，让叶云对于你神城苏醒第1环的任务更加有信心了。加上天赋自带的320%的攻击隐藏增幅，简直就是神挡杀神啊！自由属性点叶云也没有动用，他想留着进入诅咒秘境之后看情况使用。毕竟100点属性看着很多，但是这个可是个传说级别的任务，谁也不能保证里面会碰到什么。前世这个没有关于任何这个任务的消息，要不是没有被触及，要不就是任务失败了。玩家是否确定前往诅咒秘境？特别提醒，进入秘境玩家不得中途退出，请玩家自行确定。进入系统提示，你已经进入特殊地域，包裹金币锁定，中途无法购买属性。系统提示，你已进入诅咒秘境1层。威胁等级，危险。叶云顿时感到眼前一黑，而后出现在一个巨大溶洞之中。命兽召唤，叶云一落地，第一时间就将黑蚁给召唤出来，而后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地方。溶洞面积将近10000平，而自己站立的地方如同一个祭坛，占据了整个溶洞正中央20几平。整个溶洞的空阔无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也怪呢。系统提示，神城任务正式开启，第1波怪物出现，倒计时开始，时间4冒号59分59秒。系统提示刚刚落下，就见整个溶洞四周开始出现一批猪妖，它们如同人类一般直立行走，虽然不高，
但是健硕的身材和手中明晃晃的流星大锤，配上恐怖的獠牙，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伙不好惹。而这种生物在整个溶洞之中竟然有1000之数。叶云呆呆地看着往自己这边靠近的猪妖，只感头皮发麻，双腿哆嗦。他实在是被这些猪妖的名字给吓坏了。确切的说是猪妖名字的颜色把他给吓坏了。第6章，凤凰。天道游戏中怪物除了等级之外，还按照红色、金色、紫色、蓝色、绿色、白色6种颜色。这6个等级分别对应地、皇、王、将、兵、民级别。兵级可称为精英级别，为绿色，战力是普通怪的2倍，智力低下，会主动攻击周身的玩家。将级可称为小 boss， 为蓝色，战力是绿色怪的2倍，智力低下，会主动攻击周身玩家。前世一只蓝将级别的小 boss 都足以让大家趋之若鹜的，而在自己面前却是足足有1000只。更为让人无语的是，等级清一色的都是5级，比自己高了足足4级。5级蓝将吗？看样子是物理攻击，不愧是传说级别的任务啊！这个开场足够让人热血沸腾。叶云感叹道：“5级的蓝将小 boss 各项数据都已经可以和15级的普通野怪相比了。先试试。”叶云控制着黑蚁，直接朝着最近的一只猪妖跑去。黑蚁的靠近瞬间就吸引了3只猪妖的注意，顿时呼哧呼哧的拖着流星大锤往黑蚁冲去。轰！负146，负151，负158，三锤而下，黑蚁只给那只猪妖造成了22点伤害，就直接被猪妖干掉了，甚至连尸体都被猪妖给扔进嘴里，咬得咯吱咯吱脆。系统，你的命兽死亡 CD 值 300S。 怪物猪妖战将蓝将，等级5，生命值348370，攻击物 140-165，物防56，法防45，敏捷度5，笨拙，警戒范围80码。技能1，流星一击，使用武器对敌人造成 110% 伤害 CD 10S。 备注：原为丰乐村民饲养的家猪，因受到诅咒之力的影响产生了变异，各方面的属性都足以碾压叶云了。如果叶云自己上去，估计会被直接秒杀。呵呵，有意思。死亡间的舞蹈吗？可惜哥需要和拼吗？叶云眯着眼睛看着周围的猪妖，有些失望，又有些庆幸。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直接将自己剩余的100点自由属性点在攻击之上。角色剑命，等级1，职业牧师，命兽黑蚁物，生命值200，真气值30，法攻106，物防2，法防2，天赋 X 级，自由属性点0，天赋技能点金，全符为1，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金1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剩余 CD 15.9H。 备注：每次使用后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高于自身等级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1，治疗术初级，为一名盟友恢复生命值 3S， 持续 5S， 真气值消耗3 CD 10S。 100点的自由属性增加了80点的法攻击，106点的攻击，虽然只能凭 A， 但是加上我 X 天赋的攻击加成，我都可以小规模的战撸这些家伙了。叶云前世虽说是法师，但是因为天赋技能是加物防，所以被战士晋升惯了，硬是被逼练出了一身的骚操作。不过这货绝逼是个能战撸就绝不会动腿的家伙。加完攻击点，洛凡也不等黑蚁的 CD 了，直接一记凭 A 就朝着一小撮的主要杀去。砰！负401。系统提示：越级击杀猪妖战将获得经验值50。那只倒霉的猪妖直接被叶云的一记凭 A 给秒了，让叶云看得一愣一愣的。而巨大的经验值更是让叶云我经验值直接暴涨 50%。击杀普通5级怪也不过15的经验值，而这蓝色的直接就是50点。我去，失算了，早知道留几个点给其他属性了。伤害值都溢出了，还溢出了20点。嗷呜！那只猪妖身边的几只瞬间反应过来，顿时朝着叶云冲了过来。系统提示：越级击杀猪妖战将获得经验值50。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级，获得自由属性点384。系统提示：越级击杀猪妖战将获得经验值45。等级虽然提升了，但越级杀怪还是蓝将级别的，每只猪妖的经验值还有45点。2级到3级需要足足1000点经验值，但是叶云的经验值却以肉眼的速度快速的增加。这要是被人看见了，绝逼又是一个大新闻。这个任务如果是近战玩家，没有花个过亿金币购买属性点，兜不住。哪怕是法师和射手这种远程输出，也得要好几千万。叶云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天赋够高，
攻击隐藏的额外增幅达到了320%，才可以做到秒杀。越级凭 A 秒杀小 boss 啊，就问你们怕不怕？1000只的小 boss 啊，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嫉妒不嫉妒？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384。系统提示：越级击杀猪妖战将，获得经验值40。2分钟不到，连小黑的 CD 值都没清零，叶云等值直接从1级提升到3级，速度如同坐火车。然而叶云却是相当的不满意，心里面还在不停的思虑，牧师能不能搞到群攻技能？这时候的命兽显得就有些鸡肋了，远程输出足够，而命兽没防御上去又是送死。10分钟后，叶云的等级再次提升，达到了4级，而击杀美智的经验值也降到了35点。爽啊！就是差一把椅子，坐着刷怪才是人间的享受啊！20分钟后，叶云终于将剩余的怪物清理完毕。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第一波怪物成功，第二波怪物将在5分钟抵达，玩家可在这5分钟内清理怪物掉落物品。就这游戏的爆率，叶云表示相当的鄙视。抬眼望去，整个空阔的溶洞之中，除了一些零零散散的铜币和5、6件装备外，就没有任何物品了。1000只的蓝将小 boss， 就这？哎，2个马爸爸、王爷爷、李祖宗，你们倒是赶紧进来啊！我都穷死了。虽然爆的东西不尽人意，但是叶云玩游戏是干嘛来的？活命啊！加上上辈子抠抠搜搜的习惯了，哪怕一枚铜币也不会放过。哟呵，没想到有个还不错的东西。猪妖权杖绿，法术攻击6-8，实用等级无，职业限定法师、牧师，是个小极品，现在应该可以卖个小几万吧。叶云看到装备，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装备，而是拿来卖钱。没办法，现在的自己可是一个药罐子，各种各样的药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出去了给挂论坛上拍卖去，虽然收费比游戏内拍卖行贵了点，但是拍卖行特么要主城才有，现在还没有人达到10级呢。时间很快的过去，叶云还是老套路，直接将黑蚁给召唤了出来，然后开始给自己加点，等级提升了3级，可是有1152点的自由属性点啊！生命值加200点，真气值加毛线，老子是个普攻，还是流水线的。攻击加200，土豪任性，物防和法防，这和生命值一样啊，可是保命的，各加300，刚刚好用掉了1000点，剩下的152点留着备用。一瞬间，叶云有羽化升仙的感觉。鸟枪换炮了，就是要这种血脉喷张的感觉，就是心里感觉不是很爽。这神特么的系数，添加同样的属性点，得到的属性却完全不一样。系统提示：神城任务正式开启，第2波怪物出现，时间剩余4冒号24分19秒。我日，凤凰！叶云看着慢慢出现在四周空中的虚影，懵了。第7章都是畜生。砰！虚影刚石化，几十道火球如同流星一般冲向小黑，顿时带起一片火星。负1 miss， 气势很足，输出很爽，不破防啊！对此叶云相当满意，顿时对着小黑就来一个治疗术。我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本职工作的。然后再次将剩余的152点属性点点在生命值上，这样黑蚁的生命值直接就达到了恐怖的5580点，哪怕站着让这些凤凰打，也可以扛6轮。而叶云自己的生命值也达到了3720点，4级3720的生命值，还是个牧师，想想让人也很绝望啊。怪物长明都尉蓝将，等级6，生命值400，攻击法180-195，物防60，法防76，敏捷度8，速度不错，攻击范围100码。技能1，火球，运用自身体内能量对敌人造成130%伤害 ，CD 15S。备注：原为丰乐村民饲养的家鸡，因受到需要什么？又是无脑的开始。因为这次有了黑蚁的帮忙，速度比之前快了近半10几分钟的时间，就让1000只的长明都尉饮恨长眠。而把全部都尉斩后，叶云的等级达到了5级加经验值22%的经验，实在是升级需要的经验值越来越恐怖了。5级到6级需要足足15万的经验值。系统提示：神城任务正式开启，第3波怪物出现，时间剩余3冒号58分46秒。这次的怪物是7级的务工蓝将，萌！不论是卖相还是名字都非常唬人，实力比长明都尉更是高了不少。但是看过后面的备注之后，哪怕经历了前世3年游戏洗礼的叶云都要崩溃了。原因无他，这一群怪物就是特么汪汪叫的犬类生物。叶云表示相当无语，不知道爱狗人士看到我屠杀这1000只的狗，会不会骂我屠杀小可爱？但是看看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哪里可爱了？1000只的萌
在叶云和黑蚁的暴力攻击之下，只支撑架20分钟，让叶云的等级堪堪提升到6级，升级所需的经验简直多得令人发指。想想那种传说中的大佬，从游戏开始就刷9级，也足足刷了24小时。前世的自己更是足足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才升到10级，里面的苦只有自己知道，说多了都是泪。等级提升到6级后，叶云的自由属性点再次累积达到768点，每升1级就相当于花了3800万购买的属性点。天赋如此，没办法。叶云不知道的是，此时他那篇充满诱导性的帖子彻底爆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新闻用不同的语言都在播放这帖子中说的内容，甚至有不少的节目还请了所谓的游戏达人，想从中破解这个涉及99个史诗级隐藏任务的触发条件。实在是因为这帖子内的加密文件拍卖的价格太过恐怖了，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拍卖的金额高达50多亿，这让还持观望态度的一些大佬，甚至是想要淘金的散人，顿时嗅到了浓浓的商机，顿时无数的新人再次涌入游戏，而各个国家更是加大了投资的力度。因为现在游戏的人数虽然还没达到真正的全民，但是全世界的玩家占比也已经过半了。更为恐怖的是，因为各国新闻的报道，直接让叶云帖子的浏览量高达7000多万人，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过来围观各个大佬豪气的竞拍。可以说，一个帖子不到1天的时间，就让叶云迈入顶级富豪的行列，这让无数自媒体的达人羞愧难当，双眼通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有人的操作那么骚气。想想我们每天熬夜熬到天亮，头皮捋到发亮，累死累活的找素材找创意，1个月的收获都比不上人家一个帖子1分钟的收入。外界风云叶云一概不知，他趁着第4波怪物来之前的5分钟内，抓紧把散落在地板上的铜钱和装备给收集起来，同时随手就在物防和法防上各加了100个自由属性点。没办法，刚刚的怪物攻击达到了200多，已经破了黑蚁的防了，虽然只是造成了1-20点的伤害，但是架不住怪物的数量多啊，哪怕一次只有3-5只的数量，再不加强防御，叶云可不敢保证黑蚁这家伙会不会中途挂了。再说，没必要留着那么多，有个500点备用足够了。第4波怪物是叫胡然军师，是羊变的，属于8级蓝江级别的远程法攻怪物，虽然看着比前面3波的怪物瘦弱，但是属性却是相当爆炸，防御180加，生命值1100，法攻更是达到260加。这要是小2的5人小队，面对一只都会团灭。为了继续达到秒杀的效果，叶云多花费了100点自由属性点给攻击。第4波完了后，经验条才达到 35%， 升级之路漫漫。系统提示：神城任务，第5波怪物出现，时间剩余2冒号38分46秒。特别提示：危险！终于第5波来了。看着满地的虚影，叶云也算是知道了这个任务坑死人的尿性了。武功、法攻轮流上阵，还特么的防御和输出都爆炸。任务开始后还不能用金币直接购买属性点提升，试问没有前期花几个亿购买属性点，再合理的加点，哪个家伙能完成？虚影实话，这特么的玩得有点劲啊！只见一只只的紫色的牛头怪物紧紧地盯着站在广场中央的叶云，甚至距离近点的已经提着头大的斧头冲锋过来。叶云赶紧让小黑顶上去，负856，负112。牛头怪在小黑的攻击之下，仅仅只是打掉了40%不到的血量。要知道前面都可以秒杀喜羊羊的呀，而且直接带走小黑近百的生命，要不要那么变态？怪物牛魔王分身子王，等级9，生命值1314270，攻击物373-416，物防269，法防236，敏捷度7，速度不错，警戒范围100码。技能1，冲锋，36码范围内对一名敌人发起冲锋，造成110%伤害，10%的几率造成对方 ES 眩晕 CD 10S。2，分尸，对一名敌人攻击，从上而下，一斧两断，造成120%伤害，10%的几率造成撕裂，造成每秒10点生命值下降，持续5秒 CD 15S。王级 BOSS，1000只王级 BOSS， 有所心理准备，但还是惊呆了。叶云敢发誓，我上辈子3年时间击杀的王级 BOSS 都没有超过10头。系统提示：越级击杀牛魔王分身获得经验值340，巨量的经验值让叶云打了个哆嗦，赶紧给勤劳的小黑一个治疗术犒劳。为了经验值，干了，反正不干也不行，反正最后一波了。1000只王级怪啊，想想就浑身燥得很。不过叶云很快的发现了这些紫色 BOSS 的猫腻，因为这些怪物虽然实力达到了王级，但是却没有 BOSS 特有的智力，这些游荡的怪物智商明显不在线。管你牛魔王还是猪八戒，反正都是特么畜生。叶云一下将剩余的属性点全部给到攻击上，
神特么0.8的系数，老子有 X 你的天赋。第8章，佛海沙粒，输出够高可以秒杀，那效率就可以大大的提高。而且叶云对于自己的操作也是相当自信。负2913，这是叶云的对牛头怪的伤害，直接秒杀。系统提示：越级击杀牛魔王，分身获得经验值340。负2154，这是命兽打出的伤害。小黑实在是不给力啊，就差那么10几点的血量，你就可以达到秒杀了。看着黑蚁攻击的那只牛头怪顶上一碰就碎的血量，叶云吐槽，连治疗术都懒得给个。有那功夫，他都有个340的经验入账了。王级怪的警戒范围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怪物，所以叶云只要攻击某一只，就会有10几只汹涌过来。这时候黑蚁的坦克属性终于发挥出了该有的作用，虽然防御还不如自己，但是皮厚啊。只是每杀个7、80只，黑蚁就会光荣牺牲一次，这就大大的破灭了叶云快速刷怪的梦想，只能在小黑复活的5分钟里自己顶着，彻底打破了他站在祭台上的舒适生活。只是每杀个7、80只，黑蚁就会光荣牺牲一次，这就大大的破灭了叶云快速刷怪的梦想，只能在小黑复活的5分钟里自己顶着，彻底打破了他站在祭台上的舒适生活。虽然等这些牛头怪近身的时候只有5、6只，而且对于叶云的伤害也就10几、20点，但是叶云的游戏登录戒指可是带有100%的现实痛感的，所以为了少受点痛苦，叶云不得不开始走位，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将所有怪物清理完毕。叶云的等级顺利的达到了7级，离8级还差97%。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第5波怪物成功，你已经成功引起了佛杀注意，空间将在5分钟后彻底封闭，玩家可在这5分钟内清理怪物掉落物品。5分钟后，玩家所有消耗类道具和自由属性点将被冻结。卧槽，不是完了吗？叶云一脸懵逼的冲出去，开始打扫战场。紫色怪物虽然没有真正的王级 BOSS 爆率和良率那么可人，但是相对于蓝将级别的不要好太多。整场下来，金币足足就有200多，2件绿装，1件蓝装，可惜都有职业限定，不是叶云的菜。银芒铠甲蓝，生命值加70，物防23-31，法防27-35，使用等级8，职业限定血蛮守卫。这要值多少钱？够不够我半年的要钱？看着手中蓝色装备，叶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要知道自己身上除了手上的猪腰权杖是绿色的之外，全都是只是增加1到5点属性的白板，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叶云将自己能穿的装备换上，不能穿的白板装备直接扔了。因为游戏的包裹空间只有10格，安神剂和气血丸就占据了2个格子。出去了一定花钱把自己的背包扩大，要不然和自己的身份都不对等啊。系统的包裹新手只有10格空间，如果想要更多就得花费金币，每扩充1格就得10万金币。如果不愿意花费金币也行，偶尔也可以获得一些扩充包裹的道具，比如破空钉。系统提示：佛杀即将达到，封印倒计时30S，请玩家做好准备。特别提示：极度危险。叶云还在纠结应该装备的去留，系统的提示声音响起。叶云一愣，快速的将自己刚刚升级的获得的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攻击上面。因为攻击有天赋赋予的额外320%加成，这比加别的属性都强太多了。5本一粒沙，河源被佛度。一名和尚突兀地出现在叶云身前，双手合十，身具佛光，在他身前1米处插着一根金柱佛杖，一身金色僧袍，面色祥和地看着叶云，让人一看心生敬畏。特么的，我就是我们这些玩家充值了那么多金币都哪里去了？原来都给你们剥削了。叶云看着浑身金光闪闪的和尚，顿时就是气不打一处来。一个未入门之人竟然屠戮了5000门生，看来施主与我佛有缘。和尚看着叶云，脸上一会发怒，一会慈悲，让人看不出他的心情。有缘，确实是挺有缘的。小黑上！叶云看着和尚头顶金光闪闪的名字，就差流口水了。金色的黄级 BOSS 啊！前世3年时间自己就特么杀过一次，还是截胡别人的，被人足足追杀了1个多月。负1625，黑蚁还没靠近佛杀，就被佛杀一指冻伤。爆炸性的伤害值让叶云侧目，甚至叶云还发现黑蚁身上还带有负面效果。负2677，负1198，负28。黑蚁终于近身了，直接给佛杀造成2677的伤害，但是黑蚁自身的生命值仅剩下2700多点。怪物佛杀金黄，等级10，生命值73039980，攻击法1527至1641，物防876，法防1135，敏捷度7，速度不错，警戒范围120码，
技能1：兰花一指，50码范围内对一名敌人发起攻击，造成130%伤害，30%的几率造成对方5秒致残，每秒损失1%当前血量 ，CD 10S。2：佛海无边，辅助类技能，对自己释放，每秒恢复2%气血，对敌人释放，每秒造成3%气血伤害，持续5秒 ，CD 25S。3：金刚怒，血量低于30%时，挡下致命一击，激活金刚佛体，双防正30%。简介：佛沙原本是佛海之中的一粒沙子，据传被佛主赋予生命，镇守丰乐村的诅咒秘境第1层。特别提示：佛沙和佛家因果极深，玩家击杀可能会与佛家沾染因果。卧槽，百分比持续伤害型的 BOSS， 特别是第2个技能，哪怕那些大佬都要头痛。可攻可守，可甜可咸，简直是太逆天了。而且10级的 BOSS， 而且还是典型的血高攻高，而且防御也高。叶云敢打赌，10级之前想要拿下这个家伙，没有充值个10几亿都不要去想。果然，这时的佛沙手中佛杖一提，一道绿光在他头顶亮起，绿得让人发慌。加200，简直就是没有天理！我特么的治疗术才3点生命值恢复，5秒下来才恢复15点。叶云呻吟一声，然后对着这个光头佬就是一个平 A， 再让这个光头强来2下，小黑挂了不说，他的血量都特么要恢复满值了。如何对得起马上又要牺牲的小黑同志？负3180，负2820。叶云只出手了2下，加上小黑的2下，就直接让佛沙跪了。30%的双防在天赋面前就是个笑话。没有想到一人之中竟然有如此天选之才，可惜这丰乐神城的诅咒不是你一个艺人能够解决的。佛、妖、魔、仙、本佛期待你究竟会是哪片大海中的沙粒？佛沙盘坐在地，血染金袍，看着叶云，会不会成沙粒我不知道，但是送你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什么佛魔，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叶云走过去，看着他冷冷的说道：特么的，还不快死，我好捡收获呀！哈哈，可惜呀！佛沙仰天而笑，而后轰然爆裂，鲜血溅满了叶云一身。系统提示：玩家击杀黄级 BOSS 佛沙，获得经验值15万，获得金币760，装备金蝉鼓杖，史诗金蝉念珠，史诗升级卡 X1， 金蝉鼓杖，史诗法攻165-211，使用等级9，职业限定法师、牧师、佛陀，属性有一定几率造成200点额外伤害。金蝉念珠，史诗法攻加68，法防加100，使用等级9，职业限定法师、牧师、佛陀，属性具有安定心神的作用。金蝉套装属性：2件装备生命值加300，3件装备法攻加100，4件装备法攻加200。史诗装备还是套装的，这简直就是前期装备中的神器啊！我特么要发了。叶云手握2个装备，心神颤抖。没错，这货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能不能穿，而是可以卖。升级卡使用之后可以提升1个等级，限定10级以内。系统提示：恭喜你成为第一个击杀10级金色 BOSS 的玩家，请问玩家是否进行全服公告？否。低调，低调。金色 BOSS 具有唯一性，击杀金色 BOSS 玩家可选择是否进行公告，而击杀最高级别的红色 BOSS 则必定会全服公告，玩家只能选择是否匿名。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这规定是时间内完成神城复苏任务1，奖励丰乐村收入 5%， 丰乐村铁匠铺1座，任务领取大厅1座。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诅咒秘境第1层控制权限，玩家是否将秘境公开？系统提示：玩家当前等级不足，等级提升到10级后将自动激活深城复苏任务2分。第9章多加4个0。接连的系统提示让叶云笑颜如菊花绽放。一趟副本之旅，等级直接上了7级不说，实力也大幅度的上升，不膨胀都不行啊！叶云身影退出了秘境，再次出现着村口。诅咒秘境即使就是类似于副本，虽然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变态，但是副本怪物的数量、经验和爆率都远远的高于外面，所以这个一旦公开开放给玩家，那火爆程度可想而知。公开秘境，每人次进入收费15个金币，设置在村口。叶云笑着将秘境公开，再次多了一门赚钱渠道，心情异常美丽。整个新手村20几万新人，只要有1半人来一次，那就是100万级别的收入啊！虽然才相当于10几个属性点，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看着村口不远的副本之门，叶云屁颠颠的找老王去了。他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去铁匠铺看看，这也是他的产业啊！哈哈，少侠果然是天赋异禀，实力逆天之人啊！叶云还没到村长罚站的地方，
就看见村长大包小包的提着，对着自己激动的挥手。卧槽，老家伙这是干嘛？不会是跑路吧？村长，你这是干嘛去呢？叶云看着村长左手挎着水桶，右手抱着被褥，后背还背着个包裹，不由得眉头直跳。标准的打工人，打工魂，这不是托了少侠的福吗？现在我也算是有办公室的人了，以后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走走走，去我的办公室瞅瞅。老王异常亢奋地说道。这话让叶云有些发懵，他不记得有这个奖励啊。一边想着，一边跟着老王走。在整个丰乐村的中央区域，一座2层楼的木屋突兀地建立在那，四周100米范围空空荡荡的。木屋的一层大门处写着任务大厅，里面有3个工作人员正在服务台前忙碌着。这个刚刚成立的大厅一刻间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而里面的木质楼梯处挂着一个巨大的木牌，上面写着村长办公室，字体歪歪斜斜的，不是很好辨认，还是有些简陋啊。叶云看着整个任务大厅，有些感叹地说道，不过比之前李大娘药店那种茅草房就要好很多了。是啊，不过现在整个村子因为你们一人的降临热闹了很多，收入也上去了，到时候花些钱可以把这些建筑升级的。等你掌控整个村子的50%控制权的时候，这些你就可以直接操作了。老王看着整个室内却是无比的满意，甚至还带点激动。说者无心，叶云却是心中一动，这意味着自己以后最少可以获得这个村子50%的收益啊！这得是多大的利益！而且别看这个村子现在这个样子，只要少侠你一直完成任务，甚至到后面升级成城镇、城市、主城，甚至是神城，也不是不可能。老王拍了拍叶云的肩膀，一把提起放在泥地板上的水桶，吭哧吭哧的上楼了。轰！尼玛！这块大饼画的好大，但是我好喜欢。升级，今天必须升到10级。叶云瞬间连去看铁匠铺的心思也没了，一个破茅草屋有什么好看的？叶云一边走一边打开天道的论坛页面，他想看看自己第一个被天道置顶的帖子收入如何了。要知道4个小时前这个帖子发表2个多小时就给自己带来了300多万的收入，现在又过了4小时，想必应该也不会太低吧。然而，卧槽，个10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3432万，奶奶的，一套小别墅！叶云揉了揉眼睛，抹了一把额头的虚汗，有些心虚的看着那一排排数字。而那篇史诗级别的攻略文件拍卖已经达到了52亿，后台999家的信息让叶云有些头晕。我要发财了，我要飞了！52亿，哪怕前世3年时间的累积也没有这个零头啊！冷静，冷静，我可是有价值6700多亿 X 级别天赋的存在，这都是小钱而已。哪怕前面3年的经历，此刻叶云也有些燥热。叶云再次开了一个新帖，出售9级史诗级2件套装，属性炸裂，浏览付费1毛钱一次，附带属性截图。人家摄影师一张照片几万块，我这才1毛钱，不过分吧？果然是生财要有道。上辈子叶云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离开新手村，而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充值，而后就像是开挂一般，3个月充值500万，4个月1000万，1年的时间，叶云从这个天道论坛足足捞了1个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小目标。要不他的排名别说全球前3亿名，就连50亿都不一定能进去。而这全靠这种帖子的生财有道。练级去，练级去，明天买别墅去，我要面朝大海，我要春暖花开。叶云直接将帖子收入的3532万直接提取，加上原来的金币，留了100万扩充了10个包裹，剩余的全部购买了344点自由属性，作风异常的豪横。钱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是想想3年后，叶云还是觉得自身实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现在的叶云输出不能说是够牛了，但是10级之前是足够用了。而且作为一个药罐子，在这个游戏前期的几个月还是需要多加休息的，所以他将全部的属性给了生命值，这样他就可以让小黑给自己干活了。下次可以考虑给他多加几个治疗术。角色剑命，等级7，职业牧师，命寿黑蚁物，生命值7160，真气值30，法攻1028加22 31，物防346加15，法防402加21，天赋 X 级，自由属性点0，天赋技能点金，全符为1，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金1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剩余 CD 11.3H。备注：每次使用后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高于自身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1，治疗术，初级，为一名盟友，恢复生命值 3S， 持续 5S， 真气值消耗3 CD 10S。命寿黑蚁物，生命值10740，攻击822，物防276，法防321
技能5。一番操作后，小黑的血量直接过万，加上他的防御值，虽然装备属性的加成对小黑没用，但是就本身靠着叶云的属性，小黑在新手村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这属性值都快赶上上辈子自己1年多的努力了，而这次仅仅不过1天不到的时间，就是不知道到达10级之后会激活什么样的技能。走，副本刷怪去！叶云意气风发，引得周围人一阵白眼。此刻，村口不远的诅咒秘境1层的入口处，不过半小时的时间就聚集了几千名玩家。小队找牧师或者医生，要求等级5级以上，会常规操作，费用自己承担。5级全防御加点守卫找队伍，已充值200块，需要的赶紧了呀！特么充值200块，你还不如不充值呢。老子6级全血加点血蛮，自带全套白装，是充值了15万的大 R。副本前宽阔的地面站满了人群，整个区域聊天频道如同菜市场一般。叶云没有理会几十条的组队邀请，直接挤开人群进入了副本，和这些货一起，感觉有些拉低了自己的格局啊。充值15万那叫大 R 吗？多加4个0在，和我说话。第10章50万的水漂。再次来到秘境1层，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只是怪物成了普通的5级怪物，整体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了，经验值也只有25点，但是很外面一直只有15点经验的5级野怪相比，简直就好的不能再好了。7级提升到8级需要足足100万的经验值，需要的经验值简直让人绝望。不过有这个副本在，可以说只要这疯了村的新手，等级的提升速度会快上很多，只是要花费不少的副本费用就是了。第一轮1000只的数量对于现在的小黑来说太简单了，一人一兽根本就不担心被这些家伙围攻，直接全力输出，短短9分钟的时间就全部清除，几乎1秒2只的速度，比那些队伍的速度快了何止几倍时间。然而叶云却是相当的不满意，主要是太无聊了。前面3年的法师生涯，他都习惯了群刷野怪，或者是在高级怪之间风骚走位，现在让他一只一只的平 A， 而且全部还都是秒杀，简直就是浑身难受。这就是无敌的寂寞吗？平均一轮用时9分钟，前面5轮加上等待时间，花费了足足70分钟，而最后一轮的蓝色 BOSS 花了不过3秒钟时间。叶云总的看了下，总共获得28万的经验值，自己离升级只差了2万经验值，远比在野外的收获好多了。叶云连续刷了2轮，顺利的升到了8级，时间也到了傍晚6点。叶云将384点的属性点再次全部给生命值，血量直接破万，达到了11000。小黑就更恐怖了，血量直接达到16500，可以说小黑自己都可以单刷这个副本了。直接再次进入秘境后，直接将小黑设置成自由攻击后，就直接心神退了出来，直接挂机了。有宠物的也就只有这么个好处了，下线了可以让他刷怪。砰轰，卧槽，这是地震还是拆迁了？叶云才刚刚退出游戏，就感觉墙壁一阵震动，伴随着打砸声响从隔壁传来，顿时让原本心情美丽的叶云感到异常的不爽。虽然这楼不是多么美观，但是隔音绝对很好，这么大的震动，这特么是要拆墙吗？叶云怒气冲冲的就跑了过去，特么没看出来啊，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那么没素质呢？不知道我是病患，需要安静的吗？你特么有病！隔壁的门虚掩着，叶云直接一脚踹开就开骂，只是看清楚屋内的情形后，生生的停住了。这特么遇到黑帮了！客厅内，自己的美女邻居瘫坐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2名身着西装的大汉将一个看似学生的家伙按在茶几上，还有一人则拿着一把菜刀正将在半空。几人看着怒气冲冲跑进来的叶云，一时间有些发懵。而叶云更是懵逼，看着整个客厅到处散架的家具，脑海中闪过几种念头：绑架勒索还是入室 QJ？ 小子，你是什么人？拿着菜刀的人看着叶云，提着菜刀冷冷地看着叶云。这时跟他没，丁仪看着他，想要为叶云辩解：姐夫，姐夫救我呀！他们想要砍我的手，我再也不借网贷了，真的，我发誓。丁仪的话还没说完，被压在茶几上的少年却是嚎啕大哭。这特么的怎么解释啊？哦，你是他的姐夫，那就好办了。那人看着叶云咧嘴笑了，走了过来拍了拍叶云的肩膀，同时心里也暗自吐了口气，哪怕混黑犯法的事能少干一件是一件不是。姐夫，我是住隔壁的邻居，你们这动静太大了，我就过来看看。看着眼前笑得和颜悦色的小哥手中的菜刀，叶云身体一抖，哭丧着脸说道：邻居？西装男一愣，然后转头就给喊姐夫的少年一脚。卧槽，这孙子还敢骗人！老子今天就把话撂下，你特么今天不还钱，你的手老子剁定了，你姐等下老子就拉走，直接给我去皇朝上班抵债去。哥，大哥，你就饶了我吧，3天，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把钱给你们。姐，你那有多少钱先给他啊？你难道真的要看你弟弟被他们砍手吗？少年吓得有些歇斯底里的喊道，
一股液体在他身下流淌。叶云可不管这些，特么的太吓人了，赶紧先撤。钱？我哪还有钱啊？工作给你搞黄了，妈那里都还等着钱救命呢。丁仪趴在地板上流着眼泪，要不你去卖，你那么漂亮，肯定可以得到那些有钱人的喜欢的，只要1、2次就可以帮我把债还了。卧槽，果然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别说是叶云了，就连催债的3个精神小伙都被少年的话给惊呆了。而丁仪更是一脸错愕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他想不到这种话会从他的口中说出来。大哥，你看我姐姐漂亮吧，让她陪你1夜，她还是个邹，债你给我缓1周时间，1周内我肯定把这债给还上，你相信我。少年此时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开始口不择言了。尼玛，老子实在是受不了你这个二货了。叶云虽然现在体弱，但是前世经历那么多，也没有像这个傻子这般做出如此之事。这傻子欠你们多少钱，怎么就将他逼成这个样了？叶云有些好奇地问那拿菜刀的人。也不多，欠了钱花网贷3万块，利滚利什么的加上去5万左右，这不他们找到我们帮忙催债呢。那拿菜刀的大汉也有些无语地看着少年，这年头他们干这种的事也不敢做得过头了，要不2头不讨好，搞不好还会犯刑事，所以他们也就吓这家伙，如果实在不行，他们网贷平台会走司法程序。5万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如果换做前世这个时候的自己，别说5万，3餐都难果腹。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富的富死，穷的穷死。叶云打算帮这女的一把，谁叫自己是个圣人呢？就是个圣人。不过叶云看着面如死灰，身材婀娜多姿的丁仪，心里有了些想法。哎，美女，你说你现在没工作，要不给我工作如何？你这债我帮你还了，后从工资里面扣。可以，只要你帮我们还了债，做什么都可以。少年一听，顿时眼睛一亮，也不管浑身的尿骚味，就将丁仪推给叶云。叶云没有理会形如畜生的人，而是看着丁仪，只是丁仪面上毫无一丝表情，满是死灰之色。尼玛，就当大爷发善心了，打发乞丐了，就是特么有些心疼啊。叶云不再理会满脸兴奋的少年和目光呆滞的美女，拉着菜刀哥一边帮他还款去了，然后一脸淡然，内心无比纠结的回去了。特么，我感觉自己比王公子还豪气。第11章给绑住了。简单的吃过晚饭，抽空上天道看了下小黑在副本中的进度，顺带给了一个治疗术作为奖励。叶云再次退了出来，登录了天道的官方论坛。天道开启21小时59分42秒，全球玩家氪金总金额突破20兆，天道怪物爆率提升 0.2%。天道开启22小时12分14秒，登录玩家人数突破20亿米元，同时在线人数突破8亿。天道将在5天后开始联通金币电子支付，各大商家可自行查看申请。官网的首页3则大大的公告异常的醒目，平均每人充值金额1万，折合华币7万。无数人看着官方公告的数据，头皮发麻。22小时的时间，一个游戏的充值金额快要赶上米国的1年 GDP， 要不要那么夸张？3个新闻每一个都是重磅，特别是第3，直接影响到了现实的货币交易和金融体系，对于民生的影响可是无比的巨大。叶云对这些不感兴趣，他找到自己的2个帖子。那任务攻略拍卖已经结束了，浏览量从下午开始只涨幅了600多万，攻略被一名匿名玩家以103亿的价格给拍走，扣除 10% 的费用，叶云收获92亿7600多万。拍卖装备的帖子中的拍卖还在进行，金额已经高达2000多万，都够购买200多点的属性了。浏览人数更是高达4000多万，直接给叶云创收400万，92万8千万。就这样进了叶云游戏中的包裹，让叶云感到一阵不真实。就这么一下就达到了前世的歌的凹槽了，而且还是持久性的那种。逛了会天道论坛，叶云还发现了几个帖子，特别是一篇叫福布斯联盟长老会招募书的帖子。这个帖子不需要付费浏览，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让全球震惊。按照里面的内容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长老会和核心成员的组建与资格审核，一部分是长老会和核心成员的会费利用与对于联盟未来发展的概述。长老会成员资格，福布斯排行榜前50名，目标人数20，每天需要上交100万会费。核心成员资格，福布斯排行榜前300名，目标人数180，每天需要上交20万会费。会费的使用由长老会投票决定。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豪哥集中营，一旦成立，对于整个世界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哪怕排名靠前的几个国家也都要忌惮3分。看完这个招募书，叶云深吸一口气，手指微微的颤抖。这个招募书的发起，意味着天道真正的大时代将要开始，接下来各个国家内的大型企业都会纷纷效仿。前世的自己就是在国内各大媒体、各大财阀的电视招募书下才进入天道的，再次进入游戏，
小黑已经把副本再次通关了，正在偌大的溶洞内发呆，经验值也达到了8级34%。还有6个小时就有大佬会通过任务离开新手村。按照叶云现有的速度，如果只是靠刷怪，显然是追赶不上。不过叶云手上可还是有一张升级卡，只要叶云自己不偷懒，时间是妥妥的充足。6个小时还需要132万的经验，一次副本27、8万的经验需要5次。不得不再次吐槽这个让人蛋疼的经验需求。无聊，他从没想过这个自己前世玩了3年还乐此不疲的游戏会是这么的无聊。终于在深夜11点之前，叶云等级提升到了9级。呼，他大爷的，太难熬了。叶云直接使用升级卡将等级提升到了10级，然后匆匆忙忙的就冲到老王的办公室。游戏内的夜晚，村子里面一样灯火通明，在线的人数比之白天多了不少。此时的任务大厅门外接任务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叶云好不容易突破层层人群才进去。什么？少侠要离开我们村，前往琉璃城？这……老王听到叶云的来意，顿时有些为难的看着叶云。怎么了，村长？看着老王的脸色，叶云顿时有股不好的预感。这个借命少侠啊，你不是领取了我们丰乐村的神城复苏的任务吗？这个任务是会有点羁绊的。羁绊？这和我离开我们村子有什么关系？作为任务的执行者，只能和任务目标相同等级的城镇来往。我们丰乐村现在还属于村级，所以村长看着叶云，小心翼翼地说道。也就是说，我们丰乐村还没有升级到城镇级别，我就只能在各个新手村流转。叶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老王，心里面突突的。新手村的面积很大，甚至比之现实当中的一个市级划分区域都大，而新手离开新手村只能找到村长要剑轴，激活村子中心广场的传送阵离开。看着点头的老王，叶云忍不住心酸，这特么的把老子都差点逼哭了。系统提示：布勒斯村玩家贝斯突破10级，并且第一个离开新手村，特别奖励自由属性100点。一连3次的系统提示让叶云无比吃味。特么的，1000万又没了，一天损失了1050万，也是牛了。这个游戏的世界什么都是头等香。第2名是没有奖励的。看着黯然离开的叶云，老王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只能叹息。传说级别的任务哪有那么简单？1楼的任务大厅哪怕有10个服务窗口，但是来接任务和完成任务的队伍也排到了门外，每一个队伍都有几百号人，比现实春运都可怕，可见这个游戏的火爆程度。嘿，哥们，看你从村长办公室下来，怎么样？上面能领取任务吗？一些人看到叶云从2楼下来，顿时围上来问。特么的隐藏任务，任务奖励1件绿色装备。叶云怒吼一声，直接挤开人群跑了。卧槽，隐藏任务，冲啊！听到叶云的怒吼，几百号人顿时一愣，然后嗷嗷地冲上木质楼梯，瞬间将整个2楼和楼梯挤得爆满。特么，老王在楼上听得清楚，吓得一个机灵，起身就想去把门关住，可惜他的速度如何比得上如狼似虎的玩家。都特么别挤了，村长，我先来，有什么隐藏任务赶紧给我，我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一个身高超过1.9米，体重目测280的壮汉一把挤开人群，对着老王喊道：你特么别挤了，老子脚够不着的了，老娘都要爆了，大爷，你手没地方放我忍了，但是您老能不能别那么明目张胆的又揉又捻的？一位女玩家扭头看着身侧的老年玩家，怒斥：刚刚谁的手乱抓的？被别我知道，么么比的，疼死哥了！一少年憋红着脸，身子使命的往前攻，场面极度的混乱。一块几百平的地方，怎么可能挤得下那么多人？我这算是被囚禁了吗？叶云看着摇摇欲坠的木楼，脸色相当不好看。不能离开新手村，意味着城镇、城市、主城中很多自己知道的特殊任务 ，BOSS 都会和自己无缘，那自己前世3年的经验就无用武之地，这如何对得起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能离开新手村，那自己怎么升级？靠着刷新手村里的10级怪。系统提示：你有2个邮件未接受。系统提示：神城复苏任务2分激活，请玩家自行查看。终于，第12章，职业黑丝保姆。系统提示：恭喜玩家领取丰乐村昨天收益 5%， 共计97589枚金币。系统提示：恭喜玩家领取诅咒秘境1层昨天收益，共计323805枚金币。可以啊，这新手村20来万玩家竟然一天有将近200万金币的收益。要知道，今天才是游戏的第1天，而且这个丰乐村也就单单靠一个药店支撑着，后面自己完成了任务后才多了个铁匠铺，能有如此多的收入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身怀巨款，但是叶云不会放过每一个金币，因为前世做了一世的穷鬼，那种苦他懂。神城复苏任务2，诅咒秘境2层的尽头藏着一片破碎的遗失之地，
那里封存着一枚启天秘池，请玩家在12小时内获取启天秘池，进入秘境开始计时，可进入次数1。特别提示：秘境内怪物实力强横，玩家自主评估，任务失败，任务永久取消。完成奖励：1. 丰乐村收入 10%， 每日24点过后自动发到玩家邮件中。2. 丰乐村随机商业建筑和非商业建筑各一座，启天塔一座。3. 诅咒秘境2层控制权限，任务不需提交，完成自动获取。启天塔，叶云眼睛一亮，这可是所有城市的中枢啊！只要自己掌控这个新手村的 60% 之后，就可以利用启天塔对于新手村的各大建筑进行升级。到时候这个村子很快就可以升级成为乡镇、城市乃至主城，那样自己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最起码自己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职业技能没处学习了。看了看时间，叶云退出了游戏。他有些惊奇地发现，前世要是自己搞到这个点没睡，估计直接进医院了。熬夜伤肝，何况自己还是个肝癌患者。难道游戏的实际影响其实是在天道运行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叶云皱着眉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自己势必需要加快自己的进程，快速地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自己至少可以早点脱离病痛。第二天早上9点，叶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你有事吗？叶云看着门外的丁仪，有些吃惊，这娘们昨晚不是连夜搬走了吗？这是回来干嘛？带着自己的5万块跑路不香吗？这个是借条，谢谢你昨天对我们的帮助。要不是你，昨天我估计……丁仪有些尴尬，看着只穿了个裤衩的叶云说道，甚至还对他深深的鞠了一躬，只是叶云怎么感觉都是怪怪的。行了，没事了就成。叶云随手接过借条，特么的，看来这5万块跑不了了，原本的困倦瞬间变得精神十足。你昨天说的让我给你工作，请问是不是真的？丁仪低着头说道。叶云一愣，自己昨天有说过这话吗？不过想想也是，天道开启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无数的财阀、大型企业转型往天道而去，这就造成了大批人员的失业，而服务行业的冲击更为明显。叶云愁了，我就一个宅男，我能有什么工作？自己都是无业游民。不过转念一下，自己现在身子骨还虚弱，而且3餐不是外卖就是下馆子，而且现在自己有钱了，请个人照顾自己应该相当合理的吧。叶先生，你放心，我之前是 Tenji 集团的宣传部组长，毕业于西京大学。看着叶云犹豫的表情，丁仪赶紧自我介绍道，我最近身体比较差，就是想找个能照顾我的，比如拖地买菜、洗衣做饭那种。神特么的西京大学，神特么的集团高干，给我有用吗？那你……丁仪看着叶云，顿时又不知所措起来，这是找保姆还是找媳妇？还需不需要加上一条暖床？丁仪犹豫了，自己堂堂一名硕士，竟然干保姆的工作，这说出去都没人敢信。而且做保姆的工资和自己之前的8万一月差好多的好吧？工资的话，我可以给你每月5万，前提是厨艺不错。丁小姐如果愿意的话，到时我愿意。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丁仪不等叶云话说完就赶紧答应了，看着叶云那张有些尖嘴猴腮的脸，满面潮红。现在市场受到天道的影响，工作不好找，如果自己不赶紧找到新的工作，别说还叶云的5万块钱，自己连吃饭的钱都不知道哪里找。先给我买份早餐吧，我洗漱下。叶云赶紧躲进了卫生间，看着有些裂纹的镜子里的自己，么么的，就这么要多养一个人了。老板，我没钱。丁仪很快进去了角色，虽然叶云住在这个环境一般的地方，但是借自己的5万块是实的，大不了这1个月当是还债了。叶云一听，赶紧赚了5000块钱作为预备金。这娘们不会是回来继续套路我的钱吧？工作没做，先要了我5000。叶云洗漱后将电视打开，这是他前世养成的习惯，虽然那时候那个电视只是二手市场上淘来的。此时的电视中关于天道的各种新闻简直就是铺天盖地，就连击杀野怪的技巧也有无数的人观看。而网络直播平台更是如此，什么女主播妖娆多姿的舞姿，什么带货主播的亲人们家人们，几乎沦为边沿地带。10几分钟后，丁仪提着早餐回来了，还买了一些的蔬菜和鲜肉，只是他那高冷的表情配合细小高跟和半透黑丝，让叶云看得一阵发呆，甚至让叶云一股热气直冲下喉。可耻，太可耻了！好歹哥也是前世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这种忍耐力肯定有的。叶云屁股微微后抬，走过去接过丁仪手中的早餐，赶紧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埋头狂啃。特么的，4年大学，1年躺在医院，鬼知道我在学校看着自己的校花前任，在医院看着那些护士小姐姐是怎么过来的呀？还有豆浆呢。丁仪看着叶云，以为叶云饿坏了，赶紧把菜放到餐桌，将豆浆插好吸管递给叶云。叶云接过那杯黄白的豆浆，心里一阵哆嗦，顿时觉得口干舌燥，异常口渴。
丁仪没有发现叶云的异常，转身看着有些凌乱的客厅，将衬衫袖子卷起，而后开始打扫起来。要命啊！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看着丁仪忙活时不时露出的沟壑，叶云差点没把将手中的豆浆带给挤爆，不由得一口气将豆浆喝掉。第13章秘境2层。最新新闻短报：最近政府大力提倡的全息游戏天道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就在昨天凌晨，全球第一次有玩家D将天赋提升到D级。初步估计，想要将天赋提升到这个级别，需要花费将近14兆的华国币，这引起了全球20几亿玩家的广泛讨论。而这名玩家是我们华国人，这也是这名玩家唯一透露的信息。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对这名玩家释放出来极大的善意，希望这位玩家能和我们政府达成相关的合作。新闻的内容让正埋头啃着小笼包的叶云动作一顿，然后一口一个的将剩余的小笼包塞进嘴里。最近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为了个破游戏至于吗？之前我们集团老板将自己股份变卖了几千万投进这游戏，我都觉得他脑抽风了，现在竟然还有更疯狂的人。正在拖地的丁仪听见电视新闻的内容，不由得抱怨道，他就是这么失业的。然而他根本就不会明白，14兆对于一个玩家而言意味着什么。哪怕是全球最富有的华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也会伤及民生根本。电视新闻特意的播放这个消息，本身说明了太多的问题了。丁仪姐，没事的时候，你也可以进这个游戏玩玩，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哦。丁仪比叶云大2岁，学历和见识或许比自己好，但是对于这个游戏，叶云敢说这个世界没人比自己了解。迟点我也去买个戒指。老板，你也玩这个游戏？真的有网上说的那么邪乎吗？对于游戏，在丁仪的人生观中一直属于玩物丧志行列的。当然，我可是一名职业玩家。行了，我先游戏去了。叶云扬了扬戴在手指上的戒指，然后旁若无人地登录游戏。叶云凌晨2点登录了一次，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最牛逼的天赋技能点睛的冷却时间终于清零了，直接将自己的天赋给提升到了比 X 级更高1级的 D 级，一个在前世也是独一无二高度的天赋等级，独领风骚。这时候自己每提升一个等级所获得的属性点直接达到了768点，是之前的2倍，这让习惯了早睡早起的叶云彻底失眠了。可以说，哪怕没有那90几亿的金币，单单这天赋就足以让前世玩了3年的自己跪舔。天赋等级提升到 D 级，系统奖励了100点属性，因为是第一个将天赋提升到这个等级，系统不仅仅进行了全服公告，而且还额外奖励了500个属性点。D 级攻击额外增幅高达 640%， 哪怕现在叫叶云去干30几级的 BOSS， 他也有十足的信心。不过信心归信心，氪金还是要的。叶云先去天道论坛将史诗套装的拍卖金额和浏览收入领取了一下，再次2483万金币入账，让叶云的财富直接跨入了93亿大关。叶云平复了一下心情，直接大手笔的花费2个小目标购买了3000点的属性点留作备用，又花费了1000万将包裹扩大了100格，这才停止。相比于前世属性点一个一个购买的他来说，一次性消费2个亿简直是不可想象。这游戏太不合理了，那么多的金币存在这也不给点利息。叶云看着剩余的90个小目标，暗自吐槽，要不是惦记着丰乐村，为了长久的发展，按照叶云的性格，绝逼的全部购买属性点了。新手村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虽然开始有个别玩家已经达到10级前往城镇，但是对于20来网的人口基数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新人进来。玩家是否确定前往诅咒秘境？特别提醒，此处秘境危险性极高，玩家进入秘境不得中途退出，请玩家自行确定。进入。有过一次经验了，叶云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很快，叶云出现在一片荒芜的郊外，黑色的土地上到处是巨大的生物骨架，枯藤和腐木，昏黄的天空中漂浮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味。有天，空阔的无边的土地，叶云站在一个粗大的腐木上，极力的瞭望远方，却发现这处秘境根本就是无边无际，这是一片真正的天地，而非第一层那种的副本秘境。前世像这种的地方，叶云也去过，里面的怪物实力最少也是同等级的2倍以上，往往需要中队级别队伍才能刷得动。而像叶云这种开荒者第一次进入，所面临的怪物只会更加恐怖。尽头吗？这么大，怎么找？叶云皱着眉头看着任务的倒计时，不由得有些无语。他不怕千万只的怪物，就怕这种零模两可。太香了，这是人类鲜肉巴特有的味道吗？好新鲜的肉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鲜肉了，孩儿们也该进食了。突然，整个空间像是受到挤压一般，空中充满了压抑感。一道嘶哑的声音在叶云耳中炸响。谁？叶云大惊，声音像是由远及近，但是有感觉就在身后。小子，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孩儿们饿了。巨大的声音没有理会叶云的提问，
而是慢慢的沉静了下去。轰！1里开外，原本看着一马平川的平地，突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山丘，快速的向自己这边冲了过来，黑乎乎的，根本看不清楚什么。么的，怪物搞那么大干嘛？而更让叶云感到悲催的是，不仅仅是自己前方，自己周身这样的山丘足足有5个。叶云指挥小黑顶了上去，自己也跟着小黑的身后快速前进。他可不想被这5个怪物围攻。小黑都还没靠近那团山丘，一道道黄色的光球就打在小黑的身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从他的头顶快速飘起，而小黑的血量也在快速的减少。-88，-92，一个个伤害数值一闪而过，密密麻麻的，速度快的让叶云一阵眼花缭乱。第14章，有些难搞。远程的法术攻击，这攻速有像机关枪一样的吗？这时叶云才发现，这山丘特么根本就是一群妖怪翻涌而来，远远的看着就像一只巨大的怪物一般。一只只不过手臂大小，看着和蜥蜴一般，只是这群怪物竟然是后2腿走路的，怎么看怎么怪。叶云赶紧加上500点的法防，看到小黑身上飘起的一堆 mace 才松了口气。就刚刚那一会，小黑的生命值就点了将近2000点，但是就算如此，小黑的血量也以每秒560的速度快速往下掉。-198，-5670。系统提示：击杀尸蜥妖物，获得经验值720。卧槽，这些怪物太阴了，物攻和法攻双管而下，再次交锋。叶云发现小黑的生命值再次快速的狂泻，虽然没有刚刚那么夸张，但是每次的掉血数量比刚刚高了将近1倍。叶云哆哆嗦嗦的赶紧给自己加了500的物防和2000点的生命值。他很庆幸自己没有过于膨胀，而是氪金了3个亿才进来。在叶云3000点的属性加持下，这些怪物对小黑的攻击都不破防，就剩下一堆的 mace 和快速的1点强制伤害，而小黑的血量更是一下冲到46500的高度，这点强制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算如此，叶云也不敢掉以轻心，谁知道剩余的4个土堆是什么怪物？每个土堆哪怕加起来，哪怕一次伤害只有几百，那也有上千。果然，不管什么时候，下副本一定要有群攻的技能。怪物：尸蜥妖，蓝将，等级16，生命值2700，攻击物或法436-482，物防260，法防300，敏捷度6，速度一般，攻击范围50码。技能1，妖月，自身体内能量对敌人造成130%伤害 ，CD 18S。备注：尸蜥妖为当年征战神城的妖族所留遗物，是妖族圈养的低级妖兽。虽然实力弱小，但是胜在数量庞大，而且攻击多样。16级的蓝将怪物，这个实力简直会让一群20-30级的普通玩家绝望。知道了这个怪物的数据，叶云心里多少松了口气。只要知道这些数据，就能确定该采用的战术。就是这个数量实在是有些多啊！这次可不比上次，这次一次性就出来那么多怪物，而且全部还都是主动攻击，难度简直就是上一次的1000倍万倍。小黑这时已经深陷重围，而外围的一群怪物都是法攻类的远程怪物，正对着小黑时不时的来几道黄色光球。黑哥，对不起了，哥你顶住，我们5分钟后再见。叶云给了小黑一个治疗术，然后绕过一群围着小黑攻击的怪物，开始往更远处跑去，也时不时的丢个普攻，将一些尸蜥妖秒杀。没办法，后面还有4群不知道什么的怪物啊！要是被这群家伙围住，估计自己除了等死，还是等死。很快，叶云就出现在小黑前方的200米开外。200米，这是对于小黑控制的最大距离，一旦超过这个距离，那小黑就会瞬移到自己的脚下。这时4个山丘已经到了小黑周围，顿时化作一只只的怪兽往小黑扑过去。有命兽就是有这点好处，它可以充分为主人吸引周围敌人的仇恨。不知道那么多的野怪会不会一下就把小黑压死？叶云看着黑蚁的防御没破，顿时大大的松了口气，然后往前走了几十米，找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有一下没一下的攻击。系统提示：击杀地蜥妖物，获得经验值830。系统提示：击杀石蜥妖物，获得经验值1060。特么都是蜥类妖兽，难怪看上去长得都一样。4头怪物虽然种族一样，但是等级却是不同。面对一群不破防的怪物，除了攻击之外，生命值也显得尤为重要。就比如现在小黑46500的生命值，哪怕每一轮攻击受到1000多的伤害，也可以撑40几轮。而一来一去，自己这边可以击杀他们将近100只。只要等到小黑快撑不住的时候，自己再跑到200米开外，那样小黑就脱离苦海了。到时候带着小黑放个风筝，血量应该可以恢复不少。加上自己的治疗术，会快上一点吧。防御已经足够了，攻击在地级天赋的加持下也足够了。叶云一咬牙，将剩余的所有属性点全部加到了血量上，
让原本只剩下2万出头的血量的黑蚁猛地再涨了2万多，6万7的血，加上哥的治疗术，可以反杀130只左右。稳妥一点的话，差不多1分钟左右就得转移一次阵地。这时的叶云可谓将猥琐2字给发扬光大到极致，能不自己扛伤害的，绝对不自己扛。别和我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你要是给我个顶级游戏仓，我也可以。戒指的疼痛感可是100%的，那疼痛感是小，影响自己的任务那是就大了。毕竟任务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失败，这个任务将会永远消失。黑蚁的血量很快的下降到5000，叶云瞅准机会，急急忙忙的往远处跑去。而正在对着黑蚁疯狂吐口水的蜥蜴，在某一刻猛然发现，那个被自己和族人疯狂吐槽的家伙突然不见了，让他们一嘴的口水卡在喉咙里，显得异常的难受。失去黑蚁的妖兽群一时懵了，一个个如同无头苍蝇一般，无脑的迈着2只后腿，拖着怪异的短尾巴四下散开。很快发现了200米外的叶云，确切的说是叶云脚下的黑蚁。顿时一只只又是嗷嗷大叫的朝着叶云杀来。这群妖兽似乎受到刚刚那个声音的影响，根本就没有如同怪物的警戒范围一说，只要一经发现，管你是100米还是200米，直接冲杀。小黑此时退出战斗后，高达6万多的血量正以每秒1%的速度快速回血，而想要恢复满血，足足需要100秒的时间。没办法，叶云只能带着小黑且战且走，要不被这些家伙围上了，想走也走不了。这种情况什么走位，什么骚操作都没用。叶云是真心后悔啊，没想到这个任务会那么变态。怪物难吗？没有无德。早知道自己就多购买点属性点，直接将血量堆到几十万，他不香吗？至于找出他们背后的 BOSS 就更不用想了。不说这些妖兽不离不弃的追着自己，让自己没法分心，关键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手。第15章妖族战将月影。远远的看去，叶云在前面带着一只硕大的蚂蚁逃命，身后100多米处成千上万的蜥蜴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来，队伍竟有100米长。小黑，这群家伙比你务正业多了，看看，这才叫群居生物。看看你。对于黑蚁的身份和种族，叶云表示相当看不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巨大的利益，海量的经验，让叶云激情澎湃，将猥琐的境界一再提高。叶云自己都不知道走了几次位，杀了多少怪。终于在某时刻，叶云黄龙缠身升级了。看着剩下零零散散的蜥蜴，叶云直接瘫在地上，特么的，不管了，哥哥腿都麻了。10级提升到11级需要800万的经验值，也就是说叶云在这个鬼地方靠击杀这些可以站着行走蜥蜴升级了。虽然经验不低，主要还是数量太过庞大。系统提示：玩家等级达到11级，命受黑蚁激活技能反射，既杀我万妖，何敢？安敢！叶云还没从小黑激活技能的声响中反应过来，耳边嘶哑的声音再次响起。系统提示：由于玩家过度的屠戮，引起了遗失之地战将月影的愤怒，月影将于5分钟后抵达，请玩家做好准备。系统的提示让叶云哭笑不得，这狗日的任务还真的是一刻也不让人休息啊！叶云拖着麻木的双腿开始打扫战场，剩下的残余蜥蜴由小黑在那顶着，自己只要好好的收拾掉落的东西就好。只是这个时间只有5分钟，注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法一一拾取。看着上千米范围内到处散落的战利品，叶云感到一阵阵心疼，这得被天道吞回去多少钱啊！真特么坑啊！上一世有人说，这种情况下那些战利品不要去捡，这样击杀后面的 BOSS 收获会更大，甚至是前面所有物品价值的几倍。后来那货被全网几百上千万人讨伐，名声狼藉。想到这，叶云脸上闪过一片不自然。当初自己在参加大型副本团战时，为了自己多捡些东西，忽悠他们的，甚至为了增加可信度，还特意到论坛上发帖。免费的，要不会被天道删了。就是你，杀我近万大军，报上名来！一道巨大的身影突然从地面钻出来，站在叶云身前，满脸怒容。来者头生一银色尖角，耳根处长着2条长长的肉须，如同蜥蜴的头部却是多了几分人类的模样。一身银色的鳞片铠甲，配合2米5的身高，显得异常的强壮威猛。怪物月影金黄，等级20，生命值54000，攻击物3485-3573，物防1680，法防2486，敏捷度8，速度不错，攻击范围50码。技能1，胡月斩，自身体内能量对周身10个单位敌人造成145%伤害 ，CD 18S。2，妖刀，以武器自爆为代价，对10码范围内敌人造成180%伤害，每次战斗只能使用1次。3，凝血，当血量低于30%时自动激活，
全身气血回复 15%， 每次战斗只能使用一次。备注：遗失之地西妖统帅，领主楼妖旗下第一战将，实力强横。这财神爷的属性简直就是吊炸天了！虽然技能仅有3个，但是伤害却是高的离谱，而且每一个技能都异常的暴力，特别是第一个，叶云简直就是羡慕妒忌恨。这是典型的高攻高防高高血量的 BOSS， 除了物理防御，几乎没有什么短板。可惜遇上了拥有小黑的自己，皇级 BOSS 想必又有几千万进账了。叶云将已经满血在自己脚下打转的小黑一脚踢了过去，找死！月影看着黑蚁，直接一刀而下，负2980，负298，负3001，负300。卧槽，还有没有天理啊？我的小黑攻击他一次的时间，他可以攻击2次。不过这对月影3位数的伤害是什么鬼？小黑的反射，月影2次攻击直接带走了小黑将近6000的血量，而小黑才堪堪给了他一嘴巴，带走他4405的血量。以为小黑可以成为单挑之王，看来这路还有些远啊。负4878。叶云看着自己比黑蚁强不了多少的伤害，感觉异常尴尬。你说好好的一个近战类 BOSS， 怎么偏科就那么严重呢？一人一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 BOSS 斩于马下，这可比之前面对一群的蜥蜴轻松多了。系统提示：玩家击杀皇级 BOSS 月影，获得经验值150万，获得金币3182，装备追月传说月光战甲史诗，双倍经验卡小 X1， 传送卷轴 X1。这是出传说装备了。叶云看着手中泛着金黄色光泽的武器，眼里充满了幸福。追月传说，务工1285至1376，使用等级20，职业限定战将、剑师、金刚，属性攻击速度正 100%， 务工正 10%。嚯，不愧是传说级别的武器啊！这属性简直了，难怪刚刚那家伙的攻击速度那么快，破千的攻击还带 10% 的额外攻击加成，这简直就是为全输出战士量身定做的呀！如果再加上一个吸血装备，应该可以卖不少钱吧？月光战甲史诗，物防482，法防876，使用等级20，职业限定战将、剑师、金刚、血蛮、守卫，属性法防正 10%， 双倍经验卡小，使用后1小时内击杀怪物获得双倍经验值，不可累积，不可重叠。传送卷轴，使用后将会传送到遗失之地主城城主楼妖府邸，请玩家谨慎使用。有了传说的追月专美于前，对于其他的收获叶云也是精神十足。对于叶云来说，只有能卖钱和不能卖钱之分。作为过来人，他太明白自身实力的重要性了。第16章，领主楼妖。叶云否决了击杀 BOSS 的全服公告，看着已经满血复活的小黑，拿出传送卷轴直接使用。系统提示：你已进入楼妖领主府邸。叶云看着周围的环境，忍不住啧啧出声。只见叶云出现在一个几百平的大厅之中，整个大厅高近10米，顶面铺满了亮晶晶的水晶，装饰可谓是富丽堂皇。一个巨大的身影端坐在大厅的中央的石椅上，头顶艳红如血的名字让人心生恐惧。在他身前还有2名衣着裸露的女妖为他捏腿按摩。领主楼妖，没想到人族之中还有如此才俊，凭借刚刚踏进修炼门槛的实力，竟然可以斩杀我近万妖族奴隶。楼妖坐在那里，身子一动不动，对于身前2名女妖的按摩似乎异常享受。我也没有想到，堂堂的领主眼光会是如此的特别。叶云眯着眼睛看着楼妖和他身前的2名女妖，嘲笑道：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碰到红色地级 BOSS， 好有压力啊。楼妖那肥胖的身子上简单的穿着一件素色长袍，头顶戴着妖族特有的领主皇冠，一个略显小巧的权杖斜斜的靠在石椅之上。小子，勇气可嘉，有没兴趣加入我妖族阵营？以你的天资，保管你地位，可以成为我妖界一大领主。对于叶云的嘲讽，楼妖丝毫没有在意，反而一脸激动对叶云拉拢。在妖族，领主也有大小之分，像楼妖这种的领主可以说是妖族之中最低级的了。所以在曾经的丰乐神城没落为村子的时候，被发配到此，镇守此处。系统提示：是否接受楼妖的邀请加入妖族？注：加入妖族后会自动放弃人族身份，转职为妖族。拒绝。叶云毫不犹豫的否定。虽然被邀请转移种族也是一种对于你实力与天赋的认可，但是要知道这个游戏和现实可是有所相容的，谁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多长个尾巴什么的。看来是没必要谈了。我被派守此处便是镇压尔等人族的再次崛起，既然如此，那就去死吧。楼妖见叶云拒绝了自己的邀请，顿时怒不可遏。原本还在为他按摩的一名女妖听到楼妖的话，
像是受到命令，如同离弦之箭杀了过来。一道血色光芒突兀地从楼妖身旁的权杖中射进那女妖身上。负2869，反射287。见女妖杀来，叶云赶紧安排小黑顶上。一串数字从小黑的身上冒出，让叶云脸色难看起来。怪物阴蛇子王，等级19，生命值42000，攻击物3488-3679，物防1088，法防1160，敏捷度7，速度不错，攻击范围50码。技能无。备注：领主楼妖的侍妾已被楼妖赐福。1. 天颂，攻击正 10%。2. 天命，血量上限正 10%。3. 天一，每秒回复血量加250，持续15秒。辅助职业吗？叶云看着躺在那里继续享受的楼妖，不由冷笑。这3个祝福不得不说变态，除了防御之外，可谓是全面提升。可惜遇到了自己，一个拥有地级天赋的男人，一个氪金了几个亿的男人。负4986，一个将近5000的伤害值在鹰蛇头顶冒起，小黑直接带走了他1/10的血量，还不去帮忙？小黑巨大的伤害值让楼妖瞬间坐直了身子，怒气冲冲的一脚将另一个尖嘴猴腮拖着长长尾巴的女妖踢下了王座。一只蛇精，一只老鼠精吗？叶云冷笑，连后面下来那只女妖的数据都懒得再看了，直接扬起自己手，开始直接对着楼妖开始攻击。负5138，怪物楼妖红臂，等级20，生命值80000，攻击法4285-4388，物防2115，法防2242，敏捷度8，速度不错，攻击范围120码。技能1. 天罚，带天惩罚，对敌人造成火焰伤害，每秒300点，持续10秒。CD 20S。 2. 天颂，对一名友军使用攻击正 10%， 持续30S。 CD 15S。 3. 天命，对友军或者自己使用，血量上限正 10%， 持续60S。 CD 30S。 4. 天一，对友军或者自己使用，每秒回复血量加250，持续15秒。CD 20S。 不愧是地级的 BOSS。 看完楼妖的数据，叶云也不由得有些惊叹，特别是第一个技能，简直就是那些玩肉坦的克星啊，可以无视对方防御。血量低的还玩不过，毕竟楼妖还有回血技能。这是叶云第一次打红色的 BOSS， 前13年最高等级也就杀过几只金色的，还几乎都是截胡别人的。叶云的攻击成功的吸引了楼妖的仇恨，毫不客气的对着叶云使用了天罚。一瞬间，一股淡淡的火焰突然从叶云体内窜出，笼罩在叶云的皮肤表层，一股钻心的疼直达灵魂深处。这痛感真不是人受的啊！过几天一定要去搞个顶级游戏仓来，哪怕前世3年生死游离，再次感受游戏内这种直达灵魂深处的疼痛，叶云也有些受不了。叶云最怕的就是这种辅助类的攻击，因为无迹可寻，再骚的走位都躲不开。不像战士和法师，攻击轨迹那些可以预判。那边楼妖对着叶云攻击完以后，身上一道红色光芒亮起，原本高达8万的血量直接提高到了88000，同时身上开始出现250的血量恢复。这尼玛太无赖了，感情刚刚自己的伤害对方的血量不减反增加了。叶云一怒，直接将刚刚升级获得的768点属性全部加在了攻击上面。老子特么站撸也得把你给撸干了。负10021，仅仅添加了768点的攻击，却是让楼妖受到的伤害直接破万。这就是天赋的牛逼之处。系统提示：玩家击杀怪物鹰蛇，获得经验值80万。那边黑蚁在叶云攻击的提升下，直接将鹰蛇击杀了。小子，你这是在找死！鹰蛇的死亡让楼妖更是暴怒，然而他自身都难保了。他仅仅只是一个辅助类的 BOSS 而已，他的普攻也仅仅只能给叶云带来3000上下的伤害。第17章震动。小黑，别管那货了，先帮我把这个家伙搞定了。虽然楼妖伤害不高，但是他的技能实在是太过猥琐了，又是回血，又是让叶云持续掉血，最重要的还是从内到外的那种痛感，实在难受。小黑在击杀一只王级怪后，自身的血量仅剩下2万出头，顶着老鼠精的攻击，在叶云的指挥下杀向楼妖，给楼妖造成6980点的伤害。好样的！叶云看着小黑的伤害，难得的夸奖。两人一次的输出加起来足足17000出头的伤害，仅仅不到20秒就将楼妖的血量清空。楼妖瘫倒在地，身下的石蚁在他倒下的那刻成了一堆碎石。
他双眼怨恨地看着叶云，配合着已经残血的黑蚁，将最后的那只女妖击杀，慢慢笑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狂。系统提示：玩家击杀怪物蜀葵，获得经验值80万。怎么，死的不甘心，还是太开心？叶云一边收拾战利品，一边看着大声狂笑的楼妖，讥笑道：“哼，小子，遗失之地乃是我妖族从你们人类的神城之中剥离出来的一块领土，我驻守在此，就是奉命看守此处，不让人类涉足于此。现在这个遗失之地已经落入你手，重回人族手中，它会慢慢的并为丰乐村的领土，到时我妖族大人物们、极乐净土那群和尚都会知晓，那时候就是你们灭族之时。”楼妖说完，全身突然爆裂开来，同时一道信息响彻世界：系统公告，恭喜华国玩家某某第一个完成击杀20级地级 BOSS， 获得属性点100点奖励。一连3次的系统公告，让无数正在忙着升级的玩家彻底懵了。他大爷的，老子还在为3级的野狼愁眉苦脸，有人直接杀上20级的 BOSS 了，有没有天理了？地级 BOSS 是那个地级天赋者杀的吗？如果是，那就恐怖了。么么哒，为了战撸这些7级野怪，我都将我泡妞神器兰博基尼都给卖了，早知道这样，我竟然玩个蛋。凌晨有个人将天赋提升到了地级，我已经鉴定了，那就是个傻子，有那个钱好好享受它不香吗？哪怕在现实都可以建立个小国家了。地级 BOSS 是什么鬼？谁能给哥哥科普下？叶云击杀20级地级 BOSS 的公告如台风过境，让一群吃瓜群众炸锅了。而叶云则看着系统的公告无动于衷。击杀金色 BOSS 没有奖励，击杀红色 BOSS 则是统一奖励100点的属性点，看着不多，但是想想这价值可是1000万金币，心情瞬间就会好转。地上除了散落的到处的金币之外，只有3件物品，叶云一脸火热地跑了过去，一一收拾。系统提示：玩家击杀地级 BOSS 楼妖，获得经验值240万，获得金币6580，启天密池 X1， 装备天云权杖，传说装备天云龙戒，装备云天权杖，传奇天云套装系列。法攻1350至1480，使用等级20，职业限定牧师、术士、法师。属性法攻正 5%， 带 5% 吸血效果，治疗效果正 10%。牛逼牛逼，太牛逼了！叶云看着这装备彻底失智了。和月影豹的那把传说级别的战刀相比，这攻击和属性都强太多了，而且还他妈带吸血效果，更重要的是还是套装。装备云天龙戒，传奇天云套装系列。使用等级20，职业限定牧师、术士、法师。属性正 5% 吸血效果，治疗效果正 5%。天云套装属性：1、2件套装法攻加500； 2、3件套装吸血效果正 5%； 3、5件套装全属性提升 10%。戒指的属性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了，首饰类属性一般都是增益类，首饰在游戏中可是相当难得，更别说还是带吸血之类的首饰。2件装备加起来足足有 10% 的吸血效果和 20% 的治疗效果，这简直就是为叶云量身定制的，而且叶云也满足这装备的职业。这装备打死也不卖，自己留着，如果再把套装凑齐，不敢想象啊！他妈，就是等级要求20级。叶云看着自己 33% 的经验条，久久无语。11级升到12级需要1600万经验值。在叶云正在查看装备的时候，全世界的各大财团、各个国家的天道特别部门高层却是一个个召开了紧急会议。叶云击杀20级地级 BOSS 的举动，让那些大财团和国家队的核心成员寝食难安，特别是那些和华国关系不是很好的国家，更是加大力度往游戏中投入。因为全球玩家充值金币购买属性等游戏内相关东西的金额已经正式突破到了35兆，这已经是全球的第一经济量梯了。而这仅仅只是3天不到，现在的天道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蛋糕，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想从中渔利，而一些贫困国家更是如此。第18章2个大国的反应。为什么又是那个国家的玩家？难道我们米国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和他们抗衡吗？保尔森，我让你们整理的文件有给华尔街送去吗？米国天道特遣队队长米亚罗看着自己的下属，一脸阴沉地问道。队长，已经送过去了，对方说需要评估我们特遣队的实力后再做决定。保尔森看着米亚罗绝美的脸庞，咽了咽口水。没错，米国的天道特遣队队长是一个女的，而且还是一个年方28的美女。队长，我听说华尔街他们也开始往天道进军了，如果一旦让他们在里面尝到甜头，估计以后我们想要让他们吐点血出来就更难了。泰格斯，米亚罗的助手，特遣队副队长，此时也是一脸愁容。那查尔斯特罗家族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不会安生的，听说他们正在收拢大笔的资金，
准备筹组骑士团。柴尔斯特罗家族，一个低调的、有些过分的家族。据传，他们家族的财富比世界福布斯排行榜前300名加起来还多，左右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变化。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对他们家族进行了简单的估算，他们的财富应该在50万亿美元上下，这比米华2个国1年的 GDP 还多。只是他们和国家不同，他们的生意铺成全世界，不可能抽调太多的资金进驻，要不世界上几10个国家都不会答应。骑士团吗？看来他们对于欧洲帝国复苏的雄心不死啊！看看到时候有没合作空间，先把华国给压下去再说。现在我们到位的资金总备有多少？国防部给了我们200亿美元，之后每个月会追加100亿；国家商务部给了我们100亿美元，之后每个月会追加50亿；财政联行下拨了300亿，之后每个月可以追加200亿美元。目前共有资金600亿美元，已经投入使用410亿，剩余190亿。听到米亚罗的问话，作为主管财务的保尔森赶紧回答，将剩下的190亿都划拨到我账户，我就不信压不住他们了。米亚罗听到保尔森的话，米亚罗直接拍板，队长，这不合规矩。按照特遣队的条例，队长每个月只有50亿的配额。保尔森一听米亚罗的话，顿时站起来，同时一脸求助地看向泰格斯，他是整个特遣队的监事。给他吧，我想米亚罗估计想到什么方式为我们特遣队带来更多的财富了。好吧。1个小时后，整个世界和美国交好的国家都接到了来自米国防长的问候电话，同时一笔高则几10亿，低则几亿美元的资金在各自国家领导人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流向米国。而在米国五角鸟笼内的200名特遣队员发出了惊喜的叫声。这一刻，他们空空如也的资金一下达到了700多亿美元，折算成金币将近5000亿，将所有资金划入我的账户。原本狂欢的众人如同被掐住了脖子，嘴里发出咯咯的声响，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女人。队长，你这……保尔森表示惊呆了，就连作为监事的泰格斯也一脸懵逼。我已经向上级申请了，这是上级下达的文书。米亚罗拿出了一份文件递给保尔森，这我需要确认一下。保尔森拿着文件的手都在颤抖，一脸求助地看向泰格斯。泰格斯无奈，只能拿出电话直接和上峰联系。华国魔都龙宫大厦顶楼，刚刚传开的消息，米国向他们所谓的盟国共征收了500多亿美元的保护费。你们怎么看？队长周宁东看着坐在两边的副队，不由得揉了揉太阳穴。为了龙宫的发展，为了找出那位神秘玩家，这2天他可谓是心力疲惫。年纪不过30，但是看起来都已经40了。看来我们华国的那位神秘玩家把他们刺激到了地级天赋，又是20级的地级 BOSS， 让他们的流氓本性再次暴露了。副队长是一名网络安全部队的军官转过来，具有资深的游戏经验，名字叫刘海。樱花帝国听说米国要压制我们的这位玩家，可是自愿给了米国的特遣队100亿美元，好像他们自己的神风队也不过划拨了50几亿吧，还真是疯子一样啊。另一名副队长也是调侃几句，他之前是信息化部队的佼佼者，这次成立龙宫被选上的叫李晨旭。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重点了呀？他们现在的资金可是高达1000亿美元啊，比我们足足多了10倍。周宁东看着没心没肺的2个小年轻，有些无语。嘿嘿，队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想搞钱吗？多大点事？李晨旭看着周宁东严肃的表情，顿时笑道：多大点事？周宁东看着他，感觉怒火焚顶。队长，你给我授权，我保证每个月咱们的资金会多出不低于300亿。李晨旭一看这个老周要大火了，赶紧打包票。你去，他娘的，要是搞不来，扣你1年工资。周宁东咆哮道，他为资金每天都不知道愁白了多少头发，抓落了多少头屑。现在这小子竟然说多大点事，那些部门的人哪个不是抠抠搜搜的？除非现在自己把自己挑剩的那个攻略卖给别的国家，但是自己国内的那些任务才刚刚进行，现在卖不合适。3个小时后，一则国防部的新闻彻底引爆网络。国防战略募捐基金成立，每个国民都可以向该基金进行捐款，每月最多一次，一次金额从10元到100元不等，由国民自愿捐款，每月最多一次，一次最多100，相当理性，让其余部门无话可说。同时开通企业捐款，按照企业营业额度，每个企业每个月捐款一次，每次从100元到1万元不等，由企业自愿参加。外界风起云涌，而肇事者叶云此刻却是在丰乐村中看着一座2层的塔楼，一脸激动。这次完成神城任务，除了那10%的股份，还奖励了一座非盈利的职业技能学堂和一个盈利炼神塔。职业技能学堂听名字就知道，里面可以学习玩家自身职业所对应的技能。一般情况下，这种学堂需要乡镇级别的行政区域才有，玩家可以在里面学习10到30级的职业技能。而里面最为热门的无疑是生活类技能，比如炼药、炼器。炼神塔
这个可就牛逼了。钱是叶云最常去的地方。如果说土豪玩家靠氪金一步到位，那普通玩家就靠炼神塔翻身了。不过这东西前世是要进入主城之后才有。炼神塔分11层，第一层玩家可以一次性花费30金币，可在里面炼神，每次炼神8小时，累积满24小时可以获得一个自由属性点，但是只针对充值金额低于1元级别的玩家。第二层花费60金币，每次炼神8小时，累积满24小时可以获得2点属性点，只针对充值金额低于5000万阶段玩家。第三层一次90金币，满3次获得3点属性点，只针对充值金额低于1000万级别玩家。以此类推，一直到充值低于1万的玩家可以进入第10层，每次花费300金币，每3次可以获得10点属性点。至于第11层，那是属于城主专用，具体的没人了解。前世大家等级达到30级进入主城，看到炼神塔的功能后，不知道多少玩家捶足顿胸，嚎啕大哭。要知道一个属性点售价高达10万啊，而这边哪怕第一层3次下来也不过90金币，前后只需要3天时间。哪怕是第10层3天消费900金币，但是却是可以获得10点属性点，同样的90金币1点属性点，同样的3天时间，而第10层却可以足足获得10点。第19章村长，这2个建筑可谓是超前出现了。建筑外围观了不知道多少的玩家，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都不能进入，只能陷在那边吵吵闹闹。对于叶云来说，2个加起来也没有自己眼前的2层塔楼来的重要，只因眼前的塔楼上书启天。启天塔又称城市控制中枢，它是中期每一个帮派驻地的必须建筑，重要程度在所有建筑之中排行第一。帮派建村开始的第一个建筑，而后才可以通过启天塔建立别的建筑，乃至对于整个村子的规划。可见这个启天塔的运用之大，造价更是高达10亿金币。检测到玩家拥有启天密匙，玩家是否开启启天塔，成为丰乐村的唯一主人。叶云才靠近就收到系统的提示，开启。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开启丰乐村启天塔，绑定成功，绑定对象借命。系统提示：丰乐村10%税收全属卢杭镇，玩家借命拥有15%权属，其余权属空缺，可由玩家借命出任村长。玩家借命确认是否出任。出任？傻子才不出任，就是感觉有些对不起老王啊。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成为丰乐村村长，是否剔除原有村长职务，或者降级为副级，代为管理村内事宜？降为副级。一番的确认，叶云终于将丰乐村的发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是剩余75%权属所有的收益不能收归叶云个人所有，但是却可以用来发展村子，提升村内的各个建筑。叶云没有理会一旁目瞪口呆的众人，而是直接走进了天启塔中。这天启塔除了叶云和他授权的人之外，没人可以进入。第一层占地200来平，整个空间的中央区域有一块巨大的沙盘模型，整体看过去就像是整个丰乐村的缩小1000倍的样子。叶云可以安排专业的人对整个丰乐村的布局进行重新规划，就算把10级野怪区域设置在新手村村口都可以。那是什么？遗失之地。叶云正欣赏着自己未来的领土，突然发现在村子北侧有一片面积堪比半个村子大小的区域，整个区域内异常荒凉，到处都是枯枝烂叶，和之前的遗失之地非常像。丰乐村占地面积90平方公里，土著2人，护卫队0，玩家在线人数76423人，加入丰乐村人数1，归属势力借命15%，现有财政资金3726850 JB 98 YB 54 TB， 1金币 JB 等于100银币 YB 等于10000铜币 TB， 现有建筑6座任务大厅1，药铺1，铁匠铺1，村子护栏900米1，炼神塔出，职业技能学堂出。野区分布，一级野区占地5600平方米，可设置1000-9000，野怪数量680只，可设置100-1000，刷新速度 1.0， 可设置 0.6-1.5， 消耗资金1 TB 值。二级野区，卧槽！看完整个沙盘，叶云除了惊叹还是惊叹。难怪前世那些大势力大帮会用了3年时间，也没有一个将自己的驻地村子提升到主城级别，太费金币了。不说别的，单一个建筑物从1级提升到2级，就需要足1个亿的金币。而最夸张的还是炼神塔，初级炼神塔只开放第9、10层，如果想要提升到可以开放7、8层的中级，需要花费足3亿金币。如果没有庞大的玩家在那里生活消费，哪里来那么多的金币给这些建筑物升级？自己掏腰包。更重要的是，村子郊外给大家打怪升级的野区，每刷新1只野怪都需要支付钱，这简直了。不过相对来说，自己的这个村子总体上是稳赚的，特别是把炼神塔开通后，
叶云相信炼神塔会成为自己这个村子里面最火爆的地方，因为现在天道才开始2天，充值达到5万的玩家占比还是太少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魄力的，大家都还需要生活。和那些乡镇的功能相比，现在就差一个10级以上的野怪区域供大家刷怪了。虽然自己的秘境副本已经开启了，但是那都是需要花钱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无限制的花钱刷副本。而那副本可是完全属于自己，可以说是自己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里面怪物无论是爆率、经验和怪物的密度都远远超过野区，叶云不可能免费开放的。叶云想了想，在原本遗失之地处画了几片区域出来，各自投放了500只的11级到15级的野怪，同时将1到5级的野怪数量拉到最高，刷新速度也拉到最快。按照升级那坑爹的经验需求，这样应该够他们玩个20-30天了吧。11级野怪一只需要1枚银币，每加1级加1银币，搞得叶云异常的心疼。不过想到3年后天外一族降临，叶云也就放下了，算是做善事了。炼神塔外1万多平的地面上挤满了人头，每一个人看着炼神塔前那高达15米的石碑，神奇激动。盖因上面详细介绍了炼神塔的功能和使用规则。我特么要死了，刚刚充值了10万，谁能帮我把裤兜里的素心丸拿出来？一名年老的玩家捂着胸口，缓缓地跪坐在石碑之下。你家哪里？我给你打急救电话。一名少年一脸激动地看着石碑。我抗议，这就是典型的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充值金额越高待遇越好的吗？大哥，你说错了，这叫劫富济贫，懂不？你们有钱人吃香喝辣的，好歹给我们屌丝留口汤吧，您说是吧？哼哼，一群穷鬼，你们永远不会理解氪金的快乐。一名全身绿色装备的玩家看着争论不休的众人，忍不住冷笑一声，而后转身离去。他的充值金额已经远远超过5万了。炼神塔的出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是也就仅限于丰乐村玩家。可以说，因为炼神塔的原因，引起了整个村子玩家的一片狂欢，从而淡化了职业技能学堂不应出现在新手村的异常。当叶云将炼神塔一开放，整个村内的资金以每秒近万金币的速度快速增加。不知道明天我可以从中分成多少？第20章生财有道。职业技能学堂占地面积800多平，一栋高达10米的单层古建筑。和炼神塔那边的热闹相比，这里简直冷清的过分，因为现在达到10级的玩家太少了。整个村子20几万人，按照叶云估计，加上他自己，最多不会超过3人。叶云来到牧师职业导师那，直接花费了2个金币学习2个技能。回春术对玩家自身或者友军释放，每1秒恢复生命值上限 1%， 持续时间 10s， 真气值消耗 15，CD 60s。生命颂歌对自身或友军释放，生命值上限提升 5%， 持续时间 300s， 真气值消耗 15，CD 60s。不愧是依赖型的寄生职业，所有技能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过这2技能都不错，配合小黑的反射，简直就是单挑之王。如果小黑的反射再强点的话，就更好了。叶云看着新学的2个技能，心无波澜。去了下铁匠铺，将自己身上所有的绿色以下装备清理了。现在的玩家10级的都没几个，自己这些20级的装备拿出去也不一定有人买，留着吧，有台占空间了，所以还不如直接卖点钱，有个算几个。叶云再次来到秘境入口，花费了20金币进入了2层副本。虽为副本的拥有者，但是进入还是要收费的，只是这金币就是左右口袋的区别。这次的秘境2层和1层没什么区别，一样的溶洞，只是大了一些，没有叶云想象当中如同遗失之地那个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怪物的出现方式，1层的怪物是一次性出现1000只，但是等级达到11级以上的怪物会主动攻击，所以第2层的怪物出现的数量减少了1半，次数也多了1倍，足足有10波。叶云给小黑安排好工作，然后就退出游戏，进入了天道论坛。这是他前世养成的习惯，每天不发个收费帖子，不如一把羊毛，浑身难受。卧槽，什么个情况？叶云在论坛上看到就条置顶的帖子，一脸蒙圈。华国国防部的捐款招募球，米国再撸了一把盟国的羊毛，前世没这个啊，怎么才2天就变得不一样了？更绝的是另一个帖子，叫寻找华国地级天赋玩家，浏览量竟然高达1亿3千多万。这帖子一看就和自己有关，内容倒是简单，提供线索确定后奖1000万金币，同时末尾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叶云看着底下署名为龙宫，顿时眉头直皱。龙宫前是华国第1战队，初始成员121人，后来扩展到3600成员，外围成员85000人，而叶云曾经就是外围成员中的一员。和黄龙会那些相比，成员少了1半不止，但是这3600人每一个都是实力强横之辈，世界排名最低都是在2万名以内。没想到自己才玩游戏2天时间就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可惜
现在的自己已经是不再是曾经的他了。有了点金这等神迹的存在，他们和自己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叶云关闭了帖子，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撰文。近战王者，全服第一件传说级装备战刀追月，收费贴20YB次，附上了追月的属性截图，同时在帖子中额外说明将在5天之后拍卖。绝对防御，史诗级别战甲月光战甲，和追月搭配更酷哦。收费贴10YB次，附上装备属性截图，同时注明将在5天后拍卖。前世撸羊毛撸了3年，叶云可谓是经验丰富。虽然浏览一次收费1-2毛，但是这种事没什么人在意啊，只要人数够多，加上自己的标题，收入几百万金币打底。特别是传说级装备的吸引力，要知道新手村大半的人连白板装备都凑不齐呢。要不要把自己击杀月影和楼妖的视频发出去？那样应该可赚不少吧。叶云有股冲动，没办法，金币见玉迷人眼啊，都是穷闹的。叶云将前面2个帖子发出去后，便再次撰文。知道传说装备怎么来的吗？你永远体会不到击杀皇级 BOSS 的快乐。见过地级的 BOSS 吗？见过传说级套装吗？这2个帖子叶云没有马上发出去，而是设置成6天后自动发布，每个浏览收费50YB。这生才知道叶云可不会放弃，但是现在发出去又怕太过刺激普罗大众了，所以定在了追月拍卖之后的第2天，刚好可以借助拍卖的热度冲一波量。叶云的帖子一经发布，马上在论坛上引起了一大堆人的关注，粉丝数量再次暴涨，后台的私信更是不停。主要是前面2个帖子的热度让叶云收了一大波的粉丝，加上这次的标题足够吸引人，瞬间就将这2个帖子顶上热榜，成为华国分坛前3，世界论坛前10。卧槽，我的膝盖告诉我看这帖子需要跪着看，果然没错。我都还在5级打转，为一件白板装备苟着，哥哥竟然有20装备了，好漂亮啊！妈的，不愧是传说级的装备，这属性太牛了。看着自己那1-3攻击的武器，我想去中心大厦。这个装备都拿来拍卖，楼主难道有更好的装备？你们华国人果然作弊成习惯了，我要去投诉。无数的人在论坛下面留言，有骂人的，有要联系方式的，更多的是打酱油的。叶云看着帖子的浏览量，满脸笑意的退了出来，再次进入游戏，继续让小黑挂机。你们要骂的赶紧骂，越骂热度越高，自己的获利就越多。对于那些骂他的留言，叶云有极大的包容性，没办法，经历太多了，计较不过来。第21章，睡沙发。自从成了牧师，自从有了小黑，叶云发现自己根本静不下心来刷怪升级了，因为好像都是小黑都帮自己代劳了。只要指挥小黑往500只怪里面溜达一圈，吸引他们的火力，然后就可以直接坐等经验上门了。因为小黑本身可以秒杀这些怪不说，最大的牛逼的还是小黑那反射的被动技能，实在是群刷的利器啊。为此，叶云还特意花费了10个小目标的金币，购买了1万属性点，全部堆在了血量上，让小黑的血量再次爆表，达到了217020。叶云自身的血量都达到14万5，加上叶云的2个新技能，简直让那些怪物死不瞑目。因为一波500只的怪物，有将近100只是死在小黑的反射之下。果然，资本的力量太可恶了。但是铜锈的味道真的很好，小黑就像是强力的磁铁，几百只的怪物围在他的身边猛攻。然而，哪怕他们到死，也不过磨掉小黑1半不到的血量，简直不要太轻松。但是叶云有些后悔了，他后悔自己将防御搞得太高了。如果低一点，那么整个刷怪的效率会大大的提高，自己也可以轻松些。好在这些怪物都是15级以上的，可以给小黑造成几十点的伤害。看着逐步走上正轨的小黑，叶云满意的退出了游戏。有个无限体力的免费工人，那感觉异常的爽。叶云算过了，自己跨级刷怪，一轮下来差不多可以活动360万的经验，而叶云现在还需要2轮才能升到12级。叶云才刚刚退出游戏，就闻到一股饭菜的香味。只见丁仪正在厨房忙碌着，这让叶云有些异样的感觉。虽然被前女友扎了心，但是不代表这货丧失了能力。哎，么么的，现在的体力还跟不上啊，不过挨的影响倒是越来越小了，好好养个身体。叶云看着一身职业装黑丝打底的丁仪，表示相当的有心无力。整个房子被丁仪收拾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也是井井有条，就连卧室内叶云随意拖在地板上的袜子也被洗好了，挂在阳台上晾着。真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啊！叶云不由得有些感叹，丁仪要学历有学历，要颜值有颜值，就是摊上这么个家庭。这个社会最怕的就是遇人不淑。老板，你下线了，马上就可以吃饭了。丁仪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看到叶云正坐在沙发上发呆。丁姐，你以后叫我叶子就行。老板的，听着习惯。尼玛，黑丝配围裙顶不住啊。那行，对了，我看你这厨房很多厨具和配料都没有，所以我就私自去超市买回来了。
这是收据，一共2760元，早餐和菜花费了119元，剩余2121元。准备开饭，丁仪拿出一张长长的小票单递给叶云。看着眼前的小票，叶云感觉桌上的饭菜瞬间就不香了。尼玛，果然为小人和女子难养啊！就这么半天，我1个月的伙食费没了。神特么厨具配料，我一个人生活需要吗？最重要，我也不会啊。不过看着干净整洁的屋子，阳台上晒的袜子，餐桌上秀色可餐的3菜1汤，我忍了。一切为了养身体。钱不够了，和我说。对了，你弟弟那是处理好了吗？叶云知道了什么叫做打碎牙了往里咽。他退学了，昨天连夜坐车回老家照顾父母了。丁仪情绪低落地说道。没事，都会好起来的。对了，你没事的话可以回你自己家，3餐叫我就行。叶云不知道安慰人，因为自己在医院那么长时间也没见个人来安慰他。自己家？丁仪一愣。那个隔壁那房子我已经退了，没钱交租，都给我弟弟带回家了。叶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突然想到了一种社会上最常见的，网络上最常听到的魔鬼。那你晚上住哪？叶云的房子是标准的单身公寓，1房1厅的那种，他租房的时候就压根没想到重活一世会出现有人和他同居的情况。我可以在客厅睡沙发的，你放心，我保证第2天一早就收拾好，不会影响你的。叶云看着这位高学历的大姐，头瞬间就大了，这女人就不怕自己对她有什么不轨？无话可说，她都那么惨了，难不成真让她睡楼道不成？我就知道，做一件好事需要无数件来弥补，还不如前世只有自己坑别人的，哪有自己付钱的道理？虽然名声在外不是很好，但是好在够逍遥自在，没人打扰啊。没错，作为患癌直男，叶云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哪怕前世3年一个朋友都没有。有人说他失败，有人说他势利，也有人骂他小人，但是又如何？他只想要活命，仅此而已。前世的自己一直都游走在死亡的边沿，没人能懂和死神赛跑的那种紧迫感。午饭过后，端着一杯温水回到卧室，开始摆弄自己的药罐子，大大小小的10几种，就这些药每个月就得小几万。小叶，你怎么了？生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此时丁仪推门走了进来，看着叶云正抓着一把药往嘴里塞，顿时吃惊地问道：姐，你以后进来前能不能先敲个门？叶云翻了翻白眼，一脸生无可恋的将药吞服。我进来拿个行李箱，那客厅太小了，我上午将行李箱放里面了。我这是被嫌弃格局小了？叶云看着拉着行李箱走出卧室的丁仪，一脸懵逼，这妞是怎么当上天际集团的宣传部组长的？基本的礼仪懂不？基本的话术懂不？果然女人。呵。第22章大手笔的收购。吃完药，听着厨房哗啦啦的流水声，叶云赶紧将卧室门锁上，这才心满意足的躺上床，进入游戏，再次给小黑布置了新一轮的任务，然后看着自己的数据，陷入了沉思。牧师、医生、术士3大辅助职业本就是寄生职业，医生和术士相对好点，起码还有1、2个攻击技能，比如医生的致命，术士的毒术，而牧师除了加血还是加血，所以攻击上面无疑是叶云的一大短板。没有攻击技能，那以后面对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一族怎么办？想到前世自己被秒杀的时候，叶云都忍不住心里打了个寒战。前世3年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住异族1个士兵的一击，可见异族的强大。现在的叶云不缺天赋，不缺金钱，但是偏偏就给匹配到这么个职业。也不知道点金对攻击和技能提升效果能有多少，如果效果哪怕只增加10%，那自己都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首先满足的肯定还是天赋。不说天赋等级越高，攻击加成越恐怖，单单那属性点就足够让人眼红的。有问题找度娘，但是天道的问题不是度娘能够解决的，所以再次登录了天道轮天，再次开了一个帖子，诚意收购无职业单体进攻技能书5000万每本，群攻技能书1亿每本，只要5本，时限24小时。没错，想要获得职业外的技能书，只有靠那些野怪爆出的一些技能书，虽然爆率不到1/100000，但是全球玩家那么多，总归有希望的不是？这是叶云第一次花那么多的价格购买除了属性点之外的东西。或许这些技能书的实际价格没那么高，但是叶云已经等不了了。帖子发出去后，叶云闲着没事就开始看起了自己后台的私信。大神，你怎么这么获得那些装备的啊？求带，求收徒，一看就是泥腿子。大佬，你那装备别拍卖了，5天后直接交易，我2000万收购诚心诚意。想使吃呢，2000万就想收购追月和月光战甲，传说装备那么不值钱？私信太多，其中有不少网友谩骂的，华国的外和外国的都有，一条条的私信让叶云应接不暇。不过还是有2个私信吸引了叶云的注意，因为2个私信人的头像，一个下方带有2个月亮。
一个下方带有5个太阳。看着两人的标识，叶云只觉得头皮发麻。这两人不用多说，肯定是世界上重量级的大人物。一个月亮代表了100亿，10个月亮为一个太阳，就问你们怕不怕？充值了200亿华币和充值了5000亿华币的大佬，一般情况下，自己充值多少钱是不会在论坛上显现的，因为玩家不仅可以自己设置隐藏，也可以设置针对个人查看或者隐藏。显然这两人是特别设置针对叶云可见了，他们知道叶云的私信会很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叶云的注意。一夜没睡。你好，我是龙宫的队长周宁东，请问你是不是那个天赋地级的大神？我们龙宫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隶属华裔国的防部，按照大神你的条件，只要你能加入我们可以给你龙宫副队一职，为大校军衔。卧槽！叶云看着这个叫一夜没睡的家伙，才知道他是龙宫队长。虽然论坛名字和游戏名字可以不一样，但是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好吧？叶云想到前世那个统领几万大军、指挥有度、魅力十足的男人，不由得摇摇头。至于那职位军衔什么，叶云根本就不屑一顾，生命重于一切。没有，华国人，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地级天赋的人，我限你在3天内给我们提交1000亿米元的保全费，要不然你就等着接受我们米国还有相关盟友的制裁吧。相信我，我们米国特遣队有这个实力。特么，这个老外脑子有坑吗？有什么？看着充满威胁语言的私信，叶云也是相当的无语。米国特遣队，如果没记错的话，异族降临之后就龟缩起来了吧？外面还有传言说他们已经归降于异族了。叶云将这个家伙直接拉黑，然后将一夜没睡添加为好友，把可私信修改为好友。一夜没睡，大神，真的是你？你考虑好到我们龙宫了？哟嚯，华国队长在线啊！却是不知周宁东为了等到这个私信，从凌晨等到现在，真正的一夜没睡。最强王者，目前没这个打算，你们龙宫太小，职位太低。没错，叶云的论坛名称相当霸气和风骚，就叫最强王者。而对面的周宁东看着叶云的话，一脸凝重。这个大神竟然连华国的国家队都看不上，嫌弃格局太小，还是嫌弃我们的资金少？问题是，这位大佬也不像缺钱的人啊，都地级天赋了，单天赋就需要花费近13万5千亿啊！如果叶云是背后有组织，那会是什么组织？如果是个人，周宁东实在是想不出这个世界上有谁拥有那么多的现金。一瞬间，周宁东心里闪过几十个念头。一夜没睡，大神，给我几天时间，我向上面申请下，看看能不能让你来做我这个队长。最强王者，别，你们那个入职的审查实在是太麻烦了。你们龙宫乃至上峰的担心我了解，放心吧，我是地地道道的华国人，也是个热血的爱国的5好青年。叶云说完就直接退出了论坛，让周宁东一人头疼去。龙宫作为华国的国家队，格局小吗？怎么可能？整个世界上来说，龙宫的高度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异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前世3年的努力，叶云等级达到了62级 S 级的天赋，全攻法师，实际攻击高达16000多。然而连异族士兵的1/10血量都打不掉，自己反而被秒。知道未来的他，压力比任何一个人都大。他比谁都惜命，他不想再次体会那种绝望。而现在他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不想被束缚。小黑如同勤劳的小蜜蜂，还在不停地刷怪。此时叶云离12级还差10%，不出意外，这轮打完就差不多了。看着一切有条序的进行，叶云有些疲乏地闭上了眼睛。明天要不要买个可以躺的藤椅，午休专用的那种？第23章不惜一切。第二天早上9点，叶云心满意足地吃过早餐，再次登录游戏。此时叶云的等级12级了，离13级也只差了20%，速度之快，让一群达到10级盯着等级排行榜的人看得瞠目结舌。但是就这20%的经验也需要640万，需要小黑2轮副本的时间。好在秘境副本没有每天的进入次数限制，要不自己也得像别人一般乖乖的去野区刷怪。可以说丰乐村因为有了秘境这个副本的存在，整个村子玩家的等级都要远远高于别的村子。等级排行榜这玩家达到10级之后就可以自动开通，但是叶就压根没看过，因为没必要更没有意义。如果不是为了神城复苏的任务，趁着大家还在新手村撸一把羊毛，何不压制等级，等自己的天赋提高到极点再升级？要知道你天赋这等级后面提升，前面等级的属性点就白瞎了，天道不会不及你的。这个就和修炼一个道理，如果压制等级到现在再来提升，那叶云升级获得的属性最起码多1000多点，价值1个多亿啊，不少的钱呢。但是经济账不能这么算，如果压制等级，这个传说任务就得干放着，白白错过这个村子最好的发展时机，自己就没那么快获得现在玩家最为需要的秘境副本。等到村子的20几万玩家都离开了，那这个村子的 GDP 谁来创造？比如副本的出现必然促进玩家对于丹药的需求，
加上昨天炼神塔的出现，丰乐村昨天的收入比前天足足多10多倍。村子的金库库存金币更是达到了5900多万，单单炼神塔的单天收入就达到了恐怖的4200多万。看来得想些办法把这群人留下来，甚至还可以从中再撸一把羊毛。而今天从村子的15%分红更是达到了830几万，加上副本的590万收入，叶云已经日入1000万级别的大佬了。特别是副本，看着一层每人次收费只需要15金币，但是架不住多人多次啊。一个村20几万人，哪怕一人一天一次也有300-400万的金币。可惜村子太破旧了，要是开通了摊位一条街，那也可以获得不小的收益。查看完昨天的收获，小黑已经完成了一轮的副本。看着副本外面几万人的大场面，叶云心花怒放。现在整个丰乐村的玩家几乎都集中在炼神塔和副本入口处。高校战队戴萌新通过副本一层收费100 GB 次，一次可带2人，需要上车的抓紧了。8级队伍招人了，长期性的、稳定的来，浑水摸鱼的滚。卖药水啦！本人职业跑腿，有需要的大佬可以和我说，保证服务周到。整个区域频道热闹非凡，然而一道世界系统公告如同掐住了他们的喉咙，突然全都安静了下来，足足10几秒的时间，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世界系统公告：华国玩家 XXXXX 将天赋提升到天级，奖励属性点1000。XXXXX 为第一个将天赋提升到天级的玩家，额外奖励属性点1000。一连3次公告，全世界游戏内无数玩家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呆若木鸡，甚至几千万玩家被野怪直接送回了新手村。而叶云听到这提示，却是满意一笑，来的真是太及时了，刚好快要升级的时候多赚768个属性。从昨天凌晨2点到现在上午10点，刚刚好32小时。为了这个，叶云可是提前设置7、8个闹钟的。他大爷，这货到底什么来头？地级天赋都把我家老头子吓出心脏病复发进医院了，今天又来个天级天赋，不行，我得下线去看看我家老头子，他要是嗝屁了，老子也就完了。京城3环处一栋摩天大楼顶层，一名青年快速的退出游戏，扔下一群懵逼的小弟，快速离开。玉韵，李少这是怎么了？看着青年离开的背影，一个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少年对着正从游戏舱内出来的美少女亲切地问道：刘少伟，请注意你的称呼。美女看着眼前的男人，一脸冷漠。木韵，你别不知好歹。没错，那夜是我主动灌醉你，让你跟了李少，但是又如何？当初你离开那穷病小子，不也是看上我有钱，我比他帅吗？怎么，现在傍上了首富公子，你就开始过河拆桥了？告诉你，没门！别忘了你的视频。刘少伟看着对自己一脸嫌弃的女人，一样是怒火中烧。你混蛋！木韵看着刘少伟，充满了怒火，就是因为那视频，自己不得不跟着李少，为眼前这个男人谋取经济上的一些利益。魔都龙宫大厦，周宁东退出游戏，躺在游戏舱内，久久无言。而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把跳出了游戏舱，掏出了自己的特制加密电话。喂，首座，昨天和你们说的是，你们长老会那边是不是在考虑？刚刚，小周啊，执行吧。事情我们都知道了，长老会通过你的请求，不惜一切代价将此人拉到龙宫。记住，是不惜一切代价。米国五角龙某部2楼，米亚罗一脸呆滞地看着论坛上的私信，一脸的懵逼和愤怒。你以最强王者拉进黑色名单，无法给对方发送信息，请采用其他方式和对方联系，或者等待对方添加你为好友后再次联系。fuck！ 看着上面自己威胁对方的那则信息，米亚罗感觉怒气冲天。那些钱原本应该是属于我的。没错，米亚罗原本是想通过国家的手段将这个家伙的榨出来，然后再将他控制住，慢慢的将他的财富摘空。天级天赋需要256兆华币，折合米元也有近38兆之多，比米国1年生产总值还多。如果自己有这个钱，简直就可以在这个游戏内为所欲为，垄断这个游戏内的绝大部分产业，那样米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宰全球的国家，狠狠地压制住华国。可惜米国本身就是靠负债建国，现在国债已经高达37万亿米元，要不是依靠自身的强大军事实力，早玩完了。第24章，地级之上，人类禁区。游戏内或者游戏外，无数人在讨论关于天级天赋的各种可能。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就抓住这个主题，请了一个个的专家在节目上各种猜测。而作为主人公的叶云，却是站在副本入口被一群7、8级的玩家讨伐。我说大哥啊，你他妈要发呆也不要堵在入口正前面啊！要不是10级内不能 PK， 我分分钟钟教你怎么做人。就是那么大个的人了，连基本素质都没有。而叶云根本就理会他们，因为此刻的他被一则系统的消息惊呆了。系统提示：
恭喜玩家天赋提升到天级，打破人族天赋的最高纪录，打破人类禁区的限制，激发各族天才保护机制，奖励属性点10000点，人族狩猎场门票1张，经验储存宝珠大 X1。这条信息并非是全服公告，而只是系统的提示，但是奖励却大到让叶云感觉一阵眩晕。天才保护机制往后地球玩家天赋提升不对外进行公告，有效时限100天，100天过后天才保护机制自动消失。隐藏吗？100天的时间应该够了。叶云一脸火热地看向那张名为人族狩猎场门票。人族狩猎场为了人族的崛起，成为可以如同宇宙万族一般的存在，无数的人类先贤经历几千年的努力，建立了一个属于人族自己的狩猎场。本狩猎场非门票不可进入，实力不足者不可进去，非天赋异禀者不可进入。狩猎场门票使用后可以进入特别副本地图人族狩猎场，时效1小时。和这东西比起来，别说10000点属性点，就是10万点，叶云也毫不犹豫的会选择这张门票。不为别的，就因为里面的怪物都是40级以上的，爆率和经验都比外面高，而且标准的傻白甜配置。经验储存宝珠大绑定并装备后，可以将玩家所得经验全部储存起来，储存宝珠内的经验值仅限本人使用。当前可储存经验值0100亿，能说什么？简直就是为自己设计的呀！要是这宝珠多来几个就更妙了。可以储存100亿经验值，看着很多，但是实际上也就几级的经验值。像叶云现在12升13级，足足需要3200万经验。这张门票或许在别人手中价值也就几个亿，但是在叶云手中，那价值就不是几个亿那么简单了。因为叶云最为倚仗的天赋神通点睛后面有个特别的备注，击杀高于自身10级以上的怪物可以缩减 CD 值，而现在自己的 CD 值是64小时。虽然不知道他这个缩减是怎么计算的，但是好歹也是有个机会试一试。再有2次，自己的天赋就会达到天道设定的最高点，不知道再上还有没有。如果有，那不行了，先去看看论坛上看看，不知道自己的技能收购怎么样了。越想叶云越是激动，恨不得现在马上就进去。虽然这个狩猎场的门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以叶云现在的实力，要做到秒杀绝对可以。加上小黑的输出和反射，1小时杀个10000来只，轻轻松松。如果收购到群攻技能，那效率简直就坐火箭一般，快上1倍不止。而且他还想起了另外一种可以加快点金 CD 值的可能，那就是冷却装备。只要装备达到蓝色，都多少会带着属性，这些属性有加攻击、加血量、防御等等，自然也有加快技能冷却时间的属性。只是这种装备相比于其他属性而言，属于偏门，几乎不讨人喜，但是出现的概率有很低很低。收购，必须收购！巨额收购带技能冷却属性牧师装备，不管什么等级装备都1小时内有效，自动提交。冷却1%、100万，2%的500万，3%、2000万，5%的1个亿。每个部位装备以最高的为准收购。帖子发完后，叶云有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自己那个收购技能书的帖子。帖子浏览量高达7000多万，可惜提交的仅只有3本，但是这足以让叶云开心了。查看了这3本的技能书后，支付了2亿5千万的金币。电弧对100码内10名敌人造成自身70%的雷电攻击，20%的几率使被攻击对象出现1秒麻痹效果，消耗真气值60 CD 10S。魔焰地火施展之后，在自身60码内地火丛生，60码内敌人全体每秒遭受自身2%攻击持续伤害，持续10S， 消耗真气值90 CD 25S。2个群体攻击技能让叶云没差点大笑，特别是第2个技能，简直就是为高端充值玩家准备的呀！2%的攻击看着很低，但是攻击范围很恐怖，周身60码，差不多3000平方米，而且持续时间达到了10S， 那就是自身攻击的20%。对于真正的土豪玩家来说，他们会为了属性点担心吗？不就是钱吗？1亿不行就2亿，更别说已经是天级天赋的叶云了。以他现在的攻击加上天赋的1280加成，这2%的攻击也足够恐怖的。第3个技能则是单体攻击技能，弥月对10码内敌人造成90%的冲撞伤害，同时造成对方 ES 的眩晕，消耗真气值15 CD 10S。类似战士的技能，好在不需要特定的武器。这种非职业限定技能比起职业技能来说，伤害差了10%到30%不等，但是对于一些牛操玩家来说，这类的技能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3本技能书让叶云已经很满意了，要知道他自己刷了蓝色降级以上的怪物不低于10000只，技能书没出1本不说，就是冷却装备也没碰到1个。看来还是得求助广大的全球玩家。至于这帖子下面骂他傻逼、冤大头的，叶云一概以往作风，不做理会。哥的时间价值不是你们可以理解的，每天游戏内外2000多万的纯收入，国内外几家企业能达到？技能书继续购买，这种技能书虽然不是说越多越好，
但是起码要让自己的技能输出不会出现真空时间，那样才会将自己的输出最大化。第25章撸羊毛的最高境界。叶云再次将论坛内赚的金币领取到游戏后，就退出论坛，将已经静静躺在包裹内的3本技能书使用之后，就盯着自己的属性看了半天。自由属性点在叶云天赋升级到天级之后，一共奖励了12000点，11级升到12级，因为天赋还是这地级，所以只是获得了768点属性。他娘的，不疯不成魔，购买80亿属性点了再说，钱没了可以再赚，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大不了从亲人们那边撸一把。80亿购买属性，足足有8万点，重生一次，感觉自己都飘了呀！80亿啊，就这么一下没了。叶云一边吐槽，一边开始疯狂的提升自己的实力。92768点的属性点，他足足给自己的生命值加了4万的属性点，让叶云的属性点直接爆炸到将近55万。剩下的5万点属性点加了攻击，2768给了真气值。或许有人问，干嘛不加防御？防御，先不说现在大部分玩家能不能破自己防御，自己有回春术，自己有生命颂歌，自己的黑蚁有被动的反射技能，你跟我说防御有那必要吗？55万的生命值，颂歌一下直接加 5% 的生命值上限，回春一下秒回近6000点生命，我站着给你撸到天亮，让我掉半管血算我输。角色剑命，等级12，职业牧师，命兽黑蚁雾，生命值544680，真气值13840，法攻41642加22 31，物防746加15，法防902，天赋天级，自由属性点0，财富695476582，天赋技能点金，全服为1，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金1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CD 63H， 备注：每次使用后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高于自身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治疗术、回春术、生命颂歌、电弧、魔焰地火、弥月。看完自己的属性点，叶云心情喜忧参半。黑蚁高达100多万的血量可以说是一个惊喜，而且整个身体看上去大了一圈，半米高的身子看上去威武了许多。只是不到7亿的金币，太没有安全感了。不行，亲人们、家人们，我的想法还是得向你们下手了。叶云看着炼神塔前广场上的几万玩家，露出了一丝亲切的笑容，然后往起天塔而去。很快，进入炼神塔的玩家都收到了来自系统的特别提示。你们进入炼神塔的时候有没收到系统提示？一个正准备进入炼神塔的玩家突然皱着眉头看着旁边的同伴问道：收到了，特么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只要申请成为丰乐村的永久居民，就可以半价使用炼神塔。什么？站在后面排队等待的人一听，顿时大吃一惊。半价看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一天可以省下150金币了，够刷10次秘境1层的副本门票了。有这么好的事？炼神塔这边的异常瞬间吸引了无数玩家的注意，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往任务大厅的村长办公室跑去了。而叶云这边的操作，老王也第一时间知道了，甚至通过系统，叶云你好的居民申请协议的内容都已经知道了。当时他也不好说什么，不说这个操作可以留住更多的人，为村子带来更好的发展，就说叶云身为村长，而自己都还是叶云任命的，说白了自己就是为叶云服务的。卧槽，加入丰乐村，成为丰乐村的永久居民，居民有义务在村子遭受战争的时候为村子而战，居民会在为村子完成任务后获得一定贡献值，贡献值可以直接兑换进入炼神塔的次数。这他妈真是一个新手村，而不是一个玩家建立的帮派。一个玩家看完申请书的内容，不由得有些意外。如果要在成为居民后，玩家如果想要脱离，需要支付自身在丰乐村享受优惠的10倍金额作为赔偿金，这会不会太高了点？高？你他妈还没加入就想着脱离？看看老子的，直接申请，村长亲自秒批。啧，我从来没见过村长那么热情过。也是，现在丰乐村好像正慢慢的发展，都有职业技能学堂了都。反正我是申请了，大不了到时候支付这个赔偿金就是了。等实力强大了，还会在乎这？一群群的玩家聚集在一起，各自分析着成为丰乐村永久居民的利弊。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炼神塔的作用实在是太吸引人了。而且现在进入乡镇小城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论坛上都会有人发些小城的情况介绍，可是没有一个是有关于炼神塔的。这就让他们下意识地认为炼神塔和村口的副本都是丰乐村特有的东西，这无疑加大了他们心里面对于丰乐村的认可。嘿嘿，就这么一会就有上万人上车了，到时候你们要是想要离开，10倍的赔偿金会让你们背后的金主爸爸想哭的。叶云站在启天塔2层，看着一群群往任务大厅而去的人，露出了冷笑。
这些人因为有炼神塔和秘境副本的存在，不管是实力还是等级，都会远比别的村子的要强上不少。如果炼神塔再升一级，那么他们的提升速度会更加恐怖。到时候他们自己会有一些势力招揽，而这就是叶云预先给他们埋下的坑，而且这个坑会越来越大。想想，只要他们进一次炼神塔10层，那么他们享受的优惠就是150金币。如果到时想要脱离丰乐村，那么他们就需要支付1500的金币。这仅仅是一次的赔偿，还有贡献兑换的次数，那简直就是不敢想象啊！如果他们不脱离，那他们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为丰乐村为自己做贡献赚钱。总之一句话，离开或者不离开，你都做好被榨干的准备。赚钱还是得靠脑子啊！一波骚操作后，叶云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聪明才智点赞。系统提示：丰乐村永久居民人口达到5万人，村长可以划拨指定地点为居民住宅区，村长可以这居民住宅区内新建住宅，供本村居民购买居住。来了！叶云一听，顿时眼睛爆发出恐怖的绿光。叶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下1楼，马上在村子后方开辟出一块巨大的区域，设置成为住宅区域，然后一顿操作，按照自己心中所想，开始构建出一栋栋的居民住宅。叶云看着一栋栋居民住宅拔地而起，心里有种造物者那种豪情，这才是真正撸羊毛的地方啊！不把这些家伙刮出一层油，老子就跟你姓！看着村子的金库快速减少的金币，叶云有些心疼。虽然这些钱现在不是他的，但是总有一天是他的呀。撸羊毛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不外如是。第26章，包租公。单身公寓楼58层，1160户，每户50平大小，花费金币1500万，其中包含100万的楼下小小特定传送阵。一共建造了8栋，共计1亿2000万金币。丰乐村剩余财政不足，是否由村长先行垫付？如果村长先行垫付，则该项目的所有营收先做村长的偿还，并且将获得额外5%的金币利息。9280户，可以供9280人居住。叶云根本就没考虑金币的问题，开玩笑，5%的利息呢？将所有住宅绑定炼神塔，开放出租，最底层1000金币一天，每上一层加100金币。如果是丰乐村居民，享有1折优惠入住。这种住宅如果在别的村子或者小城，几乎没什么用途，几乎都是土著居住。但是如果是在主城，那用处可就大了。最明显的用处就是可以和某些特定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共联，比如和丰乐村的炼神塔。居民住宅租已绑定炼神塔，玩家在住宅内休息，可以享受炼神塔效果，同时3次效果之后获得额外属性点+1，炼神塔费用额外收取。这等于是变相的卖属性的300金币一点，贵吗？别说300，就是不优惠的情况下也不过3000金币。而如果真的想花金币秒属性点，足足需要10万金币。叶云敢肯定，这9280户一经推出，那些小资玩家绝对会将这些住宅长期包场。这样一算，这个投资只需要不到45天就可以回本，而且因为优惠力度那么大的原因，这些家伙想要脱离丰乐村的赔偿金会高的让叶云兴奋，而没脱离的，那将会把这个自己未来势力的基础实力提高最少一个层次。这个建筑的前面47天收入都会进入叶云的荷包，折算下来一天将近270万，之后所有收入都进入村子的金库。卧槽，我他妈是眼花了吗？那是什么建筑？摩天鼓楼？一名玩家看着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建筑大喊：屌毛，我们的村子果然不一般，先有副本，然后炼神塔和技能学堂，现在又来这个东西，简直就是神迹啊！尼玛，大家赶紧过去，我刚当朋友传讯给我，说那房子有特殊效果，赶紧的，希望还能喝到汤。住宅？确定不是酒店？特么租金都比我们县城的小旅馆还贵，不知道里面有没那个你躺在你们县城小旅馆3天能增加1点属性点或者10万块钱。老哥，真不是我说你，你这长相一看就不是住酒店的正经人。哥，你们说的颜色过头了，别把我男朋友吓跑了呀。村子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但有风吹草动，这些玩家比帝都大妈都牛逼。很快，住宅的效果传遍整个村子，一些聪明的家伙甚至开始录制视频，准备在天道论坛上开贴了。嘿嘿，房产模式开始了，先让你们尝尝甜头，之后开始销售模式，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忍得住。透过沙盘，叶云掌控着整个村内的动静，我似乎听到哗啦啦啦金币流成河的声响，就是不知道以后他们知道真相后会不会被追杀。这论坛的装备收购不是很理想，这类的装备确实难见，而且鸡肋，即使有些玩家获得了，甚至都会直接卖给铁匠铺换个几块钱。装备：冷静之靴，绿冰，速度1，使用等级1，职业限定牧师、术士、法师，属性技能冷却时间正2%。装备：落羽手套，绿冰，攻速
正 5%。使用等级1，职业限定牧师、术士、法师。属性技能冷却时间正 3%。两件装备简直就是新手装备中的垃圾装备，虽然是绿色兵级，但是比一般的白板民级装备都还差几分。但是就这两装备，叶云花去了2500万金币。5%的冷却缩短时间，对于所有的职业来说，简直就是毫秒的差别，没什么用处。叶云这收购几乎是被全网吐槽为败家子。然而，叶云看着原本需要62小时 CD 的点金，这装备穿上之后变成了58.9小时，瞬间决定继续收购，优先其他部位。这种装备随着自己点金使用次数的增多，发挥出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不等了，直接去！技能勉强到位了，属性点也购买了，冷却装备也算是差强人意。使用狩猎场门票，请玩家选择难度等级。狩猎场模式分为简单、普通、困难、地狱、无间5种模式。5种模式的怪物等级、数量、刷新速度都不一样。前世有人特地对狩猎场的5种模式做了一个统计。简单级别狩猎场，怪物40级，一次性出现1000只，玩家进入后杀死一只怪物后会在30秒左右刷新怪物补位。一般级别狩猎场，怪物45级，一次性出现3000只，玩家进入后杀死一只怪物后会在25秒左右刷新怪物补位。叶云直接选择最高级别的无间模式，怪物等级60级，绿色兵级，一次性出现1万只，玩家进入后杀死一只怪物后会在5秒左右刷新怪物补位。一个在前世先有人敢去挑战的模式，哪怕是那些等级达到70之上的大佬，实在因为里面怪物的数量太过变态了。而叶云敢选这个模式，一方面是有前世的经验，二来自己的实力也不错，最重要的是自己有群攻技能，还有仇恨吸引机器小黑。刷，在启天塔内的叶云瞬间消失，出现在一个巨大的八角广场之中。整个广场四周被一条几十米高的城围住，在夜色之下，如同一条盘旋的巨龙。在广场之内，偶尔的还能听到城墙之外传来无数的兽吼。万年已过，没想到还有人族后辈能踏足地狱狩猎场。一道星点之光突然在黑暗之中亮起，而后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不过片刻之间，便将整个广场照得亮如白昼。一道人影出现在高空之中，看着下方的叶云，低声喃喃：“先贤之影，希望之光。”空中的人影看不出具体的模样，但是叶云清楚，这是人族先贤留下的一道希望之光，一个只有在无间模式才有的东西。据说，只要在这个模式之下存活1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得到那位先贤的馈赠，有属性点，有技能，有装备，也有高等级的消耗品。可惜，这个人影没有思维，如同一个设定好的程序，漂浮在空中。系统提示：玩家在清月真人神光之下，攻击正 20%， 有效时间30分钟，怪物剩余10秒刷新，请玩家做好准备。20% 的攻击加成，群增异类的技能。叶云骇然地看着空中的身影，同时眼中闪过一道炙热。不愧是真人级别的大佬。真人用玩家的等级来说是80级到90级阶段，但是生命值需要突破80万，攻击和防御也需要达到特定的要求，经过人族天塔认证过后才有的称号。这技能牛逼啊！群增异类的技能本来就少，还他妈一下就增加 20%。最重要的是半个小时持久能力，自己的攻击得达到什么恐怖的地位？叶云赶紧召唤出了黑蚁，将经验保住装备上，然后看着整个广场中无数冲天起的光柱，枕戈淡呆。毕竟第一次进入无间模式，紧张是难免的。第27章，天级之上可谓神。轰！光柱消失，1万的怪物出现在叶云眼前，一只只庞大你的身形将这个10几万平方米的广场挤爆。气族吗？出现的怪物出乎了叶云的意料，眼前的怪物属于无论是身体形态还是五官都和人类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这群家伙光着身子，浑身上下散发着金属的光泽，在他们的双臂之下并不是人类的手掌，而是一柄柄的兵器，有刀有剑有锤子，形态各异，和他们的整个身体融为一体。1万的60级气族绿色兵级，强大的实力让整个空气都压抑的爆炸。一群不男不女的家伙，生命颂歌，小黑开干！魔焰地火，负112500。叶云可不会浪费时间，直接开打。第一时间给黑蚁一个正 5% 生命上限的颂歌，瞬间让黑蚁激情四射，直接冲上去就将最近的一名气族直接斩杀。只有2万多的攻击，在叶云天赋的加持下，简直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而叶云的魔焰笼罩着周身60码的范围，在这范围内的所有气族头顶上瞬间冒出近千个13790点的伤害数字。112500的生命值，比当初的楼妖强一点，60级的兵级气族也不过如此。魔焰地火根本就是无视敌人的防御，原本就恐怖的攻击，
这天赋和神光的加成之下，伤害简直就是爆炸。原本叶云参照前世的有限的资料，计算出自己魔焰地火的伤害刚好可以把这个等级的兵级怪物血量清零，没想到这个清月真人直接给自己 20% 的攻击加成。人类找死！无数的气族原本还莫名其妙自己出现在此地，就受到叶云毫无道德的输出，顿时怒火中烧。-3700，-3500，-370反射，-350反射。挡在叶云身前的黑蚁顿时遭受到惨无人道的围攻，几百上千的个气族开始往这边汇聚，而在远处更是有着法杖形状手臂的气族举起了手臂，几十道颜色各异的法术攻击顿时轰击在黑蚁身上。大爷的，小黑顶住啊！看着黑蚁快速往下掉的血量，叶云赶紧给他丢了一个回春术，顿时每秒给小黑拉回8170，但是和他掉血的速度比起来，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要不是气族远程攻击手，叶云又给他挡住了一个面对物理攻击，估计小黑撑不过几轮，因为他额外还承受了20个远程攻击。好在这些气族一个个人高马大，近战围成一圈下来，只有30几个能攻击到自己这边，也就是说自己和小黑两个每一轮会遭受到50几个攻击。虽然自己两个都有先手秒杀对方，但是对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杀掉一个马上就有补位，这次不会玩崩了吧？叶云看的是心惊胆战，时不时的躲避走位。呲呲噼啪，突然空中炸响，一道手臂粗大的闪电砸在气族的一名战士，带着火花的电弧连他周围9个同伴同样头冒青烟，被一击秒杀。叶云手中举着一根绿色法杖，嘴角冷笑：特么，你们出来一个我杀一个。叶云的这一手让自己和小黑在5秒时间内至少被攻击20次，这样两人的血量虽然还在下降，但是速度却是慢了很多。以两人的庞大血量基数和回春术，可以撑一段时间了。这时叶云才有空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查看系统的消息。系统提示：玩家击杀60级兵级气族，获得经验值75000。系统提示：玩家击杀60级兵级气族，跨4阶击杀怪物，技能点金 CD 值减少 8S。 卧槽，大爷的，8秒！跨40级击杀一个气族之人，竟然可以减少点金8秒的 CD 值。突然叶云感到眼前一阵眼花，只见整个系统提示的界面快速的跳动起来。魔焰地火的第一轮收割终于结束了，而原本点金 59.5 的冷却时间在瞬间变成了 57.6， 一下就减了将近2个小时。一次魔焰地火的输出足足击杀了1000只气族，让叶云周身50几码的范围内成了真空地区。然而如此大的伤亡却没有让这些气族之人退却，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的疯狂。对于他们来说，人族不仅仅是他们的死敌，更是他们的食物。没错，就是食物，他们以各族的鲜血为食物，而人类的鲜血更是他们眼中高端食材，汲取人类鲜血中的精华，可以快速促进他们的成长。而叶云看着疯狂而来的几千气族，眼中瞬间就红了。特么的，10几秒的时间减掉了2个小时，我去他们的压制经验，去他们的反射人致死！巨大的利益让叶云瞬间脑袋充血，直接卸下了自己经验宝珠。瞬间宝珠内近8000万的经验值，直接让叶云升到13级，离14级不过差了 5% 的经验值。等级提升，原本剩下2/3血量的叶云和黑蚁瞬间满血回归，而叶云却是直接将自己升级获得的1536点属性点全部加在了物防之上，瞬间大大的缓解了自己和黑蚁的流血速度。看着对面一刀带走自己2000不到的血量，叶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只要再提升1级，哥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绝望。叶云再次赶紧把宝珠装备上去，他发现这个宝珠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 bug， 只要自己血量见底的时候直接拿出来提升一下，那自己和小黑就可以直接满血复活。有这种好事，自己肯定要好好利用利用了。1分钟不到，叶云再次拿出宝珠，等级再次提升，而只掉了不到一半的血量再次回满。没办法，叶云怕经验储存宝珠内的经验一不小心储存过头后会让自己直接连升2级。利益的最大化自然是一级一级来提升了，说不定自己能撑过去，到时候1级的提升就相差了1倍的属性点啊。再次将升级获得的属性点都给了物防之后，那些气族的近战单位技能给叶云和小黑带来400-500的伤害值，对于叶云和小黑的血量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电弧、魔焰的火、回春术，叶云在这3个技能之间来回使用，遇到 CD 的时候就直接几次的平 A， 可惜这些气族的身高太高了，叶云没办法锁定他们的远程单位，要不这个局势完全可以稳定下来。要知道这20个远程单位中有15位是法术攻击单位，一轮的攻击能打掉自己这边5万多的血量。1分钟后，叶云咬牙切齿的再次升级。没办法，
这个局稳不下来，而经验珠的经验值累积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容易连升2级。负560，负1990。叶云看着对面武功和法功对小黑的伤害，顿时松了口气，这个局算是稳定下来了。太变态了，难怪前世那些大佬都没几个敢来的。要知道叶云的前后购买的属性值就80几亿，加上天赋和天级天赋的加成，最少相当于1200亿全属性充值的玩家。然而就算这样，自己都有随时翻船的可能。终于在10分钟后，叶云看到自己心之念之的技能再次可以使用了。系统提示：恭喜玩家使用点金天赋提升到神级。第28章，米国的全球战略。神级天赋。叶云一愣，他记得天道的公告天赋有12个等级，但是天级之上在天道公布的数据当中没有明确的说明。现在自己这个第11级天赋就以神命名，可见后面等级的牛逼了。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某某星号将天赋提升到神级。奖励属性点2000，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 XXXX 第一个将天赋提升到神级。奖励属性点10000，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打破人类束缚，冲破诸神对人类天赋的封印，奖励玩家属性点20000点，获得称号人王，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人王人族王者之称，具有天生的领导力。获得此称号者，攻击永久正1%，生命值永久正10%，技能王者附身。一次天赋的提升，给叶云足足带来了32000属性点的奖励，额外还获得了一个叶云听都没听过的称号。这奖励和升到天级的奖励简直就神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那称号给叶云带来的冲击，简直就神刷新了叶云的三观。王者附身以天为祭坛，以地化牢笼，强制抽离周身百里玩家真元，强化自身实力。每抽离一位玩家消耗10点真气，提升自己实力 0.1%。被抽离实力玩家会进入半个小时狂暴状态，之后3天时间内所有玩家各项属性值为1。备注：这是一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技能，玩家请谨慎使用。这技能好想试试啊！称号本身带的属性说不上多好，甚至连一些技能或者装备都不如，但是这个技能简直就是残忍加逆天。最低提升3倍的实力，按照叶云现有的实力提升3倍实力，他自己都不敢想象会强大到什么程度，至少比那些先贤真人都要强大吧。叶云看着周围维持在8000左右数量的和自己唯一的队友，不由得叹口气，将刚刚获得的所有属性点分配好。点金的技能再次进入倒计时，这次需要的时间是121.6个小时，有装备减免 5%。然而叶云的经验储存宝珠内储存的经验值才不过10几亿，离100亿的距离还很远。继续，叶云眼睛一亮，双方各加2000属性点的提升，这些气族对他的伤害都破不了防御，而且叶云的伤害在天赋升级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秋风扫落叶的开始。原本击杀一波1000多的气族需要9秒时间，现在一次的魔焰足足可以3波。一个60级的冰级气族，12万的血量竟然在叶云的魔焰中撑不了3秒。而在外界，无数玩家正在盯着排行榜第1的位置，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他们实在是被叶云刚刚那1分钟不到时间2度升级的速度吓坏了。要知道，现在排名第2的玩家也不过刚刚升到12级。么么的，这个家伙究竟神谁？难道神华国那位天级天赋的家伙？一队玩家站在一群20级的野怪群中，看着第1名后面的国籍，皱着眉头。保尔森，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把这个家伙的危险等级提高到 X。我们在华国的一些棋子也需要动动了。一名身着暴露、浑身紫色光芒的美艳女子看着一边的蛮人说道：“她赫然是米国特遣队队长米亚罗。我支持队长的决定。如果这家伙真的是他，那对我们米国现实的冲击将是无法弥补的。虽然现在他还没办法和我们队长比，但是他的天赋终究对我们来说神一个威胁。”一边同样一身紫色装备泰格斯的也不由得说道：“他玩的是一名剑师。行吧，我这就去。对了，我们从华国那边购买的史诗任务的进度已经验证过了，现在还有10亿美元的尾款需要给他们了吗？他们已经催过几次了？”保尔森突然问道。昨天华国龙宫突然和他们取得联系，有新手村史诗任务的触发攻略可以出售给米国。原本他们还不想理会，可是在看过那份资料后，他们妥协了。给，下辈子再说吧。就那么一个文件，竟然要我们100亿美元，而且还要同时出售给那么多国家。可恶！他们那文件打包拍卖到手也不过10几亿美元，而且凭什么我们米国要比别的国家贵一半？保尔森不说还好，一说起这个，米亚罗瞬间就炸了，直接一个技能将周围几10只对着他们狂啃的野怪秒杀。
他们当初也是参与过竞拍的，只是没想到里面的利益会是那么的大。单单售卖这份攻略，华国龙宫最少多了200-300亿美元的收入。虽然生气，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刚刚收到我们全球各大军事基地的信息，我们的人还顺利的在其他5个盟国那里抢先接取了5个这任务。保尔森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口黄牙。听到保尔森的话，泰格斯和米亚罗顿时眼睛一亮。那华国他们早就全部任务完了，要不然你以为他们会把这东西拿出来卖？也是，算了，只要那5个任务完成了，我们这次的购买攻略的资金也算值了。米亚罗吐出一口气，对于脚下那些怪物爆出来的金币看都不看一眼。那尾款不给，难不成他们敢为了这10亿美元和我们开战不成？这次我们要凭借这个游戏，让我们米国再次超越华国，让米国再次伟大。米亚罗根本就不在意上面信用的问题，要是真的规规矩矩的来，那米国早就在历史中泯灭了。行，那我安排下去了。泰格斯，想办法把这家伙处理了。作为我们特遣队的财务大臣，如此行事太过和善了。米亚罗看着离线的保尔森，对着泰格斯冷冷地说道：已经在想办法了。对了，队长，你刚刚说的全球战略是上面？泰格斯点点头，看着米亚罗那双修长的大腿，咽了咽口水。我不仅仅要在现实当中对华国进行各种包围网的限制，在游戏中一样，我也要让他们孤立无援。也不知道为什么，米亚罗对于华国的敌意源自于哪里，所以你要我给北极熊打电话，邀请他们的战队到访我们特遣大队。泰格斯收回了猥琐的目光，若有所悟。现在华国出现一位这么个打破常理的人，这是他们也不乐见的。走吧。说着，米亚罗扭着曼妙的身姿，继续往野怪深处走去，那里有他此行任务的目标。而与此同时，樱花国、三哥国、泡菜国、不列颠国等5个国家的天道战略部队总部一阵阵的鸡飞狗跳，每个人如同死了爹妈，哭丧着脸。第29章天赋破道。华国龙宫大厦顶楼办公室，周宁东放下手中的电话，一脸笑意。队长，什么事那么开心？刘海正在看着手中各个成员的数据表，看见周宁东笑得如同菊花盛开，顿时好奇地问：哈哈，米国那边果然拒绝支付尾款，不过这一刀宰的他们实在太爽了，90亿美金啊，加上出售给别的国家的收获，我们的龙宫总算不那么缺钱了。不缺钱了？我们现在有多少了？李晨旭一愣，对于周宁东会说出不缺钱的话来，有些不可置信。这次出售大神的那给攻略，我们从国外收获足足550亿美金，加上我们自己的募捐基金和国家各部的划拨款，总数已经达到了800亿美金了，而且数字还在快速的增长。卧槽，这么多！我们各部不是才给我们几百亿的华币吗？这么一下搞了那么多。这次正拿着文件进来的刘海听到周宁东的话，惊的文件都撒了一地。这就人口多的福利啊！我们华国总国20几亿人口，哪怕一人只给我们募捐10元，那也有200多亿华币啊，加上企业的总数就是那么多了。和米国不同，华国龙宫的财务和实际控制权都在周宁东的手上，他直接对华国最高机构长老会负责，权力之大比各部会首长还大。卧槽，我都服了我自己了。队长，晚上的晚餐我要多加个鸡腿，我要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你都没看见你那侄子都饿成什么样了。作为募捐的操刀人，李晨旭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这个点子会那么凶猛。尼玛蛋的，滚蛋！周宁东直接一脚将他踹出门外。作为龙宫成员，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受到国家的特别照顾的，为了让成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所有成员的家人都是直接安排在龙宫大厦1到15层居住的，吃喝住几乎所有的都由国家承包了。这货竟然说他那个已经需要减肥才能维持健康的儿子给饿瘦了，不是找抽是什么？也不知道那大神上面时候才会接受我们的邀请。周宁东突然想起了叶云，不由得叹气。上面已经让自己不惜代价的拉拢他，但是自己除了知道他论坛的 ID 和游戏内的天赋之外，对于他其余的一无所知。叶云可不知道他的苦恼，此时的他正看着自己的天赋，一脸懵逼，满头问号。经过10几分钟的热血奋战，叶云终于再次将点金的 CD 值给清零了，但是看到自己的天赋后，自己却蒙圈了。Max 1，这个算是什么天赋？ Max 自己好理解，但是这个1什么鬼？如果后面还有2、3的，那怎么玩？吐槽归吐槽，但是叶云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天赋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哪怕整个世界的全部现金兑换成金币加起来，也不可能将天赋提升到神级，而自己已经是神级之上了。然而这他妈几个意思？ Max 1浑然没有注意到，在天赋升级的时候，一道日月豪光在他头顶乍现，如同满月在他脑后悬浮。系统提示：恭喜玩家 X X 将天赋提升到方 Max 1级，奖励属性点1万，因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
恭喜玩家 XXXX 第一个将天赋提升到 Max 1，奖励属性点5万，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第10方宇宙苏束缚，冲破10方宇宙枷锁，奖励玩家属性点10万点，战力巨限卡 X1，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特别提示：玩家冲破10方宇宙束缚，打破天道壁垒。天道可以回答玩家一个问题：大爷的，我失聪了。此时的叶云心神俱颤，嘴唇哆哆嗦嗦的看着包裹中的那张扑克卡片，说了一句：卧槽，什么 Max 1天赋，什么16万的属性点，这张扑克牌才是重点啊。可以说，单单这张战力巨限卡的价值就已经超越了叶云整个游戏中的所有收获了。因为战力巨限卡可以将游戏中 5% 的数据实力具现到现实之中，也就是说，使用这张卡后，现实世界的自己将会拥有自己游戏内 5% 的实力。天道内想要具现实力有2个方法，一种是去道境阁中正道，比如10级到20的，只要自身的各项属性达到道境阁的要求，而后通过道境阁的道境认证，那么你就可以获得具现 2% 的实力。每10级为1境，每过1境可具现战力额外挣 1%。像之前叶云通过的是50级的悟道塔认证，所具现的实力总共是100分号加200分号加300分号加400分号加500分号等于1500分号。第二种就是这张牛逼的战力巨限卡，一张卡就能够具现 5% 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和道境阁的认证不想冲突，而道境阁却是需要达到30级之后才能在主城见到。前世巨限卡这东西叶云只是听过，见都没有见过。如果自己真的具现 5%， 叶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强大到什么程度，至少在全球范围无敌1年。叶云深深的吸口气，作为资深玩家，叶云深知自己的属性和潜力有多么的恐怖，或许可以开始和龙宫接触了。前世异族降临给叶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实力强大的植被类异族降临，人类几乎就是完全被压着屠杀。因为那时候的人类巨献的实力大部分都在 21% 左右，哪怕那些大佬巨献的实力最多也就40%上下。那时候每1秒最少100万的人类死于他们手上，一个个被他们扎根体内，慢慢的吸食着人类身体中的精华。现在的自己属性加上天赋，实力比之真人也不差，如果后期可以具现更多的实力，那么不敢说保护整个人类，至少自己所在的城市可以免受于难，给人类留点星火。魔焰还在继续的焚烧不知死活的气族，这时叶云的魔焰2次的伤害就能够将他们击杀，而1次10秒的持续足足可以杀他们5波，哪怕他们怎么冲杀，根本就连靠近叶云都做不到。反攻开始了，甩开脑中那些激动万分的幻想，叶云开始吹起了反攻的号角。这时的气族也发现叶云的异常，看着叶云脑后的日月，大惊失色。天赋道光，道体天成，快给领主大人传信，人类中有人天赋破道了。天赋破道，这是10方宇宙对于万族最顶尖天赋的统称，据传能达到天赋破道者能盖压10方宇宙，而这种天赋哪怕是在第9方宇宙也不出5个之数。而现在10方宇宙排名最后的第3000届人类竟然觉醒这等天赋，那会对这方宇宙带来何等的动荡？出不去，怎么回事？气族在叶云的杀戮之下仅仅只能维持在5、6千之数，而这5、6千中还有近半世刚刚被传送过来，处于懵逼状态。时间1分1秒的过去，整个狩猎场焦尸遍地，宛如人间炼狱。气族之人一个个带着绝望的眼神看着像是杀神一般的叶云，连反抗之心都生不起来。这个人类实在是太恐怖了。第30章收获，什么天赋道光，什么天赋破道的，叶云他也听不懂，除了杀都不知道干什么。系统提示：玩家等级提升，获得属性点30720，当前等级16级。不知不觉经验储存宝珠的100亿经验值已经储存满了。不对啊，叶云猛然发现这次升级获得的属性点相当不对劲。之前他再天级也不过收获1536点，而现在不过升级了2次天赋，自己足足就收获3万多点。除非达到 Max 级别后拥有10倍属性奖励，这特么会不会太吓人了？1级收获的属性点够0氪金的家伙玩一辈子来升级收获了。叶云赶紧扔了一把魔焰，将脚下状如牛犊子大小的黑蚁一脚踢开，然后仔细的坐在那里计算起来，然后震惊 M 的抬起头，无语仰望苍天。Max 1级别真的是10倍属性系数加成，不过隐藏的攻击加成却还是2倍系数。如果到 Max 2呢？升1级30万属性点。叶云想到这，顿时一阵哆嗦，然后看着空中清月真人虚影的旁边，一排的数字闪烁着金色的光芒，135643。前后50多分钟时间，
叶云无语斩杀了13万5千多的气族，按现在的速度，平均1秒钟将近杀50个，前后为自己无语减少了300多小时的 CD。看着点金剩余115小时的 CD 值，叶云有些无奈，这破 CD 值太难伺候了，剩下5分钟能减多少是多少，就是自己实在是不想升级啊。5分钟，现在自己的实力打底可以获得10几亿的经验，估计又会升个2、3级。5分钟后，叶云看着自己18级的等级和点金81小时的 CD 值，一脸生无可恋。系统提示：恭喜你完美的完成本次狩猎，已获得了清月真人的认可，获得属性点1万，遗忘神石 X1， 悟道卷轴 X1。系统提示响起，漂浮在空中的清月真人虚影突然崩裂，几千道光影碎片将广场上剩余的气族尽数斩杀，尸骨无存。先贤虚影散了，意味着这位连清月真人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痕迹也没有了。他本就是本体死后的英灵，想为人类后辈留下一丝余泽，而这样的先贤不知凡几。虽然叶云自认自己的实力不比真人差，但是在底蕴方面自己就差了很多。遗忘神石使用后可以删除一个自己的技能，悟道卷轴先贤留下的修炼经验手札，再进入悟道塔使用，可以快速进入某种顿悟状态。2个东西不是叶云现在能够获得的，特别是悟道卷轴这个东西，珍贵程度足抵100亿。系统提示：狩猎场使用时间已到，系统正在评估与结算，请玩家选择奖励方向：1. 金币， 2. 适用玩家的装备， 3. 消耗品。终于来了！狩猎场中本身是不会有任何物品爆出来的，而是系统自动回收，在完成后再由系统对玩家的表现进行评估，按照评估和回收的价值换作等价的某一个物品。这种的评估的计算方式，就算是全世界顶尖的数学家加在一起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法知道你在狩猎中爆出的东西被回收之后的真正价值，都是系统说了算。金币和装备大家都懂，但是消耗品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前世那些大佬从中获得的东西五花八门，有丹药，有技能，有属性点，也有各种的卡片，甚至连前面的金币或者装备也可能出现。也就是说，消耗品的随机性太大了。我选择3，消耗品。装备和金币什么的都是浮云，装备再好也没有属性点好。金币虽然缺，但是我可以靠自己脑子赚。唯独这个消耗品，哪怕就是丹药什么的，都对自己来说足够逆天。因为这个是最高难度级别的狩猎场，奖励不会太低的。系统提示：玩家此次狩猎场评分 SSSS 级，结算方向消耗品类。恭喜玩家获得技能巨献卡 X1， 评分为 4S， 虽然不是最高的 5S， 但是这个评分是前世所有进入狩猎场人中最高等级的评分了。最重要的是，这还是最高难度的无间级。技能巨献卡可以将游戏中的某种技能巨献到现实使用，这完全颠覆了叶云想象。这东西叶云没见过，更是没听过。在前世，哪怕异族降临的时候，叶云也从来没有收到过有人使用游戏中技能的消息。如果现实可以使用游戏中的技能，那造成的场景简直不敢想象。到处都是奥特曼，到处都是赛亚人，一张巨献卡，一张技能巨献卡，让叶云的安全感顿时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至少在和龙宫现实的接触，不需要担心在外的威胁了。叶云抬起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狩猎场中将，而是回到了启天塔中。而此时，游戏中各处地方出现了大量人群大抗议，甚至几十上百万的人以退游为威胁，要求地球天道联邦委员会对排行榜第1的人做出某方面的限制。因为就在刚刚，排行榜第1的华国神秘玩家再次在短短5分钟内连升3级，直接从15级一跃变成了18级。这顿时让一群通宵刷也刷到吐的玩家们顿时酸了。这个华国的家伙铁定开了外挂，难道天道委员会是华国开的不成？这都不管，反对不公不义，我们要求严明公正，我们要求对于高端玩家采取一定的限制。特么，我从昨天和一群兄弟在野外刷到现在都没休息，才堪堪提升1级。他是杀了龙还是杀了神？怎么一次性升了2级了？不用看了，肯定是那位大神。干活去！龙宫大厦，周宁东看着自己的2名副手正在对排行榜热烈的讨论，顿时呵斥，然后自己躺进了游戏舱，登录了天道论坛。第31章，生不如死的巨献。叶云睁开双眼，看着留在餐桌上的饭菜，还带着点热气。丁仪端正地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手指上一枚黑色的戒指正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昨天才和他说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玩玩游戏，没想到今天就到位了，就是有些把老板给忽略了呀。溜滑的薄黑丝到大腿根的包臀裙，职业半透白衬衫，配上他鼻梁上的平光眼镜，特么的，要不要那么诱人？你这样一个打扮，只是做个家政的工作，会不会太屈才了？就没别的衣服了吗？一连3问，把自己问懵了。丁仪看着知性漂亮，
甚至还带着点美艳，但是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饭菜做的虽然和那些专业的有些差距，但是都是地道的农家小菜，很适合叶云的口味。小云，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在叶云吃的正香的时候，丁仪从游戏中退了出来。神他妈的小云，早知道还不如直接叫老板。刚刚出来，看你在游戏就没打扰你了。怎么样，游戏好玩吧？叶云挤出了一丝笑脸，眼睛尽量的躲避丁仪一领口的沟壑，太壮观了。还没完呢，刚刚进新手村，怕饭菜冷了，就退出来了。小云，你说我现在进游戏会不会太晚了？听说现在都有人18级了，我能赶上吗？丁仪没有注意到叶云躲避的目光，反而一脸难色。前面的听着很顺耳，但是为毛又是小云？小叶或者叶云都可以啊。哼，你不要在游戏里面想着和什么人竞争，你就当是你工作之余的这种副业就行了。对于天道的事，叶云也不好说太多，毕竟过几天天道现实的能量就会真正的显现出来，到时候大到国家层面，小到小摊贩都会使用天道金币作为交易的货币，而原本的现实货币会在这几天快速的淘汰。和我说说你游戏的具体情况吧。叶云打了一个嗝，然后继续添饭开吃。我被匹配到的职业是射手，获得一个天赋技能攻速症20%，还没来得及去打怪，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听好多人说要充值好多钱才能打得过村门口的乖乖兔呢。丁仪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游戏内的事，然而叶云却已经没有听下去的意愿了。天赋技能攻速症20%，这简直就是最底端的天赋技能等级了。这个开局哪怕给他10几20亿的金币，最终的成就终究高不到哪去。果然神不同人不同命。看着一无所知的丁仪，叶云在心里表示深切的同情。好好玩，这个说不定你可以在游戏里面赚到你人生的第一桶金也说不定。有时候无知也好，至少还有给一个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前世的自己唯一的目标是活下去，丁仪现在的目标则是有个稳定的收入。而现在自己的目标呢？他突然想到自己下线时自己问天道的问题，心里一紧，感觉自己身上有个巨大的石头压着。天道，我现在的天赋在宇宙中排行多少？1000万之后。叶云将碗中的米饭一口气吞了，在丁仪吃惊的目光下，一头扎进了房间，并从里面将卧室门牢牢地锁死。呼，吃撑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叶云双手撑着床沿，非常不满，但神也没办。前世每次战力巨献之后都会出现饥饿和疲倦的情况，而原本就过得清贫的叶云，每次巨献战力之后，对于身体的疲倦和饥饿感更加明显。再次的登录游戏，使用遗忘神石，请玩家选择你想要遗忘的技能。治疗术。瞬间，治疗术这个技能就从叶云的技能中消失不见了。有了回春术，这个原本就鸡肋的技能彻底没了用处。5秒钟回复15点的生命值，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就是先使用战力巨献卡了。战力巨献卡使用后会将玩家游戏中战力 5% 巨献为现实战力，而不会降低游戏内的实力，而且玩家后期实力的提升也会及时的反馈到现实。但是巨献实力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身体改造的痛感和完了之后全身心的疲惫感与饥饿感，简直就是对人身心的折磨。而且属性越是强大，那种改造的痛楚越大。所以叶云放着262160的属性点不用，也要先巨献了战力再说。使用战力巨献卡。系统提示：玩家在使用巨献卡前，最好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好有亲人保护。巨献过程大约半个小时。请问玩家是否确认使用？高端的东西，提示都温馨了不少。确认使用。虽然神第一次使用巨献卡，但是前世也算巨献了 15% 的小高手了，做这事熟门清路。轰！叶云顿时感觉脑海中平地生雷，一股前所未有的刺痛袭来。左手食指上的黑色戒指表层一条条的电弧冒出，很快覆盖了叶云的全身。啊！一声惨绝人寰的惨叫响起，在外面收拾碗筷的丁仪吓得手一抖，一叠的碗筷摔了给稀碎。小云，小云，你怎么了？丁仪赶紧上前，却发现卧室门被叶云给反锁了，忙活了10几20分钟，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打开，只能慌慌张张地跑出去求助。叶云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一点点的撕裂，整个脑袋像是被一根根长长的细针刺穿，那种的痛苦简直让人生不如死。然而自己却神上面也做不了，就连挣扎的动动手指的能力都没有。时间分秒的过去，叶云躺在床上，浑身的衣服被汗水打湿，脸色苍白的可怕。大爷的，草率了！没想到这个痛苦会是那么强大，怪只怪自己的天赋太逆天了，战力太过强大了。哪怕有过前世的经验，叶云也从未体会过如此巨大的痛苦，就算被一族秒杀的时候也没有。这还是自己有 Max 1天赋的缘故，如果没有这等天赋，那痛感恐怕会强上1倍不止。痛感慢慢的消失，
全身电流已经停止了对身体的电击，叶云已经痛到麻木了，无力地躺在那里。不行，特么我出去了，一定要搞个最顶级的游戏舱，这些低级货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游戏舱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大的降低游戏带来的痛感，要不那些不生天赋只买属性点的土豪还不痛到自尽。第32章，自大神的电话。系统提示：战力巨限时间结束，恭喜玩家巨限 5% 战力。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叶云的脸色在巨限完成的一刻瞬间恢复如初，仿佛刚刚的经历如同一场梦一般。日了狗的，终于完了！叶云退出游戏，从床上轻轻一跃而起，然后双手在天花板上轻轻的一推，缓缓地站在地面，然后轻轻的一拳打出，顿时产生一股猛烈的拳风，将卧室内的摆设吹得东倒西歪。重力感不到 30% 了吗？叶云闭着双眼，仔细地感受自己身体和力量的变化，喃喃自语，甚至还有些惊愕。前世他 15% 的战力巨限，重力感都还有 65%， 而现在自己巨限的战力竟然超过了前世的6倍之多。自己还有26万的属性点还没使用呢，而现在天道开启也不过几天的时间啊，这让叶云也不禁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超前了。最重要的是，叶云完全没有之前挨的痛感了，反而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量。小云，小云，你没事吧？外面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夹带着丁仪的哭喊。卧槽，你们这是干嘛？叶云打开房门，看着一位老大爷拎着一把八角锤就自己身上砸，赶紧躲了过去。小云，你没事？叶云看着丁仪和他身后的几个大爷大婶，顿时无言也无语。从几个大婶的口中也算是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几位大婶看着屋内散落的到处都是的摆设，顿时就对叶云一阵数落，说小两口吵架没必要摔东西，没有上面过不去的坎，没必要寻死觅活的。更扯的是说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听得叶云和丁仪满脸尴尬。和几位大妈大婶不同的是，那位拿着铁锤的老大爷看着屋内的情况，眼瞳收缩，让后提着那把5-6公斤重的铁锤头也不回的跑了，边跑边骂，现在的年轻人太会玩了，床腿都要摇断了，这么生龙活虎的家伙，你跟我说他会寻死觅活，我信你我就不是你大爷了。不好意思啊，大婶大妈，麻烦你们了，现在我们这没事了，谢谢你们，谢谢。整个屋子充满了尴尬的气氛，丁仪赶紧将那些大妈大婶带了出去。这尼玛闹哪样啊？叶云走进卧室，仔细的看了看床腿，确实有一根上面已经有了一条裂纹，看那情况，晚上估计是要睡地板了。这大爷，神了！叶云自己都没想到，刚刚随意的一拳会造成自己晚上没地睡。这时，丁仪已经走了回来，看着坐在沙发上沉思的叶云，一言不发的进了卧室，开始整理。仪姐，不需要去整理了，你先赶紧给我下2碗面条，我饿了。饿了？不是才？行，我去下面条。这边我迟点再整理，你下午就先在客厅将就将就哈。丁仪一脸错愕走进了厨房，刚刚他明明看见叶云吃撑了进入卧室的，这么才半个来小时就饿了，饿死鬼投胎也不带这样的吧？多下点哈，最少2碗。看着进入厨房的丁仪，丝毫不顾及他的感受，一脸满意的再次走进了卧室。啪！卧室门再度紧锁。262160点的属性也该要分配了。竟然要和龙宫接触，意味着自己会很快的暴露在世人的视线中。这个时候多一分实力，多一分保障。尽管现在叶云的实力可以说无敌于全球。首先防御，双防的属性都在4000多，是叶云所有属性当中最少的。再考虑到现实当中那些强大的热火器，叶云直接一个加了5万的属性，然后再次给攻击加了10万点，剩下的62160点给了生命值6万，剩下的给了真气值。砰！属性点才刚刚分配完，趴在叶云脚下的黑蚁原本牛犊大小的身体瞬间膨胀，一刻间就变得如同一辆轿车，让不是很大的启天塔内显得有些拥挤。尼玛，杀怪升级没见你牛逼，你这长身体倒是牛了。叶云冷冷地别了他一眼，吓得他一个哆嗦。变大后的黑蚁显得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了。首先，颜色不再是之前那种的黑色，而是背部多了2条10几公分的金色条，两侧的腹部位置长出了一对50几公分的翅膀，之前的獠牙也短了很多，看上去少了几分凶恶，多了几分威猛。等级18，职业牧师，命兽黑蚁物，生命值1259148，真气值24640，法攻145,482，物防44804，法防54438，天赋 Max 1，自由属性点0，财富695476582，天赋技能点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睛一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CD64H，
备注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不低于自身每次使用后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1：回春术对玩家自身或者友军释放，每1秒回复生命值上限 1%， 持续时间10s， 真气值消耗15 ，CD 60s。2：生命颂歌对自身或友军释放，生命值上限提升 5%， 持续时间300s， 真气值消耗15 ，CD 60s。3：电弧对100码内10名敌人造成自身 70% 的雷电攻击， 20% 的几率使被攻击对象出现1秒麻痹效果，消耗真气值60 ，CD 10s。4：魔焰地火施展之后，在自身60码内地火丛生，60码内敌人全体每秒遭受自身 2% 攻击持续伤害，持续10s， 消耗真气值90 ，CD 25s。5：弥月对10码内敌人造成 90% 的冲撞伤害，同时造成对方 1s 的眩晕，消耗真气值15 ，CD 10s。6：王者附身特殊，以天为祭坛，以地化牢笼，强制抽离周身100里玩家真元，强化自身实力。每抽离1位玩家，消耗10点真气，提升自己实力 0.1%。被抽离10例玩家会进入半个小时狂暴状态，之后3天时间内，所有玩家各项属性值为1。备注：这神一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技能，玩家请谨慎使用。嘿，算了，不看也罢。叶云对于这家伙的用处算是明白了，就是怕牧师这个寄生职业等级被战斗职业拉太远，给牧师挂机用的。除了血量比自己高，剩余属性全只有自己的80%，实力再次提升，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再次来袭。只是因为前面有过改造，所以这次痛楚比之前减轻多了。以现在叶云在现实的实力，轻轻松松的就应付过来了，甚至在电流笼罩全身之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销魂的叫声。当叶云走出卧室的时候，正看见丁仪满脸通红的坐在餐桌边上，盯着叶云直看。叶云可不管那么多，实力的巨大提升让他再次饥肠辘辘，毫不客气的走过去，端起一大碗面条，刷刷的就吞下肚，然后在丁仪惊恐的眼神中端起公用大盆，再次欢快的吃起来，浑然不知自己被坐在身旁的美女贴上了猪的标签，甚至让他一度怀疑自己那5万1个月的工资到底划算不划算了。很快，解决温饱问题的叶云抚摸着肚子，坐在沙发上，拿出了他那使用了6年的手机，输入了一串16位数字的号码。魔都龙宫大厦，一名通讯员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队长周宁东的办公室，说明来意之后，直接将正在游戏中特殊副本中大杀特杀的周宁东给拉了出来。妈了个巴子，你们要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别怪老子不讲情面。周宁东一出游戏舱，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几人，顿时怒火中烧。特殊副本啊，只要通关，说不定就有一件史诗级的装备。那个老大，你那大神给你打电话来了。大神？电话？卧槽！第33章，我腿软。小云，你没事吧？亲眼看着叶云干掉了一大盆的面食，丁仪有些担心地问。没事。对了，仪姐，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着我，反正工资的话只会更高。叶云想了想，还是对丁仪说道。他自己无亲无故，但是丁仪和自己不同，他有自己的亲人好友，所以如果离开这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他不一定愿意。离开这？去哪啊？丁仪一愣，甚至有些惊慌。他现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老家还有病重的父母，一个扶不起的弟弟。如果叶云离开，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去魔都？放心吧，如果在那边安定下来，你的父母也可以接到魔都生活的。你父母不是生病了吗？魔都那边的医疗条件你也是知道的。如果过去的话，伯父伯母的医疗费用有人会帮我们出的。叶云知道丁仪的犹豫，家有父母不远行，这个女人的心地不得不说是真善。只要她跟随自己进了龙宫，那么她家人的衣食住行全部会由龙宫承担。至于她那经典的弟弟，到时候让周宁东直接扔进军营里去就行了。真的可以？丁仪瞪大了眼睛，心动了。哈哈，收拾东西去吧，1个小时后有人会接我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父母。看着呆萌呆萌的丁仪，叶云忍不住笑了起来。前世叶云没什么朋友，只有在进入龙宫外围组织后，才有几个同病相怜之人，几个人抱团取暖，同进同退。也因为这样，他们的实力才能稳步提升。所以对于龙宫，叶云是又爱又恨。哎，是因为里面的人都算可以交心之人，因为里面的阶级性太强。如果按照叶云原本的性格，自己有这个实力，根本就不可能去接受龙宫的邀请。但是经历过异族的入侵，经历过队友对你生死的托付，他自然而然的想为曾经的队友出一份力，让他们在未来起码不会被秒杀了，让他们原本的天赋不会被埋没。小云，你朋友什么时候过来接我们啊？还有这退房你不要和房东说下吗？还有押金呢。
两人东西不多，用的也就2个行李箱。至于厨房的那些东西，按照叶云的意思，一个不带，这让丁仪好一阵心疼。叮咚，丁仪的话才刚刚落下，门铃就响起来。你好，请问这里是叶云叶先生居住的地方吗？才一开门，丁仪就看见2名身穿迷彩服的军人出现在自己面前。你们是？看着眼前的2人，丁仪一阵眩晕。军人，小云不会惹什么事了吧？仪姐，让他们进来，把行李带上吧。叶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就是叶云，报告首长，铁狼特战大队队长陈浩宇、副队长刘金龙向您报道，奉上峰命令，前来接首长前往魔都龙宫。2名军人一听眼前少年就叫叶云，瞬间恭敬行礼。走吧。叶云不是军人，更没有军队的经历，所以没有军队那么多的规矩。是。2人一听，赶紧将丁仪准备好的行李箱拿上，然后走在前面引路。仪姐，发什么愣呢？走啦。叶云看着一边呆滞的丁仪，不由得喊道：首长。丁仪看了看站在门口的2名军人，又看了看叶云，头晕得厉害，甚至腿都有些发抖。丁仪确实是被吓到了。作为曾经上市公司宣传部的骨干，他对于各级政府官员等级和军队军衔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刚刚他看到2名军官的臂章，一人是中校，一人是少校，偏偏这2人还喊这个跟自己同居了3天的家伙首长。叶云也不过是23出头吧，竟然会是首长。哼哼，走吧，到了魔都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叶云看着丁仪的样子，安慰道。如果不是自己有过前世经历，如果不是自己具现了实力，叶云自问表现的不会比丁仪好。好一会，丁仪才缓过神来，跟在叶云的身后走上了楼顶，直接上了一架直升机，前往最近的军事基地，然后再转军用飞机直接前往魔都。魔都长虹国际机场，一辆辆军牌汽车直接停在机场机坪之上，一队200人的方队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他们身上那身墨绿色的军装在夕阳的照耀之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队长，我们这阵仗会不会有些过了？李晨旭看着一架架国际航班下来的乘客，对着这边指指点点，有些犹豫地问道。不，要不是制服不允许，我都想连带预备队也带过来，一个个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等下来的人会是我们新的领导。周宁东看着李晨旭，而后大声地说道。队长，你都是少将了，他做我们领导，岂不是？刘海听到周宁东的话，心里有了些猜测。任命已经在路上了，明天授衔仪式。周宁东淡淡的说道，同时眼中竟然还有一丝丝的兴奋。敬礼。此时，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缓缓地从空中飞下，很快一对年轻的男女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哇哦 ，Falk， 我以为是你们国家什么重要的大人物，原来就特么的一对官二代。一名带着好奇心的老外骂骂咧咧地放下举起准备拍照的手机，一脸怒容。哪家的公子哥？快拍照！竟然动用那么大的资源接机，这已经严重违规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乘客，一些甚至不顾机场安保人员的劝离，想要一睹大人物的风采，没想到就出来这么2个玩意。我是叶云，你就是周宁东吧？叶云微笑着看着眼前的阵仗，走到周宁东面前，面上古井无波，心里却是慌的一匹。特么，这阵仗太吓人了！一群200多个中上尉军衔的军人对着你敬礼，那感觉让人想尿啊！但是不得不说，很爽，相当爽。没想到大神你竟然这么年轻。走，我们在魔都上云酒店为大神准备了接风宴，我们是先去酒店。周宁东看着叶云那年轻的不像话的面孔，有些难以置信。这身穿一身地摊货的家伙，真的是那游戏中豪掷万亿的大神？小云，我走不动了。这时，站在叶云身后的丁仪颤抖地说道：仪姐，怎么了？我腿软，妈了。第34章，大刀霍霍。夜色撩人，叶云端坐在龙宫大厦顶端，整个魔都的夜景尽收眼底。一丝丝的雷电在他的手指在来回穿梭，虽然看上去有些生涩，然而那丝丝的雷电中蕴含的能量足以让人恐惧。这就是叶云刚刚使用技能巨献卡巨献的技能电弧。因为巨献实力的原因，叶云的身体素质早就超越了人体的极限，哪怕晚上整个龙宫200多正式成员的轮番上阵，也没有将他喝趴，反而是这群家伙被预备团的人给送了回来。清风徐徐吹动着叶云放在自己办公桌面上的文件，透过昏暗的灯光，可以看见上面是一张张的照片和对应的文字简述。叶云轻笑，低声呢喃，有追忆，有没落。战友们，这是再见，不知道你们会是如何一番光景。陈家茂，你为我挡的那一刀，救我一命，却自己落下残疾。金志远，你错付我了，我负了你，你却为我杀上京都黄龙总部，却是陨落在那贱人之手。谢一峰，我永远记得一族降临，
你挡在我身前的背影，虽然没挡住，做了一对兄弟肉串。小莫，我们走后你一人不知道撑了多久。4个名字4个人，可以说在前世3年的后1年时间，让叶云充分感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朋友，什么叫战火中的战友。小云，你昨晚喝了那么多酒，怎么还不休息？丁仪站在卧室门口，看着端坐在落地窗前的叶云，不由得问道。这里是叶云的办公室，也是叶云的居住房。整个房子近1000平，3个大间卧室和一个专属叶云的办公大厅，还有一个锻炼的区域，甚至还带有一个100多平的室内泳池。想些事，睡不着。具现实力后，身体被大幅的改造，叶云感觉自己根本不需要睡眠。怎么了？我陪你聊聊。丁仪晚上也喝了不少的酒，摇摇晃晃的走过来。没什么事，想到了一些故人。对了，你的父母还有你弟弟，明天他们就会到这边，龙宫大厦这边会给你的父母安排住处。至于你那给弟弟，叶云说到这，有些为难的看着丁仪。没事，他那性子我了解，在这边只会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丁仪走过来，坐在叶云的办公椅上，仰着头看着办公桌上的叶云，打了个9嗝。我想把他送到部队去，想听听你的建议。看着身下趴在办公桌上的女人，叶云心里闪过一丝悸动，果然站得高，事业好。听你的。丁仪头微微扬起，看着叶云露出了一个微笑，浑然不知那睡衣之下的春色外溢。大爷的，太要命了！叶云赶紧将视线转移到窗外，一时两人静默无言。这岁月静好的感觉真好。第二天一早，一队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入龙宫大厦，而后没过多久又浩浩荡荡地离开，让外面一些有心之人疑惑不已。叶云坐在办公室，看着身前的军装和授衔任命书，苦笑不已。虽然知道上面会给自己一个不低的军衔，但是也没想到会那么高。上将军衔拥有对龙宫及附属势力的绝对支配权。上将啊，整个国家也不过8位，可以说叶云一步登天，1日就成了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只是这个审核太过麻烦了，自己特么连内裤颜色都被查了个底朝天。小到什么时候尿床，大到什么时候恋爱，甚至连自己还是个老处都知道。叶云看着桌上一叠叠的文件，赶紧都投进了碎纸机。这些国家机器实在是太恐怖了。不过，应该是你们以为我癌症晚期，没多久可活，才会如此放权给我吧？叶云摸着下巴，心思跟随着碎纸机的声响起伏。这次国家给予他的权力远远超出了叶云的要求，但是这个授衔仪式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以说除了龙宫和个别相关人员，几乎无人知晓。算了，国与我如家。报告首长，周宁东、李晨旭、刘海前来报道。送走军方上来授衔之人，3人马上就屁颠屁颠的赶了过来。特别是周宁东，对叶云简直就是有一股迷之崇拜。行了，都坐下吧。龙宫的大体情况，我在昨晚已经初步的了解一下。现在我要做出几个调整。第一，任命周宁东为统战部指挥长，负责龙宫对外各大战争与游戏内成员的管理。任命李晨旭为副指挥，同时兼任文书。刘海为副指挥，兼任后勤部总长，统管预备队成员的游戏内事务。每5天5个名额，凑成一个小组，可以从预备队中择优进入龙宫，成为正式成员。同时需要安抚好所有成员的家人。说到这，叶云眼光灼灼地盯着刘海。刘海，你的工作最为繁重，龙宫成员和龙宫发展壮大最为重要的一环。我可以给你更大的权限，但是我需要你做到的是公平公正，无愧于心。第二，不管是龙宫正式成员还是预备人员，我要求他们只要达到10级，就给我尽最快的速度前往编号18716的丰乐村，并申请成为丰乐村的永久居民。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可以去天道官网查看我们国家新手村的布局图。第三，所有龙宫成员以5人为一个单位，按照最优战斗队伍设计，如果缺什么类型的人，由刘海从预备队中选出，当天名额废止。第四，我要你们尽快的将这4个人找来，并带来龙宫。以后龙宫5人为一组，10组为一队，这4人为队长，由统战部领导。叶云一连说了几个要求，既然上面给了自己那么大的权力，那么自己也不会让他们失望。一人独强，或许可以护住一方安宁，但是华裔国领土之大，他一人怎么护得过来？周宁东，我们现在的金币总数还有多少？还有各个渠道收入如何？新官上任3把火，但是叶云却没有那个心思。一共7857亿9475万8643，每个正式成员每天都会下发1000万金币，预备队是每人每天1000金币。今天的刚刚分发完毕。龙宫现在每月收入为防部每月200亿，政院各部这几天各方协同后为每月共有180亿，各省市可以提供共计每月50亿，社会各大型企业、特殊团体每月共计5亿。天道捐献基金目前320亿左右，企业捐献在230左右。
后面2个浮动相对会比较大，毕竟是自愿原则。周宁东赶紧回答，作为军人，行事风格虽然雷厉风行，但是能坐上少将这个位置的，哪一个不是能人之辈？这些钱可都是不知道求爷爷告奶奶的求了多少人才要来的。7858亿，叶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了。他累死累活的，总共才搞了100亿不到。果然，个人和国家这庞然大物比起来太渺小了。叶云翻看着电脑中所有成员的资料，他发现200个正式成员的天赋清一色的都是 S 级别，而周宁东3人也达到了 SS 级。也就是说，网上的那份公告是真实的，龙宫正式成员的资金是1亿华币。因为天赋从 D 级到 S 级需要8421万金币。第35章排行榜等级竞赛，初始1亿金币，后续每天下发1000万，看着很土豪，但是这个弊端很大。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成员想要再次提升自己的天赋，单靠这下发的金币的话，就需要160天。160天的时间，黄花菜都凉了。钱留着是死的，这些家伙可以没有点金，每时每刻都在打怪升级，而且预备队和正式成员的待遇相差了足足1万倍。果然，这该死的阶级。前世叶云属于外围，连预备队都算不上，每天只有可怜的200金币和现实生活的一个编制。叶云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拿出了计算器，噼噼啪啪的按着，看得3人是一阵胆战心惊。现在开始，正式成员每人下发17亿金币，其中16亿用来提升天赋，将天赋提升到 SS 等级，剩下1亿作为购买属性点费用，共计3400亿。预备队员现有1万人，每天下发金币改成月发，为每月初提前发放，每人每月500万金币，共计500亿。同时我要求，叶云说到这里一顿，严肃地看着3人，特别是正在记录笔记的李晨旭。正式成员以小组为一单位，以后每半个月必须上交100万金币作为储备金，剩余的他们自己安排。预备队员不做要求，新进成员前30天不做要求。预备队员的补充，刘海，你那要有具体的方案。SS 的天赋高吗？很高，但是那仅仅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按照叶云的想法，自己最少也要打造出一个全部 SSS 天赋的500人战队。还有你们3个，作为龙宫的骨干，现在才 SS 天赋，有些 low 了，都提升到 SSS 级别吧。4000亿就这么几句话给安排了，只有3898了。3人面面相觑。叶云说的风轻云淡，但是听得3人是心惊胆战。这家伙虽然说的有点道理，但是会不会太败家了？果然是神豪啊，花起钱来眼睛都不眨下。以后的工资做点点的调整，游戏归游戏的，生活的还是要生活的。你们3每月50万，下面队长每月30万，正式成员20万，预备队5万，这些钱全部发到他们家人手上，省得这些家伙中饱私囊了。说到这，叶云看着脸色尴尬的3人组，作为国家队就要有国家队的样子。再说，现在这群人等于是跟着自己混饭吃，自己不疼，谁疼？是。3人见叶云将事情安排好后，顿时行礼，赶紧下去安排。卧槽，好像忘记自己的工资了。叶云看着3人离开的背影，充满了怨念。至于3人心里想的，神豪哪里看得上这点的工资？对于龙宫大厦来说，今天无疑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自己的领导换成了更高级别的上将，这显示了国家对于龙宫的重视。而且他们不管是游戏内的利益，还是家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这让他们对于龙宫的向心力更加凝聚了。丁一一大早准备好早餐，就去机场接他父母了。接下来他父母的生活起居之类的都会由龙宫这边安排。自从昨天天赋提升到 Max 1后，叶云感觉压力大，但是却是动力缺。每次上线就把小黑往秘境2层一塞，直接挂机。现在从18级升到19级，需求的经验值足足要20亿，刷一次副本亦不过200几十万左右，需要足足刷将近几百次才有可以升级。如果半小时刷一次，那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这也是叶云将副本收费设置那么低的根本原因。要不然没人去得起啊！想想也知道，也是那些大佬，哪怕等级最高的那个，玩了3年时间也没有跨过80级的门槛，而叶云玩3年也不过65级，可想而知这游戏的坑有多大。当然，叶云也可以快速升级，他身上还有一颗储满了100亿经验值的经验宝珠，也还有一张1小时的双倍经验卡，但是叶云不打算用。先不说等几天后自己的点金可以再次使用，单单是自己升级的速度就已经遥遥领先了第2名4级。这4级就够他不吃不喝刷好几天怪了，而且自己还有24小时不知疲倦的黑蚁，以及经验值比普通地方高的秘境副本。可以说，在等级这方面，没人可以和他比。系统公告：全服等级达到10级的玩家突破2亿人。玩家等级排行榜奖励福利开启，第1轮截止6天23小时59分。玩家等级榜福利。叶云看着系统的公告，笑了，这简直就是为他准备的呀。
玩家等级榜以7天时间为一轮，每一轮在截止时间后，等级前10名的玩家将会获得数量不等的金币。第1名奖励负10亿金币，第2名奖励5亿金币，第3名奖励1亿金币，4至10名各奖励5000万金币。公告一出，整个新手村顿时一片哀嚎。天道，我日你大爷！我倾家荡产的，累死累活才升到8级，你突然告诉我全球有2亿的玩家10级了！一名玩家怒指苍天，破口大骂。可惜被天道一道雷劈的外焦里嫩，微微颤颤的被一只野怪送回了农村。2亿突破10级了吗？遥远的一个城镇，一名女性玩家看着系统的公告，一脸难看。即使她的等级高达14级，排名第2。10级到14级，足足有2亿玩家，可见这个等级榜单上面的激烈程度了。除了第1名，第2到50都是清一色的14级，而13级的排名更是到10万名之后。等级越高，差距就越小，因为需要的经验实在是差得太过变态了。米亚罗，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改变计划了。泰格斯皱着眉头对着女孩说道。怎么了？女孩看着泰格斯，脸上的面具盖住了她原本娇艳的容颜。目前华国那边等级榜单前万名中占据了3000人，我们仅仅只有2000多些，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我们后续的等级榜会比较困难。泰格斯考虑的比较远。榜单压制吗？那就开仓吧，一个人先发下去1亿米元。对了，给那些盟友说说，我们的经费很紧张，看看我们盟友在我们国家的商会能不能支持一点。米亚罗知道泰格斯的意思，但是他早就将那些金币视为自己的财产了，这要他吐出来让他很难受。不过他也很无奈，上次他一人为了和华国那玩家赌气，花费了6000多亿金币将天赋提升到了 X 级，引起了上面极大的怒火。要不是因为无法挽回，估计此时的他已经被开了。泰格斯听到他的话，脸皮忍不住的抖了抖，这娘们是个狠人啊。那些盟友已经被他刮了一层油了，现在直接越过他们，找上他们的小弟了。10级就前2亿了，特么我也算是全球的精英人士了。相比于其他新手村的惨淡，丰乐村显得不一样。10级的很少吗？不，这里很常见，你去村口看看就知道了。特别是那些喊着带人刷副本的，绝逼都是10级以上的大佬。因为这里有叶云的秘境，有村里的炼神塔，有村里的居民住宅，不仅仅大部分人的等级比较高，而且大部分人即使等级到了也选择留下来，因为那些城镇该有的这边也有，城镇没有的这边也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享受丰乐村给的优惠，他们几乎都选择了加入丰乐村，成了丰乐村的永久居民。叶云领取了昨天副本的收入和丰乐村的分红，抹去零头，一共1630万金币，加上论坛上的收入673万，一天共计收入2303万。没错，就是那么恐怖，日入2000万，其中副本的收入710万，村子的分红650万，270万是住宅垫付的回款。虽然丰乐村的炼神塔因为鼓励玩家加入丰乐村2打半折，但是村子的收入却不减反增，这简直就神印钞机啊！第36章霸榜计划，2亿人等级达到了10级，开启排行榜奖励；2亿玩家达到20级，开启天赋排行榜；1亿5000万玩家达到30级，开启战力排行榜。这是玩家50级之前的3大榜单，可以说这3个榜单就是为真正的强者准备的，让强者更强，为以后人类的灾难做贡献。可惜碰到米国那个货色，每个榜单的奖励都是金币，而等级排行榜单的金币奖励是最低的，像天赋排行榜第1名的金币奖励就高达50亿，足够一个普通人一步登天了。前世等级排行榜万名之中，华国只占据了不到1000名，而米国却足足占据了一半，前3名更是占据2个，可以说和米国第一场的非正式交锋，华国输得很难看。但是现在有叶云的秘境存在，这次的交锋叶云充满了信心。最为重要的是，叶云还有经验宝珠，一个储存了100亿经验宝珠，这个东西只要一个瞬间就可以造出一个20级的新人。系统提示：龙宁书添加你为好友，是否通过？你大爷的周宁东，取的名字还是他们这个风骚。不用说，龙宁书就是周宁东的游戏昵称。老大，我们几个到丰乐村了。此时几十人站在丰乐村村口，看着在秘境入口汇聚的人群，一脸震惊。你们直接去任务领取中心2楼找老王，申请成为丰乐村的永久居民。我马上过来。叶云说完，直接往老王那里走去。老王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行政服务类的，至于建设那些要花钱的，叶云没有给他放权，实在是不放心啊。所以叶云这次打算把这方面的权利放给周宁东，让这个家伙操劳去，自己可以做个甩手掌柜，乐得轻松。很快叶云就见到了周宁东一行人，和现实中统一的制服相比，这群家伙完全算得上是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老大！看见叶云，几十人赶紧见礼。游戏不是现实，
而且为了不过于显眼，所以不管是称呼还是其他的，接地气了很多。叶云点点头，等他们申请过后，就让他们在村子内自由活动，而后带着周宁东一路走到了启天塔。老大，来这个鸟笼式的房子干嘛？叶云没理会他，而是带他进入启天塔后，直接在启天塔内将他任命为丰乐村第一副村长，这才一脸淡定的转身，饶有兴趣的看着已经进入石化状态的周宁东。卧槽！卧槽！老大，这个村子，你的？和现实的沉着稳重相比，这货在游戏内或者在叶云面前就神一个二货，一个逗逼。如你所想，如你所见。行了，有以后这个村子就是我们龙宫的势力驻地了，村子的发育就需要靠你了。不懂得这么发展，你可以找懂行的人。村子让他们给我发展去，反正该我的分红1分都不会少，自动邮件的那种，我就等着坐收成果。尼玛，老大不愧是大佬，我这就去和发展委打电话，让他们那给派几个专家过来。周宁东一边研究启天塔的沙盘，一边叫，越是研究越是激动，没有一点军人该有的样子。之前他还不明白为什么叶云一定要求龙宫所有人到这，现在他算是明白了。这地方简直就是他们的天堂啊！要升级，我自己可设置野怪区域，数量、刷新速度，又或者花点小钱去村口的副本。要赚钱，这个村子里面那么多玩家，单单一个炼神塔就是日进斗金。如果他知道这个村子的收入会有 15% 自动发放给叶云，会是什么样的表情？甚至以后还会更多，这个没有叶云的允许，他想查账都查不到。如果他知道村口的秘境副本也专属于叶云，又是会什么样的表情？当然，叶云打死也不会和他说的。主要就是不忍心破坏他那激动的、兴奋的心情。喂，清醒了没？老大，有事你说话。天道等级排行榜榜单有什么想法没有？叶云看着周宁东有些状况之外的表现，一脸鄙视。老大，现在榜首是你，我现在是14级，马上就15了，保住前3名应该可以。小李和小刘等级也在10名以内，只要我们保持住，那么前10名我们应该可以占据4个名额。周宁东说到这个，更是一脸得意。他们3个都是战斗类职业，加上本就投入得够多，直接开局就单刷10级野怪，所以等级也领先一步。不行，4个太少了。龙宫按组分好后，全部给我全力刷副本，金币消耗由组织买单。我不仅要这个排行榜前3是我们的人，我还要前10我们至少要占8人。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3人，还有我让你们找来的4人，再在龙宫中找出天赋技能好的3个，组成2个最强组合，全力冲击，以后重点培养。因为在等级的排行榜后还会有别的排行榜。本来叶云想把自己那张双倍经验卡给拿出来的，想了想还是算了。特么的，我一没工资，还把这个村子给共享了，以后再想要我的东西得要钱。按理来说，哪怕叶云将龙宫剩余资金纳入自己私囊，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因为现在的龙宫他有绝对的话语权，除了长老会5人的3票否决，没有任何人可以插手进来。是，我这就去安排。现在的叶云是彻底让周宁东信服了，不服都不行啊！看看人家这志向远大的自己都汗颜。第37章故人。第2天一早，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叶云的办公室中安装一台最新的顶级游戏舱，而另外一边已经安装好了一台，丁仪正在游戏舱内体验。以后再也看不到那勾勾了，可惜了。看着正在紧闭的游戏舱，叶云满脸不爽，然后乐滋滋的报告：你要的4人已经带来了，正在楼下会议室。周宁东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叶云正围在他办公室内的一个新的游戏舱打转。哦，带上来吧。叶云别了他一眼，继续欣赏着刚刚到货的新的游戏舱。顶级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看起来就舒服。等下丁仪出来了，一定要好好的问问，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将军，这不合规矩。龙宫大厦顶层，叶云的住所兼办公室，这里除了丁仪和周宁东3人，没人可以上来。没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去吧。另外，把小李和小刘也叫过来，都认识下。叶云伸手拍了拍游戏舱，挺结实的，如果不是老朋友到了，他都忍不住想要进入游戏体验一番。5分钟后，7个人出现在叶云的办公室内。陈家茂，职业法师，天赋技能制裁，效果是额外强制伤害正 50%。叶云看着进来的人，对着其中一名瘦小又黑、留着一副汉奸发型的男孩说道：谢一峰，射手，天赋技能极端，应该是单体攻击时攻击正 80%， 对吧？叶云这时又转头看着一名高瘦的眼镜青年说道：驯兽师，天赋技能是兽皇，效果是可驯服妖兽数量每提升1级+1，是吧？金智媛美女。叶云对着一头黑发披肩、
神色冷漠的学生打扮的女孩微微一笑。最后一个，木子明，特殊职业，力士，自带天赋技能黄金旗，效果是……你究竟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职业和天赋技能？叶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名躲在几人身后、神色有些唯唯诺诺的小男生打断了。哈哈，我是华国龙宫最高指挥官，也是华国进驻天道的国家队队长。你说我怎么知道？叶云打趣道，丝毫没有理会在一边直翻白眼的三个猛男。要是国家机器可以查到游戏内部的数据和资料，他们早就把叶云给挖出来了。四人的脸色非常难看，更多的是害怕。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那么大的阵仗。早上一起来就被几个军人带着，一路专机将自己送到魔都。进入龙宫大厦之后，更是感觉浑身麻木，入眼之处全是军人，而且军衔士官之上。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我代表龙宫，诚挚地邀请4位加入我们龙宫，为我们国家在天道之中尽一份力，同时也让自己的天赋不被埋没。这4人的天赋技能都是专业对口，但是又都很偏门，但是绝对的牛逼。比如陈家茂的制裁，效果是额外攻击伤害正 50%， 这就相当于无视对方防御，每次打出自身攻击的 50% 固定伤害值。这简直就是夜云魔焰地火的翻版，只是那伤害高达 50%， 如果使用群体攻击，那简直就太吓人了。4人可以说各具特色，前世叶云是法师，物防正 200%， 所以叶云几乎是5人中唯一一个天赋技能和职业不配位的，但是这个天赋技能偏偏又弥补了他们没有肉盾的空缺。呼，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自己犯什么事了呢。几人中，谢一峰年龄最大，心理承受能力也最强。先坐下缓缓吧。前世5人固然熟悉，但是现在相互之间可还不熟悉。坐下之后，周宁东3人也开始了对这4人做起思想工作。在华国，几乎的人都有一股爱国的心理，很快4人就接受了邀请。而叶云也知道了他们在游戏中的相关资料，可惜4人都还没有达到10级。不过嘛，叶云直接将4人提拔为中队长，各自掌管50个小组，共50人，会由周宁东3人安排专门的人指导辅助他们。而叶云也不吝啬，直接每人下拨了400亿的金币，其中包含了升级到 SSS 级天赋的资金。至于他们的家人，会在这2天相继接到龙宫大厦安顿。看着激动的4人，叶云也为他们开心。可惜叶云现在走的路和前世已经不一样了，一人独领风骚，注定了游戏内一路的孤独。你们4人这2天时间给我冲上10级，之后马上赶来丰乐村和大家会合，明白了没有？是。4人学着军队里面的样子，歪歪斜斜的敬了个礼，看得叶云都为他们尴尬。4人跟着周宁东去办理入伍手续，李晨旭和刘海也各自忙碌去了。偌大的办公室内瞬间又安静了下来。嘿嘿，这个木子明太低调了，如果他的天赋技能被外人知晓，恐怕无数财团求着他也要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木子明打断叶云的话，肯定是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天赋技能，因为他这天赋技能确实有些霸气，最重要的是让友军听着会相当的不舒服。黄金旗，苍天不死，黄金当立。可惜前世这天赋被埋没了，没有资源，没有势力，想要崛起太难了，或许可以重点培养下。第38章异常。龙宫，一切都在周宁东3人的管理下有条序的进行。叶云这几天每天都窝在游戏舱内，平均每天在线10几个小时，实在是游戏舱太舒服了，现在游戏舱都成了叶云午休的躺椅。叶云每天刷副本最少不低于10个小时，没办法，看着周宁东他们，叶云根本就不放心，所以叶云直接拉着他们3人组成了一个4人队伍，开启了疯狂的刷副本模式。别人需要1个小时才能通过，叶云只需要21分钟不到。叶云的刷副本模式让周宁东3人彻底知道了什么叫做坐火箭。他们才刚进副本，就见叶云一个技能，然后1000只15级绿色的冰级怪物就没了，然后坐在那里等5分钟后的第2波，还没等他们站起来，叶云一挥手，1000只16级的绿色冰级怪又没了。那经验刷新的速度差点没让3人吓出尿来。他们虽然也可以做到群攻秒杀，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大范围的技能。在叶云这种特殊的照顾之下，3人的等级排名一天一变，特别是周宁东，这货原本就排在第3名，这次堪堪追上了米亚罗，成了第2名。而离第1轮的排行榜结束还有3天时间。奶奶的，终于追上这个叫米亚罗的了，这家伙怎么升级那么快？要知道我们这几天可是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用上了。没错，这3货为了游戏也是够拼的，在事情安排好后就直接泡在游戏内。叶云在的时候跟着叶云刷副本，叶云不在的时候自己队伍刷，而叶云也跟着提升到了19级，他们3个则都在17级，不过排名却是差了不少。同样的17级，周宁东排名第2，
李晨旭和刘海则分别是第5和第7，而周宁东和刘海的经验值相差不过2亿，可见激烈程度。陈家茂4人也是够给力，在叶云庞大的金币攻势下，4人仅仅用了1天时间就冲上了10级，然后开始在丰乐村没日没夜的狂刷副本。原本叶云还以为他们会找个辅助职业或者肉盾职业填补他们的空缺，没想到这几个家伙直接找上了丁仪，没错，就是躺在自己旁边那个游戏舱里，天赋技能被自己鄙视的那个。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叶云有意无意的帮助下，他们的等级提升的速度比之龙宫的那些老成员还要快上几分，甚至马上都要赶上第1梯队小组了。7个 SSS 级还是差点了，米国1米元就可以兑换6个金币，他们的米金的优势太大了。此时的叶云心思根本就不在等级排行榜的竞争之上，对他来说，这个榜单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别的不说，前3名他要定了。系统提示：你使用技能点金将天赋提升到 Max 2级。没错，千年等一回的神技终于可以再次使用了。在他 CD 值刚刚清零的那刻，叶云使出了他训练了20几年的脑速，将自己的天赋给提升了。系统提示：恭喜玩家 XXXX 将天赋提升到方 Max 2级，奖励属性点2万，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 XXXX 第1个将天赋提升到 Max 2，奖励属性点10万，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第9方宇宙天赋的压制，奖励玩家属性点20万点，战力巨献卡 X1， 万族争霸活动资格卡 X1， 称号人王得到强化，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这奖励的属性点单位都是以万命名的吗？就这一次的属性奖励就相当于，叶云掰着手指一算，320亿，如果加上人王的属性值，这特么人王人族王者之称，具有天生的领导力。获得此称号者，攻击永久正 3%， 生命值永久正 20%， 真气值恢复速度 10S， 技能王者附身。当然，最意外也最惊喜的收获还是战力巨献卡。叶云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每次的天赋晋级都会有这个奖励，要是真是的话，那就牛了。这次实力的提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游戏舱的原因，除了身上有一股酥麻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余的任何感觉。叶云没有任何的迟疑，将战力巨献卡直接使用了，没有上面比现实的实力来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叶云一看到好装备就想着卖钱最主要的因素。看着自己属性面板上显示的 10% 的巨献进度，叶云从所未有的轻松。自己重生进入天道，本就顶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没想到短短不到1周的时间，自己就已经超越了前世。现在的自己虽然只有巨献 10%， 但是实力却是前世自己的10倍以上。万族争霸活动资格卡拥有前往参加万族擂台争霸活动资格，活动暂未开启。系统提示：检测到玩家神城复苏任务出现异常，请玩家在2天之内将等级提升到20级，要不然造成玩家无法预料的损失，天道概不负责。什么情况？叶云一脸懵逼的看着系统的提示，任务还能出现异常？这天道还能再不靠谱一点吗？虽然吐槽，但是叶云还是相当重视。这个神城复苏的任务可是他游戏赖以生存的基石啊，更是自己最重要的摇钱树。从前天开始，他每天单单从村子里获得的分红就超过了1000万，要是自己少了这个收入，那自己完个蛋了呀。这次叶云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将自己经验宝珠内的100亿经验值释放出来。要不单单靠自己刷副本升级，别说2天升到20级，多1倍时间也很难。玩家等级提升，获得属性点30.072万，玩家当前等级20级，100亿经验值让叶云的等级顺利的升级到了20级，离21级仅仅差了 5%。30.7万多的属性点，特么升1级就相当于300亿金币的充值金额，不知道那些充值几百亿的玩家知道了会这么想。天道的偏心程度，连叶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到20级，激活神城复苏后续任务，请玩家尽快完成。任务详情请玩家自行查看。系统的提示让叶云感觉有些不一样，相比以往，天道是绝对不会主动这般提醒玩家的。第39章，流域六芒。神城复苏任务3，遗失之地回归，引起了妖族和佛陀一族的注意，两族正在集结大军，组建妖佛联合军，不日杀来，请玩家前往妖佛流域领地，毁灭两族传送祭坛，为神城复苏争取一定的时间发展。可进入次数1。特别提示：日前妖佛两族已经集结50万大军，并以每分钟1万军队的速度快速集结。玩家延迟时间越久，面对的妖佛联合大军数量就越多，任务难度越高。当敌军人数大于100万之数时，将会直接降临丰乐村。本次任务可团队协作，人数不超过10人，请玩家自主评估，
任务失败，任务永久取消，丰乐村消失。完成奖励：一、丰乐村收入 10%， 每日24点过后自动发到玩家邮件中。二、丰乐村随机商业建筑和非商业建筑各一座。三、你诅咒秘境3层控制权限。任务不需提交，完成自动获取。听着很唬人，但是叶云在乎吗？当然在乎。开玩笑。不过叶云在意的是任务本身的变化。以往的任务一般都是有玩家主动，而这次的任务明显是怪物主动，玩家处于被动状态。试问，这个任务有几个人或者哪个势力能完成？且不说怪物降临，就是过去毁灭传送阵，哪怕穷尽龙宫所有的人力，也不一定能完成。而且这次的任务也不再是针对单人的了，而是针对任务主人本身的势力，可以由任务本人构建一个10团队过去。能说上面，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天道的私生子了，因为这个任务和等级排行榜单竞赛的时间来得太凑巧了，简直就是为自己的霸榜计划完美的契合。1分钟1万大军，那我就多等些时间。这几天刷副本刷的都快吐了，要不是今天刚好的金手指的冷却时间到了，叶云都想给自己好好的放个假，带小丁丁去自己那没有游过的游泳池里泡泡。绝对的只是泡泡。10分钟后，在叶云的召唤下，周宁东和陈家茂几人才姗姗来迟，而且还带了2个龙宫的第一梯队组长，这也神叶云特别交代的，自己可以带9人，不带满显得有些浪费。老大，不是说带我们去一个刷怪的好地方吗？走啊！9人中也就周宁东和叶云比较熟悉。不急，让子弹飘会。看着他那一脸迫不及待的样子，叶云忍不住想笑，不知道到时候他们看到那几10万大军会不会吓傻。什么破坏祭坛，叶云就根本没有打算，他想的是把那几10万的妖族和佛陀一族的大军全部给吃下。叶云建立了10队伍，之所以能够一队可以有10人，那是因为这个任务特定的。差不多了，哈哈，都别尿裤子了呀。系统提示：你已进入妖佛流域。妖佛流域10平方公里，原是丰乐神城的一块边角，后被妖佛2族大能打落后，被2族共同掌控。他们在流域之中构建了一个可以直通丰乐神城的传送阵，为神城之战源源不断的输送兵力。关于流域的介绍，只有作为任务主人的叶云才知道，另外9人别说是流域，就是他们本身来这里做什么都不知道。10平方公里很大吗？很大，能容纳100万大军的区域能不大吗？但是如果这片地域都神平原的话，那他们就太小了。妖怪！叶云等人一出现，就发现在他们的前方2公里处站立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影。他们长着人的形状，站立而行，但是他们不是拖着尾巴，就是长着一张张毛茸茸的兽脸，让人看着异常的诡异。在这些妖族旁边则神一群群光着头的人，他们有的是人族，有的是妖族，形色各异，但是在他们的额头之上都有一道佛印，散发着一道道火焰的光辉。妖个毛的怪，这些都是妖族和佛陀一族的军队。叶云解释道，眯着双眼看着在这2族联军背后一道淡淡的微光冲天起，如同一个6边形的柱体，上面布满了梵文和妖文。人类？这里怎么会有人类？叶云几人出现的瞬间就被站在外围的妖族发现，惊慌的大叫：人类吗？大军后头2名浑身星光熠熠的妖族和佛陀看着冲天起越来越亮的光柱，眼神闪烁。风息，安排人将他们击杀，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了传送门的开启。妖族大将冷冷地说道。他身后一名身材细小但是肌肉却异常发达的猫人瞬间领命而去。眼提，你也去吧，传送阵势大，确保。一名光头老者转动着手中的念珠，眉眼微抬。遵法令。一名高大的牛头怪一甩脖子上戴着的10几颗人头骨，跟随着猫人的脚步而去。那人头骨在他的甩动下竟然发出阵阵佛光，偶尔还能听到人类少女的欢笑铃声。看着黑压压的大军，周宁几人咽了咽口水，脸上充满了慌乱。特么的，这些妖怪的军队那么太吓人吗？抬眼望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汪洋大海，蓝蓝的一片，几10万的蓝色降级妖怪啊！而且看着最外围那怪物的头顶，那等级都神一片问号，这说明这些怪的等级最少都比他们高5级以上。这就是你说的刷怪的好地方？几人充满怨念地看着叶云，难道神豪打怪都神不看等级和颜色的吗？看上面看，走啊！难不成还真的等他们杀过来？叶云看着几人的表情，不由得说道：走，去哪？几人一听，顿时一愣，而后点点头，特么那么多的妖怪，自己10人杀到天亮也杀不完啊！老大，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正在东张西望的李晨旭突然看见往妖族大军而去的叶云，顿时疑惑地问：没错，这个地方就那么大，跑到他们中间开大不香吗？不香吗？几人看着召唤出黑蚁的叶云，
动了动嘴唇。在叶云向前走的时候，敌方那边有2队几百的人马也向着叶云这边快速冲来。21800，黑蚁走在前面，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妖族斩杀，而自己身上则冒出了一连串的 Miss 和1，连狩猎场60级的怪都躺过来了，这种28、9级的怪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在他的身后则跟着15只各种各样的野兽，有远程攻击，有近战，有皮厚防高的，那些都是金智媛的宠物。15级带了15至20级的宠物，可见他天赋的恐怖。只要他自身的属性够高，那简直就是敌人的噩梦。此时金智媛看着这些妖族，简直就是双眼放光，要不是驯兽技能对于超过自身等级5级的野兽无效，他都忍不住想要试试。系统提示：玩家越级击杀妖族普通战士1只，获得经验值8800。虽然10人对每人获得的经验值只有6层，但是相对之前的副本来说，足足高了足足20倍。卧槽，老大，你的小弟666啊！谢一峰看见黑蚁的表现，眼睛放光，就差没流口水了。这种的宠物简直就是他的终极理想啊！小弟，尼玛，行了，开干了，谁也别偷懒啊！和他的羡慕相比，叶云确实无比的嫌弃。达到20级，原本以为黑蚁会获得一个多单位攻击的群攻技能，没想到这货觉醒的第2个技能还是给被动技能嗜血，每次攻击附带自身攻击的1%吸血效果，当时差点没让叶云暴走。主人都挂了，你要那么多的血量有什么用？10人除了叶云都是战斗职业，一经开打，那经验数值的跳动简直让人看着头晕。几百只冲过来的妖族和佛陀连20秒都没撑住，就连叶云几人的脚步都没停顿一下。第40章经验储存宝珠的妙用。大哥，你这是什么装备？好像很刁的样子。谢一峰作为射手和陈家茂都站在叶云身边，这时看着叶云拿出2件金光闪闪的装备套在身上，顿时一脸羡慕。哦，2件传奇的套装而已。这是叶云从楼妖那边爆出来的2件装备，一直躺在背包里留着自己用的。不过看看自己剩余的60多万属性点还没动，又觉得没必要了。现在的他属性简直就炸天了，就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达到20级后，天赋对攻击的额外隐藏加成就会直接显现，直接加到攻击上面。像叶云19级的时候，攻击明面上只有10多万，但是升到20级后，他的攻击直接爆炸到了1000万级别。没错，就是1000万。Max 2的天赋足足给他额外增加 102.4 倍的伤害值，更有人王称号的 3% 攻击加成。所以这个天云套装除了那个治疗效果和 5% 的吸血效果能吸引他，剩余的简直就是一文不值。2件传奇套装而已。谢一峰看着一脸平淡的叶云，有些呆滞的重复了一句：这个逼装的我服。陈家茂一本正经的看着叶云，然后憋出了这么一句话：装备云天权杖传奇天云套装系列，法攻1350至1480，使用等级20，职业限定牧师、术士、法师，属性法攻正 5%， 带 5% 吸血效果，治疗效果正 10%。装备云天龙剑传奇天云套装系列，使用等级20，职业限定牧师、术士、法师，属性正 5% 吸血效果，治疗效果正 5%。20级。天云套装属性：1、2件套装法攻加500； 2、3件套装吸血效果正 5%； 3、5件套装全属性提升 10%。叶云将2个装备的属性发了出来，顿时引起了几人的大呼小叫，特别是陈家茂和刘海2个法师。不过他们也不好意思要，这东西是叶云私人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当然，使用者也是需要看天赋的。就叶云来说，本身就有天赋的100多倍额外加成，一件加1000攻击的装备在他身上的话，足足可以给他带来10万多的攻击。如果给家茂使用的话，最多增加2000攻击。这就是天赋高的差距。要不然提升天赋为什么那么贵？自然有其中的道理。这装备对我用处不是很大，任务完成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个装备对于叶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吸血效果，10%的吸血效果，以他现在的攻击，一个平 A 都可以满血回归。但是没那个必要，现在的他在玩家中估计都无敌了。试问升1级就30多万属性，加上那恐怖的天赋加成，叶云自己都不敢想象。虽然自己身上没什么钱，但是也不打算拿龙宫的钱来壮大自己，尽管他有那个权利。不知道这次的将领会是什么级别的，刚刚过来的2个统领就达到了紫色的王级，想来这次的收获也不会差的。行，反正老大是大佬，不差钱的主。一句话让叶云差点憋出内伤。神特么不差钱，穷的剩下不到10亿了。
但是就天赋来说，自己又无法反驳。10人在小黑带着15只开路下，很快的杀进敌军边沿，而敌军也发现了叶云等人的强大，开始不少的队伍从四周围了过来。差不多了吧？叶云手举法杖，一道真元从他的手中喷涌而出，而后没入地面。砰！地生魔焰，盖压方圆60多米。砰！无数的数字从周围密密麻麻的敌军上方冒起，根本让人看不清叶云打出的具体伤害值。但是在叶云周身60米无一敌军生还，整个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焦肉味。特么，我感觉好像自己来观光的一般。作为近战的周宁东、李晨旭和穆子明3人顿时无聊了。叶云这个技能简直就是个 bug。无聊的话，那边很多人妖，过去干他们。叶云看着3人，无语地指着敌军后面。还是算了，无聊也挺好的，正好研究研究我们丰乐村的发展方向。周宁东一看，顿时怂了。开玩笑，自己3人真深入敌后，那真的会被乱刀砍死的，哪怕敌人1人给他们造成一点的伤害。没事干就他妈捡装备去。这个少将究竟是不是靠关系上来的？那么没有眼力见的吗？魔焰的存在时间是10秒，但也叶云高达1000万的攻击，哪怕只有2%的伤害，也足以将这些30级不到的蓝将直接秒杀了。明知一进入魔焰的范围就死，偏偏这敌军还发起的冲锋绵绵无尽。叔父啊，老大，这种感觉就像是坐着收钱，还有专门的人帮你数。李晨旭感受着升级的快感，顿时笑道。10秒过后，除了叶云收获的经验值储存在宝珠内，在场所有人等级都得到了，而谢逸峰4人因为等级比较低，从原来的14级提升到了16级，升级速度简直令人发指。我的娘啊，这绝对是核弹级别的攻击啊！一个技能杀死3万多敌军，3亿经验值，就连小李子的等级排行都升到第2名了。周宁东坐在叶云身边，努力地计算着这次的收获。第2名？叶云一愣，第2名不是这货吗？怎么同一个队，同一个等级得到的经验值不一样？嘿嘿，我说的第2名没把你算在里面，太变态，没可比性。此时的等级排行榜原本排在前3的米亚罗掉到了第4，而李晨旭顶了上来，排到第3。同样升级的刘海则是第5名。前5战4，从趋势来说，刘海超越他已经是好悬念。叶云看着自己的经验储存宝珠和双倍经验卡，冷冷的一笑。使用双倍经验卡，系统提示：双倍经验卡使用成功，有效时间1小时。刘海，这个经验珠内的经验值你先弄出来，然后把空的还给我。叶云再次将自己经验宝珠给了刘海，一瞬间，刘海的等级提升到了第3名，反超了李晨旭。卧槽，大佬，你这好东西怎么那么多？李晨旭一脸吃味地看着刘海，对于刘海等级超过自己怨念深重。行了，继续干。魔焰一消失，无数的敌军快速地冲破黑蚁和10几只宠物在外围的防御圈，向叶云等人冲来。在剩余15秒的时间内，瞬间陷入了混战。5个近战单位很自觉地将远程单位保护起来，将敌军顶在外面。不过偶尔的还是会被对面远程攻击到。我的宠物都死，你的小强血量还是满值。10秒不到，金志源郁闷地看着小黑那还是满满状态的血量，一脸羡慕。驯兽师的宠物体系和牧师的命兽不一样，他们的宠物都还保持着他们被驯服前的某一些特性，而驯兽师自身的属性会给他们带来10%的加成，搭配驯兽师某些辅助技能。而且驯兽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攻击手段，可以达到2个单位2种输出体系的效果。宠物的死亡和黑蚁一样，都需要5分钟的复活时间。小强，叶云一愣，接着看着黑蚁，忍不住苦笑。可不就是小强吗？对面好不容易打掉他几千点血，他倒好，直接一个攻击满血复活。因为他处的位置的原因，他一个就顶住了对面数以千计的远程攻击，然而却没对他产生任何的影响，只是被团团围住，行动有些苦恼。1分钟后，叶云再次卸下自己储存了12亿经验的经验宝珠，递给了一旁的陈家茂。在众人的羡慕的眼神中，他也达到了18级。谢逸峰、金志源、穆子明。第41章归旋。15分钟后，原本密密麻麻的几10万的大军联盟，竟然在叶云几人的屠戮之下变得七零八落。10人中，除了叶云的等级没有变化之外，其余9人等级都提升到了20级。而叶云的经验储存宝珠内再次储存了90亿的经验值，100亿的储存值有点低了啊，也不知道这东西有没办法提升。要不等到22级后，哪怕储存了100亿也不够升1级的。升到20级，几人瞬间发现了不同，自己的攻击比原来高了不少。在叶云的一番解释之下，大家才明白了原因，
才明白了为什么叶云一定要他们将天赋提升到 SSS 级别。人类，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名身高7、8米的身影出现在叶云等人的上空，手中紧握银色钢枪，遥遥指着众人，大声呵斥：一花一叶一世界，一歌一曲一红尘。佛性本心生，佛法本无尘。夜莺，这几位施主与我佛有缘，待我换回他们的佛心如何？一名光头老者一手撸念珠，一手捋胡须，踏步而来。我去，和尚果然都是渡经不渡人啊！谢一峰看着老者，一脸懵逼。老者金色袈裟披身，脚踏金色鞋履，浑身贵气逼人，一副慈目善目、和颜悦色的模样。要不是他眉头垂下老大肉须和额头微微隆起的肉包，几人还真信了这神异的得道高僧。我说你们佛陀一族是不是都是这个毛病？一看到人就说和你们佛有缘，然后度化我们，之后成为像他们一样，成为你们的争权夺利、战争掠夺的战斗机器。对于老和尚的话，叶云嗤之以鼻，指着老和尚身后几千残留的佛陀族的信徒。施主这话就错了，佛本心中念，你怎么就知道他们与我佛陀一族无缘呢？你看看他们。老和尚指着身后的佛徒，想要辩解。行了，你们是真的太费事了。说实话，你们全部一起上吧，你们能撑过5秒，算你们赢。叶云看着站在60码开外的几人，不由得笑道。他现在的实力来说，秒杀这种30级的 BOSS 简直不要太简单。哼，狂妄！我乃是9妖王，坐下万人将，岂是你们一个小小人类可以比拟的？妖族战将看着叶云，一脸怒火。原本以为这次进攻丰乐村神个10拿9稳的美差，不成想到还没出发，自己这边就喜挨俺去全军覆没的险地。这2个将军像是知道叶云的攻击范围一般，不远不近，远远的停在60码之外。60几万大军，半小时不到的时间，仅仅就剩下几万。叶云的强大让他们感到了害怕。施主，为何不放弃弱小人类的身份，加入我们佛陀一族呢？只要施主你们能加入我们，我可以许施主1件史诗级的装备，如何？系统提示：是否接受佛陀一族的邀请，转职成为特殊职业佛徒？注意，转职成佛徒之后，意味着放弃人族身份，请玩家谨慎选择。拒绝！几人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开玩笑，放弃人类的身份，别人不知道，叶云还不知道。前世有人以为神隐藏职业，没想到在实力巨献之后，现实之中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彻底的脱离了人类的范畴。看来不是无缘，而是背叛。既然施主决定要站在我佛陀一族的对立面，那只能站了。立地成佛。老和尚眯着眼，将手中的念珠往脖子上一挂，一股炙热的劲浪涌起。同时，站在一边的妖族将领身上也涌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怪物妖佛归玄，红帝，等级35、30，生命值880000880000，攻击法13280-14388，物防9880，法防10242，敏捷度7，速度不错。攻击范围120码。技能1，立地成佛，提升自身5个等级，全属性正10%，持续500秒。CD 200S。2，佛缘，将周身500码佛图献祭，每献祭10名佛图，自身攻击正1%，持续500S。CD 24H。3，信仰佛心，被动技能，每度化1名非佛陀族人，生命值加10。4，无禅音，对周身100码内敌人造成35%伤害 ，CD 25S。备注：龟玄原本为妖族玄龟，后被佛陀36金刚怒目度化，收为信仰池中吉祥物。此次被临时任命为联军统领，被怒目赐予信仰，化成龟玄。金光消失，老者原本瘦小的身子一下变得10几米高，原本的慈眉善目变成了怒目金刚，一身红色和金色搭配的装扮，简直亮瞎了众人的脸。反观一旁的妖族战将，和他相比，简直差了不要太远。不管是体型还是实力，和尚都完爆于他，让叶云看都懒得看。30级的红色的地级 BOSS，88万的血量，上万的防御，这怎么玩？谢一峰几天人看，顿时脸色难看。是不是红色 BOSS 都那么变态？哪怕神军人出身的周宁东也惊叹不已。他们虽然都神充值了400亿的大佬，但是几乎都用来提升天赋了，用在购买属性上面的不过40亿左右，也就是4万点出头，分摊下去几乎没多少。就他们现在的实力，合理对付妖族的那个将领或许可以，但是这个龟玄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原来是一只乌龟。叶云看着龟玄那介绍，忍不住的笑道。龟玄一愣，而后怒火再起。原本他们的实力在非战斗模式下叶云是看不到的，但是龟玄为了震慑叶云等人，就将自己的实力的暴露出来。没想到叶云这家伙的关注点不在自己的实力之上，反而说自己神一只乌龟。
这特么乌龟和玄龟能比吗？能比吗？小子，不入我们，那就去地狱报道吧。啊 ，miss， 一道伤害值在叶云几人头上冒起，1万多的攻击，35%也不过4000出头。龟玄这群攻连叶云等人的防御都破不了，迎战还不出手？老和尚看到还在一边的看戏的妖族将领，顿时怒道，同时在他身上开始泛起了一股股的血光，向四周的佛徒漫去。一个个被血光漫过的佛徒，很快身子便干瘪了下去，没了生命迹象。怎么看这么恐怖？然而后面的佛徒见到这血光，却是眼里充满了狂热。小子，惹我妖族，那便一命来偿！妖族大将手中拿着一把钢刀杀来，吱吱轰，负58万，负12万，负88万。第42章米亚罗的眼泪。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击杀30级红色地级 BOSS 迎战，获得经验值383万。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击杀35级红色地级 BOSS 龟玄，获得经验值456万。系统公告：恭喜华国玩家某某第一个完成击杀30级地级 BOSS， 获得属性点200点奖励。系统公告：恭喜华国玩家某某第一个完成击杀35级地级 BOSS， 获得属性点250点奖励。就这么没了。李晨旭呆呆地看着前方，卧槽，大佬现在都那么牛的吗？30级的红色 BOSS 都是秒杀的，还是群秒？陈家茂呆滞地看着眼前倒下的10只怪物，咽了咽口水。大佬，你攻击究竟有多少？能给透个底不？周宁东看着叶云，一脸懵逼。他知道叶云牛逼，但是这牛的有些过分了呀。也就1000多吧。叶云淡淡的说，哥的寂寞不是你们能懂的。1000多万？周宁东有些不确定的问。我一般以万为单位的。这话要这么接？难道要我说我的攻击1.1万？还是要我说我的防御神0.54万？几人对视一眼，满脸的苦涩。有时候有个太牛的上司也不是很好啊，压力太大了。一处遥远的山谷，3个守卫正在山谷中不停地奔跑，在他们的身后追着近100只20级的野怪，一个个个位数的伤害数值在他们头顶上冒起。咻！一道弯月剑气横扫而过，瞬间将一名玩家身后的20几只野怪拦腰斩断，竟然全部都是秒杀。而后一道天雷在另外一个玩家身后的野怪群中炸响，再次将其中的20只野怪秒杀。这里不愧是刷怪升级的宝地。对了，泰格斯、查尔斯特罗家族那边现在调查的怎么样了？米亚罗淡淡的放下手中的法杖，满意的看着站在自己身前的剑士。经过了今天疯狂的提升，此时他的等级赫然是18级，而且他相信在第一轮的等级排行榜结束前，自己可以突破19级，坐稳第2的宝座。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已经抽调了2000亿米元，在今晚开始进军天道。泰格斯没有回头，此刻他的心思都在野怪上，为了帮助米亚罗坐稳第2的位置，他也是拼命了。2000亿米元，不愧是全球最富的家族啊！米亚罗瞪大了眼睛。没错，据说他们现实中很多的产业都便宜变卖了，而且还在变现当中。他们后期还打算每月追加500亿米元。泰格斯听到米亚罗的惊呼，神情有些严峻。那我们上峰那边？没办法，你也知道他们对于我们国家军政金的介入有多深。不过，他们为了表示善意，愿意给我们提供每月10亿，共100亿米元的支持。泰格斯想到这，也是眼睛冒光。自从2人将保尔森挤出特遣队后，他也从中谋取了几10亿米元的油水。可以说，现在的特遣队就是米亚罗和他的天下。虽然钱都由米亚罗掌管，但是自己想要，只要不过分，米亚罗也很乐意。再加上只要自己拉来的资金，自己还有20%的额外奖金，这简直就是爽的不能再爽了。100亿米元还要分10个月，米亚罗皱着眉头，很是不满意。这钱对于查尔斯特罗家族来说，简直是对于特遣队的羞辱。他们也是一群野心勃勃的家伙啊！他们想要掌控全球更多的话语权。只是，泰格斯突然脸色大变，连带说话的音调都有些走偏了，转身看着米亚罗，脸色难看。怎么了？等级排行榜，你掉到第3了。这个时候，周宁东跟着叶云进入流域不过1分钟，周宁的等级就超越了米亚罗。什么？米亚罗大惊失色。等级榜的奖励对于他们来说，虽然金币不多，但是却是一个面子，一个代表了米国这个世界霸权国家的面子。米亚罗赶紧打开排行榜，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掉到了第4。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秒之前自己的排名还在第3，怎么一下就跑到第4去了？米亚罗看着第3那个叫李晨旭的名字，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对，你现在排第5了。第6。泰格斯没有去看米亚罗那难看的脸色，他已经被这个榜单的更新速度吓坏了。米亚罗的排名每1分钟都在下降，
甚至到后面这些家伙的等级直接突破到19级，这是要出大事了。泰格斯心态都要崩了，也不去理会那3个还在被几十上百只野怪追杀的守卫。米亚罗再也不复刚刚强人的样子，整个人瘫在地上。这次如果没有获得一个好的名次，那么米国的大佬们绝对会出手。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2人亏空了国家投给特遣队的大笔资金，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不，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可以通宵刷啊！对，通宵刷，我们不能认输。泰格斯，你会帮我的，对吗？此时的米亚罗有些失态的嘶吼道，抬着头看向一样失态的泰格斯。不认输？确实，我们输不起。泰格斯看着瘫坐在地上的米亚罗，缓缓地走过去，蹲下身子，将眼前这个娇艳而又无助的女子拥进怀中。第一次，他做了许久不敢做的事。他和米亚罗不同，他的背后还有沃尔斯特家族作为支撑，而米亚罗完全是靠着他那房长的叔叔。如果他们将几百亿美元私吞的事情败露，米亚罗的叔叔也没法保他，而自己也会被家族放弃。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也难有再出头之日。论坛上不是说有等级直升卡吗？我们去买，1亿买不到就2亿，2亿买不到就10亿。泰格斯安慰着米亚罗，狠狠地说道。他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突然，泰格斯脸色大变，快速地打开排行榜，看着榜上前10的等级，瞬间瘫坐着地上。此时，米亚罗的排名赫然已经掉出了前10，而第10名的等级也有20级，比他和米亚罗的18级高了足足1级多。他们又升级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米亚罗看着排行榜上的变化，顿时眼睛一红，埋在泰格斯的胸口，眼泪忍不住的直流。泰格斯死死地盯着排行榜上的名字，内心的怒火再也无法压抑。除了第1名，第2到第10都没有隐藏名字的意思，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前缀龙。第43章，山海界龙宫。对于各个国家队之间，每个国家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相应的资料，更不用说华国和米国之间。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完成神城复苏任务3，奖励丰乐村收入 10%， 丰乐村9楼一座成为大楼一座。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诅咒秘境第3层控制权限，玩家是否将秘境公开？系统提示：神城复苏任务4分激活，请玩家10天内前往山海界邀月城，斩杀负责丰乐神城战士总指挥长，并夺取他手中通往神城的界牌，阻断万族和神城往来的通道，为神城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玩家可通过破界石前往山海界。特别提示：山海界为妖族世界，人类前往具有巨大危险，请玩家量力而行。神他妈量力而行，这不就是放弃的意思吗？不过这破界石是什么玩意？还有山海界是什么鬼？任务完成奖励：1丰乐村收入 15%， 每日24点过后自动发到玩家邮件中。2丰乐村使用土地范围正 50%， 商业建筑一座，非商业建筑一座。3秘境4层控制权限，任务不需提交，完成自动获取。老大，老大，好东西啊！这时打扫战场的几人跑了回来，脸上满是笑意。金币收获893792，传奇装备2件，史诗装备3件，蓝色装备19件，双倍经验卡1个，升级卡1张，还有个破石头。周宁东大笑道，这次的收获可以说是他们游戏以来第一次那么多。破石头，拿来我看看。叶云心中一动，破界石，山海具有莫大之能量，使用后可以将一名玩家传送到山海界。呼，破界石！刚刚还在想破界石是什么东西，马上就出来了。叶云暗自庆幸，任务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有时间限制又还需要自己寻找特殊物品的任务。这个石头给我，其余的充公参与人员按贡献值奖励。叶云直接将破界石占有，其余的装备什么的，叶云看了下，都是以近战类的为主，众人没有异议。在龙宫，叶云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任务完成，几人很快再次出现在丰乐村内。叶云打发几人之后，叶云直接释放了经验储存宝珠的经验，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21级，然后在原地疯狂的添加属性点。这次累积的属性点足足有965120，一个叶云前世一辈子都积累不到的数量。物防20万属性点，法防20万，生命值35万，法攻20万，剩余的15120全部给了真气值。就是这么的任性，一次性提升的实力太过庞大，现实中哪怕已经巨限卡之前 10% 的身体也有点吃不消。叶云足足在原地呆立了半个多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叶云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属性，整体提升了1倍有余，防御更是足足提升了近4倍。此时的丰乐村在一群专家的精算打理下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村内中央区域多了一个面积达到15万平的城市广场，然后各种建筑按照功能之类的采用八卦阵的形式向四周扩散。
整个村内各种住宅类建筑更是达到了25000户，全部采用出租方式。而炼神塔和任务大厅虽然还是木质，但是整个看起来大气了很多，显然已经升级了。果然还是要国家的力量才行啊！要是自己来，先不说花那钱心不心疼，单单是那设计和规划就能把自己忙死。反正自己只要坐等分红就行了。现在的他一天可是可以获得25%的分红，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现在自己单单依靠丰乐村的分红，每天不会低于1200万。如果加上副本的收入，叶云已经是日入2000万的富豪了。这对于个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更别说叶云还有在天道论坛上的口水的收入。这般想着，叶云突然想起自己的那把追月好像应该拍卖成功了吧？自己都到龙宫好几天了。叶云遣散了众人，赶紧登上天道论坛。果然，2件装备都拍卖成功了，扣掉抽成后收获5300多万金币，其中单单追月就拍出了4000多万。令人失望的是，自己收购冷却装备和非职业要求技能的帖子已经沉下去了。技能倒是有2本，一个是单体攻击剑术技能流萤，一个是群体攻击刀法技能横刀斩，2个都属于近战类的，还偏偏不是同种武器，这让叶云相当无奈。这特么以后要我随身带10几把武器，开战的时候换着来。最重要的，这些技能都是近战类的，属于物理攻击，这不比现实，不管物理还是法术具现到现实都会转化成修真炼体形态，游戏内它只有法术攻击啊。不过想到现实，叶云还是先将2个技能给收了，然后放在包裹内积灰，等待着下一次的技能巨现。而带有 CD 装备的收购就更困难了许多，本来这个属性就偏门，这类的装备大部分都集中在靴类和首饰类，偏偏这2个叶云已经都有了，太难了。不过想想也就释然了，自己刷的 BOSS 估计比任何人都多得多，但是自己也没见到任何的技能书和带 CD 装备。卧槽，恐怖的还不是拍卖所得金额，而且围观人数，这2帖子收费一个是10银币，一个是20银币，用的收入竟然高达6000万金币。更让叶云意外的是，自己击杀楼妖的视频帖子浏览量足足高达10亿5000多万，评论超过3亿。要知道这个帖子的收费是50枚硬币，也就是说单单这个视频的收入就高达5亿多金币。而自己击杀月影那视频的浏览量也是高达8亿多，收入4亿多金币。林林总总，叶云靠这4个帖子收入竟然高达11亿多点。哪怕前世在论坛上撸惯了羊毛的叶云，此刻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究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还是这个世界的土豪太多？叶云看着，忍着眼泪收下了11亿金币。以后你们都是我的家人和亲人。叶云看着自己那高达2000多万的粉丝数量，一脸激动。这可不是全是华国的粉丝，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亲人们和家人们。我要不要学那些网红，以后发帖的时候植入一些广告什么的？会不会太拉低身份了？20级传说级别套装，楼妖福利，大家说要不要拿出来拍卖？叶云再次撰写了一个帖子，附带自己身上2件天云套装属性和截图，更是将浏览的收费设置成1个金币，全文连一个介绍的文字都没有。叶云将帖子发出去后，直接切换到天道主页。此时的天道充值金额已经高达100兆米元，已经占全世界财富的1/3，激活人数更是高达63亿，在线人数高达21亿，相当于华国的总人口数量。可惜叶云搜了一圈下来，也没有任何有关于山海界的相关资料，这相当不合理。滴滴滴，现实中有人找他，这是游戏仓特有的提醒功能。将军，卫士来人。第44章世家子弟。卫士来人。叶云眉头一皱，卫士可说和他们龙宫毫无隶属，他们是属于防部下设的一个组织，而龙宫则是直接由军政长老会共同成立。就级别来说，龙宫是属于防部政院同一个级别。知道他们的目的吗？叶云从游戏舱中走出，看着脸色有些难看的周宁东问道。还不清楚，他们只是说过来混个脸熟。混个脸熟？呵呵，走，我们也混个脸熟去。叶云冷笑道。自己上位无疑让很多的既得利益者心有不满，他以为起码会是其他各大部会的刁难，没想到没等来大鱼，倒是来了几个小兵。会议室，李晨旭和刘海一脸难看的坐在位置上，看着在会议室内到处打量的3人。我说小李啊，你到龙宫不过才半个来月，没想到就养成了这种养尊处优的怪毛病，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一名中年人一边四处打量着，嘴里一边唠叨。首长，对于我们的任务，我龙宫成员未敢有半丝半缕的懈怠。至于养尊处优一说，我完全不知道首长这话的意思。一边的刘海看着李晨旭难看的脸色，顿时回道：不知道。首长，你看看，单单会议室的装修就如此豪华，也不知道他们暗地里。李金华，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还有，赖德飞，请立即放下你的手机，这里严禁拍照。
李承旭突然一掌拍在会议桌上，对着他们三人怒斥道：“怎么？你是什么级别？敢和我这么说话？立正，给我站好了！”拿手机拍照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青年，虽然一身军装，但是却看不到丝毫的阳刚之气。李承旭和刘海瞬间脸色难看的看着他们，但是不得不起立。这家伙虽然看着像个小白脸，但是少将级别带副军一职，让只是大笑的两人不得不听话。我就说了嘛，今天露台上为什么会有鸟屎？原来有人嘴太臭了。叶云推门而进，站在门口，看见三人正看着墙面上的龙宫成员布局图，一脸微笑。你就是龙宫的新任指挥官，终于来了个能看的人。自我介绍下，我叫李乐，现任卫士总指挥官，中将郑军。这两个是我的副手，均为少将级。青年转头看着叶云，同样微笑。中将、少将，这么个玩意也能做将军？叶云看着眼前的三人，不由转头询问周宁东，对这三人那是浓浓的鄙视。他们都是世家子弟。周宁东低声的说道。世家子弟？哦，原来是关系户。这么一说，也能理解这二逼心态了。这种的世家子弟，说白了就是过来镀金的，只是这个级别搞得有些高了呀。关系户又如何？说白了，这个世界不就是关系户的世界？就比如你，叶云，我们如果要搞你，哪怕是上将，你也给我下来，而我一点事都不会有，信不？李乐正了正自己的衣领和军帽，对着叶云敬了个军礼。不错，这才有个军人的样子。叶云看着三人对着自己敬礼，满意的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然后走到会议室主位上坐了下来。可惜你们不该这么来龙宫的。现在呢，我也不想知道你们来的目的了，你们就等着接受我的惩罚吧。叶云将双脚架在会议桌上，一脸戏谑。惩罚？小子，你以为坐了几天的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很牛逼了？信不信我们把你宰了也不会有任何事情？李金华听见叶云的话，忍不住出言讥笑，派人将他们扣押起来吧。还有，给他们的家长打个电话，就说他们欲图窃取我龙宫机密资料。哦，对了，刚刚那家伙不是拍照了吗？那手机可是个很好证据。叶云一脸轻松地说道。将军，这是这么处理，怕李家和赖家那不好交代。周宁东一脸骇然地看着叶云，要知道叶云刚刚上位，现在就得罪军人世家，这将造成何等的震动。叶云，不是我瞧不起你，你就问问他们敢不敢。李乐听到叶云的话，像是听到了极大的笑话。你们不动手的话，明天自己离职，连作为军人的基本职责都没弄明白。有什么事我担着。叶云看都不看他们三人，只是盯着周宁东三人。是，将军。三人互视一眼，而后扑向李乐，他们心里早就怒火中烧了。你们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要是被我父亲知道，你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可惜他们也就嘴上叫家而已。周宁东几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三人制服。将军，这是他们的手机。李承旭将缴获的手机放在叶云跟前。将他们关起来吧，没有我亲自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将这三个小朋友放了。对了，老周同志，等会你打电话请家长还有防部那边，让他们亲自一起过来领人。通知4个队长，半个小时后开会。叶云笑着站了起来，从进办公室开始，叶云的笑容就没有停过。叶云，抓了我，我看你怎么向上面交代，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善后。李金华大喊。就是敢同时得罪李家和我赖家，你的死期也就不远了。三人骂骂咧咧的被压了下去，可惜无论他们怎么激怒叶云，叶云都显得云淡风轻。什么世家子弟，什么军人世家，叶云会怕吗？大不了一巴掌拍死。具现了10%战力的他，也很想试试现在的自己比前世究竟强了多少，只是到时候怕会在现实的世界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了。这三人来这的目的，叶云多少也猜得出来。卫士，防部下属特殊部队，人数20万，成立目的以在天道打金为主。第1个月上缴防部的任务指标为50亿金币，之后每个月增加10亿，这些金币都是防部每月要交给龙宫的，等于卫士的20万人都在为龙宫服务，心里没有怨气才怪。如果是别的人过来，叶云也就算了，偏偏过来的还是世家子弟，这些家伙会真心心疼那些战士。说白了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油水少了，心里不爽。前世不知多少这样的人将整个华裔国的官方战队整体实力拉低了不止一个档次，因为这些货摊也就摊了，偏偏也不是拿来提升实力，而是在现实中醉生梦死。所以叶云不刮他一层油都对不起他世家子弟和将军的身份。将军，所有都安排好了。半个小时后，周宁东7人坐在会议室内，而丁仪也被叫了过来，作为会议记录员。
好，那就开始我上任后第2场的正式会议。第45章闹事。第一，龙宫预备队从原来的维持1万人扩增到12000人，同时所有预备队员家人均受我龙宫统一照顾。将军，这样的话等于我们要养12000个家庭，以我们的财务来说会很吃紧啊。而且我们龙宫大厦也没有那么多住所呀。周宁东不由得疑惑道，我们统一照顾也不是白照顾的，让他们成立打金队去，他们每人次只提供每月最低的生活保障。至于住所的问题，这就是我需要特别说明的了。以龙宫大厦为中心的，将周围2公里内的所有建筑住所都收购，然后建立一个密不透风的防护墙。想来这样足够所有人员居住了，而且省得一些牛鬼蛇神时不时的前来打搅。多余的房屋可以预留，以后龙宫壮大了会用得上的。说完，叶云看向刘海，预备队属于刘海这管辖。叶云的话让在座的8人倒吸一口冷气。扩增军队、扩增属地、扩大财务支出，这3个项目无疑不是越权了，因为长老会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授权。不过叶云身为龙宫的最高指挥官，他们也不好说什么，按命令执行就是。将军，如果预备队家人也要我们来承担的话，我们每月需要多支出8000万左右，加上扩增的2000预备队员支出，我们每个月多出200亿金币左右。刘海低着头，手指在电脑上快速的敲打，很快统计出了数字。201亿吗？一个月，如果能换来预备队的向心力，也算值得的。刘海，预备队人数众多，而且正式成员的家属也需要你管理，你的工作繁重，在预备队副看看有没有管理上面的人才，多找几个助理。是。刘海赶紧应道。将军，我们龙宫周围2公里共有建筑162栋，住房13782所，住房总面积132万平方米， CBD 共有17栋，总面积54万平左右。如果要全部收购，需要720亿左右，我们现有的资金剩余1772亿。周宁东咽了咽口水，叶云这玩的太大了，他这主管财务的都有些懵。本来卫士那边就为了每个月上缴的金币有怨气，现在叶云这么搞，这不是激化矛盾吗？不要说国防部，估计其他的院会都会有意见。这么多，叶云一听顿时眉头皱了起来。么么哒，魔都不愧是魔都，这房价高的让人害怕。那么点点的地竟然要那么多钱，这钱换作之前的龙城，足足可以购买这4-5倍大小了。最重要的是，这钱可以缔造出2个 SSS 天赋的强者，40个 SS 强者。叶云的手指不停地在会议桌上敲打，整个办公室陷入了沉默，沉默的有些压抑。现对于卫士拥有的方圆几十公里的领地，龙宫可以说属地小的可怜，只有一座龙宫大厦。先搁置吧，刘海，预备队人员先行扩充。对于正式队员还是预备队员，你们都不要忘记了对于他们的思想建设，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心思都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周宁东、李晨旭，你们没事的时候往魔都市府跑动跑动，看看能不能以他们的名誉采用征收的方式，这样我们最少可以省下1半的钱。现在的龙宫每天的开销都是以亿单位在计算，能省下一点是一点。龙宫现在每个月从各个部会和各大基金获得的资金总的只有1180几亿上下，但是每天有1个人从预备队成为正式成员，就需要下发17亿给他，这样算下来，1个月单单这个的开销就要510亿。虽然叶云要求正式成员每人1月上交200万金币，看着很多，但是也就是4亿金币而已，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还是需要补贴。如果算上游戏内的收入，各种计算下来，龙宫每个月的结余应该是700亿左右。如果想要造出一个4S 天赋之人，需要足足10个月，10个月时间，黄花菜都凉了。这与叶云内心的想法产生了巨大的落差。虽然这样下去可以给龙宫带来更多的 SS 天赋，但是真正的高端战力就少了很多。难道真的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又或者打造出全 SSS 的强者？叶云看着离开会议室的几人，不由得嘀咕。毕竟打造一个 SSSS 天赋的资金，够打造出20个 SSS 天赋的人了。天赋排行榜需要1亿玩家的数量达到20级，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最少需要1个月时间。到时候再看看吧。天赋排行榜可不比等级排行榜，它的奖励足足是等级排行榜的10倍，第1名可是有100亿金币的奖励。此时叶云的天赋稳稳地占据着排行榜首，只是他将自己的信息全部给隐藏了。将军，李家来人了。不过不是李家家主，而是李家的大管家李月珍。这时丁仪走了进来。自从到龙宫之后，他一直在做着叶云助手的工作，不仅仅要和周宁东、陈家茂之间的对接，还要处理叶云一些生活上的事情。这称呼有些生分了呀。叶云心里有些不舒服了，不过也没说什么。李家管家，赶走！特么都说了，叫他们家长来个管家，这是多看不起我们龙宫。可是他带了100多人过来，现在正在楼下和我们龙宫成员对峙呢。
1楼的大堂已经给他们砸了。丁仪说到这个，脸色苍白，他何曾经历过这种场面？几百个荷枪实弹的军人相互对峙，那场面还真怕一不小心走火。带了人来，看来这些世家果然如网上说的那般，已经烂了吗？叶云皱眉，心里忍不住有股怒火。龙宫大厦共68层，叶云平时都是在68层，偶尔在67层活动，对于下面的楼层，叶云根本就没去过。带上武器。2分钟后，1楼集合。叶云抬起手腕，在手腕处的一个手表之上按下了一个按钮，冷冷地说道：“将军，你这会不会把事情闹得太大了？”刚刚走进会议室的李承旭听到叶云的命令，差点没吓尿。那可是魔都李家啊，整个魔都乃至华东地区第1世家，哪怕是这整个华国军政体系中也是前5的存在。而叶云现在的动作，无疑是要和他们硬刚的节奏。前面叶云还吩咐自己去和市府拉关系，现在估计整个魔都的府、警、军没有一个会待见我们，甚至还会将整个龙宫拉入他们的黑名单之中。你来的正好，都给我整军备战！奶奶的，赶到我们龙宫闹事，天王老子也得给我趴下！叶云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担忧，要是惹急的老子，什么李家赖家一并灭了。第46章，出场方式有些风骚，不知道谁给你们的胆子，竟然敢拘押我们李家的少爷！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龙宫捅了这魔都的天吗？李建颖对着不停后撤的龙宫安保不由得大声骂道，一头的白发在人群中显得异常突兀，然而却是气势惊人。砸！给我把这里都砸了！一瞬间，在他身后的100多身着迷彩服的军人如同出笼的猛虎，将整个大堂能够看见的东西都砸得稀巴烂。而龙宫军人出身的安保人员根本就不敢做出任何的阻拦。作为魔都警备中的一员，他们深知眼前这个气势惊人的老头在魔都拥有何等惊人的能量。他一怒，整个魔都的军政商都要抖上一抖，更不用说他背后的李家。李老，你这么做有些过分了吧？要知道这里可是长老会下的龙宫。刘海原本在20层准备给预备队做动员大会，听见楼下被砸的消息就赶紧下来。刘海，袁某网安部一大队大队长，职位大校，现任龙宫预备队部长。你告诉我，你用什么身份和我说话？李建颖看着走出来的刘海，满脸的嘲讽。大校军衔或许在普通人的眼中是个大人物，但是在他眼里也就是个可以呼来喝去的奴才。要知道他们李家深耕军政，单单降级就有3人，大校更是有8人之多。中校少校级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全国各地市政各部门要值1、2把手人数多达35位。刘海这一个无钱无势的大校算个什么东西？刘海一脸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在这个注重权势的俄世界，他这个大校还真入不了那些大师大族的眼，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架空自己。如果不是为了各方的平衡，他们3个连龙宫指挥官的位置都不会有。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10分钟后如果没有见到李乐少爷他们，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当然，你们也可以不放。李建颖看着刘海，转身退出了大堂，走到龙宫大厦前的广场正中，坐在早就放好的沙发上，翘着2郎腿，一脸冷淡。至于那个被秘密提拔起来的上将，他更是嗤之以鼻。别人不知道，他们可是清楚得很。一个不到半年好活的人，再有钱没有权有用吗？这个世界上权钱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有钱你可以获得相应的权，有权想要有钱也简单，只是他们相辅相成也只是这种低层水平，想要两者达到某种极致，很难很难。5分钟时间，龙宫大厦开始不断的涌现出一个个身穿军服的人，他们都是接到叶云命令后强制退出游戏的预备队和正式成员，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佩戴着一把手枪。李管家，龙宫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更不是你们李家可以伸手的地方。周宁东看着一路走出大厦，整个人阴沉的可怕。周宁东，周将军，看来你们是执意要和我们李家作对了吗？李建颖没有回答周宁东的话，而是掏出了一根雪茄，慢条斯理的抽了起来。龙宫隶属长老会，李管家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代表了你个人还是代表了李家？但是不管是代表的什么，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可以认为是对龙宫对华国的挑衅，我想我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周宁东一脸严峻地看着李建颖，手中的手枪遥遥地指着他。龙宫所有人转了编制，只能佩戴手枪，像步枪以上的枪支使用权已经被剥夺了。唰，砰，一道人影闪过。呵呵，周将军不愧是曾经特战队的出来的人，果然勇气可嘉。好多年没人敢用这玩意指着我了，莫不是周将军以为我世家立足于华国，没点底蕴？李建颖站在周宁东原来的位置上，把玩着手中的手枪，一脸戏谑地看着周宁东趴在几米开外。武者！周宁东艰难地站起身子，看着李建颖，冷冷地吐出2字：哈哈，没想到周将军还是个有见识之人，可惜你已经彻底激怒我了。
李建颖淡淡而笑，手影闪过，原本属于周宁东专属的配枪成了一堆废铁。所有人准备！李晨旭走到周宁东的身后，同刘海冷冷地看着李建颖一众。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论是为了龙宫还是为了长老会，他们都没有退路了。哟呵，这是要来强的了！李建颖看着近万的手枪对着自己等人，伸手将手中的雪茄往空中一弹，那燃烧了一小半的雪茄如同子弹一般射向100米高空，然后像烟花一样绽放。说实话，对付你们这些虾兵蟹将，我都感觉自己的安排有些杀猪用牛刀了，就当是给你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了，让你们知道我们李家不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可以惹的。李建颖话音刚落，10几辆的装甲车逐渐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而空中也有几架军用直升机飞来。更让人感觉到恐惧的是，这些装甲武器都是实弹出击，擅自调用武装战斗部队，我看你们怎么向上面交代。此时的周宁东也慌了，如果真的开战，整个龙宫大厦都会这顷刻间被炸成废墟。交代？哈哈，看来周将军还真是看不起我们李家啊。不过现在嘛，不死再说。李建仁看周宁东等人眼中的畏惧之色，张狂而笑。空中2架直升机的飞弹舱门已经打开，锁定了地面的所有龙宫成员。虽然没有点火，但是他们两侧的加特林却是如同火蛇，一枚枚的子弹从空而下。跑！进大厦，快！李晨旭大喊，和刘海2人架起受伤不轻的周宁东就往大厦内冲。特娘的，你们几个将那4个怂货抬进去！刘海左右打量一番，看见瘫倒在地的陈家茂4人，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太丢人了。不是，老刘，你看，将军他好像跳楼了。瘫倒在地的谢一峰呆呆地指着天空，声音都带着哭腔了。要是自己的将军都挂了，自己几人能逃？跳楼？刘海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空中传来一股巨大的爆炸声。2架直升机像是受到了导弹的攻击，直接向李建颖的方向快速下坠，吓得李建颖脸色苍白，险之又险地躲避了过去。龙宫上将叶云，李家既然只派你这么一条狗过来，那就不要回去了。一道音浪炸响，让整个广场1万多人头皮发麻。第47章要交代。广场上1万多人呆呆地看着缓缓从空中落下的身影，每个人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般，嘴巴张得大大的。从来没有人想过，有人竟然可以在空中站立，也从来没有人想过，有人可以凭借肉身将2架军用直升机单手碾爆。这将军究竟是人还是神啊？陈家茂被人拖到了龙宫大厦的大门口处，有些发懵。哦，还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叶云的声音悠悠响起，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一辆瞄准他的坦克跟前，直接一手抓住坦克的炮筒，用力一甩，那辆重达10几吨的重型坦克被直接甩了起来。轰！坦克狠狠地砸在另外一辆坦克之上，一瞬间，原本2辆完好无损的坦克车就成了2堆的废铁。死！大家的心里打了个冷战，这还是人吗？如果说刚刚开始的是惊讶，现在的叶云简直就是让人害怕。那可不是玩具车啊，而是实打实的战车，装甲车啊，就这么一抓一甩，废了。先天？不可能，怎么可能有那么年轻的先天？李建颖看着再次降落在广场上，看着自己的叶云，不可置信地喊道：先天？这是什么鬼？前世的叶云只是一个小小人物，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实世界还有一些古武传承者。现在的狗腿子都那么张狂了吗？看来这个李家还真的是够可以的。叶云缓缓向着他走去，他身上的那种压迫感差点没让李建颖发疯。叶云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巨献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凌空而立的地步。原本自己从68楼跳下，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毕竟自己的防御高达20几万，哪怕只是巨献10%，那防御也足以抵挡这种跳楼的冲击力，就是有点费真气。你别过来！李建颖看着叶云向自己走来，顿时吓得肝胆欲裂，双腿忍不住的发抖。怎么，李大管家，刚刚那股嚣张的劲呢？叶云来到李建颖身前10米处停了下来，身上的气势如同狂风暴雨席卷而起。你究竟是不是先天？李建颖看着叶云，被叶云身上恐怖的气势压得抬不起头。你觉得是就是吧？特么，神的先天，老子只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绝逼的吊打悟道境界的强者，除了真气，其余简直就是碾压他们。这怎么可能？我们调查过你，你不过才23出头，1周之前都还因为肝癌没钱住院，怎么可能会是先天？不可能，绝不可能！李建颖看着眼前年轻的过分的身影，神色癫狂。实在是叶云给他的冲击太大了，想他修炼古武近60年，才堪堪达到暗境层次，离化境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化境之后还有巨神、宗师，之后才是先天。先天之人可踏空而行，可力摧一城，可无视枪支弹药。
如此强大之人，整个华国历史上也不过无指之数，而叶云也才不过弱冠之灵，这可能吗？我知道了，骗人的，你一定是骗人了，大伙都给我对着这家伙打。李建颖精神未定，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个理由，瞬间指挥着周围几百的军人对着叶云开枪，哒哒哒，几百支枪支突突突的一直喷火，无数的子弹带着李建颖对于叶云恐惧的宣泄冲向叶云。李建颖一脸紧张的看着叶云的身影，没有火花。先天之人，古籍之上有详细的记载，外皮如金刚，内骨似铁柱，受刀锋之力而起花，受剑矢之力而带星，气血中天旺，气势万人压。真正的铜皮铁骨，差点被这小子给蒙过去了。哼，打，给我打！看着叶云的身影，李建颖再次多了底气。将军，兄弟们，都给我干！周宁东等人看着被枪击的叶云，怒火冲天，一把夺过搀扶自己人的手枪，就对着李建颖。爽啊！叶云的声音从硝烟之中传出，让原本想要开枪的周宁东赶紧止住了龙宫所有人的动作。叶云用2根手指将一个没入自己身体半公分的子弹从身体中抠出，然后他惊奇地发现，原来被子弹攻击位置的皮肤瞬间恢复原样，甚至连表皮都没有丁点痕迹，就是连头部都是如此。这是橡胶人吗？变态，太变态了！叶云自己都觉得有些没天理了。前世的自己，那时候的现代武器还可以给自己的表皮造成细微的伤害，这次他有心试试自己这比前世还要强大数倍的防御，没想到会是如此变态。你们的攻击也差不多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吧？噼啪，平地生雷，一道刺眼的闪电从空中划过，直接在李建颖的身边炸响，将他周围的10人轰飞。叶云的身体顶着无数的子弹的攻击，瞬间跨过10几米的距离，一把拽住了李建颖的脖子，另一只手冲着那100人微微一压，轰！所有的攻击瞬间哑火，100多人如同受到1000万斤的压力，瞬间被压得趴在地上，各种枪支散落的到处都是。叶云抖了抖身子，嵌在身体中的子弹头顿时像是受到挤压一般，在他的身前如同下雨一般的掉下。不管是李建颖这种的武者，还是周宁东这种身经百战的军人，每一颗掉落子弹的声响像是炸弹，在他们的脑海中狂轰滥炸。这究竟是什么怪物？所有人看着叶云的身影，全身酥麻。我说过，来了就别走了。叶云提着李建颖，仿佛没有感受到他因为害怕而发抖的身子。龙宫不是你们可以欺凌，不是你们可以染指的，哪怕长老会也不行，所以去死吧！叶云说着，抓着他的脖子，如同甩皮鞭一般，将李建颖狠狠地砸在地面。砰！鲜血飞溅，大理石的地面在叶云的暴力下被轰爆，密密麻麻的裂纹蔓延几10米。为了应对3年后的灾难，为了能给人类多留些薪火，龙宫就成了叶云最好的载体。为此，哪怕背上无数骂名与指责。至于你们，不保国为民，沦为世家私军，将枪口对着自己人，愧对你们这身军装，愧对于子弟兵的身份，助纣为虐，该杀！叶云指着被压在地上的100人，左手猛地再压，顿时100道鲜血飞溅而起，将整个地面染红。李晨旭！叶云摸了一把满脸的鲜血，看着石化当中的龙宫成员，忍不住叫道：到！李晨旭打了个冷战，看着如同魔神一般的叶云，又害怕又激动，给李家电话，就说杀我龙宫子弟7人，伤我龙宫子弟过百。李家，你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明天亲自杀上李家。第48章龙宫的底气。魔都城郊一处山脚下的庄园，此时庄园内部的大厅之中，一名中年人轻轻地将手中的电话搁下。他身穿冰残锦鹤氅，雅人深致，一头乌黑的头发打理的精致细腻，一看就是久居高位之人。他就是被人尊称为魔王的李家之主李景泽。然而此时的他眼神有些涣散，甚至还能从中看到一丝的慌乱。家主，乐儿回来了。在他的前方，一名女子看着李景泽，温婉而不失雅致。作为李家家主夫人，常年养尊处优的生活，岁月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对于他们来说，在魔都，哪怕是京城那些大人过来，都要对自己家族客客气气的。这次自己的儿子竟然被人给扣押了，想到对方是长老会下的龙宫，又是上将军衔，想来李管家出马就足够给对方面子了。走吧，去老爷子那。李景泽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就走。去老爷子那？女子听到李景泽的话，愣了下，然后有些不可思议的赶紧追上他的脚步。作为李家家主夫人，自然有其过人之处。自己的丈夫作为李家的现任家主，一般不会轻易的去打扰上一代家主，不仅仅是不想去打破他们的生活，更重要是要做出一种能独掌大权能力表现。而现在，李景泽去找他的公公，本身就蕴含了很多的含义。龙宫大厦顶层，已经洗漱过了的叶云一脸肃穆地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魔都上空的云卷云舒，香烟的星火
在他之间流转。丁仪有些畏惧而又崇拜地看着他，站在他的身后，默然不语。将军，周宁东在陈家茂的搀扶下走了进来，随同的还有李晨旭几人。死者为烈士，要厚葬，他们家人那边要安排好，确保他们老有所养，少有所依。叶云平淡地转身看着几人，前世见惯了生死，如今重生，那种对于生命漠视的冷漠早就刻在了他的灵魂深处。然而让叶云不舒服的是，这群人原本不应该这么死去的，至少不应该死在自己人的手上。将军，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只是封烈士的话可能会遭受非议，毕竟他们不是。刘海有些为难地说道。烈士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封的，而是要看他们生前所做的事来定调。我说是就是，如果谁有意见，直接让他来找我。这一刻的叶云前所未有的霸道，眼中甚至含有杀气。还有，李晨旭给国防部去个电话，用世家这把枪来捅我，那他也要有崩掉牙的打算。李乐本就属于国防部下属打金队总指挥，他到龙宫来闹事，未尝不是他们的默许。是，李家这次过来由你们负责接洽、割地、赔款，总之一句话，不死也要扒下一层皮，不能让我们的战士白白牺牲。如果他们想要见我，直接让他们滚。3天内我要见到结果，如果3天之后结果我不满意，后果自负。灭李家太容易，但是所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里面有太多的利益和权力的纠葛，要不然上面早就对这些世家开刀了。而叶云之所以放权让他们去和李家接触，说白了就是给他们造势，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敢小觑。从先前他们对于李建颖的态度来看，叶云非常不满意，因为在叶云的心里，军人、战士就应该是铁血的代名词，有那种不畏生死的精神。军人就该有军人的样子，放手去做，有什么事我顶着。是。几人一脸激动地看着叶云，这一刻他们多了一个底气。像他们这种无钱无势起来的人，要么就是闲职，要么就是依附，从来没有被那些势力放在眼里。他们虽然不知道叶云具体强大到什么地步，但是一个可以无惧飞机坦克的人，实力会不会差哪里去？几人离开，留下了叶云和丁仪。对了，丁仪姐，伯父伯母安排的怎么样了？现在叶云和丁仪看着住在一处，但是平时见面的时间很少，而叶云的3餐也有专门的人员送来，不需要丁仪下厨之类的。姨已经安排进魔都医院了。丁仪看着叶云的眼睛有些躲闪，脑海中却是不停地浮现出叶云飞中空中威武的身影。行了，没事的话忙你的去吧。丁仪眼中的畏惧没有逃过叶云的眼睛，对此叶云也只能苦笑。原本还想抽个时间见见梁老，这下好了，都把人家闺女吓成这样了。杀人在普通人的眼里，那简直就是最恐怖的事。然而在未来半年后，随着越来越多人具现实力，这种事时有发生，哪怕国家队的介入也无济于事，因为实力和数量相差太大了。原本还想准备就前往山海界的叶云也彻底没了心思，索性就这露台之上熟悉着自己具现实力。然而叶云却是不知道自己作为在魔都引起了何等的震荡。首当其冲的李家几乎在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联系到了李晨旭，然后在连续的谈判拉锯中连夜动员，开始收拢资金。国防部那边也是电话不停地打到叶云手里，然而叶云一概不接。开玩笑，吃了我的豆腐，你以为摸摸头就可以？每年那么多的国防预算，你们只吐出来1/10就这么难受了？这次不让你们多吐出一点来，都对不起你们的手段。作为众生者，太了解现在的国防了，在1年后，整个世界的热火器就会慢慢的对于天道者失去作用，现在的投入，2、3年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笑话。第二天，一队车队低调地驶入龙宫大厦停车场，在一个老者的带领之下，魔都市的政要和各大商会会长走进龙宫大厦60层的会议室，而60层以上为龙宫正式成员活动区域。经过昨天事情后，没有得到批准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哪怕是天王老子都不行，因为这是叶云的命令。经过昨天一役，叶云可以说彻底的奠定了他在龙宫之中的地位，甚至不少人这私下直接称呼他为龙宫公主。第49章，天人张君宝，什么世家，什么政要，3年后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前世除了富豪们自己组成战队，还有一个很强的联盟，这个就是世家联盟。然而这个联盟成立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里面各种的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造成了大部分成员的流失，还没等到异族降临，这个联盟自己就土崩瓦解了。人心不齐，资本再雄厚也是空的。后来随着区域性联盟的崛起，这个联盟的各大世家从世家联盟分离出来，依附于各自区域联盟。然而就算如此，华国最强的华东区域联盟在世界势力榜中连前10都没有进入。这次的事情闹那么大，主要是叶云要杀鸡儆猴，
掐灭那些对于龙宫有小心思人的念想。至于长老会，也不是一群好鸟，利用自己快死之人的身份来玩平衡，甚至因为自己天赋的原因，认为可以从自己身上拔羊毛。这次我要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叶云爱国，但是不是于中。你们玩勾心斗角，你们自己玩，别烧到我，要不别怪我先翻桌子。将军，这是李家这次的赔偿，一共20亿，同时另外支付5亿，当做李乐3人的赎金，已经到账了。你看，李承旭走了进来，没有叶云的命令，谁也不敢私放李乐他们。除了这个，和其他人谈的怎么样？叶云瘫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国防部那边有个电话，说为了表示歉意，愿意每个月多追加10亿金币。魔都府院也同意帮我们处理周边房屋征收的问题。李承旭说完，有些忐忑地看着叶云，以前还没感觉到在叶云面前压力会这么大。10亿，呵呵，打发叫花子吗？让他们一次性支付1年的额度，包括之前说好的200亿，少1分钱，这是没完。10亿看着很多，但是对于财大气粗的房屋来说，简直就是少之又少。等他们这笔钱到账，前后需要1年时间，1年黄瓜都黄了。要知道，天道抢的就是这方面的先机。每年的国防预算明面都是1兆，但是后面的特别预算就很多水了。比如这次，为了应对天道带来的变革，他们的特别预算就高到5000亿。行，我这就去安排。李承旭点点头。现在周宁东在养伤，刘海在处理善后工作，所以也只有他可用。不用，直接发个通知就行了，在我们龙宫自己的网站上发。龙宫最大的弊端就是所有的资金都掌握在各部手中，如果没有各部的配合，那么龙宫将步履维艰。但是叶云自身有够强的实力，而各部又有各方的考量，最终的结果就是军政各部的财政资金都会变成统一的支付方式，而不仅仅只是国防部。可惜长老会那边还没动静。叶云看着窗外落日的余晖，喃喃而道。第二天，龙宫的账上资金扣除原有的1000多亿，再次增加了4840亿资金，其中有国防部的2310亿，政务院各部1980亿，各省市府550亿。他们都在龙宫公告发出的第一时间流量，龙宫今年剩余11个月的配额打到了龙宫的账户。龙宫内部的电话简直都被各种政要打爆，除了报备财政配额已付之外，大多都是想通过这种渠道和龙宫打好关系。要知道叶云大战李家的视频，他们这群人都有一定的渠道可以获得，自然知道叶云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叶云一战成名，震惊了整个华国顶层圈子，锋芒所向，无人敢得罪。对此叶云就犯愁了。堪堪6000亿的资金，如果等下个月3个捐献基金的资金到账，自己就可以造就一个 X 天赋之人，但是还需要20来天时间，而且用完只剩几百亿，用作日常的用度还好，偏偏自己又要收购周围的大片建筑。特么的，以前为了几十块自己都敢卖声，现在给自己6000亿，自己范围不会花了。叶云郁闷地看着手中的资料，6000亿扣除平时开销和接下来的各种房屋的收购和外围的建设，叶云最多能动用的也就4500亿左右。这点钱可以堆出14个 SSS 级天赋成员，或者可以培养出281个 SS 级天赋的龙宫正式成员，这让叶云很是为难。这在叶云抓得满桌头皮的时候，刘海跑了进来。将军，长老会来人了。终于来了吗？特么盼爷爷盼奶奶的，终于把这些家伙盼来了。走，去看看。叶云简直就是大喜过望。长老会传说共有5人组成，其中2人代表军队，2人代表政府和1人代表各大世家。他们都是各部权力的汇聚点，乃是华国最具有权力之人。如果他们肯松口，那叶云所担心的资金链问题迎刃而解。哈哈，有劳小友挂念，本是老朽前来打搅，有失礼数，还请小友见谅。叶云话音刚刚落下，一道声音就远远传来：高手！叶云看着落地窗外踏空而来的身影，眼睛微微一眯，不知道在想什么。来人速度很快，几百米的距离，他2、3步就跨过，站在叶云身前。难道长老会的成员每一个都是能踏空而行之人？叶云看着站在身前的老者，忍不住微微笑道：那倒不是，我只是受长老会的请求而来，而不是长老会成员。老头子一生都奉献给了武道，对于这种世俗的权势没什么追求。怎么不请我坐坐？老者一身灰色布衣，甚至衣袖的关节处还有2处布丁，一头花白的头发配合那长长的白色胡子，脚踏一双布鞋，堪堪接触地面，而非踩在地面之上，看上去倒是有几分仙风道骨之感。么么的，有那么简朴的高手？又或者这家伙全身上下都是定制的丐帮装扮？不是长老会成员？叶云一听对方的话，顿时没了谈下去的欲望。正式介绍下，在下张君宝，为母星最后的护道者，见过叶天人。老者看着叶云不耐烦的面色，没有任何的不满，反而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对着叶云行了一个古代礼节。天人
是世俗世界对于先天境强者的称呼。停，你说你是张俊宝，太极的那个？还有，你说你是什么护道者？什么鬼东西啊？叶云听得张俊宝的话，顿时大感吃惊。没错，没想到叶天人竟然认识老道。叶云的话让张俊宝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他当初受到长老会的请求时，第一感觉就是叶云应该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特么疯了？叶云听到老者的话，顿时大吃一惊。张俊宝啊，太极宗师啊，800多前年的人啊，特么，这怎么可能？叶云看着老者那副垂垂老矣的面貌，心里波涛汹涌。第50章秘闻。殊不知张俊宝看到叶云，整个人的震惊程度更甚。作为先天之境，当他仔细观察叶云的时候，他很快就发现了叶云和自己的不同。骨灵、气血，这2个无一例外出卖了叶云的实际年龄，而气血更是比之自己强大不止一筹，说明叶云的实力比之自己更强不知几倍。23岁的天人，张君宝强制压下了自己心头的震动，和叶云攀谈起来，语气甚至有些热烈与恭维。原本他是受到长老会的委托，过来稍微压制叶云的，现在彻底没了这个心思。经过一番的交谈，叶云总算对于这个世界有了个全新的认识，甚至解开了叶云前世心中不解的谜团，同时对于现实世界的修炼体系有了个充足的了解。在上古年间，蓝星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修炼者，带起了一片的修炼狂潮。他们不敬天不敬地，打破各种天地的束缚，打破了人类自身的枷锁，一切都在往修炼盛世而去。然而在3200多年前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200年前，正是西周之前，人族的修炼者达到了鼎盛时期，人类逐步走向强大，开始涉足星空宇宙，甚至肆无忌惮地到处掠夺资源。而这很快就吸引了一些异族的注意。他们通过20-30年的观察发现，人类虽然出身弱小，但是拥有着让他们都为之震惊的天赋与智慧，这让他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于是他们开始在蓝星上布局，将一些弱小的人类逐步培养成为自己的亲信，联合3族之力，借由人类国度的内乱，开始这蓝星上肆意妄为，将人类好不容易历经几个纪元而形成的修炼体系破坏殆尽。如果只是这样还好，靠着人类的智慧总会再次强大。然而这些家伙却是扶植了傀儡政权，历经整整几百载的时间，掠夺整个星球上的修炼资源。他们在撤离之时，更是在蓝星域外布置了巨大的破灵大阵，逐步蚕食蓝星上的灵气，让整个蓝星之上的后人无法修炼。这么劲爆，那你们是怎么修炼的？叶云看着张君宝，不由得疑惑地问。至于他口中所说的，叶云大概也能想象出什么情形。3200多年前，不正是封神时代，那个妖魔神人4族共舞的时代？可惜那个时代的相关资料太少了，但是有一点，叶云很清楚，那就是天子2字的由来。这些也只是某些典籍的记载，当年具体的事情我们也无从得知，或许也只是胡说八道呢。不过现在灵气日渐稀薄，倒是真的，我们也只能靠一些自然的馈赠，才勉勉强强的达到现在这先天之境。可惜自从达到这个境界之后，老朽已经500年未有寸进了。张俊宝吻了一口茶水，有些失落的道：先天之境，寿元达到900年。张君宝今年已经870好几了，他的时间不多了。叶云能说什么？他自己都一脸懵逼。难怪上次那个李建颖嘴里说自己是什么先天境强者，感情那家伙还以为自己也是一名古武修炼者呢。不过张俊宝竟然停留在先天境竟然有500年的时间之久，看来这先天之境已经是这个世界的至高壁垒了。虽然从张俊宝身上的实力波动来看比之自己差了不少，但是这可是叶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修炼者，甚至曾经还出现过修仙者。长老，像你这样的人多吗？叶云有些好奇地问。不多，全球加起来只剩下3个人了，每一个都是各个国家的镇国宝贝，而我们华国只有我一个了。说到这个，张君宝苍老的脸上充满了落寞。最近100年，魔窟日渐活跃，越来越多的魔物冲破空间的壁垒，伯恩于100年前自爆了。张君宝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大了，话不少说，而且尽是一些叶云从不知道的心秘。魔窟又是一个新的名词，看来前世的自己实力实在太过低下了。对，这个魔窟坐落在米国华达内州的一个区域，现在被米国封锁了。51区，那个所谓的外星人基地，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叶云心中一动，想到了网络上的各种传言。对，在里面有个宇宙黑洞，每个月月圆之时都会有几只魔物从里面出来，这2个月不知道怎么回事，每个月都有从里面出来，魔物数量足足达到了30只，虽然实力下降了，但是每只的实力都堪比大宗师之境。这还算是好的，去年的51区极光夜影事件，其实就是魔潮的一只魔物冲破了我们的防御，一名快到生命尽头的先天深陷魔群自爆了。魔潮一次就是近1000只的魔物，如果下次再来，
不知道我们3个老家伙还能不能守得住。张俊宝说到这，脸上满是不甘。守不住会怎样？叶云听着张俊宝的话，心里对这些魔物多了几分兴趣。没有守住，美洲会快速沦为魔物的世界，整个世界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张君宝一愣，而后回答：所以你都是常住在米国，这好像是变相的为他们效力吧？叶云淡淡的问道，眼睛却是灼灼的看着张俊宝。这可是关乎到全世界人类的生死，我肯定常住在那啊！而且他们米国政府给我们开出击杀一只魔物500万米元的奖励，我何乐而不可为呢？再说现在是和平时期，我赚外汇对国家来说不是更好吗？最重要的是，击杀魔物后，他们身上的魔气可以强化我们的识海，虽然微乎其微，但是对于几百年止步不前的我们来说，总归是一个希望。张俊宝闪躲着叶云眼睛，淡然地说道：他怕死，如果再不做突破，那么再过10几20年，他也就是一堆黄土。500万米元一只。叶云一愣，不愧是财大气粗的米国。如果按照张俊宝的说法，那1个月就是30只，那样的话就是1亿5千万米元。他妈，相当于9亿华币了。3个人均分也有3个亿，一年就是36亿。算到这，叶云倒吸一口冷气。说实话，连他自己都有些心动了。下次受潮的时候叫我。第51章，密谋谋财。是什么？张俊宝似乎被叶云的话惊呆了。前面这家伙还有些责备自己在米国常住，反过来就想着要入伙了。我说，下次磨潮的时候，你们处理不了，叫我。当然，别的赚钱项目也是可以的。矮油昂的屎凳。对于老人家的耳朵，叶云表示理解。好的。张君宝一愣，然后点点头，同时更加确定叶云的实力远远的强过自己。那个叶将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是什么实力啊？张君宝实在是忍不住内心的煎熬，试探的问道。要知道，他已经在先天境初期停滞500多年了，现在看到叶云，看到了突破的希望，他不想错过。如果不是感觉到叶云实力比他强，说不定他都会严刑逼供。我的实力，要不要试试？叶云看着他，冷冷的笑。张君宝虽然脸上看不出什么，但是眼睛却是出卖了他的内心。在叶云的眼里，张君宝现在的实力和前世自己的实力相差无几，所以在现在的叶云眼里，完全是婴儿与成人的差距。这张君宝纠结了。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所以在我面前收起你那心思。我给你透个底，像你这种实力的，我亦可杀千敌万。不过，叶云冷漠地看着他，不过瞬间又换上了亲切的微笑。要是你能答应我的要求，或者出得起价格，突破先天之境，乃至更高境界的快速途径，也不是不可以告诉你。我可以保证，几年甚至更短，你就能达到。对先天可以杀千敌万，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先天境了。想不到叶云的实力会是如此强大。但是，一听到叶云后面的话，张君宝瞬间炸了。你说，突破先天境，这可是张君宝追求了500多年的终极目标。为此，他甚至会不惜任何代价。以心魔起誓，为我效命100年，我可以保证在2年内，你能突破先天的桎梏，达到更高的境界。2，价格2000亿米元。同样1年内，实力最少可以突破现有境界，但是得发誓，你们永远不得与龙宫为敌，不得进华国作乱。叶云淡淡的伸出2根手指，这才是叶云的主要目的。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势力而言，先天境的效力和2000亿米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一个先天强者的存在比核武还要恐怖，可以大大的减少每年的国防支出。这也是米国等一些国家和华国再怎么有矛盾和冲突，也不敢轻启战争的根源。而对于先天强者来说，且不说100年的时间，他们自己就可以累积多少财富，单单是他们那个强者之心，就受不来给人效命，宁死不受辱。但是对于叶云而言，有钱才是王道。只要有足够的金钱，他可以造出10个、100个，甚至1000万个这种级别的强者。你一个糟老头子，跟随我，还得我给你养老啊？2000亿米元！张俊宝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不可思议的叫道：“这个价格完全超乎了他的承受能力，哪怕他活了800多年，也没办法累积如此庞大的财富，平均1年2亿多米元啊！2000亿米元，这价格都要赶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财富了。”张俊宝想想自己镇守米国魔窟120多年，平均每年才从米国获取7亿米元的酬劳，而且作为大善人的他，每年还往华国捐献1亿米元。叶云这一开口就直接要了他100多年的总收入，搁谁都难受啊！没错，你可以找你那2个先天挚友，别告诉我，你们3个天人连这么点钱都拿不出来。叶云笑道：“这老家伙几百年前就闻名天下，手中的私藏会少，即使他自己拿不出那么多，
但是老张刚刚可是说了，先天境的强者有3人呢，3个人加起来总该拿得出了吧？张俊宝沉默了，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要不是身为先天境的直觉告诉自己叶云的强大，说不定他都想要强迫叶云说出来了。别急，老张，2000亿，让他们一人多出点不就可以了？为毛搞得那么难做一般？10分钟后，叶云看着依旧沉默的张君宝，疑惑地问：叶将军，我们3人虽然表面看着是挚友，但是都是各有隶属的国家，之所以能和平共处，就是我们构成的各自平衡。一旦他们任何一人的实力超过于我，打破了这种的平衡，那我们华国就危险了。叶将军，可否价格降低一些？我所有的资产也就在1200亿米元左右。张君宝的神情有些低落，一脸希冀地看着叶云。哈哈，张老，你莫不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了？他们要是敢发动战争，我可以给你保证，他们国家必灭。2000亿不能少，但是你可以从他们身上捞出这个钱啊。他们出的越多，你的付出就越少，甚至狠一点的话，或许还有赚哦。听了张俊宝的顾虑，叶云瞬间笑了起来。对于叶云来说，他只管捞钱，管你们谁实力突破，反正都没自己强。而且以自己在天道中的优势来说，自己游戏中的每一次提升都会有10%具现到现实世界的自己身上。最重要的是，1周之后点金的 CD 值将再次清零，到时候自己每次的提升都将会异常恐怖。叶云的话顿时让张俊宝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把叶云这个比自己都强几倍的人给忘了？华国有叶云镇守，哪怕他们突破了，也不可能是叶云的对手，况且还有自己。干了！叶将军，你说要怎么做？张俊宝脸上开始有了笑容，笑得异常我猥琐。半个小时之后，张俊宝带着开心的笑容直奔米国，同时叶云再次登上了天道论坛。1个小时后，一篇名叫《人类的修炼成为武者的可能性》的文章在论坛上横空出世。虽然高达666金币的浏览人次收费，但是在叶云那1000万级别的粉丝带领下，快速的席卷网络，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冲上了热门，浏览量更是高达100万。里面涉及到了天道这款游戏，涉及到了上古年代的某些性秘，但是也都只是点到为止，模糊两可。更是在文章的最后一句打上了另外一篇文章的链接，打破蓝星先天之境的限制，不是不可能。很多人点进去一看，都是一脸错愕，因为进入这个链接后，论坛竟然提示这篇文章浏览人次收费竟然高达1000亿米元，同时还需要签订一系列的保密条款，保密条款的有效期为100年，违约将会受到天道的制裁。这几乎断绝了绝大部分人的好奇心理，没办法，钱不够。没错，这就是叶云和张俊宝商量之后的结果。他出得起这个钱，不想去占叶云的便宜。这篇文章可以说里面满满的干货，叶云将天道的发展做了个详细的说明，同时罗列出了天道对应现实实力的划分：淬体、0-10、明镜、炼体、11-20、暗镜、炼神、21-30、巨神、金丹、31-40、宗师、元婴、41-50、先天。第52章爆炸与暴富。如果有人问叶云为什么要把未来的事提前暴露出来，自己独享不是更好吗？叶云会毫不犹豫地说，一下只搞个几千上万亿不香吗？还是米元？有了这些钱，他完全可以将龙宫的核心成员武装到一个新的高度。再说，叶云本身就有远超于他人的天赋，根本不担心蓝星上有人会威胁到自己。而且，提前曝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整个世界3年后的实力大大的提升。到时候，不管是自己还是龙宫，至少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至于保密条款的问题，只要有人吐露和接受这个信息，那么都会受到天道相应的制裁。对于天道的能力，叶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说，现在全球都在他的监视之下，也不为过。只要浏览者看了自己这个帖子，知道了天道内的实力可以具现，那么他们就不敢将这个消息吐露给自己之外的人。1楼，最强王者不愧是最强王者，特么我以为看了这个帖子后可以成为一个武者，原来是我天真了。2楼，楼上的吃屁呢，花666金币就想成为武者，学费都不够的。3楼，最强王者绝逼是一个销售大师，这种的煽动式的捆绑销售我用过。4楼，妈耶，666金币看一次，竟然10分钟时间就有100万人次的观看，话说真的假的？5楼，楼上脑子有坑，这可能是真的吗？6楼，我楼上脑子有坑，装了童子尿，你没看到天道都没封帖吗？10086楼，卧槽，大爷的，竟然真的有人花费1000亿米元，就为了看一下那帖子，还是不能截图，退出进去需要再花费那种。10087楼，卧槽，卧槽，楼上的，你就没发现现在点那链接需要1200亿米元了吗？11119楼，华国官方竟然出手了，1200亿米元，查看费用再次提升到了1400米元。帖子的下方几乎每1秒钟就有几个回复，短短的时间，浏览量更是突破500多万。
特么，不狠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有钱人那么多。666金币啊，够我1个星期生活费了，都。叶云看着突破天际的热度，有些目瞪口呆地说道。他没想到武者对于大家的吸引力会是这么的大。至于第2篇文章的浏览人，想想都知道，第一个肯定是张君宝那家伙，只是第2个竟然会是华国官方，这个是叶云没有想到的。至于是华国的哪个官方，叶云脚趾头想也知道，除了国防部，在华国还有哪个部门会花费如此巨资来购买这个信息？肯定是那个张老头和长老会说了什么。2次的信息查看，2200亿美元的巨额费用，再次在论坛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特别是华国的官方都出手了。不过也让不少的玩家质疑，这信息是不是华国的阴谋？毕竟发消息的人本身就是华国人。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帖子在各个顶级市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不是因为华国官方愿意花费1200亿美元来购买，而是因为第一个购买者竟然是华国的镇国级人物张天仁。无数的电话在各个国家打进了华国外联部办公室，他们想要在第一时间确定这个信息的真实性。米国华达内州一座古老的城堡中，2名看着一脸焦急地站在一个游戏舱前，等了足足10几分钟才看到游戏舱门打开。张先生，你这一下就花费了100多年的积累的财富，能和我说说这里面究竟是说了什么？一位老人看着从游戏舱没出来的张俊宝，有些焦急地问道。老人拄着一根古董拐杖，稀稀疏疏的几根白发打理的一丝不苟，不胖不瘦的身材，穿着一套燕尾服，让人一看就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好贵感。同样的，站在他旁边的也是一位白人，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套白色的长袍，手中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籍，看那书籍的封面残破不堪，却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乔尔亲王，曼林教皇，不好意思，我无法跟你们述说里面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会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新的开始。具体的，你们可以自己花钱自己去看。乔尔，欧洲最后的吸血鬼亲王，曼林，欧洲曾经至高无上的教皇，加上华国张俊宝，3人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实力最强的天人。张先生，我们可以付你钱的，你花的1000亿，我们可以和你分摊，又何必花费那个钱呢？曼林左手摩挲着手中的书籍，眼光灼灼地看着张君宝。他和张君宝是大敌，190多年前，他们的教会想要东进扩大他们的信徒版图，然而在人口最多的华国却遇到了最大的阻力。为了要强制打开华国的宗教大门，他们不惜让他们信徒的国家对华国发动了战争。而就是那一场战争，将华国影视最大宗教道教给惹怒了，从此开始了教会之争。最后的结果就是曼林对上张俊宝，大败而归。要不是乔尔出手，估计自己都被张俊宝给直接斩杀了。亲王为吸血一族，被教皇的光明教称为黑暗的地狱族，属于不死不休的存在。然而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张俊宝，他们又不得不合作。亲王、教皇，看里面的内容是需要签订保密协议的，他可是受到天道检视的，如果泄露，不仅仅会受到天道的处罚，而且还会影响到自身突破的可能性。你觉得我会败了自己的前程吗？而且就算我说出来，你敢听吗？张俊宝看着2人，冷淡地说道。原来如此，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要是能找出发帖的这个人就好了。亲王皱着眉头，有些肉疼。行了，乔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欧洲和中东培养了几个大家族，只是我不说而已。再说，我们马上都要进入天人五衰了，只要能够突破，别说1000亿，就算是10000亿，估计你哪怕抢遍世界，你也干得出来吧？教皇曼林一脸鄙视地看着乔尔。就是，再说，你以为人家能把这个帖子发出来？你以为人家傻吗？而且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有效，甚至超出你想象之外。张君宝捋了捋自己长长的胡须，意味深长。他们3人都已经老了，老的能看见死神对自己招手。一起在米国100多年，这曾经的死对头难得的惺惺相惜。如果不是各自不同的使命，或许他们都会是不错的朋友。因为整个世界像他们这样的人太少了。绝对有效，你保证？2人一听张俊宝的回答道，顿时大吃一惊，眼露金光，而后化作2道闪电，消失在张俊宝的眼前。第53章巧取豪夺。半个小时后，2名西方玩家点开了那条令人发指的链接，各自消费了1400和1600亿美元。叶云看着帖子的4个浏览量，含泪暴赚5200亿美元，比之华国整年度的军费都要高出一截。而后不久，欧洲德尔堡帝国和光明教总部范岗也点开了这个链接，瞬间彻底引爆了天道论坛。法克、德尔堡和范岗究竟是怎么回事？连里面的半点消息都不敢丝毫的透露。泰格斯，现在有什么消息传来？米国特遣队总部，米亚罗愤怒地将手中的电话砸了个稀碎，足足安静了5分钟，才转头看向身后的泰格斯。
这几天因为等级排行榜的事情，两人没少花钱花精力，整个人看上去颓废不已。亲爱的，别气了，高层已经在和我们这的3个天人交涉了，外联部也在和德尔堡、范港交涉，但是估计不是很理想。泰格斯看着恢复平静的苦笑道：“按照以往的经验，如果交涉真的顺利的话，以米国在欧洲的强势，早就知道结果了。赶紧电话问问华国，如果有这次资金的注入，那我们想要压制他们的机会就彻底失去了。那个刚刚得到的消息，樱花国以2200亿美元第7个浏览了那个帖子。”泰格斯那些电话的手一抖，那个特制的手机掉落在地。樱花国，米亚罗差点吐血。这些自己的小老弟，每一次都在关键的时候给自己一刀。给樱花国电话，我要知道那文件里面的每一个字。米亚罗怒吼道：“已经在交涉中了，不过估计效果不大。听说里面内容涉及到了天道，以他现在的能量，没人或者没有哪个国家敢违反他的规则。”泰格斯面前的电脑在不停的跳动，手机上的信息也在快速的汇聚。买，再不购买，到时候价格更高了。米亚罗几乎带着哭腔的喊：“这购买之后，我们剩余的资金就见底了，确定购买吗？”听到米亚罗的话，泰格斯犹豫了。虽然他们搞到了大笔的资金，甚至后续还再次从各个小老弟那边巧取豪夺了近1000亿美元，但是两人购买属性和天赋花费了近半，还有几百名的队员嗷嗷待哺。如果这次购买，那真的是没油下锅了。叮！正在泰格斯犹豫的时候，两人办公桌上一个黑色的电话响起来了。喂，议长。10分钟后，泰格斯咬牙切齿地支付了2600亿美元的信息费，查看后退出了游戏舱，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忙碌的人群。具体里面的信息由米亚罗查看，因为在他和上峰街打电话那会，日不落帝国花费了2400亿美元，成为了继樱花国之后第8个查看信息的国家。从第1个查看的1000亿到第9个查看的米国的2600亿，足足差了2.5倍的价格。这让米亚罗等一些米国至上的人连日不落帝国都恨上了，华国就更不用说了。要不是华国实力不弱，米国都会发动战争。两个人的办公室内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亲爱的，上次和北极熊那边谈的怎么样了？终于，米亚罗走出了游戏舱，打破了压抑的气氛，从泰克斯的背后抱住了他。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两人的心里面还是非常的不爽。现在正进行第3轮的洽商，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就进行我2个队长层级对谈了。泰格斯没有转身，只是身体微微后仰。他没有问里面的信息，因为他知道米亚罗不可能冒着风险告诉他的。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关于先天相关帖子的浏览量一直停在9，价格也停在了2800亿。以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来说，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承担得起了。倒是那篇关于武者的帖子，浏览数量让叶云感到意外，因为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就超过1500万，而评论数量更是高达10万以上。叶云躺在游戏舱内，冷不住的倒吸一口凉气。一个浏览量666金币，按照这个势头，突破2000万的浏览量是妥妥的。133.2亿，叶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个帖子的收费就高达100亿。要知道这个帖子的内容完全就是打酱油的啊，最多也就提点一下天道的可能性。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继米国之后，已经没有国家或者势力再出手了，就连北极熊他们也没出手。不过嘛，叶云冷冷一笑，前世米国和欧洲的一众西方国家在异族席卷全球的时候，根本不理会别的国家生死，依靠着自身实力的强横，甚至和异族做起了买卖，包括给他们提供情报。叶云甩了甩脑袋，走出了游戏舱，然后拿出了计算器，归零。133加1000加1200加1400等于16333 16333亿米元，折合华币97998亿。大爷，这是要我逆天啊！这得是多少属性点啊？9000多万点。叶云看着计算器中的数字，倒吸几口冷气。前几天自己为了几百亿发愁，甚至连国防部和政务部都威胁了一通，才堪堪让他们按年拨款。而现在一个消息加一个帖子，直接让自己的财富爆炸。他敢说他现在是绝逼的世界首富，因为他的财富都是现金。将军，将军！这时李晨旭和刘海搀扶着周宁东，身后跟着陈家茂4人急冲冲的跑来，后面还跟着丁仪。你们都是龙宫的核心成员，要有领导该有的稳重，一个一个的那么急，像什么样子？叶云看着周宁东3人，不由得说道：这3个家伙可都是30-40岁的人了。那个，将军，你在论坛上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们人人都有成为武者的可能吗？周宁东看着叶云激动地问道。经过2天的休养，这货现在的伤好了不少。这次事件可以说叶云彻底奠定了他在龙宫的绝对地位，也彻底打破了华国所有顶级势力想要染指龙宫的念头。当然，好好的在天道中提升实力，争取每项属性达到1万点。
叶云没有多说，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暗示。明白。10000点的属性对于3S 天赋的他们几个来说很轻松就能达成。第54章龙宫私有。将军，等级排行榜快要结束了，米国的那人等级已经追上来了。丁仪这时开口道。平时龙宫正式成员的数据都会汇总到他那，再由他比对后，由周宁东确认上报叶云。这几天大家几乎都在忙碌着现实中的事情，而叶云也一直在熟练电弧巨线的应用，但是对于游戏中的事也没有落下。原本被叶云打压下去的那2名米国人，据说花费了巨量的金币，在全网收购升级卡和双倍经验卡，只是为了重新回到榜单前5。升级卡是可以让玩家直升1级的特殊消耗物品，叶云在10级之前也使用过，每10级为1个阶段，每个玩家在1个阶段仅限使用1张。叶云估计这2个米国人是在19级的时候使用的，然后利用双倍经验卡没日没夜的狂刷野怪。也不知道这2货收购了多少双倍经验卡，现在等级再次挤进前10，分别排名第3和第8。更让人意外的是，北极熊那边竟然出了一匹黑马，也进入了排行榜第5名。行了，这次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我赚了一大笔钱，打算把你们的天赋再提升提升。叶云看着8个人，手指不停地在办公桌上敲打。老大，这钱是你私人的，我们有国家的资金，不需要的。周宁东一听，顿时急了。对啊，老大，你没必要这样。行了，你们这天赋，说实话太低了，而且现在的龙宫已经算是我私人的私郡了，往后国家那边不会有别的资金赞助了，过个几天文件就会下来，所以你们1万多个家庭以后都算是跟着我混饭吃了，我得多赚点钱才能养得起你们。这是叶云向长老会提出的要求，由张君宝转告并定调。长老会现在对叶云的具体实力不明，只有那个老家伙的话，长老会才信。这上面会同意？几人听到叶云的话，瞪大了眼睛，显得那么的不可思议。私军啊，这个在现在的华国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是前面的李家，也不敢真正的这么玩。哼，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永远都是实力为王。而且，我也可是给他们做过保证的。你们呢，身为华国人，身为华爱国军人，初心和使命不能忘，明白吗？叶云淡淡的笑道。至于什么保证，叶云没有细说。明白。几人顿时叫道，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一个个勾肩搭背的离开了。而丁仪却是留了下来。丁仪一脸局促的站在那，欲言又止。他感觉自从叶云来到龙宫之后，身上有股气势让他不敢直视，特别是和叶云独处的时候，感觉整个空间都异常的压抑，但是却又让他莫名的有些喜欢。姐，怎么了？叶云看着丁仪，不由得问道。对于这个小姐姐，叶云可是相当照顾的。那个将军，我父母已经出院了，叮当过段时间就要去部队了，所以我父母想趁着叮当还没有离开，想请你吃顿饭，当年感谢你的照顾。丁仪脸色微红，让自己尽量的不去看叶云的脸。叮当？叶云一愣，这名字很 nice 啊，是我弟弟的名字。丁仪赶紧说道。哦，嗨，行啊，你看着安排个时间呗。叶云笑道。话说丁仪的父母从来魔都住院到出院，自己都好像没有去拜访过，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啊。啊，好的，将军，那明天晚上可以不？丁仪似乎没想到叶云会答应，毕竟现在的叶云身份与地位和自己实在是差了太远了。这几天丁仪从龙宫成员的聊天中可是知道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上次来的那个白胡子老头，竟然是华哀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然而就是他见了叶云都是客客气气的。你看着安排吧。叶云点点头，他突然发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丁仪开始有意无意地避着自己，两人自从到了龙宫之后，开始有一种隔阂感。然而叶云也不好说什么，每个人每段的时间与人的相处本就在改变。行，那我去忙了。丁仪开心地笑了，转身离开。自从到了龙宫后，他的工作量就大大增加了，除了游戏，他还是叶云的助理。叶云再次登上了天道，先将论坛内的钱全部兑换成金币，然后快速地进入游戏。98010亿金币。叶云看着自己的财富值，一脸得意。可惜这个游戏有等级、天赋、战力3大排行榜，偏偏没有财富排行榜，更没有充值排行榜，要不然自己绝对无人可及。等级排行榜：1. 某某星号 X， 等级21，国籍华哀国。2. 龙宁书，等级21，国籍华哀国。3. Mio， 等级21，国籍米国。4. 龙太阳，等级21，国籍华哀国。5. 加洛奇卡，等级21，国籍毛国。8. Tigus， 等级20，国籍米国。整个榜单
前10中有7个是华国人，而且还都是龙宫人，而前5名都是21级，而后面的10几名都是20级。整个榜单的竞争之激烈，比之前是更甚。而这就是叶云想要看到的。前世第一次等级排行榜第一的也才20级，而现在达到21级的人就达到了5个。而现在离榜单的结束时间还有将近7个小时，而这7个小时里，这群人无疑都是卯足了精神提升等级。就连周宁东和李晨旭两人都花费了几千万收购了双倍经验卡。好在叶云的神城复苏任务3完成了，开通了秘境3层，要不然他们的等级还真会被米国的2人追上。这2个家伙也不知道花费了多少钱收购价多少的双倍经验卡。叶云看自己的神迹 CD 值还有18小时，顿时有些失望，但是也无可奈何。分别给周宁东8人赚了6400亿金币之后，就剩余的46810亿的金币。那些金币是给他们提升天赋用的，这是叶云为以后的天赋排行榜准备的。如果资金够的话，叶云也不介意培养出全球第一个完全用金钱提升到地级天赋的玩家。现在的他，金币除了用来购买属性点，好像也没什么用处了。而现在的叶云升1级就可以获得30万出头的属性点。至于装备，叶云更是看不上，因为装备总有淘汰的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装备不能像属性点那样可以巨献。卧槽，老大就是老大，6400亿金币都直接用邮件呢。秘境副本2层，周宁东3人带着丁仪刚刚进入副本，就收到了叶云邮件给他的金币，顿时激动的大叫：“我感觉老大一人就是富可敌国呀！”豪就一个字，他说了好多次。李晨旭手握大剑一个横扫，将围在他四周的10几只怪物秒杀，满脸惊叹：“你还别说，我感觉跟着老大比之前好的不要太多了。之前要点钱看看他们的抠抠搜搜，脸色就是不爽。”刘海也忍不住发言：“这可是将军给你们提升天赋用的，你们可不要乱花啊！”丁仪站在队伍的后方，一支支的弓箭带着点点星光从他的手中射出，将一只只的怪物快速的秒杀。丁仪的话顿时引来了几人的调侃，瞬间让他脸蛋如同熟透的苹果。第55章出道妖界。晚上11点整，系统提示：第一次等级排行榜结束，前10玩家福利已经通过邮件发放，下一轮等级榜单在1小时后开启，请各个玩家努力奋斗。游戏提示刚完，叶云就收到了来自系统的奖励10亿金币。然而叶云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对于财大气粗的叶云来说，10亿也就是1万点的属性点而已。在前往山海界之前，叶云再次来到的丰乐村的职业技能学堂，将升到20级后的2个技能给学习了。技能：祈福，向自由，向光明，向自然，向内心祷告，一次性回复玩家自身或友军 3% 生命值，消耗真气40 CD 30S。 无敌，强者之心，有我无敌。使用后，玩家拥有伤害进入2秒的伤害免疫时间，仅对玩家自身有效。真气消耗100 CD 300S。 不愧是牧师职业，这技能简直无敌了，全是自保的。叶云无奈地点开了神城复苏的任务。神城复苏任务4，请玩家10天内前往山海界邀月城，斩杀负责丰乐神城战士总指挥长，并夺取他手中通往神城的界牌，阻断万族和神城往来的通道，为神城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玩家可通过破界石前往山海界。特别提示：山海界为妖族世界，人类前往具有巨大危险，请玩家量力而行。完成奖励：1. 丰乐村收入 15%， 每日24点过后自动发到玩家邮件中。2. 丰乐村使用土地范围正 50%， 商业建筑1座，非商业建筑1座。3. 诅咒秘境2层控制权限。任务不需提交，完成自动获取。这次的任务竟然没有像之前3次一般有等级的限制，大大的出乎了叶云的意料。使用破界石，山海界为妖族生存咒语位面，远高于玩家所在位面，若玩家贸然前往，具有极度的危险，甚至成为一界之敌，请玩家谨慎确认是否前往山海界。确认。叶云淡淡的回答。什么极度的危险？我比他们更危险。叶云嘴角露出了冷冷的微笑。妖族就是泛指那些动物修炼成妖。前世降临于蓝星，将叶云击杀的植被类剩余，也算是属于妖族分支。那时候华国上下一次性就降临了100万只植被妖物，而在其他国家降临的妖物大多以动物类为主，但是具体多少数量，叶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那时候的叶云作为龙宫外围成员，第一时间就被征召为第一御敌军的一员。那时候空中无数的植被触手舞动，一名名的战士被他们洞穿，然后被他们将血液吸食一空，甚至就连皮肉也不放过。叶云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想死不了，只能慢慢地感受着那种比医院抽血还要快10几倍的流血速度。熟悉的失重感再次袭来，只是这次的时间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久点。等到叶云睁开眼睛之后，入眼的
皆是无尽的大山。这环境要是放在蓝星，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感觉自己都能多活几年。叶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打量着四周高耸入云的山脉，忍不住感叹道：花花草草虽然美丽，但是也指不定藏着什么危险。作为人类，在这个以妖族为主的世界内，可谓是步步为营。叶云第一时间就将小黑给召唤了出来。卧槽！叶云看着出现在自己身前的黑蚁，显得有些的不可思议。可能因为叶云上次一次性添加了90多万属性的原因，此刻的黑蚁身材比值1辆公交车还大。大爷的，这身体长速度也太吓人了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人。叶云看着黑蚁的体型，虽然吐槽，但是却也是双眼放光。他发现自己对于黑蚁永远是个矛盾体。叶云马上踩着他大腿攀爬上黑蚁的后背，却是发现这货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倒刺，头顶处还隆起了2个1米多高的头骨，像是2个巨大的脚就要冒出来似的。不过叶云也发现了黑蚁身上的一个好地方，那是在黑蚁后脑勺与脖颈之处有一个多平米大小的空间。这算不算是个驾驶室？叶云马上爬了进去。整个的空间不大，高度也只有1米多点，整个人进去只能在里面坐着。虽然舒适性差了不少，但是对叶云这妖界行走无疑多了一重的保障。可惜黑蚁这家伙只长身体，智商只停留在人类幼稚园相当。不过能提供这么个地方已经很不错了，至少自己下线时候的安全有保障，甚至可以利用黑蚁这家伙强大的属性，在这妖物横行世界挂机。要知道现在黑蚁的属性值足够恐怖，攻击更是高达2500多万，而且生命值也达到了180多万之巨，配合这货的发射和嗜血被动技能，简直就是移动的坦克。作为人类，身上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引诱异族的特殊气味，哪怕间隔几十米，他们也能快速的锁定。所以叶云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西游的唐僧，每个妖族见到都想咬上一口，就是不能视野共享，只能通过小小地图查看。叶云盘坐在黑蚁的洞穴内，直接指挥着黑蚁朝着一个方向而去，对于没有共享视野显得相当不满。这次的任务和之前的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的指引，叶云连自己所在的地方叫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寻找任务中的妖月城了。所以叶云直接很佛性的指挥着黑蚁朝着西边而去，一路向西。虽然坐着无聊，但是叶云却是全程紧紧盯着自己的小地图。这个小地图可以显示自身周边200码内的生命体，虽然还没有自己的眼睛看得远，但是胜在安全。系统提示：你的命兽遭受到反虚境人类的袭击，损失生命值1点。一道系统的提示顿时让叶云惊呆了。人类？这个鬼地方竟然有人类！别打了，别打了，自己人！叶云赶紧爬出洞穴，看着一名右手手持银色大剑，左手撑着一个圆形盾牌的身影，大喊道：然而-1 miss -1。那个人似乎听不到叶云的呼喊，而是认准了黑蚁，一剑又是一剑的往他身上招呼。怪物、剑师、人类、反虚境，等级58级，生命值867300，物攻191560-205666，物防116321，法防119333。技能1辉月斩，对前方180度5名敌人造成115%的攻击伤害，真气值消耗55 ，CD 15S。2钝击，快速冲击，对身前60码内一名敌人造成85%的攻击伤害，并造成1S 的眩晕。3。此时的叶云看着那名人类的各项属性，表示惊呆了。原本还控制着不让反击的小黑，对着那名人类直接就是一口而下。第56章，妖族玩家。叶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看着被小黑直接秒杀的人类，原本那种老乡见老乡的激动，心里彻底平静了下来。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反虚境人类剑师，获得经验值346523。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6S。没有想到，在这个妖界的人类竟然是那些妖族玩家的怪物。反虚境啊，那可是通过了悟道塔50级考核的，各项属性值远远超过了一般玩家，最起码对等同级别紫色 BOSS 的存在，叶云的心里相当的不舒服。随着脚步的前移，叶云发现这一带区域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类怪物，而且叶云远远的看去都是一片红色的问号，这就说明这些怪物的等级已经远远超过了叶云10级以上。这群人类就像是蓝星上正等待着人类前来刷怪的怪物一样，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流连，一具具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应该也是游戏系统自己生成的吧。此时上百只的人群不停地翻涌，技能特有的属性光芒在空中翻飞，叶云眯着眼睛快速地爬进了黑蚁后脑的洞穴之中，然后控制着黑蚁往那个地方而去。好不容易碰到了妖族玩家，叶云怎么会错过如此机会？老大，我发现的这个练级点不错吧？这可都是人类怪物，人族的气血对我们的好处比别的种族的好了太多了。
一只灰色毛发狼头人身的妖族看着比自己高大了将近1倍体型的白色狼人，得意的道，同时一道道的锋刃不停地在他手中那把巨大的大刀锋刃处飞出，将一个个的人尸击杀。那些被他们击杀的人尸在死后会从他们的尸体中飘出一团红色的气体，直接没入他们的胸口。刺！一双巨大的狼爪将一名人类的头部撕裂。白狼看着缓缓倒下的人类，舔了舔嘴角的鲜血。不错，格里朗，这次算你一功。等哥今天升级了，我可以向狼人总会给你申请进驻狼城做担保。白狼看着灰狼朗声大笑，一团团的红色气血随着他们的杀戮不停地涌入他们的胸口。狼城！格里朗听了白狼话，顿时激动不已。狼城20部落，每一个部落的狼人最大的向往就是能够进驻狼城，因为只要进入狼城，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更为快速的发展速度，更高人一等的身份与地位，甚至在这个游戏中还可以获得一些特定的好处。谢谢老大，谢谢老大！格里朗大声感谢，浑然没有看到队伍中另外3名狼人眼中的嘲讽。卧槽，白衣，你看那是什么鬼？突然，一名队员看着前方，微微颤颤的用手指指着一个方向。蚂蚁？有那么大的蚂蚁？而且还是没有开智的。白色巨狼扭头一看，顿时被几十米开外的黑蚁吓了一跳。未开智的妖族是不能登录游戏的吗？莫不是这只蚂蚁是游戏中本来就有的土著？又或者是这群人类的 BOSS？ 几人看着慢慢向自己走来的黑蚁，快速的交流着，却是不知道自己等人的交流在系统特有的翻译机制下被叶云听得一清二楚。黑蚁的靠近不仅仅吸引的是妖族玩家的注意，也还引起了周围人类怪物的敌视，一个个人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就冲过来，二话不说就直接往黑蚁的身上招呼。叶云也没有客气，直接放开了黑蚁的束缚，让黑蚁大杀特杀。叶云现在离22级还有 5% 的经验，但是这 5% 的经验值却是高达8亿。然而这些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自己在这个山海界完全没有等级的束缚，可以任意穿梭这里的低级和高级区域，这让自己再次看到了加快自己神迹 CD 的曙光。而且自己在这里可是有足足的10天时间。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反虚境人类刀客，获得经验值346000。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6S。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反虚境人类刀客，获得经验值346000。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6S。系统的提示络绎不绝，躲在洞穴内的叶云听的那一个心花怒放。如果他在外面，一定可以发现，黑蚁每击杀一名人类怪物，也如同妖族一般，会有一道红色的光晕进入他的脑部。只是那光晕离得他太近，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我靠！妖族5人看着那庞大的黑色蚂蚁头上冒出的一连串一点的伤害值，然后黑蚁轻轻松松地对着那人类刀客一嘴，人类刀客瞬间就鲜血狂飙，直接秒杀。几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妖气，太残忍了，太暴力了，太强大了！人类的鲜血洒满了黑蚁的头部，看上去显得异常的狰狞。老大，他朝我过来了！格里朗看着黑蚁一步杀一人的态势，吓得哆哆嗦嗦的躲在了白衣的后面。白衣，对方的实力太强，要不我们先撤？这时，一名身着黑色金属铠甲的狼人走了过来，低声询问：“没事，先沟通看看，还未开智就有强大的实力，想想他背后的能量有多大。”白衣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最少是妖王级别的子嗣。”几人听到白衣的分析，顿时眼睛一亮。妖王的实力，这山海界中处于金字塔的顶端，除了传说中的妖帝，无人敢惹。但是妖族这些强者看着一个个实力强大，但是他们的后裔子嗣就苦恼了，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子嗣虽然起点高，实力强，但是开智时间却是被远远的后延了。他们说的妖王可不是叶云之前击杀的那种，而是这山海界中真正被系统给予封号的妖王，就像是叶云的人王称号一般，那可是叶云在将天赋提升到神级之后才有被天道赋予的称号。也就是说，山海界的每一个妖王最低都有着神级以上的天赋。神级以上，那就是 Max 系列那种宇宙级别的天赋了。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妖王，特么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顶得住啊！叶云心里面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虽然叶云有着前世3年的经历，但是他这世的经历已经远远超出了前世3年的认知范围，可以说此时的他也只是一名小白。格里朗，给我上去和他聊聊。白衣一把抓住躲在身后的格里朗，然后扔到黑蚁跟前。第57章狼城。蚂蚁大爷，饶命啊！我上有老下有下的。格里朗被扔在黑蚁跟前，一个翻身就跪趴在了黑蚁的面前。黑蚁看着他，接受叶云的指令，嘴里面发出一阵阵呲呲的声响。麋鹿。格里朗竟然听懂了黑蚁那呲呲声，让叶云一阵惊叹。难不成这些就是传说中的兽语？蚂蚁大人，你放心，我和我们队长是狼族部落的人，我们队长更是狼城城守之子。我们狼城内有传送大阵，
可以传送到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听到黑蚁的话，格里朗放松了下来，然后指着后面的白衣说道，眼中尽是讨好与恭维。没错，大人，我乃是狼城城守之子，如果大人是迷路了，不妨到我们狼城坐坐，允许我们尽尽地主之谊。白衣带着另外3人看到格里朗没有被黑蚁击杀，顿时松了口气，然后赶紧过来讨好的说道，妖族的等级异常森严，除了种族血脉的压制外，实力也是一种压制。像白衣的父亲贵为狼城城守，于理来说他的血脉不低，但是他却从黑蚁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威胁了，这种威胁远远高于自己的父亲。要知道，白衣的父亲那可是封号妖君的存在，次于封号妖将的存在。呲呲，黑蚁一阵呲呲之声，然后跟在几只狼妖身后晃悠晃悠的朝着山脉深处而去。而叶云干脆闭目养神，不管什么妖王或者妖帝，自己身上还有足足4万多亿的金币，实在不行大不了就氪金。时间一点点过去，一路上5人轮番的从旁敲侧打听黑蚁的来历，然而黑蚁确实闭口不言，跟在几人的身后一心一意的赶路。反而叶云从中知道了不少关于狼城的相关信息，终于在1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后赶到了几人口中的狼城。狼城是狼域20狼人部落的主城，占地规模达到100多平方公里，拥有狼妖玩家30万常驻于此，每天进出此城的玩家更是高达100万之数。这里的等级异常森严，没有达到40级的狼妖是没有资格进入狼城的。而且就算你达到了40级，想要长期在狼城发展，还必须要有狼城的现有居民做担保。也就是说，单单40级以上的狼妖就已经超过100万了，这对比蓝星上的人类来说，简直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啊！蓝星上最高等级的还是叶云自己，21级，连22级都还不到。这难怪当初的人类会败得这么快。为什么？叶云一脸蒙圈。要知道，叶云的单单靠着神城复苏的任务，就一直不停的这越级杀怪，而且更是进入过人族狩猎场击杀过10几万的60级气族，但是等级也不过是22级不到，离40级差了10万8千里。除非这个山海界的妖族比他们人类先进入游戏，而且提前了最少1年以上，要不然不可能单单一个狼族就有100万以上的40级玩家。而且这些妖族的玩家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城市，这速度绝对不是单单资源多久可以的。狼城城门如同一个30几米高的狼头，张着的血盆大口，狼头之上一名白银相间的狼族大将端坐其中，鼻尖套着的巨大鼻环时不时的在狂风之中摇晃，一身银色的铠甲彰显出他强大的气势与实力。此时他正瞪着一双阴森森的双眼，冷冷地看着进进出出的狼族玩家。他正是狼城的城守，白衣之父白个。统领，公子从南门回来了，随行还带着一只灰狼，还有一只巨大的蚂蚁。一只身穿黑色铠甲的狼妖走了过来，对着白个低声道：巨大的蚂蚁。白个看着自己的下属，不由得疑惑问：是的，差不多有1丈左右的高度，身上的气势非常强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他的身上感觉到了人类的气息。那狼妖看着白个，小心翼翼地说道：要知道，人族一直以来是妖族的守卫敌人，不仅仅是因为人族的气血对于他们有极大的好处，还因为人类大部分也是肉食类，他们也一样吃食，烹饪妖族的子嗣与后裔，可以说两族皆是那种相爱想杀的存在。人类的气息？你确定？白个盯着他，如果真的是，那么不管是白衣还是他自己白个，将会死亡葬身之地，因为人族在这个山海界太过于敏感了。统领，或许是我感觉出了错，不过我还是觉得统领自己过去看看比较好。黑甲狼妖赶紧低下头颅，不敢直视白个的眼睛。行，你这边盯着，我去看看。白个站起身子，右脚轻轻地在地面一勾，原本横在他身前地面上放着的巨大的狼牙棒就出现在手中，然后扛在肩膀上，大步而去。黑蚁大爷，你是不知道，我们狼城的美女那的是遍地都是，晚上我做东，带你去我们狼城的兰花楼去看看，为你好好的接风。白衣带着黑蚁慢慢地走进城门，指着周围的建筑，满脸的自豪。兰花楼？妓院？我去，现在的狼都可以这么诗情画意了。叶云坐在洞穴之中，双腿盘坐的时间久了，有些发麻。老大，你……后面的小弟看着黑蚁的巨大的体型，给白衣赶紧打个眼色。特么，这要是真的把这个家伙带去兰花楼，兰花楼能挤得下？别看这些白衣身高2米多，站着看上去比黑蚁矮不了多少，但是这黑蚁的身长足足有10几米，这特么也就兰花楼门前的广场上能容得下他了。没事，黑蚁大爷能去兰花楼，那是给他们兰花楼面子，如果这个面子都不给，那他们也就别在我狼城混了。白衣大手一挥，满不在乎地说道：在这狼城，除了城主府，谁能够不给他面子？听见白衣的话，几只狼妖也就不说话了。而那个第一次来狼城的格里朗却是跟在黑蚁的后面，东瞅瞅西瞅瞅，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样子，
还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声的惊叹。逆子，你这又闹哪一出啊？一道身挡住了白衣的去路，虽然对着白衣说话，但是他的眼睛却是紧紧地盯着黑蚁。他从黑蚁的身上嗅到了人类的气息。爹，我们去青源山猎杀人类怪物了。爹，来，给你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认识的朋友，黑蚁。白衣拉着白鸽的衣袖，对着白鸽介绍道，然后紧紧地靠着白鸽的身子，轻轻地说了句：“他是妖王的子嗣。”轰！第58章，我可以屠城吗？白鸽的脑子都炸了。妖王？他们狼族千万之数，但是也只有一个狼将，也就是现在的狼城的城主，而自己的儿子竟然告诉自己，眼前的这只蚂蚁竟然是妖王之子。这有蚂蚁类的妖王吗？白鸽头皮发麻地看着黑蚁，但是黑蚁身上那淡淡的人类气息确实也还存在。原来是妖王大人的公子，狼族统领。白鸽见过公子。白鸽强制压下了内心的疑惑，对着黑蚁单膝跪地的行礼。呲呲，哦，公子是要前往妖月城？莫不是公子想要应征？白鸽一听黑蚁的授予，顿时大吃一惊。行，应征有10日之久。我们狼城有前往各大主城的传送阵，公子若是想要前往妖月城，完全可以使用我们的传送阵传送过去。还有大把的时间，公子可以在我们狼城休息休息，也好让犬子尽尽地主之谊。白鸽看着黑蚁满脸微笑，却是朝着某一个方向打了一个手势。爹，怎么了？白衣不比黑蚁，黑蚁的智力就如同6岁大小的孩童，好忽悠。你带回来的这个朋友身上有着人类的气息。白鸽对着白衣严肃地说道，这次的事情一个处理的不好，自己一家子死亡了事小，就怕会牵连到整个狼族。人类的气息？我们刚刚杀完人族怪物，黑蚁公子身上都沾染了大量的人类鲜血，自然会带有人类的气息了。爹，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白衣听到白鸽的话，顿时一愣，而后满不在乎地说道，沾染了人类的鲜血。白鸽鼻子上的鼻环跟着鼻子不停地耸动，似乎想要确认什么一般。白衣，这样，你先稳住他，我让城主大人过来看看。白鸽还是不放心，要不是感觉到黑蚁身上强大的波动，他估计会直接上前来查看。不用吧，这么点小事也要惊动他老人家。再说，如果发现他和人类没有瓜葛，这不是变相的得罪了妖王吗？白蚁隐晦地看了眼黑蚁，发现黑蚁正在四处的打量着，没有注意到自己和父亲的谈话一般，浑然不知两人那对话被躲在黑蚁后脑勺的叶云给听了进去。这，白鸽犹豫了。如果查到还好，可以算是大功一件，但是也得罪妖王啊。如果没查到，那自己狼妖一族就真的走到头了。我去城主府看看，你们先稳住了再说。那个黑蚁公子，老夫有事先离开下，你和犬子在我们狼城好好的逛逛。白鸽权衡利弊后想了想，还是先去城主府听听城主的意见再说。毕竟狼妖一族没有妖王坐镇，碰到这种事，感觉怎么做都是错。呲呲，叶云看着地图上那个小小的红点远离之后，让黑蚁传达了叶云的不满情绪，甚至有些趾高气昂的对着一边一座3层高的建筑直接就是一嘴，然后一撞，将那3层建筑给直接干成了废墟。黑蚁公子别生气，走，我带你喝酒去。白衣一看，顿时觉得是自己的父亲对他怠慢了缘故，而引起了这位爷的不满。呲呲，黑蚁公子没必要那么早离开啊，我先带你去城内逛逛。白衣看着情绪稳定下来的黑蚁，胆战心惊的走到黑蚁跟前说道，他怕这个黑蚁也给自己来一下，那以自己的那可怜的生命值，还不得直接被秒了。然后狼城中就惊现一道奇特的景观，一名浑身白毛的狼妖带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蚂蚁在城中的大街小巷中逛着，还时不时满脸恭敬的为黑色蚂蚁介绍。公子看到没，那是我们狼城中央区域的中心广场，当初可是我爷爷打造的，整个广场占地面积足足有80万平方米，造价更是花费了足足近1金币。整个广场可是按照我们狼族的狼头形样设计的，非常具有我们狼城的特色。呲呲，哦，那个光柱就是我们狼城的传送阵，你知道哪传送阵布置是那个位置的吗？狼嘴，嘿嘿，据说当时还得到了整个狼族的称赞，为此我爷爷还获得了我们狼族的最佳设计大奖呢。神特么设计大奖！叶云躲在黑蚁洞内，听着白衣噼里啪啦的介绍这个广场，从设计到用材，从用工到完工，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得叶云脸色都变了。主要还是黑蚁这后脑勺洞口太小了，叶云这里面前后待了足足2个多小时，都感觉不到自己两腿的存在了。不行了，忍不了了，大爷的，直接干了！叶云神神叨叨的控制着黑蚁往传送阵的方向走去。不是，黑蚁公子，你这是去干嘛？白衣带着格力狼几人看着黑蚁往传送阵的方向而去，顿时大吃一惊。然而黑蚁根本就无视于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传送阵而去。别，黑蚁大爷，你等等，你看，你都还没让我们带你去好好享受呢，
要不我们先去狼花楼？格里朗看见白衣焦急的神色，顿时一个箭步冲到了黑蚁的跟前，拦住了黑蚁前进的步伐。为了能让白衣做自己进驻狼城的推荐人，他可以说是豁出去了。噗呲，负1197600，两根巨大的獠牙直接穿透了格里朗的脖颈，血花飞溅，连惨叫都来不及，就失去了生命的气息。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战狼狼妖，获得经验值417600，金币127632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6S。击杀一族可以掠夺对方身上10%的财富。这是叶云刚刚才知道的。这是跨越了30级击杀。叶云一愣，显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个泥腿子都有50亿以上的级别，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狼城的入住门槛了吧？为毛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请求白衣给他做推荐人呢？白手，看来要出事了，赶紧通知城守大人。白衣身边的队友看着被黑衣秒杀的格里朗化作白光消失去复活的身影，对着白衣冷冷地说道：他们说是白衣的队友，更不如说是白个派来保护白衣的护卫。黑蚁击杀格里朗的画面在整个狼城广场之上引起了整个广场上妖族的注意，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妖族胆敢在任何的妖城之中发生战斗，这是整个山海界的通用规则，更不用说在这里杀妖了。80万平方米，造价近1金币的广场，不知道这里作为你们狼人的目的是否满意呢？一道声音响起，只见叶云从黑蚁的后脑处跳了下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我可以在你这个造价昂贵的广场之上屠城吗？叶云站在黑蚁身前，抚摸着他的触角，看着一脸懵逼的白衣等人，微微笑道，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第59章直杀妖一直爽。你究竟是什么人？白衣看着从黑蚁身上下来的叶云，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叶云。等级达到20级，每一次的死亡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有可能是当前等级的经验值清零，有可能是进入一定时间的虚弱状态，也有可能是损失巨大的财富。差点忘了最装逼的话了，人族华国大将叶云前来山海界屠城，可否？叶云看着白衣那激动的样子，不由得摸了摸鼻子。可惜啊，在这种场合少了根香烟，这不得不说是天道的一大败笔。人族，人类。叶云的话，叶云身上那股浓烈的人族气息瞬间吸引了整个广场上所有妖族的注意，就连一些刚刚从传送阵中走出的妖族也不例外，一个个看着叶云的眼神充满了仇恨与渴望，他们对于人类的气息实在是太敏感了。广场之上除了狼族的狼妖之外，还有不少的别的种族妖兽。此时的群妖一个个一脸震惊地看着叶云。山海界已经几千年没有人族玩家涉足了吧？妖族的文明不比人族少，甚至他们的文明都不像人类的文明一般被别的种族介入后篡改，他们有着几万年以来完整历史，更是对于3000多年前入侵人族母星的历史有着尤为深刻的印象。一颗蔚蓝色的星球藏着无尽的宝藏与无尽的粮食，这句话简直深入他们妖族所有成员的内心。可是人族的母星在无尽的宇宙之中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毫无规律的漂流，或者说是流浪。那次的入侵过后，不管是妖族、魔族，又或者是神族和佛陀一族，都无法再次寻找到他的下落。神族更是花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派出无数强者在宇宙之中流转，企图再次寻找到人族的母星。可惜宇宙的无尽，他们根本无处寻找。小黑，走，先占领我们的后路。叶云跳上黑蚁的头顶，抓着他的触角，指挥着黑蚁往场中的传送冲去。拦住他，快拦住他！白衣看着叶云往传送阵而去，想到了叶云之前透露的信息，顿时大惊失色。因为那里不仅仅有他们狼城与别的城市相通的传送阵，更是有着整个狼城子民赖以生存的复活点。卡-2086000-1825000，一道电弧闪过，将放在黑蚁前行路上还在懵逼状态的几人直接秒杀。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战狼狼妖，获得经验值416600，金币267632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6S。一连几道的系统提示，叶云的佩戴的经验储存宝珠存储的经验值快速飞涨。哈哈，一场由我主宰的杀戮盛宴开始了。叶云仰头大笑，带着前世至死无处发泄的憋屈。魔族、神族乃至佛陀一族，我都可以不做理会，但是妖族，我见之必灭之。想到当初泱泱华国尽数沦陷的城市，无数树枝藤条上串着的铜袍，叶云双眼充血，却也不失理智。电弧、普攻，在叶云3000多万的攻击之下，没有一个妖族可以在叶云的手下撑过一击，所过之处尽皆秒杀。而叶云和黑蚁也在顷刻间遭受到数以百计的远程攻击，强制带走了他的一点血量，偶尔也能给小黑带来上千的伤害。小黑此时就像是一辆钢铁坦克，朝着叶云指引的方向横冲直撞，
就是连他那一口好牙都收了起来，只为第一时间占据有利据点。虽然叶云的属性炸天，但是这个世界的玩家可都是通过了悟道塔的高级玩家，是可以像地球玩家一般可以充值的。虽然天赋不可能和叶云相比，但是拿属性远远不是当初自己在狩猎场碰到的气族可比。从自己击杀的10几人来看，这些家伙的生命值每一个都高达100万、10万之上，甚至有些已经突破到200万。要知道叶云前世混了3年，等级达到了65级，生命值也不过看看100万。有钱，这些家伙是真的有钱啊！叶云可以想象这些家伙是真正的富有，要不然不会说自己随意击杀的几人都有如此庞大的生命值。总之小心一点总是没错，这可是叶云前世3年能生存的基本法则。很快叶云就冲进了狼城的传送阵100码的范围，正想继续往前冲的叶云突然看见传送阵旁边100多码的距离有一个凹下去半米左右的巨坑中有一道道的光影出现。复活点。叶云看着那点点的狼人形的光影，沉思着，如果自己占据了这座传送阵，那自己击杀的这些妖族玩家从那么近的距离复活，那就有些无穷无尽了。无穷无尽的妖族玩家，我喜欢。这般想着，叶云马上又让黑蚁转头往复活点去。按理来说，复活点是属于绝对的安全区，但是那也只是相对于同族而言。生命颂歌，叶云的生命值瞬间暴涨 5%， 达到585-2297，生命值上限增加将近30万。今天叶云还真动了屠城的想法，大杀特杀他们一番，不仅仅可以在山海界掠夺够多的金币，还可以升级，最重要的是每杀一妖可以为自己的神技减少些冷却时间。要知道现在点金的冷却时间只剩下不到15小时了。叶云突然改变方向，让原本堵在前往传送阵路线上的众多妖族一愣。魔焰地火-641300，负641300，负641300。叶云一进入复活点，瞬间开启了 bug 一般的技能，周身60码范围地面冲出了熊熊烈火，每秒几百上千道伤害数值在广场之中飘起，每一个伤害值都是固定的64万多。卧槽！快给我通知城主伯伯！此时的白衣更猛了，他以为这个人类最多实力会强大点，但是在这个狼城之中，无数的狼妖完全可以将他击杀，但是他没想到叶云会是这么的强大。想到狼城复活点被占据之后的各种可能性，白衣瞬间瘫倒在地。这个天杀的家伙，他怎么可以这样？白衣瘫倒在地面，看着叶云站立在熊熊的魔焰之中，时不时地发出几道闪电，将逃离魔焰边沿的妖族击杀。而那只强大的黑色蚂蚁却是撇下那个人类，朝着传送阵杀去。生命颂歌，回春术。叶云看着小黑辛劳的背影，给了他2个奖励，只是这个奖励显得可有可无，因为他本身就自带嗜血的技能，生命值一直处于满值状态。日了，攻击还是差了那么点啊！早知道就不该把我那天云套装给那些家伙的。叶云看着大部分的妖族在魔焰之中都能够存活3秒，不由得有些郁闷。短短的10秒魔焰时间，叶云足足击杀了962人次，收获经验值近4亿，金币更是高达1亿8000多万，装备15件，点金 CD 值缩减了 1.6 个小时。收获之大，让叶云也有些吃惊。第60章，一直杀妖一直爽。2，金币1亿8000万，什么概念？最少相当于华国国防部的20万人打金队10几个小时的收入，而自己仅仅只是花费了10秒。大爷的，果然是一个个富的流油啊！我这算不算帮地球掠夺资源呢？10秒的时间已过，在复活点内已经复活的人一个个快速的朝着远处跑去，他们有些人在这短短的10秒钟时间内已经挂了3次了，太吓人了！一只只妖族再也没有对叶云血肉的渴望，现在简直是害怕到骨子里面。这个人类简直就是个魔鬼，就是这个 feel。 叶云对着逃出了魔焰范围外正松口气的一群狼妖轻轻地打了个响指，一道电弧瞬间跨过60-70码的距离，将10只狼妖击杀。在100码开外，几千上万只的远程攻击的狼妖围着复活点和传送阵，不停地给叶云带来几十上百的伤害值，偶尔的也有上千，有个别上万。而黑蚁那边受到的伤害值就更高了，时不时的冒出一些几万的伤害。叶云眉头微皱，他知道狼城真正的精锐已经开始往这边集结了，所以他和黑蚁受到的伤害值也会越来越高。不管是什么种族玩家，大多都有一种平衡的心理，对于攻击属性而言，大部分普通玩家觉得只要够刷怪就可以，为了能够更持久的刷怪，他们在保持一定输出的情况下，大部分过降属性点都堆在了生命值和防御上面。但是真正土豪玩家，他们却是反过来，在保持一定的防御与生命值后，优先考虑的都是攻击。所以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叶云后面遭受到的伤害值只会越来越高，100万级别的输出玩家绝对不会少。好在的是，这些都是远程输出，因为近战根本就进不了他周身30码的范围。黑蚁此时已经达到了传送阵内，
只要有人从传送阵中出来，就会直接被他秒杀，2秒之后他们就会从复活点出来。不会失算了吧？叶云一会看看自己神迹的冷却时间，一会看看包裹中的金币，想了想，还是咬咬牙，大爷的，购买200万点的属性值，2000亿金币刷的就没了。原本叶云杀100-200个妖族就可以提取经验宝珠中的经验给自己升级的，但是叶云想的却是等待点金冷却时间清零，把自己的天赋提升之后再升级，那样他就可以比原来多上10倍的属性点，30几万和300多万属性点的差距，好几千亿金币啊！20万属性点加攻击，剩余的180万全部加在了生命值上面。叶云的生命值和法攻顷刻间爆表，生命值在人王称号的加成下直接达到了2700多万，攻击虽然只是46万出头，但是在人王称号和天赋的加成之下，更是达到了恐怖的4900万。最恐怖的还是小黑那家伙，生命值直接突破4000万大关，虽然防御低，这个血量3000多万的攻击，再配合反射和嗜血的被动，加上自己这个牧师职业技能，叶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究竟培养出来了个什么怪物。难道这才是牧师的正确打开方式？魔焰再起，近100名的妖族再次在复活点中沸腾，翩翩起舞，远处上千名的远程妖族玩家群中时不时的电弧闪动，每次都带走10名妖族。而在传送阵周边就显得异常热闹了，每一个在传送阵中出来的妖族玩家还没反应过来，就一脸懵逼的被小黑哥送到复活点中做烧烤。而围着他攻击的妖族群体头顶时不时的冒出一串串的反射伤害，就连妖族特有的职业技师都忙不过来给他们回血。打，给对着那个人类狠狠的打！白衣站在后方指着叶云大喊。此时叶云身上受到的伤害值从原来的几百几千变成了上万，甚至偶尔的冒出个10万加的伤害。特么，顶不住也要顶住啊！叶云赶紧给自己用了个回春术，瞬间将自己的血量持续拉满，同时也给饱受摧残的小黑一个爱的祈福。哗哗哗，嗦，十几分钟后，就在叶云的 CD 值剩下不到1小时的时候，狼城的城主府终于有了动作。3万身穿黑色铠甲的城防军和5000银色战甲的禁卫军终于赶到。3万城防军统一的黑色铠甲，坐下统一的战狼坐骑，如同洪流在城中的大道之上狂奔而来。而银色战甲的禁卫军更是站在一支支的妖禽之上，俯瞰整个狼城中央广场，看着在场中大杀特杀的叶云和黑蚁，目光阴沉。35000的正规战斗军队，还都是2+1+1+1的标准战队。看来这个山海界的发展时间比自己想的还要久远啊！就叶云抬头看着纪律鲜明的军队，忍不住嘀咕：2+1+1+1战队指的是2名近战配1名射手、1名法师和1名辅助的战斗小组。这种战斗小组想要规模成军，需要大量的时间磨合和庞大的玩家基数。而狼妖这种规模已经达到了35000之数，至少说明了狼妖族群的数量恐怖异常。想想自己的龙宫，正式人数不过200多人，更不用说统一的坐骑和铠甲了。想要达到这等规模，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黑色的钢铁洪流直接冲进广场，将围在广场四周的妖族撕开了一道100米宽的口子。原本堵在那里的妖族遭受到了狼骑兵无情的践踏与杀戮，只是因为这些家伙没有及时让道。狼本就是如此的生物，叶云看到这个情况却是笑了。那几百上千的妖族被狼骑兵斩杀之后，直接出现在叶云身前的复活点中，享受着魔焰对他们爱的炙热。千人阵，杀！白鸽站在城防军的前头，右手巨大的狼牙棒猛地向前挥舞，顿时已经将叶云围成一圈的城防军从8个面向各自冲出了1000多名狼骑士，向叶云快速杀来。在他们的后面，无数道家带着真气的剑士和魔法朝着叶云和黑蚁而去。小黑，出来！叶云直接使用了命兽召唤，原本还在传送阵中大杀特杀的黑蚁瞬间出现在了叶云的脚下，而他的命兽召唤术也进入了5分钟的冷却时间。对付普通的玩家，叶云一人可以斩杀1000万，但是这种的正规军，叶云就不得不正视了。他强忍着继续氪金的冲动，直接钻进了黑蚁的后脑勺。魔焰地火的 CD 值还需要6秒。生命颂歌，回春术，负46700，负65000，负53200，回春术加407605，祈祷加1222812。一瞬间，上千道剑士的伤害值在黑蚁的头顶冒出，瞬间带走了黑蚁近14%血量，不过瞬间就补回了4%的血量。卧槽，这军队也太吓人了！躲在洞穴内的叶云表示瑟瑟发抖，这特么比前世地球上玩了3年的所有势力都要牛逼啊！难怪当初妖族降临可以秒杀绝大部分人。说实话，叶云很庆幸这次来到山海界，要不然他对于妖族的具体实力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误判。到时候因为这误判而重演前世的经历的话，那叶云真的白活了。负48600，负78650，负65000，
回春术加407605，又是近千的法术攻击落在了小黑身上，再次带走了他14%上下的血量，而小黑才堪堪恢复1%。祈福 30S 的冷却时间显得异常的漫长，2轮的远程攻击直接带走了黑蚁24%的血量，足足1000万。可惜无敌技能只能对自己使用。叶云看着那个无敌技能，不由吐槽。叶云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冲杀过来的红点，几乎掐着秒来计算魔焰地火的 CD。-67000，-63900，又是几百道的伤害值在黑蚁的头顶冒出。狼骑兵终于近身了，近万的狼骑真正能攻击到黑蚁的也就几百上千。看见这些狼骑靠近，叶云紧绷的心弦算是松了口气。只要狼骑近身，黑蚁就能够攻击他们，同时利用自身的被动技能嗜血快速的回血。嗜血每次攻击附带自身攻击的1%吸血效果。嗜血加33000，回春术加40765，嗜血加37000。这些不愧是精英部队，近战单位的血量都是300万往上的。可惜叶云盘坐在洞中，右手微微一抬。第61章 Max 3，火！无数的火焰从地面冲天起，瞬间包裹着黑蚁周围几千名的狼骑，一道道高达90几万的伤害值在他们的头顶不停冒出。4秒时间一到，瞬间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炸裂。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沙狼狼妖，获得经验值518600，金币27632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战狼狼妖，获得经验值511600，金币17646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减掉 CD 8秒，这是跨越了40级击杀，也就是说这些军队全部都是61级以上的存在。叶云一愣，而后就是狂喜。虽然从他们身上获得的金币很少，但是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军队，士兵不可能拥有多少存粮的，能有上万的金币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像他们龙宫一样，哪怕正式成员身上的金币最多也不会超过20万，大部分达到10几万的时候，他们就会拿来购买属性点。4秒时间，叶云击杀的狼骑兵达到了足足600之数，而且每1秒钟都有几十数量的增加。但是就算是这样，这群狼骑兵像是没有感知的木偶，继续朝着黑蚁杀来。然而叶云却没有理会，他看着自己神迹已经清零的 CD 值已经哆哆嗦嗦了。系统提示：你使用技能点金将天赋提升到 Max 3级。系统提示：恭喜玩家 XXXX 将天赋提升到方 Max 3级。奖励属性点4万，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 XXXX 第一个将天赋提升到 Max 3，奖励属性点20万，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第8方宇宙天赋的压制，奖励玩家属性点40万点，战力巨献卡星号1，技能巨献卡 X1，称号人王得到强化，应在保护机制时间内全服公告取消。人王人族王者之称，具有天生的领导力，获得此称号者攻击永久正 5%， 生命值永久正 30%， 真气值恢复速度 15S。 技能王者附身，天赋终于提升了，不能骄傲，现在正在战斗状态，不能分神。叶云看着已经只剩下不到3成血量的黑蚁，吓得一个哆嗦，赶紧将自己储存了几十亿经验的宝珠给提取了，瞬间叶云的等级提升到了22级。系统提示：玩家等级提升到22级，获得自由属性点307-2000。这叶云看着恢复满血的黑蚁，表示没有丝毫的压力。3712000点属性点在手，我就想问问还有谁。叶云看着多出来的自由属性点，瞬间变得意气风发。你们那么多狼来欺负我一个外地人是吧？那我就和你们来个狠的。叶云坐在黑蚁洞穴内，将所有的属性点直接加在了生命值上面，然后看着自己和黑蚁的属性笑了。角色剑命，等级22，职业牧师，命兽黑蚁物，生命值77694084，含30%人王称号加成，真气值100240 10S 恢复，法攻99787591，物防20044804加15，法防254438，天赋 Max 3，自由属性点0，战力巨献10%，财富44817亿，天赋技能点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及点金一笔，可以强化你想强化的任何东西。CD 1945.6H， 备注 CD 值翻倍，可通过击杀不低于自身每次使用后10级野怪减少 CD 值。技能回春术，生命颂歌，祈福，无敌，电弧，巨献，
魔焰地火，弥月，王者附身，命寿，黑蚁，物，生命值11654万，攻击79830073，物防163843，法防203550，技能反射，被动，嗜血，被动。原本点金2048小时的 CD 值在2个绿色冷却装备的 5% 加成下，足足提前了100多小时。但是就算如此，这个 CD 值正常情况下也需要将近82天。加生命值也不是叶云真的心血来潮，而是计算过的，因为叶云的生命值有人王属性的加成，而且他自身的职业技能都是按照百分比回复生命值的。而添加防御的话，又分了物防与法防，所以怎么看，在保命方面，加生命值是最划算的，更何况还有个小黑这货。不过，叶云看着自己那小地图上满满的红点，顿时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不是快要击杀了吗？怎么他的生命值突然就回复满值了？升级了？他大爷的，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人类的蚂蚁突然变得那么大了？围在各处观战的妖族此时看着战场中一直被攻击的黑蚁，顿时炸锅了。你们的注意力能不能集中在他的血量上？一名狗头一族的大汉鄙视着说道。1亿1000万的生命值？不对，怎么又涨了？1亿2200多万了？怎么特么就突然生命值就上亿了呢？这太特么恐怖了，我想回部落去了。一只萌新狼妖看着堪比一座房子大小的黑蚁，艰难地咽了咽口水说道。他们只是一群散人玩家，像黑蚁这种的，站在那里给他们撸也撸不动。白哥，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的变化这么大？此时正在空中巡视的禁卫军统领飞身而下，站立在白哥的面前，他们的飞行员也时不时的在空中给予帮助，但是主要的还是警戒。见过洛天将军？具体我也不清楚，难道那家伙刚刚升级之后就氪金了？白哥能想到的也就只有这种的可能。生命值变动了，那个技能的伤害值也翻倍了，也就是说那家伙的输出和生命值都翻了一番。氪金？那得是多少金币？洛天看着白哥，脸色非常难看。现在这个情况变得非常的棘手，如果整个狼城军队都拿不下这个人类，那狼城乃至狼族都会成为整个山海界的笑话。如果传到狱主大人那里，所引发的后果将会是不可想象。你马上组织城内民众一起攻击那只蚂蚁，禁卫军会配合你们城防军攻击，一定要把那个人类给我打出来。我现在去面见城主。洛天看着那只不动如山的黑蚁，皱着眉头道。刚刚他也试着攻击黑蚁，发觉自己可以给那只黑蚁造成70几万的伤害值，但是相对的，自己也受到了7万多的反射伤害。白哥听见洛天的话，赶紧让人安排了下去，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效果不大，就像现在的城防军一样，辅助的回血跟不上队员的反射伤害，这就让远程的输出密度变少了一大半。原本可以一轮2000次的攻击，现在只能一轮800次不到。如果强制让他们继续输出，那后果就是一个个远程输出将被反射致死，然后再复活点普通那些战士一般，爬起来以后再次倒下。爽啊！叶云在洞中站了起来，自己的实力变强了，黑蚁的体型也跟着变大了。原本自己要猫着身子的洞穴，现在变成了2个多平米大小，高也有了1.89米。叶云1.78米的身高，堪堪可以站立。没想到这个小弟还是有点用的，至少在顶雷方面很可以，可以说是一辆活着的坦克也不为过，就是智力有些欠费。黑蚁这一刻在叶云心里的地位无限拔高。第62章，心态崩了。此时近战的狼妖要崩溃了，1万出头的沙狼在几分钟内全被叶云杀了个干净。原本他们可以在叶云的魔焰之中存活4秒左右的时间，哪里想到等到自己复活以后，直接在复活点只存活了2秒。特么的，统领为什么还不让我们撤军？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每一头沙狼内心都无比郁闷，然而白哥不发撤退命令，他们就不敢撤退。12000头沙狼，每一头都被叶云斩杀了2次以上。运气好点的死亡只是清掉当前等级的经验值，或者掉1-2件装备；运气不好的直接进入6个小时的虚弱状态。但是3次的死亡，12000多的沙狼有大半球陷入了虚弱状态。虚弱1层，当前所有属性负 50%； 虚弱2层，当前所有属性负 80%， 这其中包含了移动速度。虚弱状态可以叠加2层，如果在虚弱状态之下再次死亡，则开始掉落永久属性点，随机性从各项属性中扣除10到20点属性值，直到连续死亡10次之后，玩家就会进入24小时的静默状态。在这个状态内，玩家可以正常行走或者下线，对所有攻击免疫，但是也对别的玩家或者怪物造成不了任何伤害。作为前世天道中的活跃分子，叶云对于天道的尿性简直熟得不能再熟了。但是就算这样，没有命令，在魔焰陷入冷却的真空期，他们依旧拖着疲惫的脚步，也要在黑蚁身上砍上几刀。然后这些30-40万攻击的牛人，一个个陷入了石化的痛苦之中。
因为陷入虚弱状态的他们对黑蚁根本就不破防，或者堪堪打出几百几千的伤害。正在组织全民进攻的白鸽显然也发现了城防军的状态，顿时大惊失色，撤退，快速撤退！然而撤退的战鼓还没响起，魔焰再次丛生，白鸽瞬间脸色苍白。只要进入虚弱2层状态，这些人想要在15秒的时差内逃离叶云身前60码距离，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远程的，赶紧加把劲！那只蚂蚁只剩下一半的血量了，白鸽只能咬咬牙，对着原本围观的诸多狼妖喊道：“狼！”本就是冷漠而又团结的族群，在白鸽的动员下，无数的远程职业狼妖加入了战斗。回春术加121万，祈福加363万，嗜血加32000，三大回血技能不停地在黑蚁的头上闪过，却是被密密麻麻的几万的伤害值给淹没了。这一次的魔焰只是击杀了9600多的沙狼，但是造成的击杀次数却足足有36000多次。这些陷入虚弱的沙狼连魔焰的1秒时间都撑不过去，群体秒杀。而原本升级需要327亿的经验值，在几次的攻击，在这几波的攻击之下，再次升级了。系统提示：玩家等级提升到2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3072000。还正忙着给黑蚁回血的叶云顿时一愣，忘记上经验储存宝珠了，又是300万的属性点，这简直就是要我逆天啊！叶云感觉自己添加属性点的双手都有些颤抖。60万的物防，40万的法防，剩下的所有属性再次堆在了生命值上。就是这么豪气，就是这么任性。10463万的血量，双双超过60万的防御，所有的妖族惊呆了。好不容易打掉了这只蚂蚁70%的血量，这下倒好，直接再次满血复活了。而且特么的这只蚂蚁的血量变成了15694万，然后一道绿光闪过之后，又变成了16479万。生命颂歌！更加让他们郁闷的是，几乎90%的攻击打在黑蚁的身上，几乎都是强制性的一点伤害，只有个别的攻击伤害还可以维持几千上万。错，打个毛线，人家属小强的，你越揍他，他越勇猛。我要回家，我拉弓箭的手都拉废了，就给我这么个结果。一名弓箭手干脆将手中的弓箭给收了起来，双眼右眼通红的直接罢工了。你特么，我右手已经废了，现在正在用左手帮你们恢复状态，你就这么暴打我的？在他的身后，一名德鲁伊伸出左手，将快要被反射致死的法师拉回来生死线上。这个题目无解了，你们是城防军，是狼城的居民，我连狼城的居民都算不上，只是路过这里的。你们还要玩，你们继续，我要先走了。一名散人玩家直接转身就走。打到现在，全城的辅助职业都已经跟不上被反射玩家掉血的速度，这怎么玩？还是早点回家算了。白鸽看着再次满血的黑蚁，一张脸变得煞白，就离成功还差30%的血量啊！看着无气无力在复活点中爬着往外逃的9000多名沙狼，白鸽的心都在颤抖。这9000人估计这辈子都会留下心理阴影了。废一半了，白鸽怎么样了？这时洛天带着一位4米多高的狼人走了过来。这个狼妖浑身金色的毛发在整个广场中显得异常的突兀，在他的背上有个像篓子一样的特殊装备，在篓口处一只浑身雪白的兽头裸露出来，滴溜溜的眼睛打量着广场之中的黑蚁。在下面是一把金黄色的弓箭随意的挂在腰间。见过备军师，见过洛城主。白鸽看见来人，顿时躬身行礼。对方再次升级了，可能还氪金了不少。现在我们不破防了。不破防，这简直就是天道中对于一个玩家最大的讽刺。白鸽难以启齿，哪怕他自己出手，最多也就打出几千上万点的伤害值，这和黑蚁那1亿多的血量相比，简直就是和挠痒痒差不多。不破防，再次氪金，加上前面的，也就是说这家伙最少氪金了1万亿金币了吧？洛天听到白鸽的话，差点没暴走，特别是看到黑蚁那身上每秒回复的157万的血量，更是难看。而他自己试着攻击，发现自己原本可以造成7、80万的伤害值，变成了10几20万，这就特么心塞了。他好歹也是攻击达到80几万的高手啊！而这时，作为狼城军师的贝爷却是附身在城主洛战的耳边轻轻说着什么。他似乎和狼城城主是个连体婴，一直都在那个篓子中，除了脑袋，身子都不会让任何人看到。洛战听完军师的话，沉默了一会，然后对着周围的狼妖挥了挥手，瞬时所有的攻击顷刻停止。在狼城，他就是天；在狼域，他就是王；在他的狼城，他的子民都称呼他为狼主。第63章火疗与电击终于停下来了。每个队伍后面的辅助用微微颤颤的双手偷偷地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然后一脸炙热地看着那个金色身影。负7087611，一个高达700多万的伤害值在黑蚁的头顶冒起。躲在黑蚁后脑的叶云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借命小友，不妨出来，
我们好好的聊聊怎么样？洛战看着自己对黑蚁造成的伤害值，眼瞳微微一缩。一直以来，他凭借着自己的半生兽对于自己战力的加持，在北域混的都是风生水起。而今看到如此变态的黑蚁，也忍不住放低姿态。想必阁下就是狼城城主吧？有什么事就这样说吧。叶云不傻，躲在黑蚁的后脑壳，大声说道。同时，一道魔焰再起，将那些堪堪爬出复活点10几码的几千城防军再次练死练活。这是他们第9次的死亡了，有些甚至已经在复活点进入静默状态，然后直接下线了。洛战脸面一阵抖动，这些城防军每一个都花费了他近10亿金币才培养起来的，现在他们每一次的死亡都是在永久性的消耗10到20点的属性点，也就是100万到200万金币。按照目前的损失计算，最少也损失了6、700亿的金币。战争本来就是一场烧钱的游戏。诫命小兄弟，你放心，我们虽然是妖族，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的敌视可是所有妖族之中最轻的。小兄弟可以移步我城主府，本狼主绝对以最诚挚的心与小兄弟聊聊。洛战的心里在滴血，但是脸上却带着满满的微笑。我信了你的鬼！叶云心里不由得吐槽，如果没有经过神城复苏这个任务，如果不是张君宝那无从考证的封神时代一说，叶云还真差点就信了。不过嘛，叶云摸了摸下巴，看着地图上周围白马没有敌人，露出了冷冷的微笑，然后直接从洞穴中一跃而上，站在黑蚁头顶。此时的黑蚁身高达到了7、8米的高度，身长更是达到了20多米，站立在那就像是一座小山。就连叶云自己看着都有些吃惊，这家伙吃尿素的吗？长得那么快，也不知道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就是看着有些虚胖啊。我说卧槽！叶云知道这家伙不怀好意，但是没想到会是如此无下限。就在叶云愣神的功夫，无数道的剑矢和法术朝着自己倾盆而来。叶云的身子在最先而来的几根剑矢快要临身的那刻，身子竟然诡异的一扭，几道 mace 从叶云的头顶冒起。这是叶云前世活跃在各大团体之间赖以生存的骚操作。不过这种的极限操作对付个别的攻击还好，但是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无数攻击几乎没什么用处。无敌！一个淡淡的透明光盾瞬间出现着叶云周身，将叶云牢牢地包裹在中间。Miss，几乎同时成千上万个免疫在叶云头上亮起，2秒的时间抵挡了近万次的攻击。大爷的，太不讲武德了！叶云顺手一个电弧朝着洛战轰过去，自己则是快速的再次钻进了黑蚁的后脑勺。或许叶云可以扛住，但是叶云不敢冒这个险，因为一旦失败，意味着神城复苏这个任务的失败。叶云不可能用这个来赌，任务失败，损失金币是小，没法在这种任务里面超越10级刷怪是大。要知道点金现在的 CD 值就已经达到了2048个小时，下次呢4096个小时，171天，所以叶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滋滋，咔咔，电弧闪过，在洛战、洛天、白个错愕的眼神中，直接在他们身上炸响。洛战25780000，洛天1065000，白个736000，白衣599000。10个身影轰然倒地，竟然在叶云的一击之下全部秒杀。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妖族封号领主狼王，获得经验值965万，金币16.7650万。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妖族封号领主贝王，获得经验值808万。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妖族封号狼将狼妖，获得经验值2960000，金币3亿1772万。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妖族封号狼将狼妖，获得经验值2960000，金币1亿4685万。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一连10次的系统提示让叶云彻底蒙圈了，这些家伙怎么那么不经打？不过也太有钱了吧！一击只是一击而已，叶云收获了足足22亿金币。有什么赚钱方式比这更快的？要知道，击杀一族会获得对方身上1成的金币，也就是说，那个城主随身携带了超过167亿的金币。日了，看着这自己身边复活点处多的10个红点，叶云笑得异常的亲切。魔焰地火，叶云再次跳上了黑蚁的头顶。叶云尽力的攻击，但是魔焰只能发挥出2%的伤害数值，也就是190几万每秒的伤害。或许对于白衣那种几百万生命值的妖族来说，他们没法逃出叶云魔焰60码的范围，但是对于高达1500多万生命值的洛战来说，还是可以逃离出去的。既然要发财，那能让你离开呢？叶云干脆控制着黑蚁，直接进入到复活点处，趁着将近10万的妖族观众还在为城主之死而发愣的时候，对着刚刚复活的洛战和洛天各来了一次的普通攻击。
然后他们在难以置信的眼神之中再次身亡。反而是白鸽父子俩因为没有被叶云特别照顾的原因而抛出了30级码的范围，但是也仅仅只是30级码而已，就在魔焰的烘烤之中再次回到了复活点。他们也想赶紧将自己身上的金币花掉购买属性点，但是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再次死亡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赚钱可以如此的轻松，唉，我这该死赚钱天赋。第二次的死亡，几人贡献出了几件装备，而第三次的死亡，有2人悲催的进入了虚弱状态。很快，作为狼城的几大巨头尝到了之前城卫军的滋味。投降！投降！我投降！第6次死亡之后，洛战再也撑不住了，才刚刚复活，顿时大喊，在他背上背篓中，背王也是发出了一阵嘶嘶的叫声。投降！作为狼主的气魄呢？整个狼城所有的看着异常滑稽的现场，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狼主不仅仅是狼族中的最高战力，更是狼族的脸面。但是他们没有出手攻击叶云，因为没意义。打生打死的堪堪破防，人家一个回春术就满血回归了，不杀你10次都对不起我刚刚对你的信任。叶云心里叉叉不平，手中的攻击根本就没停过。4次过后，10人都陷入了虚弱状态，在叶云火疗和电击的交替之下，彻底崩溃了。第64章，看在白衣的面子，给你个优惠。10次的死亡之后，洛战几天一脸淡然地走出了复活点，魔焰在他们的身上不停地掠过，带起一个个免疫的伤害，心态稳如泰山，让叶云看得一阵侧目。剑命小兄弟，现在气也该消了吧？要不我们谈谈？洛战看着坐在黑蚁头顶的叶云，一脸的微笑。现在的他们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静默状态，对一切攻击免伤，却也不能给叶云带来伤害。叶云端坐在黑蚁头顶的一个平坦之处，看着包裹中再次多出来的100多亿的金币，激动不已。3分钟的时间，轮了这几个家伙10次，获得了100多亿的金币，浑然没有想过自己身上带着4万多亿的金币被人给轮了。小兄弟，听到我说话了吗？屈尊到我城主府坐坐如何？洛战带着洛天几个走到黑蚁前头，冲着叶云喊话。我不跟畜生说话。畜生？我特么，你干嘛去？洛战身边的洛天一听，顿时怒火就起来了，却是被自己的哥哥洛战给阻拦了。他们作为狼城最高战力的3人都静默了，现在叶云在狼城可以为所欲为。叶云控制着黑蚁，朝着狼城城主府而去。走，跟上，这家伙终于愿意去我们城主府了。只要他进入城主府，我……砰！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5级民房移动，获得金币200万。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5级民房移动，获得金币200万。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5级酒楼一座，获得金币4500000。黑蚁所过之处，建筑皆成废墟。而叶云老神在在的端坐在黑蚁头顶，眼神发亮。特么，差点忘了，拆除建筑也是有收益的啊！而且这些建筑可不是丰乐村那种的木屋可比的，最少都是5级以上级别的，每一个都花费近10亿金币。城主，白鸽看着一片的狼藉，心里无比的憋屈。走，跟上，只要干掉他，所有的都值了。洛战拍了拍他的肩膀，咬牙切齿地召唤出一只战狼坐骑追上黑蚁的脚步。他是真的心疼了，这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让他受损已经超过1000亿金币了。卧槽！跟在后面的洛战几人看见叶云突然停留在广场边缘的一栋建筑前，顿时要骂娘了。别，剑命兄弟，大爷，我求求你了，这建筑你可千万别！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高级炼神塔一座，获得金币2亿5千万。城主，你说的太慢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狼城的启天塔藏得够隐秘的呀，我就勉强当1天的拆迁队，帮你找出来。叶云继续控制着黑蚁到处破坏，虽然自己对于建筑的破坏有限，但是这个黑蚁简直就是一辆巨大的铲车。就是狼城实在是太大了，建筑实在是太多了。不过一想到每破坏一个建筑最少都有100万级别的金币，叶云顿时浑身干劲十足。别，小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这样拆也挺累的，我直接给钱，如何？听到叶云的话，洛战吓得一个机灵。启天塔被破，那自己这个狼城也差不多完了。钱多少？有我推翻启天塔的多。叶云一听，顿时撇撇嘴。开玩笑，启天塔作为玩家城市的中枢，不仅仅可以控制与规划整个城市的发展，还是一个巨大的银库，因为这个城镇所有的收支都在其中。如果启天塔被敌对阵营攻破，那么敌对阵营如果选择占领，那么整个城镇等于就落入了他们手中，只是所有的财富会仅剩下不到1成。如果敌对阵营选择摧毁，那么敌对阵营可以获得启天塔内资金的20%，而被摧毁方即使重建启天塔，但是里面的资金也会缩水5成。我可以给你500亿，有摧毁启天塔收获多吗？叶云转头问道。
绝对有。洛战赶紧点头，站在他身后的洛天和白衣也赶紧点头。我不大信啊，我觉得还是自己去看看比较好。叶云摇了摇头，控制着黑蚁将周围的10几栋居民楼给摧毁了。500亿，打发叫花子呢？那么大的一个城，常住居民就30几万，加上是周围20部落的中心城市，他的启天塔内才2500亿，骗鬼呢！别，小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这样，你说个数，如果我给得起，我绝不二话。洛战一听急了，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是他身为城主，可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这个城市有多少资金。我呢，看在白衣这个朋友的份上，怎么也要给你一个优惠，我也不多要，3000亿，只要你给我，我马上转身就走。叶云听得洛战的话，瞬间转身看着他，笑得无比的亲切。尼玛，鬼和你才是朋友啊！杀我10次就算了，连我父亲也被你干了10次，现在还这么来害我。白衣站在10人的最后面，听到叶云的话，双腿一软，差点直接摔倒。他可以预见此事过后等待自己是什么命运。3000亿？不是，小兄弟，这么多钱我哪里拿得出啊？要不少点，少点。听到叶云的狮子大开口，洛战一阵头晕。哎，其实城主不必为难的，我自己去拿就行。听见洛战的话，叶云脸上的微笑瞬间收起，脸色阴沉的指挥着黑蚁继续打扫，变脸速度之快，让几人看得一阵梦幻。短短时间，叶云到山海界前后不过2个多小时，但是收获大到让叶云自己都不敢相信。不说别的，单单金币叶云总的收获就高达200多亿，其中大部分都是杀这些异族报的。这要是再有个3000亿，扣除掉自己前面购买属性点的金币后，也还是净赚1000多亿啊！果然，打家劫舍才是暴富最快的途径。行，我答应你，但是我要签订天道协议。签订后，我要小兄弟马上离开我狼城，并且不得再次进我狼城。洛战听到叶云的话，咬牙切齿地说道：“城主不愧是城主，大气！”叶云听到他的话，一下子从黑蚁头上跳了下来，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然后竖起了一根大拇指。不愧是城主级别的大佬，不愧是先玩了几年游戏的高手，连天道协议都知道。可惜啊，本来还想应城主的邀请，去城主府看看的，看来只能下次了。这家伙一看就是坑蒙拐骗、抢全方位无死角的高手啊！几人看着侃侃而谈的叶云，心里简直就是一种煎熬。签订协议，1个多小时后，洛战也终于收拢了足够的金币。然后叶云喜滋滋地钻进了黑蚁的后脑勺，晃悠晃悠地走进了狼城的传送阵。至于那个好朋友白衣吗？第65章西洋城魔集。叶云不仅在洛战那里获得了3000亿金币，还得到了一张山海界的世界地图。大，太他妈大了！狼城为狼妖20部落的中心城，这个地域足足堪比地球上华国2、3个行省，占整个地图的北域的1/10都不到。而叶云的目的地妖月城则是在西域之西，跨度近15万公里。以狼城的传送阵体量，根本无法支撑那么远距离的传送。果然，朋友就是拿来出卖的吗？这个白衣当初可是说狼城传送阵可以直达的。光芒亮起，将叶云和黑子包裹住。2秒之后，叶云出现在了一个新的地域——西洋城。这是叶云一连传送的第5个城市，也是离妖月城最近的一座主城。叶云和黑蚁站立在传送阵中停留了10几秒，然后再次传送，出现在西洋城西郊。别人氪金我氪干，特么，一不小心就凌晨3点了，想要混得好点还真不容易啊！叶云看看时间，找了个无人的山谷，看到都是一群60多级的人形野怪，直接让黑蚁来杀，而自己钻进了黑蚁的脑后，然后挂机睡觉去了。浑然不知，刚刚黑蚁出现在西洋城传送阵引起了多大的轰动。我擦，刚刚那个巨大的黑影是什么鬼？蚂蚁。一只牛头人揉了揉眼睛，看着一名呆滞着走出传送阵的瘦小的狐妖问：“我没看清楚，太大了。”牛头人的话惊醒了狐妖，狐妖顿时有些畏惧地看着他。西洋城和地庭城那是牛妖的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妖族敢在此惹事，因为这是属于牛妖一族的王者地庭妖王的领地。狗东西，胆子那么小！喂，你们刚刚看清楚了没？牛妖鄙视地看了狐妖一眼，然后问别的从中走出的人。几番确认后，牛妖终于确认了，那是一只巨大的蚂蚁。特么，蚂蚁巨大，简直就是千古奇谈啊！可惜没人知道刚刚的那只蚂蚁去哪了，要不然定要好好的结识一下，体型比老子还大的蚂蚁，战力绝对不低。那只牛妖看着已经消失的身影，大感失望。魔力，在这发什么呆呢？走了，西郊刷怪去。这是时候，一只身高超过5米，上身只披了一件披风的，浑身肌肉炸裂，青筋直冒的牛妖走了过来。他头上的一对牛角如同一对弯月，可见那牛角的根部带着一圈一圈的螺纹，螺纹之上泛着一道道银色的光泽。他正是魔离的哥哥魔吉。
西洋城城主，哥，你的天赋提升到天级了。魔离看着来人头顶牛角上就差一圈就全部变成银色的螺纹，忍不住惊喜道，但是更多的是羡慕。刚父王帮我提升了。魔吉笑道，看着魔离那有些失落的眼神，走了过去，在比自己矮了一个头的魔离头上轻轻拍了拍。小弟，父王身为我们一族的妖王，他也有自己的压力，很多时候做事都需要从全局考虑的。我们兄妹三人，就我的天赋技能好点，所以父王也就优先考虑于我。不过你们放心，等到我的天赋达到神级，迈入妖王行列，到时候我们牛妖一族就有2个妖王，到时候你和小妹，我们一个也不会让你们落下的。魔吉轻轻地笑着，似乎对于自己成为妖王充满了向往。神级，魔离感觉自己听到了心碎的声音，这是变相的告诉自己，自己已经被放弃了吗？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神通是一个鸡肋。为了魔吉将天赋提升到天级，几乎是投入了现实世界和天道中2年牛妖部落近1000万牛妖和2大主城的所有收入了。而要等到魔级提升到神级，需要5120万亿金币，时间最少也是30年起跳。因为妖王要的不仅仅是天赋，还需要与之相等甚至更高的属性。而之前现实中牛妖一族的1000年积累，全给了他的父亲提升了。帝庭可以为魔吉如此付出，可见魔吉在他父王心中的地位。说说刚刚怎么回事？魔吉问道。我刚刚好像看到一只7-8米高的蚂蚁，但是它好像只是路经西洋城，连出船送阵都没有。魔离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7-8米高？蚂蚁？你确定？听到魔离的话，魔吉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一只蚂蚁，那种一踩一大片的蚂蚁了。当时光幕太强了，没有看到具体，这不就问他们吗？魔离将脑中杂乱的想法刨除，魔离再次恢复成了吊儿郎当的本性。你们几个刚刚看到的是什么？魔吉看着在一边的狐妖和几个刚刚出来妖族，顿时凶狠地问道。作为西洋城城主，他的威名早就远扬，如同二公子所说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黑蚁。几人害怕地咽了咽口水，看着眼前这位牛魔王，眼中充满了畏惧。真的有那么大的蚂蚁？魔吉感到不可思议，这简直刷新了他对于妖族的认知。二弟，老哥不能陪你刷怪去了，这事怎么看都透着点古怪，我去找父王问问。魔吉对着魔离温和地说道，同时对着跟在身后的几人吩咐一声后，转身进了传送阵。而跟着魔吉来的3人也相继离开，留下魔离一人独自在风中凌乱。不过魔吉也是无奈，自己的兄弟他还算是了解，看着对自己很温暖，其实心里不知道想着怎么弄死自己。以他的野心，怎么可能会在他自己到达妖王之后浪费资源来培养自己？以他的个性，就算是将这些资源拿来培养自己的亲信，也不可能资助自己。而他的小妹绝对会沦为他提升实力之下的牺牲品。想到这，魔离怒火丛生，独自一人进入传送阵。第66章讨伐。叶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6点，也就是说他只睡了不足3个小时。自从巨献实力后，自己的睡眠时间是越来越少了。至于自己的癌症早就好了，因为下线后游戏内属性的巨大提升巨献到了现实，一次性提升的太多，哪怕有着游戏仓大幅度的降低了痛感，也让叶云痛得死去活来。不过好在游戏仓中有足够的营养液，却是不知在叶云还在狼城做拆迁队长的时候，几个昨天在天道论坛上支付1-2千亿的几个大国愤怒了。凌晨刚过，有不少的人点开了叶云那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付费帖子，看看还有哪个韭菜会被收割。没想到这一看，赫然发现查看价格从原来的2800亿米元变成了1000亿米元。这尼玛！几个花费了1000多2000多亿米元查看的家伙瞬间不满了，不管是现实还是论坛上都发起了反最强王者这个帖子的发起人。特别是米国，不少的市民走上街头，为米国的街头增添了不少的风景色彩。然而 fuck， 这该死的华国人怎么会如此的不要脸，如此的不遵守市场的自由规则，要是被我知道，我一定要制裁他。一定要查到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用我的加特林在他的塞进他的嘴里干。我觉得一定要给华哀国发出最严正的声明，要他们把这个家伙给交给我们。米国原本正在国会大厦召开议会的众多议员顿时一个个破口大骂。昨天通过2600亿米元经费可是经过了国会的众多议员一致投票决定的，而现在特么的竟然再次回到了1000米元，你这就算是打折大促销也没那么离谱的吧。米亚罗和泰格斯则是站在议会的一个角落，看着他们的表演，相视一眼，轻轻的吐2口气。昨天通过了那么一大笔的额外经费支出，他们今天是过来做说明的，没想到看到如此一出，还好下这个决定的不是自己2人。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些议员表演的成分居多，因为反正花的不是他们的钱，
最多面子上有些难看。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给广大普罗大众一个态度。他们原本以为自己花费了那么高的价格取得了那则信息的查看权，应该是他们这个圈子独有的了。没有想到，那信息的查看费用竟然在凌晨12点的时候回归到了1000亿美元。安静！议长裴罗东用木锤在身前的敲了敲，然后点开了身后的大屏幕，是 FBO 情报局直通议会的信息。刚刚阿三国来消息，他们已经支付了1000亿美元查看，现在的费用是980亿美元。棒子那传来消息，他们支980亿美元查看，现在的费用是960亿美元。毛国那边，安静，久久的安静。几百位议员看着已经黑屏的大屏幕，顿时感觉口干舌燥。你卖1000亿，我都已经那么生气了，现在倒好，直接是980亿，98折，然后又折上加折。几位机灵一点的议员已经开始退出议会了，直接走出国会山庄，驱车而去。特么前面1000亿美元自己骂得这么凶，现在更低了，怎么骂？议会可是全程直播的呀，自己选区的人民都能看得到的，所以意思一下表演就可以了。开战！开战！我们要求华爱国交出人，再把我们1600亿的差价还给我们。对，制裁他们。从贸易上，争吵再次继续。米亚罗和泰格斯无语地看着眼前这些将桌子拍得当当直响的议员，无奈地转身离去。说明会去特么的！而华国官方似乎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早早的一则公告挂在了外联部的官网上。日不落帝国，华国之人果然是不可信的，太没有契约精神了。首相江森看着桌面上的报告，揉了揉太阳穴，有些疲乏。他们的外联部不是说了吗？这是只是民间个人的买卖界定，这是符合国际市场机制的，而且当时的契约书上也确实没有不能降价这一条。副相站在他的身后，皱着眉头。哎，说是这么说，我估计现在老大哥那边已经炸锅了，可能会有些示威性的动作。如果他们打电话过来，你让下面随意的应付应付，我们的船舰出去一趟也是要花费不少钱的。江森无奈地说道，目前一切以天道为主，所以能省则省，现在的国力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强盛了。哈哈，昨天那群傻逼，同样的东西，他们比我们足足多花费了几百上千亿美元，就那么几个小时的差距，还是我们阿三国做生意厉害啊！阿三国不愧是最伟大的国度。阿三国防长二话不说，支付了1000亿美元的信息查看费用，大笑。还是防长厉害，知道这东西太高了，没人会买。我觉得防长您才是伟大的。助手看见防长心情不错，顺嘴一个马屁。错了，是我们的神牛厉害，看看我昨天才摸了个牛粪与牛尿混合浴，今天临时临刻就是10来浴。防长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这个信息查看的费用不如昨天那边200亿美元的往上涨，而是变成了980亿，比自己刚刚支付的少了20亿。他大爷的！防长一怒，摘下自己手中的天道戒就扔了出去。防长，你信息看了没？此时剩下的200多个国家负责人，国际上成千上万的土豪或者家族在凌晨被惊醒，一个个快速地登录上天道论坛。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顶尖的人才或者富豪，他们知道武者和天人的一些秘密，所以一听到如此的事情，顿时睡意全无。960、880、640，终于价格定在了300亿美元。无数盯着浏览量的人都狠狠地吐出了一口浊气。52，扣除昨天的9个浏览量，也就是今天有43个人付费浏览了，也就是说有8个人是在300亿美元的价格下购买的。无数人拿出计算器噼里啪啦地计算着这次帖子主人最强王者的收入，但是现实无疑是在给了他们狠狠的一锤。在浏览量达到54的时候，价格再次一变，成了250亿美元；达到64的时候，价格直接降到了200亿。最离谱的是，浏览量达到74的时候，价格直接降到了100亿。从300亿开始，每售出10次就降一次价格。瞬间，无数大人物坐不住了，一个个钻出了游戏舱，第一时间哆哆嗦嗦地掏出一支香烟压惊，而后电话直接打到华爱国的外联部。而米国一众议员口干舌燥地看着 FBO 传来的信息，麻痹了。不过他们刚刚接到了米国防长的电话，说他们的航母已经在做准备了。与此同时，阿三、樱花、日不落、棒子、德尔堡等等的国家都接到了来自米国的对外军事热线。第67章，黑哥要收小弟。叶云睁开眼睛，看着游戏舱的顶部，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此时游戏舱内那多达5000毫升的营养液已经彻底见底了。一个够普通人在游戏舱内不吃不喝1个月的营养液，竟然被他短短的半个多小时给吸收完了。这个游戏舱营养液的容量实在是有点少啊，现在也不知道小黑如何了。叶云第一时间进入游戏，看到自己还是安稳的在洞穴之中躺着，松了口气，然后就查看起自身的状态。什么情况？叶云看着小黑只剩下不到15%的血量，心里顿时一惊。这时叶云才发现，在黑蚁的周围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几百个红色点，
这是跑到怪物窝了，还是进城扫荡了？不对，这是个什么鬼？叶云惊奇地发现，在黑蚁身边竟然有一个绿色的点。友好特吗？什么的情况？加31000，加50000，两个生命回复的数值在黑蚁头上冒起来。叶云清清楚楚地在系统的提示板中看到，嗜血加31000，大治疗术加50000，大治疗术。卧槽，难不成自己在这山海界中还有朋友？我怎么不知道？看着百红丛中的那一点绿，叶云表示有些懵逼。除了治疗术，叶云还发现在黑蚁身上还有3个状态：1. 坚强，防御正 10%； 2. 天幕，攻击速度正 10%； 3. 军阵光环，生命值正 5%， 攻击正 5%， 移动速度正 5%。 这3个状态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好人给黑蚁加上的，看得叶云一阵侧目。3个状态竟然没有一个重复，特别是第3个军阵光环，简直就是战场上的 bug。 看着黑蚁剩下 15% 的血量，叶云还是赶紧给辛勤的小黑哥一个生命颂歌和回春术，再来一次的祈福，然后直接从黑蚁的身上跳了下来，打算好好的感谢这位好人。加165万，加494万，加165万。魔离心里焦急不已，他几个小时前心情很不美丽，一人深入西郊刷野，哪想到一不注意跑到西郊深处最为恐怖的体修谷。本来都抱着大不了死回去的想法，没想到却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在传送阵中自己看到的黑蚁。体修谷是西郊深处的一处山谷，如果你的实力够强，那么这里绝对是西洋城一带最好的刷怪地方。因为这里是以前魔级的修炼场所，他将这里的怪物数量和怪物的刷新速度调到了最大值，而怪物的等级也是达到恐怖的75级。可以说这个地方整个西洋城也只有魔级刷得动。体修谷顾名思义，里面的怪物都是人形的炼体修士，防御和物理攻击都高到让人害怕，特别是物理防御，每一个都达到了恐怖50多万，哪怕法防也高达40几万，血量更是达到了300多万，典型的血后防高。但是这里的体修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武器，没有防具，所有的战斗方式都是刺手空拳，偏偏他们的攻击将近70万，60级的魔离在他们面前也只有被秒杀的份。但是就算如此强大的怪物，在黑蚁的面前也是一击秒杀，那些令人生畏的防御在他面前好像纸糊的一样，而那可以秒杀魔离的攻击打在黑蚁身上也有10万上下的伤害。只是当魔离看到黑蚁的生命值时，差点没吓傻。1亿5千万，当即魔离就决定留下来观察观察这家伙，要是能打好关系，对于自己绝逼的有好处啊。所以时不时的给这个又黑又大的家伙来个辅助，这一辅助就是3个小时。那只大蚂蚁除了开始对自己呲呲的叫了几次表示感谢之外，之后就是陷入了无休止的秒杀之中，关键特嘛自己还是一点经验也没捞着。看着黑蚁的血量越来越低，魔离也是越来越焦虑，因为他的回复技能是固定的5万点，根本就跟不上黑蚁的掉血速度。就在魔离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发现黑蚁头顶上竟然冒出来2个高达100万为单位的恢复量，短短的10秒时间将黑蚁的血量拉回到 33%。 然后在他错愕的眼神中，看到一个人类从黑蚁的身上跳了下来，同时一股浓烈的火焰从地下冒起，原本围着黑蚁的几百只75级人类体修瞬间被火焰吞噬，然后倒下。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人类转过身子，皱着眉头看着自己，似乎看着自己相当的不爽。一只憨憨的妖族。叶云看着魔离，脑袋有些懵逼，现在的妖族都那么友好了吗？说好的见到人类杀无赦的呢？浑然不知道对面魔离已经被叶云的手段吓懵了。呲呲呲，黑蚁这时用自己的触角在叶云身上不停地蹭来蹭去，而叶云竟然知道了黑蚁的意图，想要收他做小弟。卧槽，小黑，你智力见长啊，竟然可以和我沟通了。叶云此时也是一愣一愣的，转身看着身后的黑蚁。此时他才发现，现在自己面前的黑蚁有了很大的变化，两侧竟然多了一对2米多长的羽翼，身子看上去虽然还是很大个，但是看上去给人一种健壮的威武雄壮，整个身子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黑色的金属，特别是四肢边上那半米长的倒刺更是锋芒毕露。小黑，你怎么变成这个德行了？叶云看着威武不凡的黑蚁，疑惑地问，还是胖胖的感觉可爱点。呲呲呲，吸收了这些人类怪物的气血。这……叶云不说什么了，打算以后挂机就选这里了，反正又不是真的人类，只是一些披着人类外衣的怪物。怪物，那个老大，我可以走了吗？魔离站在一边，看着周身的火焰将一群刚刚刷新的体修再次杀死，哆哆嗦嗦地问道，如果知道这个蚂蚁是有主人的，打死他也不敢跟过来啊，特别是这个主人还是个人类，强大到吓死人的人类。你叫什么？叶云转头看着魔离，
心里在不停的盘算：小黑竟然会想着把这妖族玩家给收为小弟，这怎么操作？如果把他杀了，他复活以后，那自己的秘密肯定被西洋城那群家伙知道，到时候自己想要在这安心的刷怪，显然不可能的。这特么收了，我叫魔离，是西洋城城主的弟弟，地庭妖王的二子。魔离听到叶云的问话，赶紧回道。此时的他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冷静，虽然还是有些害怕。西洋城城主，妖王的儿子，就这么个怂货。按理来说，妖族见到自己应该是直接冲过来把我大卸八块才对吧？妖王的子嗣混成这么惨的吗？叶云看着魔离，有些不信。魔离顿时脸色难看了，但是也不能说什么。之前自己的实力并不比自己哥差，甚至还略胜一筹。然而在进入天道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哥哥魔吉在天道之中被匹配到了狂魔战士职业，更有着血海这种恐怖的天赋技能，而自己却只是一个妖族之中普普通通的辅助职业萨满，天赋技能更是一个军阵光环，鸡肋无比的存在。萨满纯纯的辅助职业，没有攻击技能，回血技能没有技师高，其他辅助没有德鲁伊强。所以当他父亲知道后，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后续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他，他已经被放弃了。而后在天道中的巨献下，魔吉的现实实力快速的提升，仅仅1个多月就超过了自己，直到现在差距如同鸿沟。哟呵，看样子是不受宠啊，要不要跟着我，跟带你装逼带你飞？你只要躺好就行。对于黑蚁的提议，叶云第一时间本想拒绝，开玩笑，收妖族做小弟，不知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吗？不过这一刻，叶云的脑海中想了很多。难得来一次山海界这个妖族玩家的世界，自己要是不搞大点，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啊。特别是这么好一个给点金刷 CD 值的机会。第68章，和妖族合作。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军阵光环是你的天赋技能吧？这简直就是神界啊！这样碌碌无为，可惜了。要我跟着一个人类，你做梦呢？人类与妖族本就天生敌对，被人知道，别说天道中，就是现实之中，我也必死。听了叶云的话，魔离顿时恐惧的摇了摇头，甚至做好了被叶云杀的打算。我可以在山海界待10天，现在还剩下9天。凌晨的时候，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抢了你们北域的狼城，收获将近4000亿。叶云自顾自话，像是没有听到魔离的话。这9天的时间内，我的这个黑蚁命兽可以交给你控制，你看哪个不爽，就让他干他。你只要给我提供你们这山海界的城市坐标和对应的实力，同时不停的给我命兽加状态，确保他不死就行。好处嘛，我可以给你10%抽成，怎么样？叶云说完，就坐在黑蚁的触角上，等着魔离的回复。魔离听完叶云的话，惊呆了，这家伙竟然抢了山海界的一座城，为毛没有一点消息出来？他看着叶云身后的黑蚁，说实话，他真的心动了。这个黑蚁的实力毋庸置疑，比自己的哥哥魔离高太多了。而且如果真的可以带着他去掠夺城市，哪怕1城的分成也很吓人了。他这一刻犹豫了，他很缺钱，作为妖王之子，他的天赋才堪堪达到 SS 级，比魔离的1万禁卫军还低，更不用说他父王的禁军。要是被人知道了，现实我。如果他们不知道你的存在呢？叶云看着他，微笑道：怎么可能？这不可能。魔离有些失态了。没什么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我自己出来，你能发现我吗？黑蚁的空间可以隔绝外人的查看，不过叶云身上人类的气息多少还是有些外显。这时魔焰熄灭，周围的体修再次刷新，看到黑蚁那庞大的体型，顿时一个个拳头泛着罡气猛地冲来。滋滋咔，一道电弧从叶云的手中闪过，围过来的10个体修顿时头冒青烟，被叶云直接秒杀。然后一个普通攻击再次将一个体修秒杀，看得魔离一阵羡慕。我父王生命值8亿7千多万，攻击4000多万，他杀你的宠物只要3、4次，哪怕你的回复技能再好，也跟不上他的伤害。权衡再三，魔离突然咬咬牙，开口道：卧槽！叶云听到魔离的话，懵逼了，快9亿多的血量，果然是对得起地球上血牛的称呼啊！好在这个攻击不是太离谱，要不简直是不让人活啊！停留魔离的话，叶云顿时心里在噼里啪啦的计算了。算了，我先走了，就当我没见过你。魔离看着脸色变幻的叶云，失望的摇了摇头。这话怎么那么像情侣分手时说的？我只是这计算需要多少攻击可以秒杀他。不过你老爹这血量怎么那么高，和攻击完全不对等啊！叶云看着转身要离开的魔离，赶紧出言挽留。秒杀？听到叶云的话，哪怕是魔离也有些错愕，这人类失心疯了不成？23级想要秒杀80几级的妖王，闹呢？
魔离自身等级也不过50多级，但是叶云的等级他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砰！这时叶云的等级再次提升了，达到了24级。来到山海界，短短7个小时时间，叶云在毫无间断的越级击杀60-70级的野怪和妖族玩家，等级直接提升了2级多。没错，我可以给你个保证。叶云很了解这种失宠王子的心情，地位的落差，遭受的白眼，长时间的寂寞与内心的孤独。如果有人能够真正的成为他认定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就是真的朋友。魔离犹豫的看叶云身后的黑翼，思虑再三，和叶云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然后跟着叶云进入了黑蚁的脑后空间。话说你老爹的生命值怎么这么高？将近9亿，那得氪多少金币啊？叶云再次的问，惹得魔离给了他一个牛白眼。我们妖族的天赋加成是生命值，我父王的天赋是神级，生命值有25.6倍的额外增幅。魔离淡淡的说道，内心却是失落无比。自己的父亲宁愿花钱给自己的下属，也不愿意花钱给自己提升天赋。现在的天赋还是他这几年靠着父亲和哥哥给的打赏存起来提升的。特么，我就说怎么会那么高呢？不过就算如此，也很吓人了。生命值加攻击，粗粗的一算下来，就氪不低于10万亿金币了。一想到金币，叶云就想到自己那个1000亿米元的帖子了。不过现在还不是去看那帖子收获的时候。9亿生命值，即使不算上对方的防御，自己想要秒杀他，也还需要480万左右的属性点来填充攻击这一块。而黑蚁的生命值最多也只能支撑他的4次攻击，如果对方人多势众的话，很容易阴沟里翻船，太伤脑筋了。对于习惯了秒杀的叶云来说，能秒杀绝对不会考虑第2次攻击，所以只能氪金了，就当是投资。这次的叶云可是狠心了，好不容易来一次这里，不搞大点，对不起自己前世的死不瞑目啊！竟然玩就玩个痛快，秒杀妖王啊，爽不爽？2000万！叶云一次性氪金了2万亿金币，购买了足足2000万的属性点，加上刚刚升级获得的307、2000属性点，叶云的自由属性点高达2307万2000点。这是叶云第一次如此大手笔的氪金。看着剩下的27217亿的金币，叶云感觉心痛无比。不过叶云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经验宝珠，看了看点金那高达1800多小时的 CD， 再看看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洞穴的魔离，瞬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那就是压制等级，没有经验值收入，将储存的所有经验值送给魔离，生命值添加1500万点，生命上限直接高达29963万，近3亿，200万属性点法防，这样就可以直接排除一大部分远程低阶法师对自己的持续性伤害。至于弓箭手这类的物理攻击类的，叶云根本就不考虑，且不说这类的数量占比少是一回事，而是叶云考虑的是近战类的根本就靠近不来自己，这样的话也就只有弓箭手能对自己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剩余的707、2000属性点，叶云直接全部加在了攻击之上，让叶云的攻击直接突破10亿大关，达到100973万。看完自己的属性，叶云都忍不住摇摇头，畸形的太畸形了，高的攻击达到10亿，低的真气值才看看10万。而此时的魔离确实懵逼了，看着黑蚁那高达4亿多的生命值，使劲的揉了揉眼睛，一脸震撼的看着叶云，这氪金氪的简直让人五体投地。然而他看不到的是黑蚁那高达近8亿8千的武功，要不他都得跪下喊干爹。呼呼，这氪金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叶云抹了一把虚汗，然后看着发呆的魔离道，魔离，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找一个城市见人就杀，见到建筑就拆，要是对方妥协，你就开个几千亿的价格，反正山海界哪个城市有钱，你门路你比我清。如果需要我出面的时候就和我说，大不了我再氪金。对于现在的叶云而言，加快点金的 CD 才是主要的，没钱了，大不了再去论坛上坑赚。这次来山海界，叶云收录的视频都够剪辑成几部电影了，到时候大不了售票上线。题目他都想好了，就叫天道中人类玩家与妖族玩家的第一次碰撞。第69章狠人魔离。按照魔离的指引，半个多小时后，叶云出现在西洋城的城门之外。他不是山海界之人，所以不能购买这边的药水与道具，回城券更是对自己没用，所以只能靠黑蚁的脚力赶路。这他妈怎么回事啊？此时的叶云看着城门之前一个个妖族玩家组成的方阵，一脸懵逼，就连城墙之上的城楼此时也站满了一队队的投掷手与法师，粗粗估算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0万，其中城门前准备冲锋陷阵的骑兵与步兵就达到了7万之数，而空中更是密密麻麻的近万只飞禽猛兽，遮天蔽日。叶云赶紧躲进了黑蚁的洞穴中，看着一脸老神在在的魔离，顿时一股怒气就起来了。魔离，莫不是你背叛了我？有天道协议，你觉得我敢背叛你吗？魔离坐在那里看着叶云解释。那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
叶云想想也是，天道协议几乎没人敢违约，因为违约的代价太大了。你不是想多杀些妖族的玩家吗？这不是就……魔离低头说道。为了满足你多杀一些妖族的要求，我可是跟我那妖王父亲发了私信，说我被一个人类绑架了，要求他支付1万亿金币的赔偿金。卧槽，这也行？他们还相信了？叶云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要知道这可是游戏世界啊，不是现实，哪怕被绑架，大不了死了回去复活。我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我能透露的所有人，还告诉他我被你的宠物给吞了，每分每秒都在被你宠物的胃酸腐蚀，每秒掉一滴血。魔离抬起头，微笑地看着叶云，让叶云看得心里一阵发毛。一个长期被人欺负的老实人，一旦狠起来有多吓人？以前叶云不知道，但是现在叶云知道了。这货完全是利用自己没有攻击技能和攻击又低的缺陷，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想死死不了，想跑也跑不了的境地，然后故意让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样他那妖王的老父亲不论出于面子还是道德，他都不得不全力营救。以后千万不能欺负老实人啊！叶云看着憨憨的魔离，有感而发，这家伙比自己狠的太多了。叶云突然想到了以前电视中那种自导自演被人绑架的富二代，而现在他亲哥的城市竟然成了他第一个想要摧毁的城市，可见在他心里有多恨。没想到还真的有那么大个的马野，就是不知道实力怎么样。西洋城城楼上，莫吉看着渐渐出现在眼前的巨大身影，不由得喃喃自语：城主，敌人已经出现了，是否安排我们的城防军和禁卫军进攻？这时走来一位身穿锁子甲的，看着莫吉，瓮声瓮气地问：等等，我先问问我那废物弟弟。莫吉低着头看着逐渐陷入包围网的黑蚁，不知道在想什么。杀吧，听我那废物弟弟说，只要击杀了这只蚂蚁就能救出他，也不知道那个人类躲在哪里。好一会，魔吉才开口说道：被围了吗？叶云和魔离看着地图四周的红点，平淡地挥了挥手：生命颂歌。考虑到魔离给黑蚁添加辅助状态容易被怀疑，所以叶云没有让魔离出手，毕竟这里是西洋城，大部分的人都对他知根知底的。咻！轰！几千根的粗大的长矛，几千道的法术像是放开闸门的洪流，瞬间从城墙之上倾泻而下。吼！围着叶云的7万多牛妖顿时发出一声声震天的怒吼，举着各种的武器向叶云杀来。Miss！ 负1。第一轮几千的法术攻击几乎没给黑蚁带来什么大的伤害，黑蚁高达210几万的法防，让西洋城9成9以上的妖族玩家破不了他的防御。而相比于法师的攻击，投掷手的伤害无疑大了很多很多，绝大部分都能够发出近乎上万的伤害。只是这些投掷手投掷的武器实在是千奇百怪，有长矛，有飞斧，有刀剑，更他妈还有石头。卧槽，反射伤害！辅助，你给法师治疗什么？他们能破防吗？赶紧给我加血！特么的，我还不信你能在我有辅助之下反射死我！一名投掷手抛了抛手中篮球大小的拳头，站在城墙之上，遥遥指着黑蚁：你他妈先看看对方的血量，再吹牛行不？一个牛头法师收起了手中细小的树枝，干脆坐在一边看戏。没办法，伤害不够，再打下去太丢人了。47191万，4亿千万！这城墙之上所有人看着黑蚁头顶上的生命值，顿时发出一声牛叫，太他妈恐怖了！城主，对方的法术防御太高了，这让我们1万多的法师没有用武之地啊！而且对方还有反射技能，血量偏偏还那么高，这对我们的投掷手和辅助的压力都很大，特别是辅助根本就没办法给前面冲锋的战士回复生命值。一个牛头将领急急地跑到魔吉身前，气呼呼地说道：怕什么？法防虽然高，但是我们物理攻击能打出伤害值就行。我们可是有6万之数的蛮牛战士，更是有1万多的犀牛骑兵和1万的飞龙骑兵，一人只给他1万点的伤害，哪怕他的血量多1倍，也要给我跪下！魔吉冷眼看着下方的战场，负78300，负68000。第70章，扔石头，侮辱我呢！冲锋的骑兵已经靠近了黑蚁，第一次的冲锋给黑蚁带来了5000多万的伤害值，只是骑兵冲锋之后给黑蚁带来的伤害却是低了很多。不愧是妖王旗下的势力啊，之前那狼城的护城军相比起来，相差了不止一个等级。叶云看着收拢圈子围在黑蚁周边密密麻麻的红点，赶紧给了黑蚁一个回春术和祈福。加472万，加1416万，魔力加5万，嗜血加6万，几秒的时间就将掉到5000多万生命值拉回了一半。魔力，你这技能好废啊！叶云看着魔力那技能回复的5万生命值，不由得吐槽。魔力不吭声，因为大受刺激，然后憋红着脸。一会后，他的血量瞬间清空，只留下了一点血量吊着他的生命，让自己不会死亡。
献祭加600万，献祭加600万，献祭加600万。黑蚁头顶一连3次的生命值回复，让叶云一阵震惊，看着正在不停嗑药的魔力，3秒的时间回复生命值1800万点，直接让黑蚁不停回复的血量瞬间回复到了 99%。献祭这技能有些屌啊！以自己的生命值为代价，3倍的量恢复指定某个友军的生命值，难怪这家伙看着黑蚁的时候就差流口水了。要是他和黑蚁的，简直就是绝配啊！当然，前提是这家伙的生命值够多。看着数量，差不多了。魔焰地火，砰！无数火焰像是地刺，突然从地面涌出，瞬间对比黑蚁周身60码范围。-65000000，-620000。魔焰一出现，叶云周身60码内的所有敌对妖族瞬间被秒，他们高达600-700万的生命值瞬间被清空。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战蟒牛妖，获得经验值716600，金币9632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系统的提示瞬间爆屏幕，看得一旁的魔离呆立当场。一个技能10秒钟的持续时间，第1秒就击杀了足足1200多的战蟒，并且这些家伙的等级都还比叶云高出了40级，这家伙简直就是要逆天啊！秒杀还在继续，战蟒与蛮牛也还在冲锋。大规模的战争，近战一旦发起冲锋，再想要突然的停下就很难了，所以一般的指挥官都不会轻易的让正在冲锋的士兵停下。然而，城主，这伤亡太惨重了，对方一个技能就击杀了我们将8000多的人，这损失。总指挥是一名老者，曾经是妖王帝庭座下18战将之一，后来帝庭派遣他辅助魔级管理西洋城城防事务，大范围技能，而且伤害值还那么高。刘将军，你觉得他这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吗？魔级冷漠的回应，看着城墙之下渐渐消失的魔焰，露出了一丝笑意。妖王的尊严不容任何的挑衅，继续加速进攻，同时给城内所有城民和各大佣兵组织发出征召令，魔也要将他磨死。城内复活的战士第一时间给我回来，给我继续战斗。魔吉看着再次攻击到黑蚁的战士，露出了冷冷的笑容，一轮打掉你2%的血量，我大不了来个50轮，不就是40万的人次吗？爽啊！哈哈，叶云大笑道。就那么刚刚一次的魔焰，给叶云带来了8000多万的金币，更是给叶云的点金缩短了足足18个小时的 CD 值。而一边的魔里也是相当的开心，刚刚叶云的那一次攻击足足给他带来了800多万金币的分成，而自己只是用了2个恢复技能，这要是被魔级和地庭知道了，非得吐血不可。要知道这一下魔级最少损失上亿，而魔里只收入800多万。哈哈，好啊好啊，剑命兄弟，这个装备我想对你来说是你需要的。心情大好的魔里掏出了一根细小的树枝，踢给叶云。装备，山海界的装备只有妖族可用，所以叶云哪怕爆了再多的装备也没有去捡。第一，自己用不了；第二，自己的包裹装不下那么多。祭旗权杖，吕兵，使用等级1，攻击5，职业限制无，属性对每次使用恢复技能额外挣 0.1% 的攻击力的治疗量。这垃圾，真的很垃圾。但是叶云看到这装备的附加属性，顿时眼睛一亮。虽然看着只有1/1000的额外加成，但是人类的天赋加成就是攻击，这对于人类的医生和术士这种有攻击技能的辅助职业来说，简直就是神器。叶云敢说，这种装备如果出现在地球，价值绝对比那些10几级的史诗套装还要高。小魔啊，类似这种的装备，你们这很多吗？叶云已经动了大量收购的心思，多是多，但是没几人会留着，太垃圾了。我是因为有收藏的习惯，所以才留着。收藏？特么还有人收藏游戏内装备的？叶云表示很失望，感觉自己错过了几百亿。不过也是，山海界的妖族玩家都已经接触天道几年了，谁还会去在意一个新手的装备？接过祭旗权杖，顺手就给黑蚁一个回春术，加472万，加101万，加472万，神器啊！只要自己的恢复技能够多，岂不是意味着自己每一次使用技能都能打出一个额外的100万血量回复？叶云瞬间有些后悔了，当初他使用遗忘时去除了一个治疗术，那么多回复技能也就只有治疗术的 CD 值最短。-763万，-650万，-150万，两个高达600-700多万的伤害值从黑蚁的头顶冒起，瞬间吸引了叶云和魔力的注意。卧槽，谁啊？躲在洞穴内根本看不出外面的具体情况，但是如此巨大的伤害瞬间让叶云坐不住了，这要是多来几轮，自己都要凉了。小魔同学，你在这看着黑蚁血量，我出去看看。叶云说着要回来自己的经验储存宝珠，
刚刚叶云将宝珠内的所有经验值都清给了魔离。叶云站在黑蚁的头顶，看着千奇百怪的武器向这边投掷而来，顿时赶紧跑到黑蚁的触角之下躲着。负728万，负660万，又是一轮1000多万的伤害数值冒起。叶云顿时就发现了巨额伤害值的源头。只见城楼之上，一名上身只披了件风衣裸露的牛妖站在城楼之顶，手中握着一把巨剑，遥遥指着黑蚁。一道道火焰在他的剑身汇聚，然后快速形成一个巨大的火龙，朝叶云这边直奔而来。而在他的身边，一名老者带着一群身着金黄战甲的牛妖，不停地对自己扔石头。特么，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啊！叶云一怒，顿时就是一道电弧过去，呲呲咔，负7685000，负4656000。第71章，被职业限制的战犯。魔吉和他周围的几人浑身冒烟，高达1000万的生命值瞬间被清空，如同引擎出故障的飞机从几十米的城楼之上摔下。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妖将牛妖，获得经验值1658000，金币50亿9685万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叶云惊呆了，51亿，10%的异族爆率，510亿，死！这妖族玩家都是那么有钱的吗？那么多钱拿来氪金不可以吗？可以多给黑蚁带来500万以上的伤害值啊！西洋城的战士惊呆了，看着那个从城楼上摔下来还冒着浓烟的身影，一脸懵逼。为城主报仇！一名牛妖统领站在城墙之上，一脸后怕，差点自己就步入后尘了。不过反应过来后，就是无尽的愤怒。为城主报仇！无数的牛妖涌向叶云，城中也开始出现无数的散人玩家冲来出来。有钱也不给我提升天赋吗？我这是有多遭你们的嫌弃啊！看着系统的提示，端坐在黑蚁脑后的魔离一愣，而后是无尽的恨意。特么，小黑，快进城，复活点！叶云跳下黑蚁的头顶，直接让黑蚁快速靠近城墙。复活点？你跑复活点干嘛去？魔离看着叶云，疑惑道：“当然是杀你哥啊，那么有钱，多轮他几次，你提升天赋的320亿金币不就有了？”叶云看着魔离，疑惑道：“莫不是这家伙反悔了？轮他有毛用啊？他就那么傻不会将金币花完了？走，进城，去城主府。城主府？那很多钱，启天塔在那，我够狠，我喜欢。”叶云指挥着黑蚁撒开脚丫子，快速靠近城墙，而叶云也再次站上了他的头顶，为他开路，尽点绵薄之力。给我堵住他，别让他靠近城门。援军呢？我们的城民呢？赶紧堵上啊！天上飞的，攻击频率能不能加快点？堵住？堵得住吗？叶云看着前方快速汇聚的妖族，冷冷的笑。魔焰地火，无数的经验冒起，无数的系统提示再次快速刷屏。电弧，普攻，空中的飞行单位如同雨滴一样，一个个直接从空中掉下。连续3次的魔焰，终于叶云站在了城门之前。短短的白马距离，愣是走了将近2分钟。西洋城中央区域的复活点中，每1秒钟都有几百上千道人形光影汇聚，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个牛妖战士。刘老，赶紧联系地庭城，请求支援。魔吉趴在地上有气无力的说道。他运气相当不好，第一次的死亡就进入了虚弱状态。是，城主，我马上联系。来2人，将城主扶回城主府休息。刘老牛对着左右说了一声，然后带着几个统领转身快速的赶往战场。此次这人类的实力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城门口，叶云抬头看着这高达20几米的城门，不由感叹不已。妖族不愧是妖族，一个门都搞得那么高大。此时的城外近乎看不到任何的妖族，他们都被叶云送回来城中的复活点。砰！黑蚁巨大的身影在城门之上一撞，发出了震天巨响，就连城楼之上的妖族都站立不稳。负20644万，一个巨大的数字在西洋城的城门上冒起，让刚刚回到城墙之上的就老牛看到，吓得一个哆嗦。他想过黑蚁的攻击会很高，因为他所有的战士都是被他一击秒杀，但是他没想到黑蚁的攻击会是那么高，高的有些变态。负6级城门，防护24300万，耐久度39356万60000万。一连3次，魔吉花费几个亿修建的城门，就在黑蚁强大破坏力之下被轰爆。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城门一座，获得金币150000000。魔离，指路。叶云跳下黑蚁的脑袋，冲着魔离喊道，他自己则是快速的给黑蚁释放回复技能，确保黑蚁处于巅峰状态。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6级民房一座，获得金币5000万。黑蚁所过之处，
不管是什么建筑都一一被摧毁。赌注，赌注啊！给我派遣所有的战士和城民，在前往城主府拦截，一定要支持到地庭城的大部分队赶来。刘老牛现在城墙之上，看着在城内肆虐的黑蚁，皱着眉头，满脸沉重。一瞬间，复活点几万的战士正在赶往城门各地，战士和几乎几十万的城民，城墙上的几万法师和投掷手，甚至就连辅助都像是受到了束缚，一个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身上光影缭绕，下一刻消失不见。城主府召唤令吗？叶云看着前方1公里处巨大的光幕，听到魔离的话，不由呢喃细语，眼中却是充满了惊喜。要的就是这样，只有这样，我的点金才能快速的到来。小黑，别耽误时间了，向着城主府全速前进。呲呲，黑蚁应了一声，不再继续干拆迁，而是在魔离的指引之下，快速的前往城主府。速度之快，让叶云都一阵的侧目。如此之大的阵容，简直就是让我受宠若惊啊！叶云看着自己那小地图上红红的一片，顿时有些好笑道：“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魔离看着叶云，不由得道：“他也想不清楚叶云为何在协议中要求要多杀，不管是玩家还是野怪。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决定。嘿嘿，都是，我想要的也就是你想要的。他们身上爆出来的金币，不也有一成进入你的口袋吗？”叶云看着他，尴尬的笑：“你还是赶紧的动手吧，等下我父王的援军就要过来了。”魔离似乎不想和叶云谈论这个话题。哈哈，好。话说，你还没和我说你父亲是什么职业呢？叶云大手一挥，外头顿时魔焰丛生，周围密密麻麻的红色瞬间就清空了一半，然后控制着黑蚁继续前进。但是显然，这些家伙也学聪明了，在叶云魔焰的覆盖范围内，只有堪堪1000人上下。他们像是知道了叶云的技能似的，每隔60码的距离就有1-2000人拦截，这就让叶云前进的步伐一下就慢了很多很多。因为叶云只有魔焰地火这个技能，一下子能够击杀那么多人，而电弧一次性最多也就击杀10人。扣除冷却时间，叶云1分钟的时间也就只能依靠魔焰地火这个技能前进150码上下，就这还是依靠黑蚁那庞大的体型冲撞的结果。看来只能这速度前进了。叶云无奈地缩回洞穴内，大规模的战争，自己电弧这个技能显得有些没用啊。看来下次自己获得技能巨限卡，得把这个魔焰地火给巨限了，这样哪怕他们有再多的近战单位都不能靠近自己。那你就做好再次氪金的准备吧。魔离淡淡的说道。此时的他没有了之前那种畏首畏尾的样子，眼中也不再是暗淡无光，反而身上多了一股强者的气势。这特么前后的变化有些大啊！这货绝逼是个战犯，那种为战争而生之人，难怪这货的天赋技能都是军阵光环，只不过被职业限制了他的爆炸的内心。第72章牛人4大帅。叶云可以看得出，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一种王者归来的平淡。什么意思啊？叶云好奇地问。地庭城有军士100万，其中远程战斗单位43万，20万的投掷手和弓箭手，每一个都有100多万的攻击力。你说你能顶得住吗？最多10分钟他们就可以准备好。魔离看着叶云，他现在有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觉悟，干脆连父王都不叫了，直接名字称呼自己的父亲。这么强？叶云一听顿时一愣，尼玛，培养这种军士一个需要多少钱？要知道这些妖族玩家的天赋加成可是生命值，而非攻击。如果培养一个100万攻击级别的军士，花费的资源可想而知，更何况数量还那么庞大。叶云看着魔离平静的脸，这可怜的家伙，难怪那么恨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这恨是有道理的。没事，我到时候要在他们身上赚回来。叶云咧嘴一笑，敌人越强大，说明越有钱，敌人越有钱，他就越兴奋。10分钟，呵呵，到时这个西洋城的启天塔都破了。不过保险起见，叶云还是先购买了1000万的属性点，给物房添加100万，剩下的全部添加到了生命值上。瞬间，叶云的生命值突破到了4.16亿多万，法房也达到了140多万，而黑蚁的生命值更是高达6亿多，法房也有110多万。这游戏氪金果然是个无底洞啊！叶云看着自己的属性，有些感叹，惹得魔离一脸的羡慕与懵逼。这家伙氪金都以万亿为单位的吗？虽然他看不到黑蚁的防御增加多少，但是黑蚁的生命值和受到的伤害他还是能够估算得出来的。一路前行，叶云自己都不知道杀了多少的妖族，挥手使用技能都感觉到一种的麻木。经验储存宝珠内的经验值满了又满，单单给魔力就消耗了将近3000亿的经验值，而叶云自己也在这中间的间隙获得的经验值差 10% 就可以升到25级。最重要的是，点金的 CD 值更是缩短到了900多小时，足足减少了900多小时。金币虽然氪掉了3万亿，只剩下18000多亿，但是在无数的杀戮以后，叶云的存款再次达到了2万亿。
就这让叶云多了一丝丝的无趣，一种无敌的寂寞。前世无数次的幻想的场景，没想到这是游戏10几天就达到了。人类，山海界可不是你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突然一声暴喝传遍整个西洋城，在西洋城城主府的上空，有4个巨大的身影盘旋而坐。他们中一个浑身黑毛，手中提着一把5米长的战刀，遥遥地指着黑翼，冷冷地说道。而在他身后，一只浑身带着黑色斑点的牛妖，手握一根树枝，一道道光华从中射出，落在另外3只牛妖的身上，顿时让他们身上的气势大涨，气血冲天。奶牛，在他们的身侧，4只形色各异的妖兽翻云覆雨，有飞禽，有蛇，有类龙生物，更有一朵黑云。地庭城4大妖帅之一霸王天，据说马上就要迈入妖王的行列了，是我父亲手下最强的妖帅。听得那一声的暴喝，魔离下的身子一个哆嗦，原本的平淡瞬间破局。去，那点出息！叶云看着魔离的样子，不由得吐槽，然后转身跳到黑蚁头顶。人族与妖族本就是生死之敌，莫不是我在这山海界可以和尔等和平共处？系统提示：玩家遭受到妖族玩家的诅咒压制，玩家当前攻击负 10%， 持续时间300秒。系统提示：玩家遭受到妖族玩家的诅咒破局，物防负 10%， 持续时间300秒。系统提示：玩家遭受到妖族玩家的毒术残影，生命值每秒负1万，持续30秒。一连3次的提示，吓得叶云一阵哆嗦。他娘的，忘记还有这种偏门职业了！而且这他妈什么级别的技能，降服的效果那么大的妖？杀！在那黑色妖帅身侧，一名红色牛帅手中握着一把4米来长的长矛，如同标枪一般向着叶云投掷而来。而在另一边，同样一个光头花色妖帅手中抱着一根巨大的木桩，一道道光圈在木桩之上冒起，化成一个个金黄色的圆环射来。战、法、射、技，4大职业的顶级玩家吗？叶云看着空中的4人，眼中金光爆射。叶云看着3个圆环和一根长矛向自己飞射而来，顿时一跃而起，身影在空中微微一晃，头顶顿时3个大大的 mace 冒出来，轰！不过第3个圆环却准确地命中了叶云的胸口。负4310000，这法术攻击有点吓人了。3个圆环，按理来说第3次的攻击是最弱的，但就算是如此，在叶云高达200多万的法防之下，还能够给叶云带来如此巨大的伤害，可见此人的伤害值有多恐怖了。摩天一斩，阿金！一个黑色的身影快速的冲击而来，一道巨大的刀芒划过，眨眼间轰击在叶云胸口。Miss， 负1680500，极限操作吗？黑色身影静静站立在叶云头顶上空，看着叶云眉头紧皱。原本以为自己4人出其不意之下，哪怕是一般的妖王也要去掉1半的血，没想到自己4人的出手仅仅只打掉了叶云2200多万的血量。连环技能，叶云也是大吃一惊，看着高高在上的黑牛，这是将2个技能的操作运用到了极致才有可能做到的。人类，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交出2王子，然后为我谛听为奴12载，要不杀无赦！霸王天就看着脚下的叶云，一股黑色的气体从他的身体中冒出，化作一团团黑色的云朵驮着他，同时一道道黑色的气体化作一丝丝黑金色的细线，缠绕着他手中那把巨大无比的战刀。叶云能感受到他的气势变得更强大了。这样吗？很好。叶云没有飞行宠物，更没有他那种的飞行法宝，不过这对于一个法系职业来说重要吗？电弧，必卡必卡！在霸王天惊愕的眼神之下，一道细小的电弧瞬间跨过100码的距离，将正在准备第2次攻击的另外3人击穿。速度之快，比之他们之前的标枪和圆环快了1倍之多。负37685万，负29536万，负39286万。哪怕受到了诅咒，哪怕电弧只有实力攻击的 70% 伤害，但是还是瞬间将3大妖帅的生命值清空。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击杀妖族封号妖帅牛妖，获得经验值96580000，金币30亿592万枚。恭喜玩家跨级击杀怪物，点金 CD 值 8S。第73章，五处来源。一连3次的系统提示，每个都足够让人炸裂。然而叶云却是仿佛没有听见，而是晃了晃手中那细小的树枝。加416万，加416万。不过几秒钟，原本被打掉的2000多万的生命值再次满血复活，同时黑蚁头上也冒出了一个高达1800多万的生命值回复，将黑蚁的生命值拉到了 95% 以上。你觉得你有那个实力，有那个资格吗？叶云看着霸王天，冷冷地笑道：一击秒杀地庭坐下3大妖帅。无数的妖族现在城主府前，看着从空中砸下来的尸骨，
久久无语。原本因为妖帅到来而变得火热的内心瞬间冰冷，他们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强制塞进了一根巨大的火腿，吐不出，吞不下，噎得面红耳赤，甚至内心的恐惧再也无法掩饰。一些胆小的妖族甚至远离城主府。人类，不要忘记了，这里是山海界，不是你人族该来的地方。我再说一次，放了我王二子！霸王天瞳孔微缩，依旧霸气侧漏。呵呵，说了那么多，你的军队也快要到了吧？我话放在这，这西洋城的启天塔我拆定了。至于你要那个叫魔离的王子，行，8888亿金币。金币一到，马上放人。叶云两手一摊，指着城主府的方向，心里却是在不停的大骂：这特娘的魔离，这事会不会搞得太大了？此时的他发现自己的小地图的后方密密麻麻的红点，快速的将自己和黑蚁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圈。一个个投掷手，一个个弓箭手，身穿银白色的战甲，武器上膛，遥遥的指着叶云与黑蚁，就等着霸王天的进攻命令。天帅，进攻吧！这时，天空之中飞来3道身影，看着叶云，满脸怒火。正是刚刚被叶云秒杀的3个妖帅。人类，我再最后说一次，放人！为奴12载，给你3息时间。霸王天没有看他们3人，依旧冷冷的看着叶云，似乎有着什么顾忌。他妈的，要命啊！4个千万级别输出高端玩家，近10万的精英远程单位。如果真的开战，按照目前的实力，叶云是撑不了多久的。好在那个妖王没来，要不还真可能阴沟里翻船。叶云看着天空中散开来分布在自己4个方向的妖帅，久久无言。特么，变得聪明了啊！黑蚁没有远攻，容易变成活靶子，而且黑蚁一旦死亡，那里面的魔离就会暴露，到时这些家伙会更疯狂。寒卢一族韩胜率军10万前来助大公子御敌。这时，一阵提甲之声响起，一道响亮的声音由远及近。一个两耳耸立、身披金刚战甲的狗头人走进了战场，在他的身后密密麻麻跟随着一队大军，一眼看去，延绵到传送阵中。刚烈一族率军10万前来助大公子斩敌，司晨一族率军10万前来为大公子助威，虚狼一族率军10万前来听候大公子差遣。一连几道声响，40万大军汹涌而来。诫命兄弟，我忘了提醒了，我们牛妖一族乃是5处之首，其余4族乃是我牛妖一族的附属妖族玩家，所以叶云的耳边响起了魔离的声音。40万的外族援军，加上西洋城原本就有的30几万城防军和1万的禁卫军，地庭城20万军队，这里的军队数量就已经超过了90几万，甚至超过100万。这特么一人一点强制伤害，一轮下来也是100万级别的呀！拜见天帅！4族领军统领看见站立在空中的4位大帅，赶紧前来见礼。3息已过，杀！霸王天没有理会4族统领，而是紧紧地盯着叶云，一声大吼：寒卢一族，随我杀！刚烈一族，冲锋！4大附属族群从4个方向对黑蚁和叶云直接发起了冲锋，各种各样的远程单位20-30万的攻击数量如同瓢泼大雨倾泻而来。4大妖帅着立于高空，他们的武器闪耀着妖艳的光芒，向叶云杀来。而那名技师就要对叶云甩出一系列诅咒，突然一道雷光闪过，再次将他送去了复活点。氪金，氪金，疯狂的氪金！剩余的2万亿金币瞬间见底，1000万的物防，1000万的法防，去特么的极限操作！对方都来100万大军了，挤都挤死你，怎么操作？负1 ，miss！ 无数的数值在黑蚁头顶闪过，而叶云头顶因为无敌的原因，清一色的 miss， 看得3个妖帅一阵头晕。魔焰地火！4大附属妖族不知道叶云的这个技能，所以40万大军有8成都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反倒是牛妖一族前来支援的20几万，几乎7成都是远程单位。负2760000，负3340000，一连串的数字瞬间炸满天空，大到1000万，小到100万的数字让冲得嗨翻天的4大妖族军纵一下就猛圈了，然后冲锋继续。因为妖帅在看着他们，敌人不死，大军不能退。此时的叶云站在黑蚁的前方，他受到的攻击不比黑蚁少，但是2个同时遭受攻击总比一个好。魔离，黑蚁的血量，你那帮我看好。虽然现在能够破防的没几个，但是那强制的伤害值仍旧让黑蚁以每秒将近10万的速度往下掉。放心，魔离言简意赅的回复。相比于黑蚁，叶云自身的压力更大，他一人就遭受着近乎6层的远程攻击，而最恐怖的还是空中3位妖将给他的压力，动不动就打出1-2000万级别的攻击。所以叶云也就放开了，除了魔焰和回复技能，像电弧就直接往他们身上扔，能杀一个压力会少不少。电弧完了就直接发出普通攻击，反正都能秒。
在不停的战撸中，叶云也算是吃尽了自己回复技能太少的亏，他的生命值就在这种情景之下慢慢的消磨，直到10分钟后，4大妖族玩家近半死亡，3次进入虚弱状态，而4大妖帅那位投掷手也进入了虚弱状态，叶云的窘迫之境才算解开，血量一直维持在 50% 上下波动。这些妖帅绝逼的都是微操的高手，叶云的普通攻击他们免疫的次数高达 90%， 就算是电弧，他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也有3-4成的概率免疫，让叶云看得一阵蛋疼。不过某一刻，叶云露出了一丝的笑容。砰！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提升到25级，获得自由属性点307-2000。特么的，满血复活！就问你们这些人不仁，受不受的家伙怕不怕？叶云兴奋的大吼。叶云开心的嘴角还没裂开，就看到自己点金技能的冷却时间再次清零，顿时心情异常的不美丽了。杀！杀！杀！只有杀才能弥补我内心的创伤啊！第74章，忙着赚钱。系统提示：你使用技能点金将天赋提升到 Max 4级。这一次天赋的提升奖励了128万点属性点和一张技能巨献卡，同时人王称号再次得到了强化，人王人族王者之称，具有天生的领导力。获得此称号者，攻击永久正 10%， 生命值永久正 50%， 真气值恢复速度 20s。 技能王者附身。叶云天赋提升，整个实力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攻击直接翻倍，将近22亿，恐怖如斯。生命值更是提升了将近8000万之多，达到了 4.8亿。攻击，叶云所有的属性之中，除了真气值外是氪金最少的属性值，但是他的数据却比其余属性之和还要恐怖。如果魔力说的是实话，那自己简直是吊打他的老子。但是他说的会是实话吗？此时的叶云也有些动摇，即便有着天道协议，升级了，叶云和黑蚁顿时再次满血。在近百万妖族恐惧的眼神中，叶云直接跳上了黑蚁的头顶，开始反攻。4大妖帅已经废了一个，只要将剩下的3个废了，那自己简直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贱命！你以为这样你就稳赢了吗？太天真了你！霸王天双手握刀，无数的水汽在他的刀身之上凝结成霜，一股刺骨的寒风掠过叶云的头顶，让他忍不住的打了个冷战。这个霸王天确实是强人，前面叶云对于他的电弧攻击，他竟然有60%的概率免伤，而且不论是他的走位和躲避方式，哪怕叶云也不好预判。天真不天真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西洋城你们保不住。叶云冷冷地说道，看着他那巨大如同食物的刀芒，一脸凝重。不是担心对自己的伤害值多少，而是那种高端操作玩家之间的相互尊重。说实话，若是同族，我定当好好与你结交一番，可惜身份有别。极影冰月，杀！空中几十米的巨大刀芒横跨100米距离，带着无尽的中风气势欺凌而下。似冰非冰，似水非水，避无可避。叶云眉头皱而舒，无敌 miss， 攻击太多，不仅仅只有霸王天的，还有来自周围数以万计的攻击。2秒时间，叶云免疫的攻击不下万。平 A 电弧37685万。霸王天还在为叶云的2秒无敌震惊的时候，叶云的一个平 A 再次将他的血量清空，而后一个电弧将正在给黑蚁释放诅咒的技师秒杀。霸王天都已经被叶云3杀了，而这技师已经被叶云4杀，进入虚弱状态。战斗还在继续，叶云的身子这黑蚁头顶来回游走，一个个高达近乎800万的回复数字在黑蚁的头顶快速跳动，一个个普通攻击的透明光球对着空中另外2名妖帅再次进攻。这些妖帅哪怕是进入第1层的虚弱状态，也可以给他打来几百万的伤害值，比那些阿猫阿狗加起来还多，所以叶云只是盯着他们打，只要让他们进入虚弱2层，那就对自己构不成任何的威胁，特别是那个技师，各种状态实在是太恶心人了。10分钟，叶云看见一个飞行单位闯进了那个投掷手妖帅10码之内的范围，叶云毫不犹豫的出手，再次将他击杀之后，整个战场的形势彻底翻转，因为那个家伙进入了虚弱的2层状态，整体属性下降 80%， 无力再破叶云的防御。我说过，今天这个城主府我必拆。灼灼魔焰映衬着叶云冷峻的脸庞。3位进入虚弱1层的妖帅对视一眼，彼此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震惊与无奈。贱命小兄弟，你要如何才肯放我2王子并且离开？说出你的条件如何？霸王天再也没有之前的霸气，反倒是多了几分的和颜悦色。滚你麻痹！叶云无视于他，直接跳进了黑蚁的脑洞之中，神色冰冷地看着魔离，给黑蚁指路。魔离和叶云对视了一会，摇了摇头。天帅，
你不能让他进城主府啊！如果进去了，西洋城就完了。魔吉看到4个已经停手的妖帅，顿时焦急地喊道。4个妖帅转身看着他，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叶云只以为他们只有1人进入了虚弱2层，实际上他们除了霸王天，其余3人都进入了2层状态。我父王呢？难道我父王真的就眼睁睁地看着西洋城没落吗？魔吉看着族内除了自己父亲外最强大的4人，顿时不甘心地问。王上他正在筹划前往人族事宜，现在正是构建大型传送阵的关键时刻，他无暇分身，现在别说西洋城，就是我们的地庭城他都没法兼顾。霸王天看着失魂落魄的魔吉，也是无可奈何。他自己或许还可以出手，但是如果连他也进入了2层的虚弱状态，那到时候面对的敌人就不仅仅是叶云了，他们在山海界也有着自己的敌人。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西洋城城主府，获得金币5亿。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西洋城启天塔，获得金币9836亿。卧槽！靠！叶云和魔吉几乎异口同声的爆粗。他们想过摧毁西洋城的启天塔可以获得很多的金币，但是他们没想到会有如此之多。要知道叶云选择摧毁启天塔，他只能获得启天塔内20%的金币，也就是说这个西洋城的启天塔内足足有将近5万亿的金币，这简直是吓死人啊！而这还只是魔吉的西洋城，如果是地庭的地庭城呢？好了，现在可以谈谈你那个2王子的事了。想要我放他，很简单，8888亿金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拆完启天塔，那城主府周边的建筑肯定也不能错过啊，毕竟每拆一座都是1000万金币的收获呀。那个小兄弟，能不能少点？你看1000亿金币怎么样？霸王天脸皮动了动，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1000亿？算了，你们自己先考虑清楚了再谈，我先赚点金币去了。叶云一愣，然后转身控制着黑蚁，开始在城中大肆拆迁。开玩笑呢，老子开价8888，你直接还价1000，阿三国的人也没你这么还价的。那个小兄弟，你别走啊，我……滋滋，咔，一个电弧在他的脚下窜起，再次将他的血量清空。第75章，未来的战略物资。借命兄弟，够霸气！作为临时的合作队友，叶云的所作所为，魔离可以通过系统的提示看得一清二楚。叶云没有理会这货，在西洋城继续拆了70几座建筑，再次收获30-40亿的金币后，才在魔离的催促和指引下，直接从传送阵传送到了思明城。思神族的领地，一个白天，叶云将除了地庭城之外的5处5城逛了一个遍。几个4大妖族的族长见到叶云强大的战力之后，纷纷愿意支付1000到3000亿金币不等的和解费用，但是全部被叶云拒绝了。开玩笑，你们美族都派出了10万大军来围剿我了，就想用那么点钱来护住自己的城池？直到傍晚时分，叶云和魔离才心满意足的收手。借命，要不我们去地庭城吧？我敢打赌，那里的金币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魔离看着叶云，一脸激动而兴奋地提议道：“这货虽然只有1成的收入，但是收获也是远远的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不了，小魔同学，你还是想着怎么躲起来吧。如果被人发现了，明天我就不带你玩了。我发现和你合作有点失误啊，都是我在处理。”叶云看着魔离，很是不满。这家伙一天下来除了加血，其余的状态就没有给自己和黑蚁加过，这让叶云眼红的攻击速度加成久没有着落。别呀，我跟你说，如果打下地庭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藏在地庭城的秘密，收获绝对比今天还要大。魔离一听，顿时急了。今天他跟着叶云几乎没做什么收入，就高达2500多亿的金币。尝到甜头的他，怎么可能错过叶云这个大腿？他还等着攒够提升天赋的金币呢。行，叶云和他合作，除了小黑想收小弟之外，最主要的不就是这个吗？黑蚁在魔力的指引下快速的离开，而后魔力带着黑蚁和叶云再次进入了西洋城的西郊，在西郊一处隐蔽的山坳处停了下来。这次叶云收获22500亿的金币，可以说收获大大的，更是将自己的天赋提升了，累积了4352000点的属性点。可惜的是，当时杀疯了，没顾上卡等级，白白错失了10倍的属性点增幅。看着一脸贪婪的魔离，叶云二话不说，直接下线，将魔力一人扔在山坳内。按照原本的计划是，叶云可以让魔力在自己挂机的时候带黑蚁刷怪，这样对于自己点金的 CD 值也有好处。但是经过叶云一天的观察，这货也没有他的外表表现的那么憨憨，而是一个狠人。不说西洋城，就连4族附属城的启天塔他都门清得很，没有他，这一天下来的收入或许一半都不到。特别是搞得那么大的阵仗，足足让自己今天杀了近200万人次，就连下次点金的 CD 值都缩减了足足1600多小时。原本的4096小时，在50%时间的缩减下，
只需要3891小时，而现在只需要2209小时，太难了。叶云表示很无助。龙宫大厦顶楼，叶云的办公室，作为叶云的助理，丁一每天早中晚都会查看叶云游戏仓的运行情况，特别是营养液的部分。今天一早，他就发现叶云游戏仓的营养液已经见底了，心里虽然好奇，但是也没有多想，就再次去拿了一袋营养液加进去。没想到在终于去查看的时候，他发现游戏仓内的营养液的显示容量再次见底了，顿时又加了一袋进去。不过1分钟不到，营养液再次见底了，莫不是营养液库漏了？丁仪看着快速减少的营养液，疑惑不已。要知道，这一袋的营养液足够一个人在游戏仓内支撑1个月的，而现在这减少的速度来说，除了泄漏，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小丁，我就说你去哪了呢？原来在偷看将军游戏呢。怎么样，帅不帅？这时周宁东走了进来，手上还抱着一叠的文件。不是，周部长，你说将军这个游戏仓是不是坏了？我今天都往这里面添加了2袋营养液了，但是很快就没了。丁仪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周宁东。还有这种事？应该不会才对吧？周宁东一听，顿时心里一跳，不过看到游戏仓在的生命检测灯还亮着，顿时松了口气。这游戏仓可是天道登陆器中最为顶级的，这要是出问题，估计整个世界都会乱。小丁，你再加1袋进去试试。行。丁仪又拿出1袋营养液，注入营养液的容量库，瞬间容量5L 的库管被注满。不过很快，营养液又开始快速的减少。咦，减少的速度好像没有那么快了。丁仪看着下降的营养液，顿时疑惑的说道。很快，这次的营养液再次见底了，只是越到后面，减少的速度越慢。而游戏仓的门也适时的打开了。爽啊！叶云从游戏仓内出来，看着落地窗外的落日余晖，忍不住伸了伸懒腰，浑身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将军，刚刚你游戏仓的营养液……丁仪看着叶云，顿时将刚刚的事情告诉叶云。哦，小事。那个周宁东，你到时候给我找几个工人过来，给我想办法把这个营养液的容量给扩大，最好一次性能给我扩大到1吨以上的容量。叶云一听丁仪的话，顿时就知道什么原因了，肯定是自己在游戏中实力提升，影响到现实世界身体需要的机能补充。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次需求的机能会是这么大，看来需要囤积营养液了呀。现在的叶云一次性就需要那么多的营养液，以后需要的数量只会更多。而且只要玩家等级达到了30级，到时候他们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悟道塔之后，知道了营养液可以补充现实中需求的能量机制，到时营养液铁定水涨船高。叶云可还记得，在天道开启的3个月后，有华国和米国率先将营养液标定为战略物资，重要程度为第1序列。现在这个营养液什么价格？叶云看着周宁东问道。1袋5L，售价是5000华币。周宁东还在为叶云的扩容震惊中，听到叶云的话，赶紧回答。萌萌啊，一个只有5L 的容量要扩大到1吨，而且不能影响到游戏仓的正常运转，更不能影响到将军的游戏仓内舒适度。这第76章，姐夫你终于来了。这么贵，它的产量怎么样？是哪里生产的？1000块钱1升的售价，简直高得吓人。目前只有5常5国拥有生产制造的能力，里面涉及到复杂的工艺技术和稀有原料，所以生产的数量有限，每天全球生产的数量在1000吨上下。周宁东解释道，他大概知道了叶云心中所想。不过看着1000吨的产值好像很小，但是一个5L的量目前就够一个人1个月使用了。1000吨那可是100万升的量，而且使用这个还必须配合游戏仓这种奢侈品，再扣除最少近半的人数不使用，所以1000吨足够全球使用了，甚至还有盈余。一天1000吨就是100万升，1个月的产量够600万人使用。但是现在真正使用营养液的人连500万都不足，因为现在没人进入到30级，没人能够从天道中具现实力。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升到30级，第1年还好，到第2年的时候，因为越来越多的玩家具现越来越高的实力，具现实力需要庞大的能量，造成了大量的粮食缺口，更不用说这种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的营养液了。难怪前世营养液会一袋难求啊，这个产能太低了。周宁东，明天开始联系各大生产商，卖不出去的就说我们帮他消耗，但是价格要适当降低一点，特别是以进口为主。我们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包装，只需他们给我们建造足够多的储藏池就行，他们建多大我们就要多少。营养液当然是越多越好，只是叶云利用了一个时间差而已。行，我等下安排下去，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投入的资金大概多少。周宁东点点头，他不知道叶云要囤营养液的具体原因，但是只要是叶云下达的命令，他必定执行，不设上限。还有粮食也是适时的增加储备。叶云淡淡的说道，至于储藏方式之类的，
就不是他还操心的了。专业的事有时候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处理。不设上限，明白？周宁东一惊，要知道1吨的营养液就需要100万华币或者金币，哪怕8折购买也要80万1吨。按照5个厂家生产余量，1个月最少也有5000吨，那就是40亿金币。行了，你手上拿的什么文件？需要我签字的？叶云看着周宁东手中的文件夹，不由得问，一般性的文件可不需要他来签字，而这次竟然那么多。哦，这些都是国内外一些天道内组织联盟在现实建立联盟，邀请将军你前去剪彩的。周宁东将一叠的邀请函放在叶云的办公桌上。剪彩？我特么忙得要死，让我去剪彩？华国世家联盟？魔都天上大厦？不去。叶云拿起一个邀请函，随意看了眼就丢在一边。这个，将军，这20-30张的邀请函，你真一个不如，这会不会不大好？周宁东毕竟是混过体制的，知道里面的门道，如果真拒绝了，那以后很多事的展开都不会那么的顺利。这样，你就安排2个预备成员，这几天专门给这些虾兵蟹将剪彩，对外宣称就说是我们龙宫的对外的外联部部长。叶云也知道，哪怕自己实力再强，但是有些事还是避免不了的。自己孤家寡人一个，但是龙宫1万多个成员，1万多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羁绊千丝万缕。行，我这就去安排。周宁东转身去，处于他们的位置，他们可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如非必要，有时候忙到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登陆天道。等等，突然叶云心思一动，像是想到了什么，看一下邀请函中有没有一个叫黄龙会的，有的话给我，这个我亲自去。叶云突然想到了2个人，2个让他在心里祭奠了2世的人。黄龙会？周宁东一愣，从一叠的邀请函中从上往下翻查，终于最下面找到了。这邀请函可是周宁东按照重要的程度从上往下排的，叶云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天人已经可以透视了？想到这，作为军人出身的周宁东也忍不住夹紧了双腿，扭扭捏捏地返回叶云身前，将黄龙会的邀请函递给叶云。这家伙今天有病。看着跑得飞快的周宁东，叶云显得莫名其妙。将军，走，去你家吃饭，我感觉我今天能吃下一头牛。不待丁仪说完，叶云就大手一挥。不是，将军，你的衣服脏了。丁仪赶紧说道。脏了？叶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灰白色的衣服上带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黑色污垢，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叶云直接把衣服脱下，发现自己的皮肤表面布满了一层浅浅的油泽，偶尔的能看到一点点乌黑色的液体，用手指触碰，有一种黏黏的、糊糊的。二话不说，叶云以每秒100米的速度一头扎进了那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泳池之中。这他妈是洗精法水还是除垢纳道？叶云自己都懵逼了，很不科学啊。按照张老头的话来说，洗精法水是巨神晋升宗师境界时候就有的事，但是自己现在的实力，别说宗师，就是千万个张老头自己也可以随手可灭。如果是除垢纳道，可能吗？叶云在游泳池内翻腾，那片水面像是倒进了一桶的花生油，在灯光之下闪闪发亮。10几分钟后，叶云终于洗完，想要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特么竟然忘记准备衣服了。而这时，丁仪似乎早有准备，一脸羞红的拿着一套叶云平时穿的衣服，踏着细腿高跟，永远的一身职业装扮，翩翩走来。从下往上的旖旎风光，独享。尼玛，我需要冷静冷静。叶云一头扎进池底，好一会才起来，背着丁仪快速的穿上衣服，就连湿漉漉的短裤都没换，直接穿上。在丁仪震惊的眼神中，真气一喷，直接烘干。走，吃饭去。叶云带头去，跟着丁仪来到龙宫大厦38层。姐夫，你终于来了。第77章，将军的好爱有些特殊。姐夫，才一开门，在叶云惊骇的目光中，一个雄性生物就从门后给了叶云一个大大的拥抱，赫然就是第一次见面屎尿横流的家伙叮当。那个叶云很想解释的，姐夫，里面坐哈，马上就开饭。哈哈，刚到魔都的时候，我就让我姐把你约出来整2瓶的，她一直都说你忙，听说你把我姐给介绍进龙宫了，我姐现在成了你的同事，怎么样？被爱的人监督，是不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不过话说，姐夫，我是不是快要当舅舅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我老姐反胃的厉害啊，而且你们还没办酒扯证什么的，听听这尼玛都是什么虎狼之词，我都还没解释，这二货就已经给我安排的好好的了，我能现在转身就走吗？叶云转头看了看一脸尴尬、满脸潮红低着头的丁仪，使劲的打眼色。你别光低着头啊，倒是赶紧帮我解释解释啊，我可还是个纯情的小丑男啊，碰到这么个小舅子啊，不对，碰到这么个二逼，以他现在的威力，
叶云感觉就是自己具现100%的战力也难以阻挡啊！听说你要去当兵了，谈女朋友了吗？就去当兵。关键时刻，叶云还是得靠自己，虽然口才不怎么样。这叮当瞬间脸色难看，感觉像是受到了万点暴击。提当兵也就罢了，还提女朋友干嘛？能吃吗？叶云一见，顿时乐了。虽然这小子当兵是自己让人安排的，但是不影响自己拿这事来对他。这是小叶来了吗？还站在外面干嘛呀？差不多都开饭了。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叶云从他那声音中能听出丝丝的虚弱。伯父伯母，今天真是打扰了。原本我还想着让丁姨带着二老一起去下馆子的，但是工作实在太忙了。叶云一把推开门口站的二逼，手里提着2袋保健品就跑了进入，跟那货聊天，自己感觉会忍不住想要拍死他。哎呀，小叶，你也真是来就来，带什么礼干嘛？都是自家人，没必要去花那个冤枉钱。从厨房走出一位50-60岁的老妇人，看着叶云手中提着的保健品，责备道：“自己人！”叶云吓得手一抖，这特么，看来这个晚餐是个鸿门宴啊！叶云一个头两个大，主要是自己没经历过这个啊。要知道这个情况，就得先找度娘要个攻略了。这是叶云第一次到龙宫大厦的60层以下，更是第一次进成员家，看着丁一家的装饰，这些还是比较满意的。龙宫成员家庭都是统一安排的，没有因为谁在龙宫内的职位高低而享受特殊待遇。而这些家庭更是不知道谁是龙宫的高层，对外统一称是龙宫正式成员。虽然上次李家大管家来闹事，但是当时整栋大厦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关闭，除了安保和龙宫成员之外，其余一律不准进出。龙宫大厦内的套房都是3居室和4居室，其中3居室占据了7层，每个套房面积都达到120到155平以上，不管是空间格局还是光线通风，都是重新设计装修过的。考虑到同为龙宫家庭，相互之间的交流不会少，所以客厅显得尤为的大。像丁仪分配的这套客厅面积就占有40几个平方，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周围1-20层的建筑。伯父，这边住着还喜欢吧？叶云坐着陪丁仪的父亲聊天。还行，呵呵，主要是小姨每天都会回来陪我聊会唠唠嗑，晚上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在楼下散散步跳跳舞。广场舞？看不出来啊，不知道到时会不会搞出桃色新闻啊。叶云看着丁老头。丁仪的父亲一张黝黑布满了沟壑，粗糙的双手上布满了老茧，有些驼的身子显得异常的瘦小，看着抓了一小把茶叶放进茶壶的小心翼翼的样子，叶云就知道这是一个本分老实的老人。或许过惯了以前那种日子，所以对于现在的生活显得尤为的珍惜。小叶啊，我们来了魔都那么久，一直想抽个时间见见你，感谢你对小姨和我们家的帮助，只是那小妮子一直说你忙，所以我也不好打扰，等下一定得多喝几杯。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开水倒入茶壶，有些手生的烫洗茶杯，可以从他泡茶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不习惯做这活。伯父，我来。叶云一看哪有让长辈给自己倒茶的道理，赶紧接过他手中的茶具，然后再次将开水倒入茶壶内。这种的泡茶叶云无比的熟悉，因为叶云从小到大都是跟随着农村的外公长大，对于大多数农村的生活习惯还是很熟悉的。只是从老人家走后，他就被接到龙城生活了，再也没有回去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动作，却引来了丁仪的父亲一阵惊讶，因为他也来这一段时间了，这个城里的人泡茶都异常的讲究，什么手法、开水温度什么的，麻烦的要死。叶云的行为在他眼里看来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和丁仪的父母见面吃饭，没有什么太多的繁文缛节，整体感觉显得轻松随意，特别是还有个二货时不时的来2句经典。吃过晚饭，丁仪跟着叶云坐着电梯返回顶楼。将军，你真的不知道刚刚吃的是什么？丁仪实在憋不住了，回想起自己老妈不停地往他碗中添加的菜，脖子根都发红。你说的哪个？叶云疑惑地看着这个职业装大佬。就是那个一个个白色的拇指大小的鸡子。丁仪说道。那个啊，味道不错，就是你老妈太热情了，整整让我干了一大碗。你老妈不是说了吗？大补品，原来是叫鸡子。叶云想起刚刚那道美食，有些意犹未尽。他第一次吃这东西，据伯母说是从他们老家托人带来的。丁仪看着叶云那陶醉的神情，一脸的懵逼。你竟然喜欢吃鸡子啊？将军，你的爱好还真的有些特殊呢。丁仪看着叶云，脸色微红。还行吧，主要你妈厨艺好。不过话说，鸡子是什么东西？叶云点点头，然后掏出手机，直接问度娘，想着以后请周宁东他们一起。吧嗒，手机落地。鸡子是鸡肾，确定是刚刚我干的那一大碗的东西。看了度娘的回答后，叶云懵逼了。我去，难怪叮当那小子滴口不沾呢，难怪丁仪母亲满脸的欣喜与满意，难怪他父亲一脸赞赏。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叶云顿时感觉自己满嘴芬芳，连整个电梯内都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大爷的，一次晚饭，阴沟里翻船了呀！第78章魔离的效忠契约。回到顶楼，叶云发现自己的游戏舱外多了一个软管装置，从自己的营养液箱连接到自己的屋顶，而屋顶上面搭盖了一个铁皮的储水塔，上面周宁东正在指挥2个技术人员在干活，一边还有2个龙宫成员看着他们。将军，你回来了，怎么样？我可是连夜将我们华国的营养液生产商的技术人员给请了过来，保证不影响你的游戏体验。叶云随意看了看，就进入游戏舱内了。这东西他又不懂，只要保证他的营养液供应就行了。天道论坛，叶云看着自己帖子的总共收益，久久不语。继昨天之后，叶云的那篇关于天人的帖子浏览人次到达了84，扣除昨天的9个，也就是说，今天足足有76个国家或者势力花费巨额的金币浏览。按照叶云的收费模式，叶云再次收获31600亿米元，折合金币高达189600亿，恐怖如斯。加上叶云今天白天在山海界的收入和其余帖子的浏览费用，此时叶云身上的金币达到了恐怖的212105亿。个人财富而言，叶云妥妥的占据全球顶端，甚至他的财富在未来几天会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快速增加。山海界西洋城西郊，魔离一人端坐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之后，盯着洛凡下线的地方一动不动。此时他身上的气息比之前强了不止一筹，2500亿的金币不仅仅让他的天赋达到了 SS 级，更是为了和叶云再次合作更为的顺利，他将剩下的所有金币都氪金到了自己的生命值上。2180亿金币直接让他只有600万出头的生命值达到4000多万，按照他的献祭技能，直接可以为黑蚁恢复将近1亿3000万的生命值。一道亮光闪过，一个人类的身影出现在魔离的眼帘，让魔离提着的心悄然而落。你终于上线了。虽然叶云才离开不到3-4个小时，但是这货简直有一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你不会在这里傻等了4个小时吧？叶云调侃道。系统提示：妖族玩家魔离对你发起一份天道协议，请玩家查看是否确认。叶云的话刚说完，就收到了一份来自魔离早就拟好的协议。你这家伙认真的？叶云一看协议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一份魔离附属于叶云的协议，也就是变相的臣服协议。不过这个也是有前提的。第一，如果叶云在山海界这段时间帮助魔离天赋达到 X 级，那么魔离将可以成为叶云的附属，以后魔离的所有收入将会有 5% 会通过天道协议进入叶云的口袋。第二，如果叶云帮助魔离天赋达到地级和天级，他将臣服于叶云，同样的以后的收入 10% 和 15% 进贡给叶云。第三，如果帮助他达到神级之上，魔离自愿成为叶云的勇士奴隶，他和他属下势力所有收入 30% 进贡叶云。前面的叶云根本无所谓，但是看到第3条，叶云的眼中爆发出恐怖的金芒。奴隶势力 30% 收入的进贡，看着好像很少，但是这里不是地球，这里可是比地球大最少10倍山海界，一个开荒了好几年的世界，一个玩家超过1000亿的世界，更是一个财富恐怖的世界。说实话，叶云心动了，但是帮他提升到神级所需金币之多，哪怕他也没办法。虽然叶云可以用点金帮他，但是帮他提升还不如自己提升呢，自己又不是蒙娜丽莎。不过叶云还是二话不说就签了，反正自己在山海界还有8天多的时间，天级和神级不敢说，但是 X 级和地级的天赋，只要叶云够拼，魔离自己够拼，那单单靠叶云给他的1成抽成就够这家伙升级到 X 级甚至地级也不是不可能。我在妖族混迹100年，一直以来都是我牛人一族的天子骄子，直到这个天道的出现，让我从一个天子骄子沦落到族中的边缘人物。这几年我算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尝尽了人情冷暖。为了再回巅峰，我可以无所畏惧，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了。魔离见叶云签了协议，起身对着叶云深深的鞠了一躬。人族与妖族一直以来都是相互蚕食，而魔离身为妖王之子余归，已经被逼得向叶云臣服。看来这家伙这几年时间确实是要把他逼疯了。走吧，先把除了地庭城之外的西域剩下的56城都拿下再说。叶云转身召唤出了黑蚁，带着魔离进入黑蚁的脑后。西域占地达到10万平方公里，但是因为地处荒凉的原因，所以少有妖族将自己的主城建立在这，像牛妖一族是少有的以西域作为经营场地的。和其他的地域相比，城市总数却连其他地域的1/3都没有。在魔力指引下，黑蚁再次进入西洋城，通过西洋城的传送阵开始往别的城市进攻。等到第二天早上7点，叶云在魔力的指引下，一共花费了9个小时的时间。叶云在整个西域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地，连下了21座城市起天塔，拆的建筑物超过200之多，收获金币达到了6万多亿。
就连魔离收获也堪堪达到了他升级天赋所需的6400亿金币，直接将自己的天赋提升到了 X 级。如果不是协议在身，说不定叶云都想杀妖夺彩了。此次的收获之大，比之前大了足足1倍有余。不过斩杀的妖兽数量却比之前少了太多，仅仅只有70几万的人次，将叶云的点金缩短到了607个小时。而叶云也将斩杀妖族所获得的经验值全部由经验储存宝珠转移到魔离身上，击杀那么多妖族所获得的经验值用在他身上，占他升级所需的 10% 都不到。此时一夜没有休息的叶云依然精神振奋，因为现在魔离天赋已经提升到了 X 级，两人的协议等于正式开始了，他已经算是效忠于叶云了。所以叶云很放心地直盘坐在黑蚁的脑后，看着自己上次天赋升级获得的战力巨献卡和技能巨献卡，充满了期待。使用战力巨献卡，系统提示：战力巨献卡巨献成功，巨献实力 5%， 现已巨献总战力 15%。 技能巨献卡叶云没有用，他想留着以后巨献更为强大有力的技能。巨献实力，叶云游戏舱中的营养液像是打开了水龙头的水，快速地注入叶云的体内，补充着叶云体内的机能。同时叶云在游戏舱内睁开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套上很久没有使用过的游戏戒指，走出了游戏舱。第79章，龙有5爪，华有5人。游戏舱虽然高级，但是没有戒指方便。戒指可以随时随地进入游戏，甚至只要戴着，你还可以挂机。而游戏舱最大的优势就是舒适与营养液的供给，两者各有优缺吧。所以龙宫成员一般都会2个兼顾。而在游戏内，黑蚁在魔离的带领下开始向剩下的城市进攻。原本叶云是反对的，毕竟这家伙的老子还没出现呢，要是自己不在线被妖王给一锅端了，那就是大了。不过听了魔离的解释，叶云也就让他去造了，因为他老子和另一个妖王正在妖月城内准备前往人类洪荒世界的丰乐村。而听他父王的意思，这还是妖皇下达的命令，由妖王负责天道内事务，而现实当中3大妖皇则是负责寻找定位人类居住星球的位置，可以说是分工明确。叶云一听顿时了然，难怪前世妖族在3年之后会降临，原来是因为人类也开启了天道，并且并入了咒语万网。作为彼此的天敌与食物，妖族可谓是寝食难安。而现在的地庭妖王在妖月城根本无法腾出手来阻止叶云的暴行，而且大部分真正的高手都被征召进了妖月城，这几天时间内他们都需要在妖月城整军备战，这对于魔离来说，这个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没有安全上的顾虑，叶云也就让他随意的做，反正自己可以躺着赚，何乐而不为呢？叶云直接就在躺在游戏舱内休息，一边等待着营养液对于身体机能的补充完成。因为实力太过强大，一下子巨献 5% 的实力，叶云也有些吃不消。等到4个多小时之后，叶云才从游戏舱内醒过来。等叶云从游戏舱出来，发现周宁东、李晨旭和刘海领着一名身着绿色军装的老者正在大厅中等着自己。老者一头华发，身材看着好大而又挺拔，哪怕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也能让人感受到那种久居高位的沉稳气势。一身深墨绿色的军装，没有臂章和肩章，不过军装的袖口处却有一只粗大的爪子纹绣。将军，你回来了，我给你介绍。叶云右手一挥，止住了他的话。龙宫上降，叶云见过宋老。哦，叶将军认识我？老者看着叶云，不由得好奇地问道。而周宁东等人更是惊奇，要知道眼前这位老者虽然权势滔天，但是极少的出现在世人眼中，叶云是如何认识的？锦绣山河无恙，莫负天地金龙，五爪分合天下事。说到这，叶云的视线停留在老者袖口的巨爪之上。3爪而出乱将至，这是前世异族降临之时坊间流传最多的话，意思就是金龙有5爪，分别对应的是国家的5位长老会成员。1爪而出天下平，2爪而出太上京，3爪而出乱将至。至于4和5爪，代表着政治和世家的最高权威，代长老会处理政经上的问题。而现在眼前老者袖口的那个巨爪，叶云认识，那是5爪金龙中的第3爪。哦，总结得很到位吗？听长老说叶将军是人中之龙，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老者看着叶云，点点头。之前长老会5人听到张君宝对于叶云评价的时候，5人只是感觉叶云应该很强大，但是只有直面叶云之后，他才发现叶云不仅仅只是强大。宋老谬赞了。哈哈，好了，既然你知道我出现在这里代表的什么，那我就直说了。你在天道论坛上的帖子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反弹，他们认为你们是变相的羞辱了他们。现在他们通过外联部、军务部和商务部强力施压，要求我们将你交给他们处置。那上峰的决定吗？把我交出去吗？叶云脸色平淡如水。叶云想过
那篇帖子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没想到这些国家会如此不要脸，不直接联合起来要挟自己的国家。哈，怎么可能？我们已经严正拒绝了。不过他们依旧不死心，想要用军事实力来压制我们。接到消息，由于我们在天道内大幅度的领先于米国，加上你从他们身上撸的羊毛多到让他们感到害怕，所以米国联合几个小老弟日不落及奥牛等国准备侵入我们的西边海域。樱花国更过分，他们准备派遣军队登陆我们的米利岛，而且阿三国也向东北边境增兵了。南边的沙帽国昨天他们的北极熊队突然造访米国特遣队，局势太乱了。说到这，宋老不由得深深的吐了口气。张老那边呢？叶云看着宋老，他是不在其位，感受不到那种国际被西方操控而被孤立的感受。不过有张君宝这个天人，还有国家本身的实力，他们应该不至于敢真的触碰底线。张老那边被西方的2个先天给缠住了，所以这次过来，长老会想请叶小友出手一次。宋老扣着手指，有些不安地说道。到了那么严重的地步？叶云皱着眉头，要知道自己的实力别的国家目前还不知道，如果要自己出手，那就变相的暴露了自己的存在，这并非叶云所愿。米利岛是我们的底线，西南边境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强力的回应，怕是他们会得寸进尺。而且米国也将手伸进了我们的传山岛，他们已经秘密的在磋商布置反导系统了。宋老两手一摊，显得也有些无奈。这个局面，除非真正的发动战争才可能解套，但是2个一旦真的发动战争，哪怕是小规模的，也会快速延烧成为世界级的战争。我明白了，要不这样，宋老将米利岛交给我龙宫怎么样？他们樱花不也是这么搞过吗？我们也这样来。叶云看着宋老，突然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这我得回去商量下才行，毕竟这事太过敏感了。哈哈，宋老既然要把我暴露出去了，那怎么也得玩个大的啊。对了，这次米国有打算来多少？目前知道的是双航母会由北部海域进入海峡，再到西部海域。日不落那边一个航母搭配他们向米国借的10几架飞鹰35，总数差不多3个完整航母编队吧，飞机差不多30到40的联合军演。特么，飞机还能借的？没有那个实力装逼，借都要借来。这些家伙还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第80章传说隐藏任务。这次过来就是这么个事，你可以自己看着办。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就回去了。这次过来主要是见见你，认识认识。宋老站起身，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行，那我送送你。对于这种华国的功勋人物，叶云保持着一种尊敬。不了，飞机就停在楼顶了，就不打扰你们2口子了。宋老看着静立在外的丁仪，忍不住笑道：神他妈2口子！叶云还是亲自送他上了专用直升机，然后直接进入游戏。反正他们还在准备阶段，从米国过来还要途经南部海域，最少也要1周时间。当叶云再次上线的时候，已经是傍晚5点多了。卧槽，魔离同志，你这是闹哪样？此时黑蚁已经远离城市，而是出现在一片荒漠之中，在黑蚁的四周围绕着几百只的毒蝎，一道道绿色的毒素伤害值在黑蚁的头顶上冒起。半个小时前，我带着黑蚁攻陷了第36座大城的时候，突然就被传送到了地庭城郊，触发了一个隐藏任务。魔离说着，将自己的任务共享给了叶云。西域之主传说，恭喜玩家魔离攻破36座城起天塔，触发西域隐藏任务西域之主。当玩家攻破西域主城地庭城时，可触发挑战西域之主位置资格。任务1：攻破地庭城起天塔，奖励战力巨献卡 X2， 经验值200亿，金币100亿，装备雷霆项圈。任务2：挑战西域之主西凤，奖励西域之主称号，经验值500亿，金币200亿，属性点100万，装备域主王冠，西域56成 10% 至 25% 税收入。这叶云表示惊呆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神城复苏的任务已经是够牛逼了，没想到现在碰到一个更牛逼的任务。虽然都是传说级别的任务，但是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神城复苏是一种持续性的任务，具有可成长性，而这个任务则是一次性完成，是快速敛财的绝佳途径，简直就是为魔离量身定制一般。叶云不敢想象这家伙一旦成为西域之主之后可以成长到什么阶段，但是只要这家伙继续苟一段时间，别说他哥哥魔级，就是他老子地庭妖王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攻破36座城市的起天塔，也就是说魔离这叶云挂机的这段时间内，带着黑蚁足足大打下了10座起天塔，但是总觉得经验值却没有涨多少，也就是说这家伙是带着黑蚁直奔起天塔而去的。而叶云也发现自己的任务面板上多了一个随机触发的任务，猎杀西凤传说。西凤为山海界极西之地守护神兽，其身上拥有山海界一域之气运。作为人族玩家，自当为人族之运而战，
为人族的万世长存而战。任务目标：击杀山海界西域守护神兽西凤。任务奖励：1. 气运加深，称号人王提升至人皇。2. 该地56城所有城市启天塔内 10% 的金币。3. 战力巨献卡 X2。4. 人族贡献值负100点。叶云再次惊呆了，看着自己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任务，久久无言。他没想到自己一个人族在这个鬼地方还能触发任务，而且还是传说级别的，看这个奖励绝逼的比魔离要高出一大截啊！果然还是要杀异族的奖励高啊！这一刻的叶云有种继续霍其他几域的冲动，只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3天，而且魔离对于其他地域也不熟悉，所以只能暂时的压下自己内心的想法。要杀西凤，必须先破地庭城的启天塔。一个妖王的城市有那么好破？人类止步，地庭城不是你该涉足的地方。黑蚁才靠近地庭城，城墙之上飞起无数只的飞禽，四散而去。一名独角牛妖站在城楼之上，看着黑蚁，大声疾呼。经历过西阳城一战，经历过另外35城的破灭，此时的黑蚁在西域可谓是人尽皆知。特么，触发一个隐藏任务，好好的给我传送到城郊去干嘛？我自己完全可以使用传送阵啊！叶云吐槽不已，然后指挥着黑蚁直接开启了冲锋模式。人类，再往前一步，杀无赦！城守看着急行而来的黑蚁，巨大的重剑往地面一戳，发出了震天巨响。杀！杀！杀！此时的城墙之上，几千牛妖发成大吼，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气势冲天。他们同样是地庭城中的精锐，不管他，趁着他们大部队还没前来，破城。魔离，注意黑蚁的生命值。叶云对着魔离说道，而后跳上了黑蚁的头顶，对着城墙上的牛妖守将就是一个电弧，直接将他们送走。好嘞，你就放心的去吧。魔离也是兴奋的大吼，叶云在，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与鼓舞。拆城这活，哪怕叶云的攻击再高，也远远没有黑蚁来得快。只见黑蚁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坦克，直接撞在厚重的城门之上。轰！高达近18亿的攻击，直接将7级的城楼直接摧毁。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摧毁7级城楼一座，获得金币2亿。卧槽！不愧是7级的建筑，拆除一个城墙都可以回收2亿的金币。那要是城内的建筑得是多少？听到系统的提示，瞬间再次将叶云和魔离陷入了财迷状态。两人控制着黑蚁，撒开了脚丫子，冲进地庭城内。只要进入城内，那么主动权将会大大的提高。往东走，启天塔不在城主府。魔离开口提示叶云：“你给黑蚁之路，我杀妖，这些可都是高手，以后说不定还会是你的敌人呢。”叶云站在黑蚁头上，甩了甩有些晕乎乎的脑袋。刚刚黑蚁撞击城门时，冲撞的太猛了。哈哈，好，只要有老大在，我感觉信心爆棚啊！老大，你尽情的杀，别考虑我的感受。魔离听得叶云的话，哈哈大笑。这是叶云第一次听到他放开了笑。第81章，再战4帅。人类，上次西阳城给你得逞，那是顾及到我们2王子还在你手上。现在，你立刻退去，别不识好歹。一个巨大的声响从远而来，一只黑白相间的牛妖脚踏飞禽而来，正是之前西阳城中的那位技师。系统提示：玩家遭受到妖族玩家的诅咒压制，玩家当前攻击负 10%， 持续时间300秒。系统提示：玩家遭受到妖族玩家的诅咒破局，物防负 10%， 持续时间300秒。系统提示：玩家遭受到妖族玩家的毒术残影，生命值每秒负10000，持续30秒。3大负面状态在他靠近当下即刻加深。可惜现在的这3个状态在叶云身上显得尤为可笑。10秒过后，这位西域高高在上的牛帅再次步入了西阳城中的后尘，血量被清空，身子从空中掉下，摔得面目全非。10秒的时间，无数的飞禽从城内4面8方而来，远处轰隆隆的声响让人感觉整个城市都在颤抖。就是要这个 feel 啊！叶云看着空中几千上万响这边汇聚的空旗，忍不住眯着眼睛。地庭城不愧是西域的主城，而按照魔离之前的说法，地庭城拥军100万，其中远程单位40万，更拥有3万的空旗，战莽之数更是达到了60多万。如果再加上部分的辅助单位，简直不可想象。电弧平 A， 空中每秒钟都有空旗被叶云击杀，而叶云和黑蚁圣上更是无数的个位数伤害值汹涌而起。但是和叶云与黑蚁那庞大的生命相比起来，哪怕每秒钟遭受几万次的攻击，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生命颂歌，连回春术都不需要，叶云云淡风轻的顶着无数的攻击，一个个普通的攻击光球带走了一个个空旗的生命。人类，你简直是欺人太甚，莫不是以为我地庭城怕了你不成？霸王天满脸怒火，看着叶云，
此时的他骑在一只体型超过7米长的剑齿虎身上，在他的身后跟随着数以10万骑着剑齿虎的战蟒。战！战！战！数以10万的声响如同海啸之音，摄人心魄。虎卫骑兵，人数10万，每一个都是我牛妖一族最顶级天赋的存在，每一个人都能以一敌百，是镇守地庭城的最强之师。魔离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的严肃。地庭城又如何？地庭妖王又如何？我为人，尔等为妖，见面之时便是杀戮之初，何须言他？叶云看着空虎背上的霸王天，嗤之以鼻。咻！长矛无数，术法无量，叶云先在无数的攻击之中。小黑，冲锋！不管是战蟒还是他们的远程单位，都在叶云百码之外，所以叶云只能靠着看看达到攻击距离的电弧杀敌，但是不意味着只有60码攻击距离的魔焰地火没有办法攻击。这时的魔离似乎也放开了，直接给黑蚁提供了军阵光环，移动速度正 5%， 给予黑蚁超人一等的移动速度。二哥，发起无止境攻击吧，我就不行在我们的主场，还能让他得逞了不成？这时另外一个妖帅走来，看着叶云对霸王天说道：三弟，排兵布阵，杀吧！霸王天看着浑身黄色皮肤的三弟，对着他点头道：传我天帅令，令4大附属种族全军1个小时内支援，西域其他城市每城出军10万。我要让这个人类知道我地庭之威名，我妖王之伟力，叫他死无葬身之地。霸王天的声音响彻四方，无数的信使通过传送阵离去。5大种族现在仅剩的地庭城，如果也被叶云攻破，那被羞辱的不仅仅是他们地庭城，还有整个西域所有妖族的脸面。地庭城100万军众，1000万民众，我以地庭城副城主和第一统帅身份，请求诸位战，必胜，杀！除了叶云，没人听出这句霸气无比的话中那一抹的忧心。上次在西阳城中，他们已经见识过了叶云的强大，这次在这地庭城，虽然军众不论从实力还是数量上远远比西阳城强大10倍不止，但是有用吗？不能破防，仅仅靠着那概率性的强制一点伤害，哪怕500万、1000万的军众又如何？无数的妖族普通被捅了窝的蚂蚁，密密麻麻的向10米高的黑蚁汹涌而去。无数的强制性一点的伤害值将叶云和黑蚁的身体彻底覆盖。负2768万，负2375万，一连4个破1000万级别的伤害突兀的在叶云头顶冒出，在无数的免伤和强制一点伤害值显得异常的亮眼。哈哈，爽！既然你们地庭4大帅都已经到达了，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叶云将上次升级的300多万属性点全部加在了生命值上。回春术加550万秒，祈福加1650万，电弧。这次4人不再是像西阳城时仅仅是分散在叶云周边，在他们的周边还围绕了近100名的龙骑，这就大大的加大了叶云击杀他们的难度。他妈，牛头人都那么聪明的吗？才1天就想出了应对之法，人多是吧？那我就杀光了，看你们拿什么来挡！魔焰地火，系统提示：玩家击杀。无数的击杀信心瞬间爆屏。在黑蚁脑后躲藏的魔离原本一直紧张盯着叶云生命值，随时准备陷阱，顿时被无数的系统提示炸晕了。老大威武！魔离强忍着冲出去的冲动，忍不住大吼：威武尼玛，他们好歹给我个状态好吧！叶云忍不住大骂：这货特么只会说风凉话，老大在前面拼命，这做小弟的不帮忙就算了，还特么乱我军心。对面太凶残了，我又怕他们从你的状态中知道我在帮忙，老大要不要克己万一的金币，提升实力？魔离忍住劝说道：要不叶云这生命值上上下下的，自己又还要兼顾黑蚁，这样的压力很大，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叶云怒骂，他发现这货自从天赋提升到地级之后越来越嚣张了啊！系统提示：玩家等级提升，奖励自由属性点3072万，当前等级26级。一道冲天的龙影将叶云身体覆盖，一众妖族目瞪口呆之下，好不容易砍掉的1/3的血量再次满血回归。他大爷的！99的！霸王天像是想起了西阳城的某些不堪回首往事，发出了一声惨绝人寰的怒吼。第82章鹰王。魔离看着叶云再次满血，顿时了然，原本紧绷的心弦放松了下来，指引着黑蚁快速地往启天塔的方向行进。无数的尸骨在魔焰灼烧之下变成黑炭，在前仆后继的战盟中被踩踏成灰。吼！传送阵的方向，无数的妖兽吼叫，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妖兽如同一股钢铁洪流席卷向叶云的方向。复活点中，原本稀稀落落100人不到的复活点内在某一刻突然爆发，每秒钟数以万计的光点亮起。荒蝎部落前来增援，蛇君城前来增援，
无数的妖族而来。杀！霸王天再次恢复了冷静，冷冷的开口：“你厉害是吧？我们对你的伤害不破防是吧？那我就用数量堆死你。”天帅，什么情况？这时，空中无数只飞禽飞来，它们的翼展都超过了7米。为首之人长着鹰头人身，手中锋利的爪子上抓着一把巨大的枪。鹰王！霸王天看到来人，顿时放下他眼中的高傲。对方不仅仅是西域所有飞行妖兽的领头羊，更是实力和自己相差不大的存在。一个人类闯进了地庭城，不仅仅抓了我们的二王子，更是摧毁了我们西域30级的城市启天塔。霸王天解释道：“哦，就是这个家伙。现在这家伙可是在我们西域发出名声了。”鹰王看着站在黑蚁头顶的叶云，大手一挥，他身后数十万的异族占据了叶云的上空，一支支的剑士和魔法顿时铺天盖地的从空中一泻而下。日了狗的，他太无德了！空中单位和远程单位的增加，无疑加大了叶云的压力，特别还是空中单位，自己根本就无法腾出手来对付他们，因为他的电弧和普通攻击都给了那些能够对自己产生巨额伤害的妖族，而魔焰根本也伤不到他们。鹰王，感谢援助，我们也出手吧。他和鹰王都属于近战类，他每次的出手都尽量的飞行在空中，这样虽然影响了自己的部分发挥，但是至少不需要面对那令人头疼的魔焰。行！鹰王翅膀一展，10几道的状态加深，他手抓银色钢枪，如同像是离弦之箭，快速的扎向叶云。他和4大牛妖统帅一样，第一目标都锁定了疲于应对的叶云。负1786万，负1136万，2段伤害，均破1000万。系统提示：玩家遭受致残伤害，每秒生命值下降3万，持续30秒。卧槽！叶云举着树枝的手一抖，又是一个妖帅级别的大神。5个妖帅，哪怕一个给自己带来2000万的伤害，一轮都是近义的伤害值了，太没有安全感了。余光看见霸王天几人的攻击也起，吓得叶云赶紧给自己加了一个无敌，然后给自己的双防各自添加了1500万的属性点，剩下的720万全部添加到了生命值。负1260万。霸王天看着叶云头上冒起的伤害值，直接飞身离开，远远的看着叶云，眉头深锁，甚至有些畏惧。负623万，负578万。鹰王的长枪连刺，看着自己打出来的伤害值，大吃一惊。端坐在空中的3大远程输出的妖帅同样如此，甚至那技师的攻击都不破防。好家伙，实力又提升了，而且生命值竟然也高达6.5亿，和我们几个也相差无几了。这家伙真的是人类！鹰王翅膀张开，躲过了一个叶云的普通攻击的能量球，看着霸王天满是询问之意。他身上那人类独特的气息是骗不了人的，而且我们被他击杀的时候，系统也有提示他人族的身份。技师妖帅开口道：“哦，一个才刚刚链接进咒语天道的人类，竟然可以这么强大，不知道这家伙的天赋达到了什么级别，又或是氪金全氪在属性上了。”关于叶云的传闻，从昨天开始就不停地传进了他的耳中，但是因为叶云没有进攻他们的天空之城，所以他们也乐得见闻。要知道，作为西域所有异族的统领，他根本就看不上那些地面的爬行生物，要不是地庭通过了悟道塔的妖王认证，他甚至会将牛妖一族列入敌对名单。地庭呢？发生这么大的事，怎么他自己不出面？妖月城回来一趟也不耽误什么时间吧？对于地庭，鹰王从来都是直呼其名。现在妖月城处于最为关键时段，我王怕会影响万军法阵的建设进度，所以为了能够再进人类世界，不惜搭上西洋和地庭2城吗？可是西洋城灭就灭了无所谓，但是地庭城不行，因为地庭城是整个西域的脸面，如果地庭城启天塔破，损失是小，整个西域妖族的脸面是大。鹰王沉默片刻，突然手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鼓，擂天战鼓。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霸王天几人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希望到时候你们地庭城能够补回我这次的损失。霸王河，你为牛妖一族最强大技师，我想这东西由你来使用，才能将它的威力发挥到最大。至于能到极响，就看你自己的实力了。鹰王淡淡的看看他们，然后转头对着奶牛技师说道。霸王天看着悬浮于身前的打鼓，没有接鹰王的话，而那技师霸王河则是双手郑重地接过鹰王递给自己2根泛着紫色光芒的鼓槌。擂天战鼓啊，大规模战争的最恐怖的利器，但是没有几人见过。一响万枯负，所有战死友军自带3次无损原地复活机会，并且自带每秒1万生命值的回复，时限5小时，范围10公里。2响破千军，所有友军增加攻击 20%， 且不受死亡与复活影响，时限5小时，范围10公里。3响战无身，所有友军防御加 20%， 生命值加 20%， 不受死亡与复活影响，时限也是5小时，范围10公里。
第83章战争神器。这是雷天战鼓在整个山海界之中人尽皆知的传说。据说当初的老猴王就凭借着这个，在中央区域杀出了一片领域，一片猴族可以在中央区域落地生根的生活疆域。然而，作为妖帅级别的他们知道，这三响根本不足以对中央区域那些大佬产生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到他们的，还是三响之后的第4和第5响。4响摄神魂对敌军50%概率产生混乱效果，为友军作战，同样带前3响效果，时限20秒，范围10公里。5响聚灵营，所有战死友军与敌军所有气血汇聚成萤火，召唤出一只不低于妖王级别的萤虫战兽，时限5小时，范围10公里。至于后面的，没人清楚，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山海界的妖族最多只敲响过5响。这第5响还是老猴王以生命为代价敲响的。5响过后，现实之中的老猴王精血耗尽而亡。鹰王，这次过后，我地庭城免你天空之城100年进贡。沉默片刻，霸王天突然开口。雷天战鼓很逆天，虽然只是紫色的王级品阶，但是它的作用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传说级别。之所以品阶不高，那是因为它是消耗品，只要敲响5小时后便会自动销毁。鹰王这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拿出大半家当在帮地庭城。100年吗？鹰王心里一乐，他知道这个是霸王天自身的最大权限，但是他鹰王是那么打发的，一个雷天战鼓的价值岂是几千亿金币？咚！一声巨响震动整座地庭城，一道黄色的光晕从雷天战鼓中心汇聚，而又如同一道光环，带起一阵清风，向四面八方震荡而去。所过之处，一个个妖族身上泛起了一阵阵绿色的光晕，围在叶云周围，因为攻击黑蚁而被反射伤害的远程单位，一个个头顶上冒出了1万的生命值回复。这……叶云惊骇抬头，看着空中直径不下3米的巨大战鼓。魔力解释一下。刚刚鼓声响起，叶云心神俱颤，而刚刚敲鼓的霸王河此时整个人摇摇晃晃，好像喝酒过度。而那面大鼓的上头显示以一组数字，那是雷天战鼓自我销毁的倒计时。三弟，怎么样？霸王天看着他的样子，赶紧问道。可惜这雷天战鼓在一人敲鼓过后，只能那个人继续敲。大哥，我没事，只是心神有些疲倦，你赶紧和他们杀敌去吧，我给你们击鼓助威。霸天河看着战场之上无数的绿光，露出了疲惫的微笑。只要能击杀这个人类，哪怕自己生死都值得。他们兄弟4人追随族长，在这个山海界从无到有，历经无数磨难才建立这个地庭城，耗费无数资金才将地庭城发展成整个西域唯一的主城，他死都要保住。想到这，霸天河再次抡起1米长的鼓槌，用尽全身的力气捶打而下。咚！这次没有任何的光晕，但是叶云却是清楚地看到一个个冲锋而来的妖族瞳孔中带着丝丝缕缕的红色。特么的，这东西简直就是作弊！我出去了，一定要投诉你们！打不过就赖皮！叶云看着魔焰之中很快又满血复活的妖族，忍不住笑着大骂。系统提示：玩家使用点金将天赋提升到 MAX 5，点金进入新一轮冷却时间，当前需要时间负7782小时，已扣装备 5%。后面是一堆的系统提示，除了常规的奖励260万点的属性点在，就只有一张战力巨限卡和一张技能巨限卡，没有别的了。叶云对于这次的奖励可谓是相当的不满。按照游戏的尿性，5这个数字不是一个节点吗？就这，虽然心里不满，但是战斗还得继续。将260万点的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法防之上，将叶云的法防足足提高到了3000万，负1675万，负875万，负762万。霸王天和鹰王对着叶云攻击，一连3道物理伤害值在叶云头顶冒起，这次伤害比之前足足高了2成，负806万，负1557万。又是一个法术伤害和一个长矛投掷的物理伤害在叶云头顶冒起，吓得叶云赶紧给自己施展了一个回春术和祈福。叶云发现这4个牛妖大帅实力比在西洋城的时候提升了不少，特别是攻击上，每一个都突破到30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地步。这特么魔离他老子真只有4000多万攻击。这一刻的叶云也有些懵了。人类既然不退，那就留下吧。霸王天和鹰王站在叶云前后的空中，冷冷地看着叶云，然后再次开始的无休止的攻击。他们的等级都在70级上下，又是战斗职业，只要真气值够，攻击技能多到可以无缝连接的循环攻击。虽然叶云生命值在颂歌之下高达近 6.9 亿，虽然叶云有2大回复生命值技能，但是血量仍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但是叶云怕吗？叶云一个闪身躲过了鹰王的银枪，看着因为魔焰消失而又围上来的无数妖族，
天空中飞向黑蚁的箭矢、长矛、法术更是不计其数。相比于身材瘦小的叶云，黑蚁无疑是个巨大的靶子。他妈，魔力，搞什么鬼？给黑蚁回血呀！叶云看黑蚁每秒高达20几万的掉血速度，顿时骂道：“哥，我一直在施展治疗术啊，但是哪怕加上黑蚁的嗜血，也跟不上他的掉血速度。不过，你放心好了，我的生命值马上就满值了，到时候我献祭，保证他满血复活。”魔力急切的回答让叶云松了口气。黑蚁只要保持满血，哪怕叶云残血了，也可以躲进他的后脑，待自己恢复生命值后可以出来再战。但是如果黑蚁死亡，虽然可以再次召唤，但是那召唤的顷刻间，已经没了仇恨牵制的妖族将会将目标牢牢地锁定叶云。到时候叶云将会遭受到极为恐怖的攻击，不论是伤害值还是攻击数量。最重要的是，如果魔力暴露了的话，他们就没了解救他的压力。小子，跟我战斗还敢分心？一个辅助职业能玩到你这程度，也算死而无憾了。鹰王一个回马枪扎进叶云的手臂，带走了叶云1000多万的生命值。和鹰王比起来，这小子实在是太嫩了。霸王天一刀横斩，被叶云险之又险的躲过，一个大大的 miss 让他的脸色难看无比。此时的他们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甚至还调侃起了叶云：“你大爷！”叶云左手一个普通攻击砸了过去，被霸王天轻松闪避。咔呲，一道电弧在他躲闪的位置炸响，连带不远处的鹰王头顶爆起一个几亿的数值，直接将他们的生命值清空。而叶云双手不停，手中的树枝一滑，再次给自己一个回春术和祈福，同时双眼紧紧地盯着两人原地复活的光点，对于另外2个牛妖大帅的攻击丝毫不顾。而系统的提示叶云更没去看。咚！雷天战鼓第3声响起，已经佝偻着身子的霸王和技师一口鲜血喷在雷天大鼓之上，被大鼓快速的吸收。第84章地庭出。整个战场在雷天战鼓的鼓声之中充斥着铁屑般的气氛，叶云感觉整个空域都被紧紧的压缩着，压缩的让人感觉呼吸困难。3响战无声，双方正 20%， 生命值加正 20%， 有意义吗？或许对别人有，但是在叶云面前都是一个平 A 就能解决的事。何帅，休息休息吧，再敲下去可是会影响到你现实之中的根基啊。2名地庭城的龙骑统领搀扶着霸天河，谨声劝说。刚刚那一击，巨大的反震之力将他击飞20几米，要不是他们盯着，估计霸天河又会来一次自由落体。扶我过去。霸王河用手随意地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命令道：“雷天战鼓，能够敲响它本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更何况大敌当前。他们牛妖一族之所以能在西域打下这片江山，靠的就是无数族人的鲜血铺染的大无畏的精神。”2人无奈，只能继续将他架着回到雷天战鼓前。杀！2个光点消失，鹰王刚一出现身形，叶云直接一个平 A 将他的生命值再次清空。狂妄小儿，给我死来！霸王天怒吼，大刀横空，极影冰月，魔天一斩。霸王天一连2个大杀招奔袭而来，身子再在黑蚁头顶翻越，无数的冒起的伤害值根本无法阻挡他的视线。进入战斗，他的眼里只有叶云，无心他顾。这次是2大技能连招。叶云看着霸王天冷冷一笑：“单挑，我可以将你打得屎尿横飞。”侧身趴地翻滚，一跃而起，一个平 A 和一道电弧将没收住刀势的霸王天再次送走。他躲过了叶云的普通攻击，却是没能躲过后面的电弧。前后不过几秒之间，连杀2大妖帅2次，看得另外2位远程攻击的妖帅一阵头皮发麻。叶云转身看着围在黑蚁周身的妖族，再次一个技能魔焰地火。黑蚁周围密密麻麻的妖族玩家再次一空，前仆后继的他们只要一进魔焰范围，全部被秒杀，无一例外。妖族太多，他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兼顾别的。天赋的提升让他的攻击再次翻倍，高达近43亿。试问有哪个辅助有能力让他们在魔焰之中多活1秒？哪怕是雷天战鼓，那吓死人的增幅。叶云已经从魔离的口中知道了雷天战鼓的相关信息。说实话，听到4响和5响的功效之后，叶云差点没吓尿。强大的实在是太没天理了。试问，如果4响之后叶云或者黑蚁陷入混乱，那自己2个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将对方秒杀，那自己怎么玩？是我秒杀黑蚁，还是黑蚁秒杀我？50%的概率，高的吓人。难怪猴族可以凭借此物在中央区域立足，更别说5响召唤最低都是妖王级别的妖兽了。妖王级别的叶云不怕，照样吊打，但是如果召唤出来的是妖皇乃至妖帝级别的呢？那就是叶云被吊打了。叶云看着被2个龙骑架着飞往雷天战鼓的技师，叶云再次一个普通攻击，直奔他的后背而去，直接将他的血量清空。开玩笑，
要是被你再敲一次，我他妈只能在你敲响之前躲进黑蚁的后脑勺了。但是现在已经3响，叶云表示自己的压力山大，要时时刻刻盯着那个技师会舍命敲第4响。躲过已经复活的鹰王长枪，转头一个普通的平 A 反向攻击。2秒钟时间后，叶云再次一个普通攻击杀向霸王和复活的光点。这货作为肋骨者，自身也拥有3次的无损免费原地复活，复活时间是3秒。叶云几乎是卡着点的极限输出。砰！刚刚复活的霸王核再次进入虚无的光晕状态。小子，和我们战斗还敢分心，简直就是找死！霸王天在叶云攻击技师那会就已经复活，并对叶云发出了1道2米长刀气。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这种货色来多少都没用。叶云往后退出1步，一只长矛擦着他的布衣表皮，而后屈身而下，刀气擦着头发而过，2个大大的 mace 从叶云头顶升起。极限的操作不是躲过攻击，而是在攻击临身的那刻险之又险的让攻击碰到你身上的某个东西表皮，那才是免疫的真正要诀。有点东西啊！鹰王见霸王天在刀气之后欺身而上，马上配合对叶云形成近战夹击，而空中一根根长矛和金色圆环的法术攻击也在一刻间配合他们，封死了叶云左右的退路。他妈，你们这是要将我一个牧师硬生生的逼成一个战士？战斗5分钟，叶云感觉比击杀千百万的喽啰都累。芈月在鹰王错愕的眼神中，叶云瞬间化作一道月影，不退反进，直接撞在他的身上，一个大大的 mace 在他头顶冒起，而后自己的生命值被叶云的小树枝一划便被清零。芈月对10码内敌人造成 90% 的冲撞伤害，同时造成对方 ES 的眩晕，消耗真气值15 CD 10S。 可惜这技能属于战将类的物理攻击技能，在叶云的牧师职业中无法对敌人造成伤害，不过那1秒的眩晕状态还是可以的，这是之前没用过的技能。另外3人的攻击落空，均是一脸错愕的看着倒下的鹰王。至此，鹰王成了第一个死亡3次的妖帅，下次死亡他将不再拥有雷天战鼓的无损复活的效果，他的复活位置也将是在复活点上。电弧，电芒闪过，刚刚复活的霸王和技师再次死亡。他敲响3次战鼓，整个人疲惫不堪，对于叶云的攻击根本无力闪躲，连带聚在他周围准备前往保护他的几个牛妖也死在叶云的攻击之下。5大妖帅，鹰王死亡3次，其余4人各自死亡2次。漂亮，老大，我现在指引黑蚁往前走，你自己注意点。躲在黑蚁后脑的魔离看到系统的提升，忍不住叫道：不用，你就给我看好黑蚁的生命值，别暴露了自己就好。控制黑蚁前进。特么，可能吗？叶云看着再次围上来的人群，忍不住的皱眉头。什么齐天塔，没把这些家伙杀怕，他们会让你过去。-1680万，-650万 ，miss。3个回过神来的3个妖帅的攻击再次给叶云带来2000多万的伤害，还好最后关头叶云反应过来，回春术，祈福。看着自己生命值掉落到 80% 之下，叶云马上将刚刚恢复冷却值的回复技能使出。然而叶云的回复数值才刚刚冒出，一连串高到吓人的伤害值在叶云的头顶不断冒起。-1780万，-2225万，-2670万，-3150万。关键时刻，叶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无敌技能，然后叶云反身钻进了黑蚁的脑壳之中，速度之快，就连技能芈月都对着还在发愣的魔力使用了，太他妈吓人了！原本只有 80% 的生命值，现在在这一串的攻击之下，竟然仅剩 65%。究竟是哪个大神那么暴力？人类，就是你抓了我2子，还想回我地庭城？滚出来，受死！一个身高5丈、浑身妖气纵横的牛妖站在虚空，看着下方的黑蚁，怒声喝道。第85章，我扛得住的。拜见地庭妖王！千万计的妖族看着虚空中的牛妖，屈身而跪，眼中闪过一丝狂热。对于他们来说，地庭就是他们西域最大的传说，是西域无数妖族的信仰。魔力，你不是说你老子现在在妖月城走不开身吗？叶云脸色难看，没想到这个地庭竟然回来了，而且这家伙的攻击绝逼的不止4000万，最少也是6000万级别的。5段伤害，一段比一段强，前4段就干掉了叶云近亿的生命值，哪怕叶云再牛的回复技能也跟不上啊。好在这家伙是后面才回来，要收也收到雷天战鼓的前3响增幅，那自己这点血量都不够他打几下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或许因为我想要来救我。魔离听着地庭外面的喊话，顿时也有些发懵。你他妈自信过头了，要救你早就来了，还要等到现在？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躲过一劫。如果是1对1，叶云根本不在乎，但是对面可还有5大妖帅虎视眈眈。叶云看了看自己的经验值，离升级还需要 70% 的经验，
也就是说，如果叶云想要获得属性点，除了氪金，别无他法。这特么，我还想着留给我龙宫成员提升天赋用的。外面，帝庭看着被众多妖族围在中间的黑蚁，一跃而下，一把6米长的巨型战斧一劈而下，开天斩，负4830万，巨大的伤害值简直亮瞎了一众妖族的眼睛，更不用说叶云了。只是加 1500W， 加 1500W， 加 1500W。不过，连续的3个巨大生命回复数值，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他们火热的心。同时，一个高达400多万的反射伤害值也让帝庭大吃一惊。看着黑蚁在叶云生命颂歌之下高达10亿的生命值，哪怕是帝庭也有些发懵。要知道，他身为西域唯一的妖王，还是在神级天赋的加成之下，不知氪金几万亿，这才有了现在9亿出头的生命值。而这仅仅是那个人类的一个宠物，就有10亿。这以后让我妖族怎么混？93201W， 一个恐怖到吓死人的伤害值在帝庭妖王的头顶冒起，在无数妖族，在原本狂喜的4大牛帅惊喜而后错愕的眼神中，帝庭的身子直接被黑蚁的触角撕裂，化作点点光点去复活点中复活了。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击杀妖族封号妖王玩家，获得经验值2亿4000万，金币126亿5000万。系统提示：恭喜玩家越级杀敌，点金技能缩减10秒，等级超过了叶云50级。而且叶云很快就统计出了帝庭的攻击，在6500到6600万左右的战力。叶云看着自己那2100多万的物防，顿时有些懵逼，想要让他不破防需要5、6千万的属性点，氪金的话需要5、6兆金币，这特么该死的 0.85 防系数。帝庭程进卫军中所有辅助职业辅助我，老子今天不屠了这个畜生，老子从此退游。帝庭很快再次返回，满身杀气看着黑蚁。帝庭城4大妖帅，天空之城鹰王，助我杀敌。在黑蚁身上吃了个大亏，帝庭可谓是怒气冲天，但是不代表他就会失去理智。他自己本身就是微操流玩家，但是他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够无伤拿下黑蚁。而在黑蚁面前，自己被伤即代表了自己的死亡。遵我王令！5大妖帅眼中金光四射，这是自从在这西域打下这西洋城之后，几人再次和妖王携手而战，包括其中的鹰王。一道道高达2、3千万的伤害值在黑蚁身上直冒，他那高达10亿的生命值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下降。特么，氪金氪金！叶云吓得一个哆嗦，直接购买了1亿的属性点，全部7000万累加在自己的物理防御之上，3000万累加在法防之上。6人之中只有2个法系的攻击，叶云第一时间考虑的就是先物防。这些家伙可不比那些地面作战的普通玩家，他们可都是拥有飞行技能或者飞行法宝的存在，自己的魔焰根本伤不到他们。这一刻，什么反射人致死，反射个毛线，10%的反射，见鬼去吧！一瞬间，叶云自身的物理防御直接突破5000万大关口，达到7000多万，而法防也达到了6000多万。外面，哈哈，攻击高又如何？不会玩就是一个菜币。帝庭看着黑蚁下降到50%的血量，大声嘲笑。在他的头顶反射伤害和绿色的生命回复相互交映，映衬着他得意的脸庞。近百位的辅助在帮他拉回被黑蚁反射伤害而掉落的生命值。还是妖王厉害啊！一到场，一个5段连杀技能就将这个毛小子打成了缩头乌龟。鹰王这黑蚁的左侧不由得恭维道：“只是几分真几分假，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哈哈，好说。鹰王，邀月城传送不日就将接通，到时候我许你天空之城10万名额作为今天报答。另外，霸王天许你的条件依旧有效，如何？帝庭一斧断天，再次给了黑蚁一击。而无数的妖族玩家已经停了下来，看着6人围着黑蚁虐杀。而黑蚁却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顿时眉开眼笑。就这实力，也敢来我山海界作乱？人类果然还是太年轻了。哈，我西域就将他镇杀了，更不用说其他地域了。这次过后，老子也可以对外面说，我可是和帝庭妖王一起战斗过的。战斗你麻痹，别在我录视频的时候哔哔哔的。此刻的他们全然没有了之前的紧张，看着只有不到15%生命值的黑蚁，喜笑颜开。黑蚁的死亡已经不是那个人类可以挽救的了。425W。负1 miss 负1，卧槽，这特么怎么回事？一瞬间，无数的妖族看着黑蚁头顶的伤害值和杀得正欢的最强6人组，破口大骂：这怎么可能？怎么回事？作为黑蚁的对手，帝庭几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自己对于黑蚁的伤害值从原来的几千万变成了个位数，吓得他们停了下来，一脸惊恐地看着黑蚁。6人，只有帝庭这个妖王能对黑蚁造成3、400万的伤害值。你们继续，我还能扛得住的。此时，叶云站到了黑蚁的头顶，看着一脸蒙圈的1000万妖族，手中的树枝一挥，一个个高达1000万的恢复数值，差点没让他们崩溃。第86章，
你们拦得住吗？回春术每1秒回复生命值上限 1%， 持10秒。黑蚁此时的生命值上限在生命颂歌的 5% 高达10亿。原本被地庭他们杀的只剩 15% 的生命值瞬间快速拉升。39320W 43670W 91536W。一众人还没从叶云的话中回过神，叶云的一个电弧就趁着几人不备，将3个天帅、鹰王和地庭的生命值一一清空。此时的整个西域之中，除了地庭，余下所有之人都破不了叶云的防御。加 3090W 祈福一次性回复玩家自身或友军 3% 生命值。加 439W 手中数支武器自带的攻击的 0.1% 的生命值额外恢复。老大不愧是老大，这种用钱砸死人的能力简直是我辈楷模呀！魔离看着系统的提示，激动万分。我就说了，妖族都是垃圾，谁赞成谁反对。叶云没有理会魔离，看着在无数妖族的中央，看着百万千万的妖族玩家，嗤笑道：杀！给我杀了这个小子！远远在2公里开外的复活点处传来了地庭妖王的怒吼。此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杀了叶云。想自己堂堂的一代妖王，短短的时间内竟然被一个20几级的人类连杀2次，这要是传出去，简直会成为整个妖族的笑柄与耻辱。这让他牛妖一族的附属族群怎么看？让整个臣服于他脚下的西域妖族怎么想？那将会动摇到他牛妖一族在整个山海界西域的生存根基。冲锋！原本进了一个角落的虎卫统领听见地庭的命令，二话不说，率领10万虎卫骑兵向叶云席卷而去。空骑战队，随我杀！空中之城的大军，杀！一声声巨吼声打断了一些玩家的思绪，让他们再次拿出武器，对着那人类和黑蚁再次进行了无休无止的攻击。可是不破防，单单靠着强制性的1点生命值，根本就跟不上叶云的回复速度。还杀？能杀得了吗？无数的闪人玩家心里冒出了同样的疑问，但是妖王的命令，他们不得不继续冲杀。我还是喜欢你们的这种悍不畏死的热情。叶云看着再次回到初见的状态，笑得露出了牙齿。等到那些近战的玩家冲到了黑蚁跟前，这才大手一挥，魔焰地火。一瞬间，叶云的经验值再次刷屏。不过看向空中的几10万飞行单位，叶云却是充满了无奈。自己除了普通攻击和电弧之外，似乎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了。看来出去之后还是要多收集一些范围类的法系技能，要不然再碰到那么多的肉，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却吃不到。扶我过去，我还能再敲。眼看战事不可为，坐在一只空骑后背的霸王河微微颤颤的站起身子。然而刚刚起身的他却是被一只大手给按住了，却是从复活点回来的地庭几人。王，那这地庭城？霸王河指着脚下的城市，满心焦急。这城市可是他们牛妖一族前期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从游戏的原住民中打过来的，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他们牛妖一族更是花费了不知多少金币与精力。别去了，现在的牛妖一族正是多事之秋，如果你再出事，对现实之中的影响太大了。地庭城毁了，大不了多花些金币，你没了，那损失的何止10倍100倍。地庭看着霸王河一脸的严肃，想要培养一个霸王河这个级别的人起来，所需要的金币比之地庭城的修建金币不会少，而且更需要无数的精力去保护他的成长。再说，此时的霸王河已经虚弱不堪了，3响的雷天战鼓已经影响了他现实之中的根基了。且不说再下去户不会陨落，就是第4响能不能敲响都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敲响，又损失1员大将，那简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地庭，现在怎么办？鹰王看着下面的战场，皱着眉头。这一次他也打出了怒火。他没想到自己会在一个人类手中短短的时间内连续4次死亡，损失金钱是小，面子丢了，那自己天空之城的千万小弟怎么看自己？他和地庭同是心高气傲之人，在西域向来都是地庭统治着陆地世界，而他则是统治着天空，何时吃过这等大亏？你们发现没有，这小子除了那个地上冒火的技能之外，对于60码之外的敌人的攻击都非常的有限。他不是血多吗？他不是恢复技能恢复的快吗？那我们就用近战分批次的堵住他的路，用远程攻击慢慢的和他耗，累死这家伙去。鹰王，地庭城破，我想也不是你身后那位所乐见的吧？地庭看着脚下的战场，突然转头，意味深长的看着鹰王。这，我马上派人联系。鹰王一愣，而后冷声说道：好了，那就按照刚刚的计划开始吧。这次地庭没有亲自下场，他再次死亡的话，有非常大的概率进入虚弱一层的状态。很快，杀得正欢快的叶云发现，围在自己和黑蚁周边的妖族大大减少。只要自己的魔焰一出，将周边的敌人杀死，他们不再像之前一般继续冲，反而是在魔焰的范围之外集结了一个3、4千人的战莽阵型。这是分段式阻拦，拦得住吗？叶云冷笑不足。
这种伎俩之前在西洋城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虽然难度较大了不少，但也就是多花点时间的事情。第87章地庭破，西凤出。魔焰的持续时间是10秒 ，CD 时间是25秒，也就是说1分钟的时间自己可以进行2次魔焰的攻击，可前行120码。魔离，这里距离启天塔还有多少的距离？叶云对于魔离的怨念再起，哪里有让老大冲杀自己坐享其成的小弟？距离差不多2公里左右。魔离悠悠地说道。自从地庭到来之后，叶云就发现这小子整个人都不好了，整个人懵懵懂懂的。2公里，120码，差不多100米出头。也就是说，顺利的话需要20分钟才能抵达目的地。看来自己今天不仅要氪金，还要氪肝啊！原本叶云还想今天好好的休息休息，把自己的生物时间休整休整的，看来自己就是个劳碌的命。20分钟还是顺利的破了启天塔之后，后面还有一个西域的终极大 BOSS 西凤要打，太不容易了。从进入地庭城开始到现在，叶云已经足足战斗了近半个多小时，杀敌人次达到了190多万人次，就连点金的时间也缩减了1半多。这个杀敌数量可以说几乎都是魔焰地火这一个技能的功劳，而自己的电弧杀敌数量绝不会过1000，就更不用说普攻了。他妈，那些大佬不过来，我好像在这里有些多余啊。叶云看着远远的站在数百码之外的地庭等人，无比的郁闷。他之所以出来，还不就是想要照顾照顾这几个大佬？要不自己闲得蛋疼出来，用普通攻击和电弧去收割那些没油水的普通玩家，1分钟能杀几个？所以叶云在所有妖族玩家的注目礼下，再次返回了黑蚁的后脑之中。老大，你真的太牛了，一人压一域啊！才一回去，魔离就冲着叶云竖起大拇指：“压你妈呀！小子，我告诉你，要是成为了西域之主，不给我足够的好处，老子连你都杀！”叶云怒骂：“放心，放心，老大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我打住，特么，给我看好黑蚁的生命值，要是挂了，拿你试问。我先休息休息，太他妈累人了。”叶云坐下来，看着只剩下18兆出头的金币，相当的郁闷。一次性氪金1亿属性点的，估计整个地球只有自己了，土豪到自己都吃惊。不过，终于是要升级了啊！虽然也叶云有意的卡等级，但是也吃下了几10万人头的经验值，哪怕升级所需的经验值高达5000多亿，也经不住叶云如此造。地庭，大明皇有令，放弃地庭城，率部以上齐聚妖月城。看着黑蚁离起天塔越来越近的黑蚁，鹰王突然惊诧地说道：“什么？大明皇放弃地庭城？”地庭霸王天几人听到鹰王的话，顿时大吃一惊。大明皇啊，妖族玩家4大妖皇之一，据说现实之中乃是鸣凤一族，实力通天，是妖帝之下，妖皇之中当之无愧第一人。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的背后竟然是这么一尊大神，我早该明白的。只是，尊皇法令。地庭震惊地看着鹰王，然后叹息道：“看来地庭城只能以后再重建了。”大明皇推算，这个人类应该是为妖月城而来，所以大明皇打算在妖月城亲自动手。霸王天，你们几个跟我去妖月城，这边后面再说吧。地庭脸上很难看，地庭城是他们的心血，是他们牛妖一族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启天塔破，固然可以再次重建，但是损失的金币足以让他们牛妖一族省吃俭用好长一段时间了。王，那他们霸王天指着下方还在为阻拦黑蚁的妖族，我们的人让他们各自散了吧，其余的随意。地庭心灰意冷地挥了挥手，但是看着叶云的方向却是充满了冲天的杀意。砰！在魔离错愕的表情下，叶云的等级再次提升。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7级，奖励属性点 30720W， 个10、100、3亿多的自由属性点，价值30兆。单单这个等级提升所奖励的属性点，就足够自己未来几年在地球上横着走了。爽，真的很爽。叶云二话不说，直接给自己的双房各自加上了1亿的属性点，剩下的1亿0720万全部加到了生命值上面。因为接下来叶云架将面对的是西域的守护神兽，也是西域的终极 BOSS， 那属性值绝对吊炸天的存在。准备转身离开的地庭等人随意瞥了一眼黑蚁，愣了，然后几人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一张嘴张得大大的，像是受到了某种惊吓。这家伙最近到底抢了我们西域多少钱？卧槽，32亿的生命值，刚刚不是才10出头吗？我的妈，刚刚你来的时候估计氪金了近10兆，现在又是不低于10兆，这家伙究竟什么来头？随身都带那么多金币的吗？鹰王吓得一个哆嗦，心里疼得直流血。早知道这个家伙有这等财力，自己还他妈打个毛线啊，白白浪费了我一个擂台战鼓啊。
不知道帝庭这货到时候还认不认？不认的话，自己就亏大了。走吧，大明皇肯定会为我们报仇的。反倒是帝庭看开了，转身往传送阵飞去，来个眼不见为净。啧，以W为单位就是爽啊！双防破 1.5 亿，自身生命直破20亿，现在的我求死！叶云看着自己的属性，伤心病狂的大笑。老大威武，老大牛逼！一边的魔离木讷的看着叶云，咽了咽口水，艰难的说道：太他妈吓人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家伙的生命值就加了10几亿，就是不知道是升级获得的属性点还是氪金的。要是升级的话，那得是什么天赋？你这家伙除了这2个词，就不能换新鲜点的？老大，我家老头子好像退走了。魔离一直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特别是自己的老子。哦，放弃了？放弃了也好，识时务。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地庭城民房一栋，获得金币5000W。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地庭城民房一栋，获得金币5000W。5分钟之后，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拆除地庭城起天塔，获得金币29517亿。带2952亿，太爽了！魔离听到系统的提示，整个人像是达到了制高点，满脸潮红。力！一声巨大的啼叫突然从地庭城底贯穿而出，响彻整片虚空，整座地庭城摇摇晃晃，像是发生了10级大地震。无数房屋倒塌，无数建筑化为废墟，烟尘弥漫。一只火红色的巨鸟从地庭城底冲天而起，它的整个身子银光熠熠，浑身的羽毛沐浴在一片艳红的火焰之中。它凌天立，一展超过5000米，覆盖地庭城东西两端。此刻，它细长的双眼之中闪耀着熊熊焰火，盯着烟尘之中的黑蚁。第88章炸裂的西凤。凤凰！地庭城仅存的传送阵和复活点中，无数的妖族玩家仰头看着空中的庞然大物，心神震动，甚至有几个妖族对着西凤虔诚跪拜。而这一拜似乎起了连锁效应，百万千万妖族玩家跟着跪拜。凤凰被所有的妖族奉为妖族4祖之一，为妖族的守护神，又被无数的异族称之为上古4大神兽。但是这可能是凤凰吗？叶云看着空中身形大的有些过分的飞禽，心里暗暗鄙视。西凤翅膀微微一震，无数风沙而起，巨大的体型消失，一道曼妙的身影从空中缓缓而下，赤足轻轻地触碰地面细沙，不带丁点风尘。无从烈焰而生，无从烈焰而去，无求凤凰之涅槃重生，无求宝物双重名。人类，你越界了，就该杀！风尘渐息，飞鸟渐隐，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就这么出现在大家的眼帘。一身火红色的短裙将她那曼妙的身材包裹，精致的脸庞如同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只是这个少女的眼睛让人看着异常害怕，因为那只眼睛里竟然有2个眼瞳。呵呵，你就是西凤？虽然阵营不同，但是我还是很想和你说一句，你这双腿够我玩1年了。叶云站在黑蚁的顶端，看着西凤那双如玉般的双腿，咽了咽口水。么么的，饥渴太久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找死！西凤大怒，张嘴就喷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同时双手结印，一张巨大的火网从空中向叶云照下。砰！拳头的火球在叶云身前轰然而炸，带起叶云一片血花。1374W， 1567W， 2个巨大的伤害数值从叶云和黑蚁的头顶冒起。系统提示：玩家和命兽受到众明炎火灼伤害，生命值损失 20WS， 持续时间 30S。 875W。叶云还没从反应过来，又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值在他的头顶冒出。系统提示：玩家和命兽遭受天网灰烬攻击，身体被束缚，束缚时间内玩家不可动用技能，不可移动，持续时间 5S。 卧槽！叶云呆呆地看着系统的提示，一脸的懵逼。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技能吗？囚禁我就算了，他们还打出那么高的伤害，莫不是我这1亿6000万的法防是假的不成？西凤红帝，封号大帝，等级95，生命值 98930W， 9900000W， 法攻 26246W， 物防 21685W， 法防 22563W。 技能1，众明炎火，对目标及目标周身的敌人造成 80% 攻击爆炸建设伤害，同时有 30% 几率使对方进入灼伤状态，持续掉生命值 20WS， 时间30秒。2，天网灰烬，对目标产生5秒束缚效果，并对目标造成 50% 的攻击伤害。3，涅槃，被动，有 50% 的概率在死亡之后无损复活，并且所有属性正 5%。涅槃之时，对于周身500码距离造成 500% 的毁灭性伤害。
4. 凤鸣，被动，当生命值低于 30% 时进入狂暴状态，状态之下生命值回复 1% 每秒，防御正 30%。5. 赤焰千里，对方圆200米范围敌人造成攻击 30% 伤害，持续时间30秒。备注：1日1月一只眼，不见天地不见仙，本是神兽虫鸣鸟，归入凤凰座下同。卧槽，原来不是凤凰，而是一只众鸣鸟。不过你这属性简直是掉炸天了，要不是老哥我未卜先知加了点属性，我还真有可能扎在你这小娘子的手中了。进入战斗状态，靠着黑蚁的反射，叶云看到了西凤的属性。属性倒是还好，但是那5个技能每一个都看得叶云头皮发麻。这还是一个怪吗？简直就是个千年老妖啊！不愧为妖族之祖，这99亿的生命值上限简直要亮瞎人眼，那超过2亿的3大属性值更是让人绝望啊！老大，要不我们撤吧？此时的魔离探出头，看着足不沾地的西凤，头皮发麻地说道：“怕个鸟！”5秒的时间一过，叶云顿时从束缚之中解脱，马上开始展开进攻。电弧，现在的叶云攻击高达43亿之多，杀着西凤只要3下就可送他归西。不过大地封号的妖族，哪怕只是游戏内的土著，他的智力也不比人类差。Miss， 不管是普通攻击和技能攻击，均被西凤躲过。躲避的角度之刁钻，身法之娴熟，哪怕是以微操引以为傲的叶云，看的也是一阵佩服。生命颂歌，回春术。说实话，作为天道内的土著，你的实力让我佩服，可是你必须死。叶云停下了无谓的攻击，给自己加上了2个技能，看着西凤一脸严肃。西凤的微操技术更胜自己，而自己的技能，只要西凤的预判不出错误，他最少可以有 60% 的几率躲避。赤焰千里，西凤双手如同翅膀一般，轻轻的一挥，瞬间他的周身200码范围内猛然喷起一股10米多高的火焰。负一，西凤皱着眉头，看着一个个一点的伤害值从叶云和黑蚁身上冒起，赤焰千里 30% 的攻击输出根本无法破开叶云他们的防御。魔力，你只会黑蚁冲杀，注意他的生命值，我们夹击这娘们。叶云看着自己身上冒出的伤害值，同样皱眉。行，老大，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你的。帮我？叶云一愣，突然想到了这货的职业也是一个辅助职业，他不说自己都快忘记了。我有一个技能，可以囚禁他2秒内不能动弹，不过要靠近他周身60码的距离。你自己找机会，注意别被他给秒了。魔离的生命值不过1000多万，连西凤的攻击零头都没有达到。第89章战。砰！众鸣火焰在叶云身侧爆裂。Miss 1657W， 叶云闪身而进，而黑蚁却是没有办法躲避西凤的攻击，吓得魔离则控制着黑蚁绕过西凤，从西凤的另一侧向他杀去。同时在黑蚁的身上开始亮起了一个个状态，魔离也终于忍不住了，冒着暴露的危险给黑蚁加起了状态。Miss， 叶云和西凤两个像是2个机枪手，站在各自的堡垒，对着对方不停的射击，但是却又无可奈何对方。天网灰烬，一个巨大的火网再次从空中而下，覆盖叶云周身10米。3574W， 20W， 火网才将叶云锁住，又是一个火球在叶云胸口炸裂。3980W， 5秒的束缚，叶云的生命值足足被西凤摧残了近亿。这特么的小黑，你不是吸引仇恨的命兽吗？在这么失灵了呢？束缚解除，叶云再次对着西凤发出进攻，同时不停地拉近自己与西凤的距离。没办法，这家伙的攻击距离每一个技能都达到了120码，自己如果不拉近距离，自己可能会攻击不到他，那就尴尬了。没有想到，老子也有会被发风筝的一天，不要给我带到机会，要不然老子秒杀了你！叶云对着西凤简直就是咬牙切齿。此时的整个地庭城弥漫了烟火，无数的灰尘在叶云和西凤的对战之中卷起，遮挡着一群妖族玩家的视线，但是没人说话，更没人离开。他们如同雕塑一般，看着空中飞舞的技能，眼神炙热而又虔诚。直到某一刻，419794W， 一个恐怖的数字在西凤的身上冒起，直接将他的生命值轰掉了2/5。同时，一个漩涡的形态将西凤带进了1秒的眩晕状态。中了！叶云眼中猛地爆起摄人心魂的光芒，一连2个普通攻击砸了过去。422810W， Miss， 可惜2个普通攻击，其中一个被他躲过了。不过西凤也就仅剩下了几亿的生命值，只要一下就可以将他击杀。厉吼！原本娇艳妖娆的西凤突然发出了2种决然不同的怒吼，整个娇小的身体突然炸裂，再次化成了一只巨大的火焰神鸟。厉！无数的火球从天而降，整片天空像是下起了火雨。原本这空中漂浮的灰尘像是受到了某种恐怖的压力，随着火球粒粒垂直跌落，
这就是你的狂暴状态吗？一个个仅有拇指大小的火球，像是炸弹，碰到地面轰然而炸。叶云连躲避都没法躲，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妖族的辅助呢？在哪里？赶紧给我们的守护神兽加血啊！快点！突兀的，在安静的妖族群中响起了一个巨吼，将一众还在呆滞中的妖族吵醒。对，辅助赶紧上啊！等下我们的守护神兽都要挂了。我来，我也来！无数的妖族挺身而出，但是，砰！空中巨大的身影如同镜花水月，轰然碎裂，天空下起了一阵血雨，无数的碎肉沫带着血水溅满了他们的脸庞。172-980W， 一个高得吓人的伤害值出现着空中，久久不散。什么狂暴每秒回复1%生命值，什么增加30%的防御，在绝对的攻击面前都是空的。而且你狂暴就狂暴，变得那么大干嘛？这不让我闭着眼睛都能命中吗？叶云看着空中的血雨，冷冷一笑，死了。一名妖族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看着天空，失魂落魄地问：死了？成百上千万的妖族玩家陷入了沉默。就是刚刚那个人类，杀死他，杀死他，为我们的守护神兽报仇！一些反应过来的妖族玩家眼泪夹着鼻涕，指着叶云的背影怒吼：杀！杀！西凤的泯灭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怒火，那是一种信仰崩塌的毁灭，让他们变得异常的疯狂，眼里只有那个可恶的人类。然而魔焰地火，叶云根本就没有搭理他们的时间，而是快速的靠近刚刚西凤死亡的地方，眼中同样充满了疯狂。他可没忘记西凤还有一个涅槃的被动技能，如果涅槃成功，所有不属性挣 5%， 对周围500码造成 500% 的无差别毁灭性伤害。老大，快退啊！这货可以涅槃的。显然魔力也没有失去理智，知道这个时候要退，只是你特么都已经在他死亡范围60码内了，你要逃离出500码，可能吗？西凤死亡的地面有一个2米多高的巨蛋，此时这个巨蛋正发出一阵阵红色的光晕，在光晕表层突然产生了某种吸力，慢慢的形成了一个2米多的漩涡，在漩涡的中央可见时不时溢出的火光。叶云可以明确的感觉到空气之中有着某种东西像是被那漩涡抽离，渐渐的产生一股股热风，而整个空气却又有一种的潮湿感，同一个地方却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矛盾感受。然而叶云无心多想，他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冲进了西凤涅槃的漩涡之中。力！一声嘹亮而又温顺啼叫再次响彻天地，整片空域突然冒出无数的小小火焰，有的在地上，有的漂浮在空中，随着微微细风摇曳，像是在迎接他们的王者归来。力！二声啼叫响起，这次却不再是温顺，而是带着无限的怒气，整片空域本身小小的火焰瞬间变成滔天怒火，500码的范围内变成了火的海洋。大神饶命啊！大神饶命啊！叶云的魔焰地火灭了，但是冲杀进来的无数妖族却也难逃西凤涅槃时火焰的威力。力！三声而起，轰！平地一声暴雷，以漩涡为中心，一道巨大的冲击波向四周冲击而去，所过之处废墟尽数化作尘埃随波而去。10亿！10亿！10亿！3个巨大的数字在黑蚁的头顶冒起，原本在魔力指挥下快速逃离的黑蚁，顷刻间生命值被抽空，巨大的尸身巨大的冲击波之中化为粉碎，不见低沉。黑蚁死亡，在黑蚁后脑中躲藏的魔力瞬间也暴露在外，只是强大的冲击波下照样一脸懵逼的化成粉碎。2秒之后，这漩涡周围的500码范围内不见尘埃，不见沙砾，不见任何碎石，干净的如同打扫之后一般，平整如同水泥地面。啊！人类，放开我！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找死？漩涡之中突然传出了西凤惊天怒吼，吼叫声中带了无限的怒火，一丝的惊恐，还有一丝丝的娇羞。第90章至高心法。漩涡之中，西凤一脸惊恐地看着抓着自己一只角落的叶云，眼中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哀求。谁能想到有人竟然可以在封号大帝级别的涅槃之下存活，还是在整个漩涡的中心。看着叶云头顶1秒钟冒起的7、8个妹死，西凤心中的震动可想而知。强如黑蚁，在200码之外也顶不住涅槃的3次冲击。放开你！开玩笑呢！冲击波动停止，叶云身前的一层淡淡的透明护罩也随之破裂。我不打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但是你好像不是人啊。叶云微微笑道，露出了一口白牙，那裙底的浓浓春意似乎没有让叶云的内心产生一丝丝的涟漪。我你妈，见鬼去吧！轰！无数烈焰而起，一道火网在空中快速凝聚。芈月！砰！负一！西凤陷入了眩晕，空中的火网瞬间消散。电弧！普攻！魔焰！
一连串的攻击在西凤还没清醒过来，就将他的生命值直接清零，生死道消。西凤的身体在叶云的手中直接崩裂，化作点点星光，汇聚成一道比之前还要巨大数十倍的众明鸟虚影，悬浮于地庭上空10万米，笼盖四野。人类，吾乃上界先皇座下2重凤凰分身，奉我主命镇守山海界西域之地。此番你萧无之分身，他日上界定斩不饶。与我妖族之天一族，令定为人类现实咒语，灭之。余音缭绕3000里，覆盖大半西域。无数妖族抬头仰望着盘旋在空中的西凤，一一跪拜。这是凤凰？不对，又像是众鸣鸟。距离地庭城2000里之外的妖月城中，地庭10几个妖帅抬头看着空中的虚影，不由得疑惑道：大地封号的众鸣鸟啊，这得是多恐怖的存在！看来那个人类已经不是我等可以对付的了，就是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不是妖月城。鹰王喃喃自语：定位现实之中的人类世界，哪有那么容易啊？鹰王，你还是赶紧和大明皇联系吧。西域算是丢脸丢到整个妖族12界了，西域50多城，上亿的玩家，就这么被一个人类压得抬不起头了。地庭忍不住苦笑道：妖族在宇宙万族之中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族，但是也在这10方世界中占据了12座星球，并且资源丰富，所以他们在第10方宇宙中算是中等偏上的存在。系统提示：玩家击杀妖族封号大地怪物，获得经验值32亿，金币1亿。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完成猎杀西凤传说任务奖励：1. 人王称号提升为人皇； 2. 获得气运加深，人族贡献值100点； 3. 获得西域所有城池启天塔纳金币10%奖励，合计金币23780亿。4. 战力巨限卡 X2。 然而叶云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边，完全是被地面上的几个东西吸引了：一个金光熠熠的皇冠，一把黄金权杖，一个巴掌大小的蛋和一本书。玉主皇冠吸精灵，使用等级1，生命值正 30%， 法防正 30%， 使用限定山海界西域之主。属性1，领域防护，在西域内物理和法术防御额外增加 20%。 2，绝对守护，在西域内当血量低于 30% 时自动激活能量护罩，玉主在3秒时间内免疫所有伤害。玉主权杖精灵，使用等级1，攻击正 50%， 生命值加 50%， 使用限制山海界西域之主。属性1，技能强化，玉主在西域内所使用技能效果正 30%。 2，额外攻击，玉主在西域内所使用技能额外对敌人造成 15% 伤害。套装属性2件，生命值正 100%， 3件，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各正 50%， 4件，攻击正 100%。 卧槽！看着2件装备的属性，叶云忍不住的差点跳脚，这属性简直就是掉炸天了，不愧是仅低于神器和仙器之下的灵气，变态的有些过分了。可惜叶云看着那个使用限制，差点没气的吐血。特么好不容易出一个自己看得上的装备，你就这么对我？叶云将2件装备直接扔到包裹中，继续看向那个宠物蛋和那本书籍。神秘的宠物蛋，这是众鸣神鸟在临死前的精华所化，它既有众鸣鸟的血脉，又有凤凰神兽的道韵。焚天诀，至高心法，具有焚天煮海之威能，非大毅力者，非天赋卓绝者不可修炼，职业等级限制无。备注：此功法为火神专属，极为特殊，可影响现实。修炼此功法者，属性与等级清零，提升等级所需经验值为原来100倍，天赋提升1级，每10级激活一个攻击技能，请玩家谨慎使用。剩余时间60秒。叶云看着最后的那本书籍，久久无言。还谨慎使用？谨慎尼玛！按照游戏的剧本，这本技能书绝逼的为魔力准备的，因为魔力已经58级了，但是之前的天赋平平，所以白白错过了很多的属性点。等级归零，这是前世无数玩家在2年之后的追求，因为随着天赋的提升，意味着前面错过的属性点越多。但是没人知道要有什么方法。叶云看着宠物蛋和焚天诀，冷冷一笑。虽然魔力成了自己的小老弟，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说这西凤完全是自己一人所杀，有给他白嫖任务就不错了，所以我选择自己使用。学习焚天诀。系统提示：等级清零中，属性清零中，清零成功。系统提示：玩家天赋提升，当前天赋等级为 Max 6，恭喜玩家获得天赋奖励自由属性点500万。叶云没有理会，而是快速的解下自己的经验宝珠，将里面储存的100亿经验值全部释放。轰！6条金龙在叶云脚底盘旋，像是拱卫着叶云往天上飞去。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1级，天赋奖励属性点307200万。第91章神品坐骑。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13级，天赋奖励属性点307200万。疯狂了，叶云是真的疯狂了！提升一个等级，获得30亿7000多万的属性点，这简直是要自己在无敌的路上越走越远吗？而且自己的点金时间也仅需要3000来个小时就，到时候，二话不说，叶云直接开始添加属性。系统提示：由于玩家天赋等级超过5方咒语限制，每次添加属性点不低于10亿，请玩家谨慎变强。我特么变强都要谨慎，每次不得低于10亿点的属性添加。叶云差点没吐血，这设定特么那个神经病设计的！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10亿属性点，相当于100兆金币，这是直接断绝了我氪金的路啊！但是叶云也无奈啊，只得服从，因为没得选择。老大，你怎么掉了这么多级了？叶云还在吐槽的时候，魔离却是从远处焦急地跑过来，想要确认叶云是否死亡回人类世界了。没想到看到的是叶云的等级从原来的26级变成了13级，而他的生命值更是强调着他存活的一点。怎么，信不信老哥13级的等级也一样吊打你老子？叶云愉悦地说道，然后在魔离不可置信的眼皮直下，直接给生命值添加了10亿的生命值。砰！一阵冲击波动从叶云的身上冲出，将魔离的牛毛冲成了大背头。这魔离看着叶云生命值后一大串的零封了。就在他眼皮底下，叶云原本的1点生命值直接变成了200亿。5分钟之后，叶云再次的添加10亿物防，在5分钟后10亿加法防，10亿加攻击，就连真气值特么一次性也要加10亿，一下50亿没了。叶云每添加一次就要间隔5分钟，因为实在是担心现实世界自己的身体会受不了，营养液的供给会跟不上，哪怕有着 Max 6的天赋做支撑，但是还剩下虽然等级只有13级，离14级都还有 60% 的经验，但是这属性值实在是太炸了。叶云敢说，现在的自己在这山海界完全可以横着走，特别是在人皇称号的加成下，更是恐怖。人皇，一介人族皇者，生命值正 100%， 攻击正 20%， 真气值恢复速度 100s， 双防正 10%， 全方位增幅。看着剩下的属性点，叶云没敢一次性全部使用，主要是怕现实之中的营养液跟不上自己实力提升所需的消耗。这几天自己还正担心没时间处理现实中的事呢，这下好了，到时把黑蚁直接扔给魔里，让他带着挂机。小魔同志，西域之主的感觉怎么样？叶云从天道协议之中知道了这家伙的天赋等级在刚刚那一下连续提升了2个等级，达到了天级之境。感谢老大的栽培。魔离听到叶云的调侃，对着叶云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共享了西域之主的称号。西域之主：1. 享有现有西域56城和未来城市 15% 至 25% 的赋税收入。2. 每天自动获得每城10点自由属性。3. 天赋等级+1，不可叠加。4. 西域境内全属性正 200%。5. 技能万兽无疆，范围攻击。这尼玛，虽然有地域限制，但是这个全属性加成也有些离谱的过分了吧？还有每天每城10点自由属性，现在56城岂不就是每天可以收获560点自由属性？我特么要是再把西域之主的专属套装给你，你还不得上天了？不错，我还可以在这山海界待几天，这几天黑蚁我就交给你了，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虽然非常的羡慕嫉妒恨，但也只能羡慕，一边羡慕一边还要很心疼的将那西域之主套装给他。没办法，这个套装只有这货能用，就是这么的气人。叶云只能狠狠的在生命值上加了个10亿属性点，将魔离头顶的几根牛毛冲击的彻彻底底。是，定然不负老大的期盼。魔离赶紧躬身道，双手激动的结果，叶云给他的2件装备。期盼？我期盼你个毛线！现在的魔离天赋已经达到了天级，按照天道协议，他的所有收入会有 15% 进入叶云的口袋，并且是臣服于叶云。但是叶云也很贪心，他想将魔离培养成一个自己在山海界的一个强大的棋子，到时候妖族但凡有动静，自己也可以随时应对。这般想着，叶云拿出了那个神秘宠物蛋，在魔离热切的眼神下，自己咬破了手指，将自己的鲜血滴在蛋壳表面。很快，叶云滴落在蛋壳上的鲜血被蛋壳吸收，整颗蛋爆发出一股炙热的光芒，随后一只身长约10多公分的小鸟出现在叶云的眼前。在他的双爪之下，3团火球悬空而转，火红色的羽毛之上银光流转，金黄色的灰羽爪看上去锋利无比。啾啾！系统提示：恭喜玩家孵化宠物蛋，获得神品宠物金乌，请玩家选择其定位：1坐骑，2宠物。坐骑。系统提示：
恭喜玩家成为第一个拥有坐骑的玩家，奖励属性点500点。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成为第一个拥有神品坐骑的玩家，奖励属性500点，是否全服公告？否。至于奖励的属性点，直接忽略，搁飘了。没想到这个麻雀大小、长得像只公鸡的小鸟，竟然是神品级别的存在，不愧是神兽出品啊！啧啧，有些牛啊！金乌可是华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类神兽，是盘古大神开天辟地身陨之后的眼睛所化。也有人说，东皇太一的真身就是金乌，并且东皇太一还统一了妖族与巫族一分天下，而东皇太一掌管天，巫族掌管地。虽然和朱雀凤凰那等的存在还有些许差距，但是也可以想象金乌的强大。坐骑金乌，等级1010000，飞行速度36米每秒，成长点+3，双防御50，成长倍数0.2，法攻20，成长倍数0.2，承重10千克，成长倍数0.2。技能1，疾行在10秒时间内移动速度翻倍。2，破晓法术攻击，对单体敌人造成135%的法术伤害。老大，你竟然让神兽成为坐骑，你知道这有多浪费他的天赋吗？他的成长可是很高的。神兽啊，那可是神兽啊！站在一边的魔离不淡定了，满脸的崩溃之色，就差点哭出声来。第92章黄龙会。宠物从破蛋开始，玩家可以选择为战宠或者是坐骑，不同的选择，它们的属性进化方向也会不一样。如果选战宠的话，它的战斗各项属性成长值会大大提高，而选择坐骑的话，会多出移动速度和承重2个属性，变相的把它的战斗属性拿来分摊。你觉得我需要它帮我战斗吗？叶云伸手抚摸着金乌的羽毛，看着魔离淡淡的问。我好像不用。魔离我了半天，垂头丧气的说道。一个13级的玩家拥有400亿的生命值，需要别人帮他战斗？开什么玩笑！但是看着金乌站在叶云肩膀上，亲昵的哄着叶云的脸颊，只能无奈的叹气。果然是异族不同命啊！这要是自己的，自己都巴不得把他当做祖宗供养起来。叶云没理会这家伙，而是直接召唤出了黑蚁。咚！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叶云的身前。这特么的，果然吃饲料长大的，这趴着的身子得有20几米高了吧？看着眼前的黑蚁，叶云表示压力很大，实在是太大了。一只蚂蚁竟然长成了一个长约100米的家伙，说出去谁信？魔离，走，上车！叶云率先进入黑蚁的后脑。此时黑蚁那后脑的空间简直宽大了近10倍，整个空间高3米出头，大概100多平，妥妥的一个套房面积啊！老大，你这个黑蚁究竟是什么品种？我怎么感觉比神兽都要牛逼？连魔离看了都不由得惊叹不已。神兽？我的小黑是他们能比的？和金乌对比起来就知道了。想要达到黑蚁现在的属性，每个10年都不用去想。魔离，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怎么造我不管，但是一点，确保黑蚁不死。你的，明白。叶云看了看时间，再次为自己的生命值添加了10亿的属性点后，直接就在游戏舱内沉沉的睡去，留下一脸懵逼的魔离。叶云实在是太疲倦了，实力一下提升的太多，现实中的营养液的供应速度也就1秒10毫升的速度供应，这还是叶云要求之后才修改的。包括整个龙宫的游戏舱都在叶云的强烈要求之下做了修正整改。一旦游戏舱内的人体有机能需求，那营养液舱就会以最快1秒10毫升速度为人体补充营养机能。只是这次的叶云实力提升实在是太过恐怖了。叶云在游戏舱内睡得安稳，但是在游戏舱外却是灯火通明，几个人围着叶云的游戏舱焦急地打转。在叶云进入游戏舱不久后，丁一就发现叶云的游戏舱内的营养液开始快速的消耗。换好的是，整改过后，丁一不需要一袋一袋的亲自添加，而且舱内的营养液低于50%的时候会自动从外部抽取。但是前后将近2个小时，叶云的游戏舱的营养液消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且都是最大的流速。这下的丁一赶紧联系周宁东，哪怕是半夜，周宁东第一时间就带着几人冲了上来。周将军，你们昨天晚上安排人改装的时候，确定营养液不会渗漏吗？丁一看着周宁东问道。怎么可能？我这可是直接从他们生产厂家找过来的技术人员，而且如果是渗漏的话，这营养液肯定到处都是了。周宁东道。周部，生命检测指示灯还亮着，说明将军没有危险。李晨旭检查了一圈，说道。周部，刚刚接到统计员的消息，将军的等级从等级榜上消失了。这时一边的刘海猛地抬头，不可思议地叫道。什么？周宁东几人一听，大惊失色。这不会出什么事吧？丁一泪水在眼里打转。游戏舱紧急通知按钮按了，但是里面没回应。李晨旭的话说完，
整个办公室陷入了久久的安静。生命检测灯亮着，说明将军没事，营养液让他继续注入，该干嘛去。将军应该没事，作为天人，哪怕这个游戏舱真有问题，也伤不了他的。周宁东想了想说道：叶云的强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行了，都休息去吧，我在这里看着就行。周部，要不你去休息吧，我在这里就行了。你放心，一有情况，我马上通知你们。丁仪看着三人，红着眼睛说：周部，要不我们也陪陪你，我这有扑克，来2局。李晨旭看着气氛不对，赶紧说道：行啊。几个坐在叶云的办公桌上打牌，但是一个个都是心不在焉。早上9点，叶云从精神奕奕的从游戏舱内走了出来。你们这是干嘛？一出游戏舱，叶云就看见丁仪和周宁东两人顶着个熊猫眼盯着自己看。那个将军，你没事？周宁东看着叶云，有些疑惑的问：你很希望我有事吗？不是，今天凌晨1点开始，你的游戏舱的营养液就一直以最大的流速进驻，到你出来为止，进驻了都快1吨的营养液就，我还以为这游戏舱有问题呢。叶云还没有和周宁东说过关于营养液和巨献实力的关联，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营养液会快速进驻的原因。游戏舱没问题，以后这种情况经常会有的，等你们到30级之后就明白了。还有，以后等级排行榜需要你们安排人去弄，我接了个任务，还要救好才能回去，现在等级也给压了下来。叶云的妈撒着手指上的天道指环，银光流转，说明叶云的游戏角色还在里面挂机状态。他没有跟周宁东做过多的解释，等他们等级达到30级，经过悟道塔的认证之后，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对了，黄龙会那个典礼是什么时候开始？昨天接过黄龙会的请帖，叶云都没仔细看。后天12月6号。将军需要提前安排吗？一边的丁仪赶紧回答：后天。叶云眉头一皱，原本他还想着这2天先将游戏内的属性消耗了再来，但是看这个情况是不行了。300多亿的属性，按照这个营养液的供给速度，2天时间都不够用。不过黄龙会自己肯定是要走一趟的。第93章典礼开始，重生20来天，但是慕韵和刘少伟的身影每天都会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叶云的梦中，这2人已经成了叶云的心魔。还有那个前世帮助这2个人追杀了我足足半年的黄龙会，这次过去不让你们脱层皮都对不起自己重活一次。2天后，京城一栋高达72层的摩天大厦内，此时100多人正在18楼的大堂之内忙碌着布置会场，而在1楼的大堂处更是有近1000名的安保团体将百家媒体的记者阻挡在外，而在大厦的外围更是隔绝了几千名的网络自媒体人员。因为今天就是华国首富李氏集团布局天道的联盟黄龙会与黄龙大厦正式成立的典礼。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新京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据悉，李氏集团将于今天上午10点整为他们的黄龙会正式揭牌。现在是早上8点，但是现场已经聚焦了全国近100家媒体的目光，因为这是我们华国的第一个非官方成立的大型游戏公会。按照黄龙会的官网数据，集团已为他们投入了500亿华币的初始资金，后续将每周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注投入。据悉，这次龙皇会的成立不仅得到了政务的鼎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华国最尖端的龙宫公主叶将军也会亲自出席。看，我身后这人山人海的人群，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天道迷，听说叶将军今天会出席，所以早早的在此等候。人头攒动，叶云站在京都大酒店的顶头，看着电视中龙皇会大厦的热闹，露出了冷冷的笑意。龙宫作为之前华国唯一的官方战队，他在所有的天道玩家之中有着无上的威望，特别是第1周的等级排行榜前10之中，龙宫就占据了6个。更重要的是，最近龙宫最高领导者被国家授予上将军衔的事情在网上不胫而走，引起了大家极大关注。但是，之所以这么多人，肯定是李氏集团特意的安排。同行是冤家，龙皇会的成立无疑是对标龙宫，这会让龙宫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被无数的人拿着放大镜观察。呵呵，李氏吗？果然是商人，但也仅仅就是商人了。叶云披上了一件军大衣，看着脚下的京都，吐了一口烟圈。将军，京都市府府主前来拜访将军，是否让他上来？这时，丁仪在后边轻轻地搁下手机，作为秘书与助理，这次的行程由他做好的安排。拒绝。自从昨天落地京都，叶云就收到了7、8波前来拜访的人，其中包括前来知会的李氏集团掌舵人李茂成。叶云与魔都世家的恩怨已经在顶级圈内已经开始流传，各地的政要和顶级家族都有自己的渠道知道关于叶云的资料。叮，叶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叶云一看是一组陌生的电话号码，顿时皱了皱眉头。喂，哪位？呵呵，叶天人，听你这口气似乎颇有怨念啊。怎么样，来京都怎么也不和我这老头子提前知会一声？一道苍老的声音听到叶云不耐烦的口气，顿时愉悦地说道。
宋老，宋老在京城？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不在京城能去哪？宋老听得叶云的话，顿时笑了。有事？叶云的话看得丁仪一阵阵的白眼。这家伙不仅仅是直男，情商也很低啊。是这样，今天你去参加完龙皇会的典礼后，来一趟天月楼。我们长老会的其余4人可是对于叶天人神往已久了。而且上次你不是在问米粒岛的事吗？这次一起商量着解决。宋老差点没被叶云的2个字噎死。处于他们的位置，哪个见到他不是阿谀奉承、毕恭毕敬的？天月楼？叶云一脸懵逼。行，你到时候把定位发我，完后我直接过去就行。别，还是我派人过去接你吧。宋老一听，顿时赶紧说道。就冲着叶云那个有事2字，他就知道叶云这个精神小伙那耿直的性格，估计真让他自己来，进不进得了天月楼是一回事，就怕这家伙一路飞过来，那不得引起全京都城的混乱。不堵车吧？听说京都城更容易堵车。不堵车，我现在就派人到龙皇会大厦等着。宋老听到叶云的话，差点手机都没抓住。果然，这家伙想飞过来。堂堂一个上将，竟然怕堵车，一边飞一边看导航，这画面……行，那我就在龙皇会等着。挂了电话，叶云看着窗外，久久无言。将军，差不多该出发了。龙皇会那边安排的车队已经在楼下候着了。丁仪将东西已经整理好后，对着叶云说：“原本的打算是参加完典礼之后，叶云就回魔都的，却是没想到长老会那边会邀请叶云过去。不过准备好总是好的。”9点半，整个龙皇大厦彻底沸腾，一道道五彩斑斓的礼花冲天而起，天空中更是有3架的直升飞机拉着长长的彩条。整个龙皇会大厦周边路段开始进入路管限行，一个个路警严阵以待。5分钟后，一队队的车队开始进入龙皇会大厦，这些都是个大商会的首脑，甚至是各大区域的富豪，每一个都是全国家喻户晓的富可敌国之辈。前前后后足足到场近50几人，他们很多都带着自己的小辈。作为顶尖的商人，他们太清楚这种场合的重要性了。京都城路警总局局长侯浩。某一刻，突然一人看着从车子上下来的人，忍不住叫道。此刻的他正在一名一身职业装的美女的引导之下走进了大厦。商人之后一般都是为官之人，但是没人想到第一个抵达的竟然了京都城的路警局长。要知道一般情况，第一个抵达的大部分都是最小咖位。外围区域，一个个人看着从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一个个倒吸一口冷气。京都城警察总局，京都城市府，国家发展委员。第94章，鸽子血很好用。一个个政要，一个个位高权重之人从一辆辆的车上走下来。李家家主李茂成带着自己的独子李家泽站在大厦门口迎接，可以说这是他们李家第一次那么高光的时刻。突然，一辆迷彩的越野军车缓缓地驶入大厦，众人看着那特殊的白底牌照，头皮发麻。国家军事防务部，而且看那牌照的样子，绝对是防务部的绝对高层。李叔，小泽，恭喜你们黄龙会正式落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一名请今年军官从迷彩车上走上，看着无数震惊的目光，露出了一丝的得意。小乐来了，以后小泽这个摊子还需要你这个官方天道第一将军多多提点啊。李茂成看着走来的青年，忍不住笑道：“乐哥，还请你以后多多照顾小弟。”站在李茂成身后的李家泽赶紧对着他打招呼：“这话说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进去哥给你撑场子去。”李乐拍了拍李家泽的肩膀，拉着他往里面走。小乐啊，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还没到呢，小泽他还得等等。李茂成对着李乐乐呵呵地说道：“重量级的嘉宾？谁啊？”李乐忍不住大吃一惊，要知道自己可是中将，自己来参加这种民间的组织已经是非常拉低自己的身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李茂成和自己家是远亲，自己都懒得过来。现在李茂成说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这不得不让他吃惊，就是龙宫那位新晋上将。李茂成看着李乐，笑呵呵地说道：“上次和你爹通了电话，你老爹可是一再叮嘱要我邀请这位，怎么样？上次的冲突有没亲眼见到天人的风姿？”那个李叔，我这还有点事，我就先……李乐一听，顿时脸色一白，急忙找个理由就想离开。上次自己去龙宫找茬，没想到自己被关了2天不说，就连自家暗尽实力的大管家和100多名的好手丢了性命。就算这样，自己家族还赔偿了近乎100亿的财富，而自己的爷爷和父亲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想起那个年轻的脸庞，他就会做噩梦，时不时的还会暗自庆幸，如此得罪了一位天人，自己竟然还可以活着。哟，你们这是在说我吗？突然，一道声音冷不丁的在几人身侧响起，几人顿时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年轻人大冬天的穿了一件单薄的短袖，站在那边看着李乐。“你谁啊你？”
保安，保安，你们干什么吃的？这么什么人都给我放进来！李家泽一看，好家伙，穷的衣服都买不起了吗？叶云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不是你们邀请我过来的吗？怎么反悔了？叶云看着他旁边的李乐和他们身后不远处的一男一女，一脸的玩味。小泽，不得无礼！小兄弟，你说是我们邀请你过来的，但是我李某人好像并不认识你吧？李茂成呵斥了一句自己的儿子一句，然后转头疑惑地问道。虽为首富，却没有他儿子身上的锐气，显得有些平和的过分。叶云，他这么会来这？在李家泽后面不远的沐韵看到叶云的出现，顿时吓得脸色发白，这么也想不明白叶云这么会出现在这里。刘少伟，赶紧把他弄走，要不到时候李少知道我和他以前的关系，我们都得玩完。沐韵低声对着一旁同样震惊刘少伟说道。李少，这家伙我知道，就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估计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失心疯的想要过来要点钱。叶云还没说话，刘少伟简直是用冲刺的速度跑了过来，拦在叶云和李家父子之间。叶云，我跟你说，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哪来回哪去？你不就是要钱吗？50万，50万够不够？刘少伟低声的对着叶云呵斥道。哼，李首富不认识我没关系，问问这位李家的李大公子不就知道了，我跟他可是熟得很啊。叶云似乎没有发现刘少伟，反而对着李茂成微笑道。哦，小乐。这时李茂成转身，才发现此时的李乐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看着叶云的双眼之中充满了畏惧。魔都李家李乐见过龙宫公主，见过首长。哪怕再害怕，李乐此时也不得不出来，行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军礼。叶云的形象简直是深入他的骨髓，当初他从龙宫离开之后，被其父亲责令在龙宫大厦外足跪了1天1夜。他永远记得那些人洗地的情形，满地干涸的鲜血，让10几人足洗刷了2天，才真正的将广场洗刷干净。公主，首长。李家泽听得李乐的话，一脸懵逼。想必阁下就是龙宫的叶上江吧？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见谅见谅。李茂成不愧是能成为首富之人，一个大笑就瞬间化解了几人之间的尴尬。能让一个中将喊首长，再结合公主这个词，李茂成一下就猜出了叶云的身份。不是，李少，是不？你们不要被他们骗了，这个家伙就是一个穷逼，一个肝癌的患者，我可以给你保证。叶云，你他妈到底想要干嘛？刘少伟此时有些歇斯底里，怒视着叶云。他不怕叶云要钱，就怕叶云把自己和沐韵的那点事抖出来，到时候以李家泽的性格，自己2人绝对会凄惨无比。哼，李少这次知道怎么做一个军人了，不错不错。至于这个人嘛，哼，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你们这对狗男女骗了我那么多钱，就想50万打发我。叶云先是对着李乐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看着一脸嘲笑的看着刘少伟。叶将军，这究竟是？李茂成看着刘少伟，眼里已经有了怒火。这种场合也要看自己的身份。哦，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前女友跟着，别让你卷款跑路了。据说这2个家伙投到了贵公子门下，这不就找贵公子要债来了吗？叶云拍了拍手，看着李家泽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叶将军，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李家泽听到叶云的话，吓得脸色发白。李少，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你要知道，我放着全国世家联盟、国际各个联盟的邀请都不去，你一个小小的黄龙会的开幕典礼，我会亲自前来。顺便提醒你一句，鸽子血有时候真的很好用。第95章，可有异议？叶云的话瞬间让刘少伟脸色苍白，让李家泽整张脸羞怒的通红。这叶将军，先里面请，有什么误会说开了就好。虽然叶云说话难听，但是却是中肯。作为生意场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的李茂成也知道，自己的能量或许拿着高层也要卖些面子，但是叶云可不仅仅是华国的上将，他还是一名有着恐怖实力的天人。呵呵，行，不过丑话我说在前面啊，当时我就发过誓的，我要他们千百倍的还回来。既然李少是他们的老板主人，那这事我就找李少了。好说好说，走，叶天人，里面请。李茂成依旧满脸堆笑，看着叶云走进大厦之后，才看向刘少伟和沐韵。希望你们有叶将军口中的价值，要不然后果你们知道的。李茂成说着，直接转身跟上了叶云的步伐。不是，董事长，是不？你听我说，他真的是个骗子。他至始至终，他都不相信一个穷得住不起院的小子，一个肝癌晚期的人会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将军。啪！骗你妈个毛线！刘少伟，这是我表哥，防部天道中天兵军团最高总指挥，军衔中将。你觉得他会认错人？好，这时候还想继续忽悠我？刘少伟也知道自己的话根本没人会信，因为作为国内第一富的李家来说，
想要知道一个人的信息太简单了。只是叶云真的是将军？想到这，刘少伟也不由得有些发懵。来人，给我把那个贱人也带过来。特么的，我就说怎么一个女人出夜，那血那么多，原来都特么是鸽子血。李家泽见自己的父亲走进大厦，顿时冲着刘少伟就是几个巴掌。要不是在外面很多媒体看着，说不定他会直接做了刘少伟。哈尼，你的人怎么能这样对我？是我做错什么叫吗？慕韵被两人拽着来到李家泽的面前，此时的他在看到刘少伟被打的时候就知道事情暴露了，但是他也没办法，得罪李家能跑哪去？只希望李家泽能看着自己跟着他的情面。哈尼全家得罪叶将军，还骗叶将军钱，叶将军也是你能得罪的？李家泽对着慕韵就是一个巴掌。对于这些真正的富二代来说，可没什么怜香惜玉的说法，惹毛了老子，管你是男是女。打我，你打我，来，有歹你就打死我，连我肚子内你的孩子一起打死算了。慕韵被李家泽几个耳光打得有些发懵，反应过来顿时撒泼。住嘴！你们几个给我把他的嘴巴堵上！马上几人上前将慕韵的嘴巴牢牢地封住。乐哥，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的对着刘少伟拳打脚踢了半天的李家泽终于转身，看着一旁站着还有些惊魂未定的李乐问道。此时的两人躺在地上，已经被揍得昏死了过去。慕韵甚至都还没弄明白具体的原因，只是以为李家泽发现自己和刘少伟的关系。我哪里知道啊，这家伙上刺杀了我家100多的人，我家老爷子也不敢有任何的脾气。他们俩骗了他多少钱啊？我也不知道啊。李家泽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人，满眼无助。作为李氏集团的太子爷，他多少也知道叶云的能量，更何况魔都第一世家吃了那么大亏都忍下来了，他们呢？他们只是商人而已，希望他的胃口不会太大吧？这家伙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他说的100倍1000倍的还回去，那肯定是100倍1000倍。不和你说了，我先回军部去了。李乐畏畏缩缩的看了眼龙皇会大厦，转身走。本想来装个逼，没想到逼没装成反被曹。乐哥，你不上去？李家泽看着李乐的背影，不由得喊。李乐步子一顿，反而直接小跑的上了军车。有叶云这位大神在，他哪里敢在这里多待？李少，这两人怎么办？一人走到李家泽跟前，低声的问道。怎么办？先给我看着。跑了？唯你是问？么么的，也不知道刘少伟他老子的公司够不够赔。李家泽骂骂咧咧的走了。1个多小时后，叶云推掉了李茂成的所有邀请，只是安静的坐在下面看着整个典礼的落幕。而李茂成似乎也知道叶云此来的目的，也没有过多的纠缠。典礼完毕，李茂成消失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似乎将叶云给忘记了一般。叶先生，我们董事长请你移步到他办公室。这时一名女士走了过来，轻声的对着叶云说。叶云二话不说，直接跟着女士坐着电梯直接上了顶楼。叶将军，请坐。李茂成此时已经站在电梯口等着，一路领着他进了他在顶楼的办公室内。叶将军，你也知道犬子对于那两人的事一无所知，不知道将军要如何才能作罢。叶云并没有坐下，而是站在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李董事长，你这话骗骗小孩子可以，就没必要在我面前秀了。我说一个数，你听着，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我有办法让你接受。叶将军，你要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哪怕你贵为将军。李茂成皱着眉头看着叶云的背影。李董事长身为华国首富，竟然会信这个？呵呵，还真不知道我该说你天真还是说你假人。冲着董事长刚刚那句话，16亿我罢手，至于那两人，你们随意如何？叶云点了根香烟，此时的整个顶层只有他两人。他们当初也就是卷了你160万，而且最后还都没有成功，叶将军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李茂成看着叶云犹豫了一会，说道。原来董事长是知道的嘛，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是这么个理，那就160亿吧。饭点到了，董事长，希望下午我可以听到我们龙宫收到账的消息。叶云轻轻地吐出一烟，瞬间将眼前的落地玻璃震碎，身上一股强大的气势涌起，将李茂成整个人压在地面之上，不得动弹。叶云一步一步地走到窗口，感受着200多米高空的寒流，慢慢地走出窗外，凌空而立。现在我要你160亿，你可还有异议？叶云转过身子，浑身突然冒出一串火焰，瞬间如同火神在世，恐怖的气势带起一股旋风，将整个办公室的家具压得粉碎。第96章兜底。办公室内无数的文件在热浪之下冒起丝丝星火，所有的玻璃窗户爆裂成无数的碎片，散落在整个楼层。董事长，此时
10几个身着黑色西装的保镖冲来进来，看着满地的狼藉和跪趴在地上的李茂成，震惊莫名。此时的叶云已经离去。出去！李茂成低喝一声。在几人退出办公室10几分钟之后，李茂成才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此时的他依旧心跳爆表，两腿还有些发软。今天的叶云让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天人，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作为军政商都有顶级实力的魔都李家为什么会忍气吞声了。天月楼虽然以楼为名，但是它占地面积足足达到了50亩之大，在寸土寸金的京都城来说，可见背后之人的能量之大。据传，到这里宴请宾客者不仅仅需要足够的地位，还需要提前1周的时间预定。叶云静静地站在高空，一手拿着手机，一边看着下方高达30几米的古建筑，不由得啧舌。果然，这老头是腐化了呀！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毫不掩饰的就来了。亭台楼榭，假山湖水，哪怕现在12月份，周边的景色依然让人如沐春风。而此时，叶云却从内里感受到一股肃杀。他知道，在整个天月楼的四周布满了保护长老会的那些暗卫。叶云神念一扫，就发现了宋老的位置，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4人。老宋，那个叫叶云的小家伙来了没？20几岁的天人境啊，厉害！一个头发花白、身着黑色中山装老者端坐在轮椅之上，手中拿着一个紫砂壶，时不时的吸食几口。是啊，可惜我们年龄大了，要不然也让教我老头子几手。先天之境，这剑果究竟怎么达到的？一位身穿军装的老者一脸的向往。唐哲，你这个老不死的，都80好几的人了，还是那么好争勇斗胜，人家可是天人，一只手就能把你拍进你骨灰盒，连殡仪馆都不用去。同样的一位军装老者直接怒对他：别吵了，宋，打个电话问问你那司机，看看来了没有。我特么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紧张。坐在最边上的老者坐在那里，一个劲的喝茶，看着几人都在谈笑，忍不住催道：哈哈，这老小子急了。要我说，你那什么世家联盟，总有一天会被时代给淘汰的，要不然看在你这老小子的面子，我早就带兵一个个抄家了。唐哲看到他那坐立难安的样子，忍不住调侃道：哈哈，让几位大佬久等了，小子给各位大佬赔个不是了。一道声音从空中而下，瞬间惊动了院内无数的人，几百道枪口对准了几十米的高空。只见叶云从100米的高空之中慢慢的踏步而下，每踏一步，脚下就冒起一朵火花，驮着他的身子慢慢而下。这尼玛，传说中的神仙也不过如此吧。唐哲作为军人出身，第一时间就冲到了窗口，看着叶云，头皮发麻。反倒是坐在轮椅上的老者冷静得多，先是在自己的轮椅之上按下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绿色按钮，这才跟着来到窗口。院内原本人头攒动的场景很快再次沉静了下去。叶小友，你这个出场的方式有些特别啊。待叶云进入楼阁，坐在轮椅上的看着叶云，不由得微笑着。来，叶小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大夏新潮，代号为1号。宋老赶紧指着坐在轮椅上的老者介绍：这个军部大佬唐哲，代号2号，我宋基，代号3号。这个也是军部的大佬秦战，代号老4。至于那个属于负责稳住全国各大世家的金敌，代号老5。叶云赶紧上前一一见礼。叶云尊重的不仅仅是华国的权力巅峰人物，而更多的是他们对于华国风雨40几年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叶小友，你给我老唐多个底，你现在什么实力啊？为毛我感觉在你身边比在张老身边还不自在呢？等叶云和几人一一见过后，唐哲实在忍不住的问道：呵呵，唐老，我现在的实力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一切要等我在天道内认证过后才知道。如果你非要界定的话，我只能说我现在是先天之上。叶云看着唐哲和几个人询问的目光，只能如实回答道：先天之上？我咧乖乖。几人一听，顿时瞠目结舌。叶小友，你是说天道内可以认证？这和现实有关联吗？夏新潮不愧是1号，一下就抓住了叶云话中的重点。呵呵，夏老不愧是智多星啊。没错，这次过来也主要是想和5位交交底，同时也希望5位能给予我龙宫更大的支持。叶云看着夏新潮，忍不住的笑道，同时抓过身前的茶杯，一把将宋老刚刚倒好茶水喝了。好茶，就是有些不解渴。叶云的举动在场中显得无比的粗鲁，但是没人在乎，而唐哲这个军旅出身的老头显得更为欣赏。哦，谈到正事，除了夏新潮，其余人都默不作声。这次你过来，原本以为只是商谈关于米粒岛的事，看来你的野心不仅仅只是米粒岛啊。夏新潮看着叶云满脸的平淡，眼中闪过一丝不一样的光芒。呵呵，诸位以为我为什么能够说服张俊宝，打到他服？其余人还没说话，一边的唐哲却是忍不住的回答了：哈哈，唐老，
低调，我向来都是以德服人。我当初只给他一个承诺，一个可以帮助他突破先天之境的承诺。叶云笑道，这个唐哲年轻的时候绝逼是个战斗狂人。先天之上，那篇帖子。听到叶云的话，几人瞬间就想到了很多，神色惊骇。虽然他们不知道帖子内的具体内容，但是国家花费1000亿米元这种大笔的消费，他们还是知道一个大概的。哈哈，没想到几位大佬知道这事，那就好解释了。说白了，就是玩家在天道之内达到了30级之后，可以进入主城，可在主城一个叫道境阁的地方，通过道境阁的各个阶段考核，只要通过考核，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封号，同时会有相对应的实力具现到现实世界。这怎么可能？一个虚拟游戏，还是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研发的，有什么功能我们能不知道？小子，虽然你是天人，但是你这话我老唐不信。第97章，米国来了。叶云的话就像是一颗炸弹，彻底打乱了他们的思维。哼，唐老，莫不是你以为我的实力是依靠自己修炼的？莫不是你以为我要你们给予龙宫更多的资源，真是为了在天道之中捞钱？叶云一脸玩味地看着他，一连两问，彻底将他问懵了。确实，叶云身为天人，要钱还不简单，这有些矛盾。你说要达到30级才可以，但是你现在的等级好像还没达到30级吧？而且你怎么知道30级之后的事？这时坐在角落的金迪也忍不住问。呵呵，不愧是大佬，一点就透。我怎么知道的？这是我的秘密。不过卡兹，一道闪电从阁楼之中窜出，将高空之中的一只老鹰击穿。话我说到位了，信与不信那是你们的事，我提前告诉你们，那是我不想到时候越来越多人具现了实力之后，我们国家无力应变。这就是我从游戏中带出来的能力。电弧够有说服力吗？叶云伸手，一股无形的吸力将空中掉落的老鹰抓在手中。此时整个楼阁之中陷入了沉默，大家都被叶云身上强大的气势震慑住了，哪怕是唐哲这种不服就干的军旅大佬也呆立当场，久久不敢言语。你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怎么做？最终还是夏星朝先开口。米粒岛的所有权，到时候直接开发，打造成我龙宫的基地。我龙宫成员及预备人员随时听从大佬的召唤，应对大灾难的来临。2. 快速成立警队入驻，同时优先考虑一些特殊或者强大天赋人员加入。3. 加强各个民间私人联盟的管理与思想建设。剩下的你们自己想，这方面你们应该比我在行。而且随着天道对现实的冲击，各国的财政收入会大幅度的降低，这也是问题。叶云一下说了自己的看法。你除了米粒岛的所有权外，不需要别的了？夏星朝听得叶云的话，皱了皱眉头。没错，说实话，按照我原本的打算，我是想开口向你们要个1000亿万亿金币的，但是看你顺眼，就免了。叶云再次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然后更是抓过宋老的茶壶，直接一杯接一杯的喝起来。自从在天道内学了焚天诀之后，叶云就发现自己起来都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如果此事真的，你们怎么看？夏星朝坐在轮椅上，手指相扣，看着几人问。按理他们商量这种国家大事应该避开叶云的，然而这次他们竟然没有避开。不过叶云却是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跑到外面的一个露台上抽烟去了。虽然哪怕隔着100米远他也能听清楚，但是他却没那个心思。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时间已经是中午快1点了。期间叶云还能听到几人的争吵之声，甚至还能听到唐老是不是的怒呛。整个屋内都是争吵不休的声音和拍桌子的声音。这几个老人家的身体是真行，午饭都没吃，我都有点饿了。这般想着，叶云直接从阁楼上跳了下去，给几位为国为民的好领导张罗着午饭去了。庭院中的保镖似乎早就收到了上面的指示，甚至他们的手机中人手一张叶云的照片，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为难叶云。很快，整个天月阁的后厨也在叶云的安排下陷入了忙碌之中。很快，一道道的美味佳肴送到了吴老谭氏的下一楼层18楼。又是10几分钟后，叶云再次回到顶楼，看着已经心平气和的5人，不由乐了。几位大佬，差不多该吃午饭了，有什么吵不明白的，回去再吵呗。叶云的一句话瞬间让几人尴尬不已。那个小叶啊，让你见笑了，走吃饭去。那个老五，安排厨房赶紧上菜，我们几个老家伙不打紧，可不能饿坏了我们华国的动人之才啊。夏星朝打了个哈哈，冲着金迪喊道。他们5人看着站在各自的立场，但是也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与壮大。叮！叶云这时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周宁东的电话，主要问叶云，刚刚龙宫的账头上多出了一笔从李氏集团打过去的200亿，问是什么情况。叶云随意解释了一通，就继续进去和吴老胡吃海喝了。哈哈，没想到啊，今天跟着小叶好好的腐败了一回。唐哲看着叶云大声笑道。几人刚刚争得面红耳赤，
现在却在这里推盏举杯。你们确定你们喝酒没事？叶云看着眼前5个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知道了什么叫老当益壮。哈哈，小叶，放心吧，我们几个经常这样。哦，对了，这个文件先给你，别等下醉了忘记了。夏新潮看着一杯白酒下肚，将一份牛皮纸装的文件给他。这是米粒岛的审批文件，1亿金币的价格转让给叶云个人私有70年。不过你是天人，国际上的那些破事需要你自己去处理啊。夏新潮看着叶云，严肃地说道：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们国家不能帮你太多，毕竟这事太过敏感，希望你可以体谅体谅。哈哈，夏老放心好了，我也只需要一个文件，反正樱花国也这么做了，只是他们找的人没有我这个胆量，更没有我这个实力。叶云笑道：来，5位大佬，我敬你们。叶云说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而这时宋老和唐哲的电话先后响了起来。军正，2位大佬的电话几乎同时响起，这可是有大事发生的节奏啊。叶云眯着眼睛看着2个脸色肃穆的老者。米国舰队进入北边海了。第98章，回到魔都。北边海，米国会合袋鼠国、阿三国及日不落的几艘军舰，直接在升高波补给以后，对着南边海长驱直入。怀特将军，现在我们是从船山海峡过，还是在他东海岸经过？一名海军大校走到一名翘着2郎腿、正欣赏的海景的降服军官跟前问道：史密斯大校，你告诉我，我们这次和盟军出动了多少军舰，多少人员？怀特看着蔚蓝的大海，双手抱头，躺在躺椅上，微微地闭上了双眼。4个国家2个标准航母编队，加10艘袋鼠国与阿三国的军舰，人员12000名。史密斯一愣，不知道怀特为什么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史密斯大校，我们米国已经太久没有彰显我们的海权地位了，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你觉得应该走哪？怀特躺在太阳底下，没有再说话，一根长长的吸管插在侧边桌上的2L 可乐瓶内，不停地抖动着。史密斯转身而去，他很清楚怀特的意思，更清楚如果2个完整的航母编队经过那地方会引起多大的反弹，但是又如何？只要我的拳头够大够硬，你们能奈我何？天月楼，叶云从几人的谈话中知道了米国这次展现实力可能会带来的某些连锁反应，比如西北一些摇摆的国家的定位，比如船山岛某些人的判断。哼，5位大佬，这事交给我如何？叶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看着还在商议的5人，忍不住的微笑道：交给你。小叶，我知道你是天人，但是你这黄皮肤黑头发的足以让人联想，而且这次还是4国并行，如果进入西海和樱花国与枫叶国会合之后，那就是7国了。唐哲难得的没有直接喊打喊杀，他也知道这个规模的军演带来的后坐力不小。唐老、夏老，你们放心，我不用出面的。当时还想着说以樱花国的身份干，不过现在我有更好的方法。叶云微微笑道，此时的他想到某种可能，如果真实现，那简直就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末日。哦，什么方法？几人顿时大惊。哈哈，大佬们，你们就安心的等我消息吧，保证有他们哭的时候。行了，米粒岛的授权已经拿到，我就先撤了，一切等他们到了西海再说，到时候请你们看场史诗级的大戏。在几人震撼的目光中，叶云的身影直接消失。这特么算不算瞬移？唐哲揉了揉眼睛，看着前方空空荡荡的位置，有些不可置信。他连叶云离开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这么放手让他去闹吗？金迪被吓到了，久久才低声的问：让他去吧，反正我们对米国那边这种流氓的行径也无可奈何，总不能真亮剑吧？真到那时候，苦的还是百姓啊。夏新潮微微眯了一口就笑道：华国虽然这几十年来奋起直追，但是一些领域不得不承认和米国还有些的距离。这次叶云并没有回酒店与丁仪会合，而且让丁仪自己坐飞机飞回魔都，而自己直接飞回了魔都。京都城距离魔都距离1000多公里，叶云在高空1000米以最快的速度飞行，他有心测试自己目前的飞行速度究竟有多快。直到自己降落在龙宫顶层，叶云看了看时间，显得有些不可思议。36分钟，1000多公里的距离，半个小时就到达了，1分钟将近30公里的速度。叶云没有打扰任何人，而是直接进入了游戏舱内。现在米国舰队已经进入北边海域，只要1天的时间就能踏入船山海峡，进入西海领域。会合樱花及枫叶国后，休整1天左右就会开始作乱。在前世米国可没有这个举动，叶云也知道，这就是自己重生之后打破了历史轨迹带来的后遗症，甚至这次的山海界之行也会产生一些并发症。但是叶云后悔吗？怎么可能？叶云先是将天道内最近的10几亿金币的收入转入天道中，而后直接登录了天道，10几亿的金币已经开始入不了叶云的眼了。卧槽，茉莉，你他妈把我和小黑带到哪里来？
叶云在灵山海界，第一时间就习惯性的看小地图，这一看没差点吓出个心脏病出来。嘿嘿，老大，你来啦！你猜猜这是哪里？魔离猥琐的看着叶云，一脸得意。我哪里知道这是哪里？我说你现在是特么打劫打上瘾了是不？此时叶云看着小地图上自身周围着的无数红点，我有些郁闷，就不该信这货啊！这货完全是个强盗个性。叶云看黑蚁还是处于满血状态，顿时松了口气，然后查看起魔离这2天给自己带来了收获。魔离能给自己带来的收获，除了是经验值和点金的冷却时间外，还有就是金币。叶云看着自己的金币，然后又看了看猥琐的魔离，显得异常激动和无所适从。老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魔离看着叶云的表情，表示相当的满意。你究竟是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怎么一下就多出那么多金币了？第99章法相出。叶云有些不可思议，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将自己和小黑交给他的时候，自己的金币只有21万亿出头，但是现在自己的金币竟然达到了63万亿，足足翻了3倍有余。这特么就算银行印钱的速度也赶不上啊！而且不仅仅是金币，自己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4级，坐骑金乌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4级，和自己的等级一样。而且金乌还觉醒了第3个技能名扬。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神技点金的冷却时间竟然仅剩下不到20个小时。嘿嘿，老大，你不是说你只能在山海界待10天吗？这都第6天了，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快速的搞钱。这不，小黑哥那么强大，所以我就带着他来中央区域霍霍了。中央区域，我的个大爷，这货也真敢想敢干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在这中央区域霍霍了谁？虽然叶云表面严肃，内心却是激动的一波。嘿嘿，这不才2天吗？就打劫了几个妖王城市和一个妖皇城市。魔离看着叶云，似乎对自己打劫的城市不够多，有些懊恼。那现在这里是哪？那些妖王妖皇就这么让你这样为所欲为？中央区域啊，妖帅遍地，妖王近百，妖皇除了3大妖皇外，还有小妖皇就有7、8个。最重要的是，据说中央区域还有一个妖地，大明皇城。这不，离起天塔还有2公里的距离吗？他们当然奋力反抗了。不过，黑哥这高达12001的生命值，又有我这个辅助，所以根本无可奈何。说到这个，魔离似乎来劲了。叶云听了个大概，直接一个焚天诀自带的技能开天火雨，瞬间整个天空开始出现一片火烧云的奇观，1秒时间不到，空中就开始下起了一粒一粒的火雨，落地生花。顷刻间，围在黑蚁周身120码的范围内再无敌人。而叶云原本还需要20小时冷却时间的点金，瞬间金光闪闪，时间清零。叶云已经激动的不能自已了，装出来的严肃瞬间破防，一个人站在那里傻笑。给力！魔离举起大拇指，飘忽忽的一个马屁就指引着黑蚁继续前进。开天火雨的攻击距离是120码，冷却时间是30秒；魔焰地火的攻击距离是60码，冷却时间是25秒，持续时间是10秒。2个范围技能简直就是人头收割机。使用点金提升天赋，叶云也顾不得其他了，天大地大，提升天赋最大。系统提示：天赋提升失败，请玩家提升等级和属性，同时具现更强大的实力。系统提示：提升到 Max 7天赋，需求等级20级，各项属性点100亿，具现实力达到 20%。特别提示： Max 7天赋会解锁新的有地图和特有玩法。这特么？什么新地图？什么新玩法？特么我不要啊！我只要我的天赋。叶云看着系统的提示，差点骂娘了。他纠结地看着3个条件，有些发懵。这也就是自己有点金这个神技。要是换做别人，想要在20级就提升到这个天赋，那得氪金多少？除了等级，后面2个要求会要了玩家的老命。到这个程度了，叶云也知道，这应该是碰到所谓的天赋瓶颈了。想要更高的天赋，就必须有相对应的实力。看着金光闪闪的点金技能，叶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强化属性、技能，或者是宠物？老大，想什么呢？魔离看着叶云在发愣，又看了看躲在一角的金乌，张了张嘴，想想又放弃了。金乌的等级达到了14级，体型再也不像个小鸡了，现在哪怕缩在角落，体型也有2米多高。强化小黑，这货的属性和自己息息相关，强化它还不如强化自己的属性实在。强化金乌，这家伙已经被自己定位为坐骑了，成长注定有限，留着自己等级到了20级的时候再来，那很扯淡。自己现在才14级，等到20级，以这100倍于之前的经验值，那得猴年马月。左右考虑，思虑再三，叶云终于锁定一个目标：焚天诀。这个技能的品阶上备注是至高品阶，特别说明了是火神专属技能。最重要的是，
这个技能是现实与游戏内通用的，而且给叶云带来了天赋等级加1这个逆天效果。如果强化能加2，那岂不是要逆天？直接摆脱这个坑爹的天赋瓶颈。叶云哪里知道，其实天赋枷锁在 Max 5的时候就该出现的，只是没想到叶云会获得焚天诀这个 bug。想到这，叶云不再犹豫，提升焚天诀。系统提示：焚天诀提升成功。恭喜玩家，焚天诀由普通火焰晋升成真火级。恭喜玩家，焚天诀修炼成第1个成圆满，练就一重至尊法香，奖励属性点1000万。系统提示刚刚落下，一道巨大光影在叶云的脑后出现，光影高达10丈，已经外溢出了黑蚁的后脑空间，可见光影之中摇曳着一朵虚影般的火焰。而在外部，一道恐怖的冲击波动，直接将方圆500米的所有妖族玩家送回了大明皇城的复活点。卧槽，这特么什么情况？魔离看着叶云身后那巨大的光影，整张脸已经不能用惊骇来形容了。法香，第100章，谁牛逼干谁。叶云淡淡的说完后，将法香的显示效果关闭。这是他继天赋破道之后再次获得的另一个效果。天赋破道目前已经累积6道，但是目前还没有给叶云带来任何的好处，而这个一重法香直接就奖励给自己1000万的属性点。最重要的是，一重的至尊法香带来了一个恐怖的功能：真火法香至尊，永久性增加火焰抗性 20%， 每天增玩家1万点属性点。而且叶云发现焚天诀在自己10级觉醒的技能开天火雨也有了一丝的变化。开天火雨，焚天诀技能以身为界，以天地为牢笼，召唤天地之怒火，对150码内敌人造成自身 30% 的无差别火雨攻击，消耗真气值2万 CD 30S， 攻击涵盖范围从120码变成了150，攻击强度提升了 10%。 虽然没有出现天赋加2的情况，但是叶云也没有失望，毕竟想要靠这个达到天赋加2简直不敢想象。要是真出现了，也就该叶云怀疑人生了，因为这东西能加1已经很恐怖了。老大，老大，法香是什么鬼？魔离看着叶云身后渐渐隐去的法香，咽了咽口水，因为他从那法香之中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能。法香就是将一个技能练到极致之后的体现。叶云淡淡的说道。极致？魔离一愣，歪着脑袋，觉得这话很熟悉呢。算了，老大，赶紧你那技能再来几下，这个大明皇城实在是太多人了，堵路了。叶云出现后，魔离这家伙就一直抓叶云壮丁。开天火雨，经验值瞬间刷屏。魔离，我外界有事，所以可能需要提前去妖月城了。叶云一边发技能一边说道。那么快？魔离一惊。没办法，所以最迟凌晨我要杀进妖月城。叶云冷冷的说道。现在的魔离天赋是天级，已经超过9成9的妖王。这个山海界达到神级天赋的只有3大妖皇和2帝。不过魔离有西域之主这个称号，加上这段时间掠夺的资源都用来购买属性，只要是在西域，3大妖皇也拿他没办法。最重要的是，这家伙等于拿整个西域所有城市的 20% 收入来壮大自己，哪怕有一部分进入叶云的手中，只要这个家伙苟个1-2年时间，可以彻底将3大妖皇踩在脚下，堪比2帝。也就是叶云有这种击杀这些守护神兽的实力，这得益于他那看似无用的无敌。魔离，不要说做老大的不照顾你，这个完后老大带你玩票大的，怎么样？叶云看情绪低落的魔离，不由得笑道。玩大的？你是说？魔离一愣，接着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叶云。一句话，干不干？干，必须干，谁不干谁是孙子。魔离瞬间普通打了鸡血，活力澎湃。这特么搞得你出了多大力似的，还不是特么都是老子在干苦力，这年头老大不好做呀。5分钟后，系统提示：恭喜玩家摧毁大明皇城启天塔，获得金币12兆6756亿。恭喜玩家在山海界摧毁第3座8级皇城，奖励人族贡献点100。这特么！叶云一脸狂喜，叶云一脸懵逼，没想到这个大明皇城的共用财产竟然那么恐怖，更没有想到摧毁8级皇城的启天塔会有这个什么人族贡献点。叶云赶紧查看，发现自己的人族贡献点足足达到了400点，也就是说，摧毁一座8级皇城的启天塔就有100点的贡献点。但是到现在为止，叶云也不知道人族贡献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魔离怎么没见这个大明皇出来阻止，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市被破。叶云一边看着自己收获，一边好奇地问。他也想啊，问题是他砍不动黑哥。嘿嘿，妖族的皇者封号门槛是每项属性过2亿，天赋为天级，而为帝者属性均达10亿，天赋必须达到神级。你说现在的黑哥他们这些皇者砍得动吗？魔离咧嘴大笑，看着叶云的眼神水波荡漾，让叶云的小心肝不停地乱跳。
为帝者才神级天赋，属性点门槛那么低啊！一句话差点没让魔离咬到自己的舌头，太他妈气人了！什么叫财神级天赋？再说，没想属性点10亿的门槛低吗？低吗？魔离强忍着咆哮的冲动，看着叶云的眼光又变得有些幽怨。这老大太彪，自己这个做小弟的太没有存在感了。叶云没有理会魔离，看着直天再次添加了20亿点的属性到生命值上，有前面添加的801点属性点打底，这次添加属性，叶云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现实世界的身体会受不了。原本他打算先使用战力巨限卡的，但是为了后面的行动，也就像强化游戏内的实力了。同时用的话，又怕营养液的吸收跟不上，这实力太强也是头疼。看着还有300多亿的属性点，叶云有些无奈，这他妈只能慢慢来了。老大，你这属性点都是10亿的添加的吗？魔离看着叶云的生命值突然暴涨400亿，再次被吓了一跳，太吓人了。14级12001亿的生命值，就问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也得信。别发呆了，赶紧指路。叶云的话让魔离脱离了魔怔，继而引导着黑蚁往传送阵而去，只是看着叶云的眼神满满的跪舔之意。老大，我们下一城选哪个？选个毛线，谁牛逼干谁。